老婆是个烦人的大笨蛋，整天就像跟屁虫一样黏着我。老公，亲亲，抱抱抱抱，好不好嘛？求求你了，人家要嘛，你最好啦。天天不是这就是那，根本就是换着花样折磨我。只因开学1个月，我就被怂恿向班花告白，班花习惯性的拒绝了我，结果她一旁的校花闺蜜却跳了出来。林雨同学，不用伤心哦，她拒绝了你正好，来你来向我表白，姐姐就做你女朋友，好不好？听到这话，我脑袋里冒出个问号，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一个更漂亮的美女跑过来让我表白？班花张婷婷瞬间有点恼怒，这冷清雪是跑来故意针对她，打她脸的。她立马开口：清雪，你什么意思？冷清雪则回头看向她，露出优雅的笑容。婷婷，你不是拒绝她了吗？既然如此，她向我告白，应该也没问题吧？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张婷婷脸上微微涨红，我当然不介意。这时我反应过来了，我认为冷清雪说这些应该是开玩笑的，这是要给我台阶下。我见此决定就坡下驴，毕竟是人家漂亮小姐姐的心意，给我台阶我不下，那岂不是大傻子？表白完了就赶紧撤。冷清雪见我迟迟不开口，于是美眸微眯的看着我，林雨同学，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我闻言剑眉微挑，我会怕？开玩笑，我超勇的好不好？奶奶滴，那就来吧。而且表白一个更漂亮的女生，我一点都不亏，甚至还有点赚。我深吸一口气看向她，冷清雪，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她听到我的表白，露出一丝计谋得逞的微笑，我同意了，咱们现在可是男女朋友了。什么意思？这就同意了？这个女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我听到她的回答陷入蒙圈之中，脑瓜子嗡嗡的，怎么就答应了呢？我看着面前容貌清丽的冷清雪，瞬间恍然大悟，卧槽，小丑竟是我自己！周围的围观群众瞬间露出震惊的表情，不可能，我不相信，他们不敢相信这样高冷的校花就这么同意了表白。周围有大胆的人直接问了出来，冷校花，你真的同意了他的表白？不是开玩笑的。冷清雪闻言露出礼貌的笑容，是啊，我同意了呀，我从不开玩笑。说着他还伸手握住我的大手。周围一部分人瞬间发出哀嚎，估计今天这座城里又多了几百个失恋的人。一旁的张婷婷则是又震惊又气恼的看着冷清雪，原本她以为冷清雪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她是玩真的。我们走。张婷婷带着她的闺蜜们离开了，我则是一脸呆滞的站在原地。这算什么事？我就这样凭空多了个女朋友，我真没想表白的呀。这时周围的人喊了一声，系主任来了，大家快跑啊！周围的人一哄而散，远处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我见此机会就想趁机开溜，连忙撒腿就跑，想做我女朋友没门。然而冷清雪看到我想跑，立马伸手把我抓着，修长的玉臂锁住我的腰身，形成一个强女锁男的局面。我傻了，这女人是想抓我给系主任，我被冷清雪锁住，但她也不敢太用力。那什么，大姐，你放开我呗，系主任都来了，放开我，咱俩一起跑啊！我准备劝说冷清雪，两人一起跑总比被抓住的好。冷清雪则小脸一稳，谁是你大姐？要叫姐姐？她锁住我的腰身，然后露出一个狡猾的笑容，像一只小狐狸。林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大学，男女朋友之间秀个恩爱不是很正常吗？你怕什么？冷清雪一眼就看出来我并不想跟她处对象，她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每天早上在校园里她都能看见我在晨跑。1个月来无论刮风下雨，从没见我迟到过。而她看着我那英俊的背影，有种说不出的喜欢。现在她看着我想跑，那可不行，必须给我绑死。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了？她可是对我很感兴趣，她今天就是故意在围观群众面前同意表白的。现在正好碰见系主任来了，那就让系主任也见证一下，到时候有围观群众和系主任的见证，这样就不怕我反悔了。我闻言微微一愣，冷清雪这话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大学嘛，男女朋友秀恩爱是很正常的，不过我根本没有答应做冷清雪男朋友啊，我甚至都不认识她，难道就因为人家漂亮就和她在一起？此时系主任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过来，他是很支持大学生谈恋爱的人。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主任，这人刚刚向我表白，我同意了。冷清雪用细白如玉的手指头戳了戳我，露出甜美的笑容。我张了张嘴，又顿了顿，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冷清雪就伸手暗暗地掐了掐我腰间的软肉。系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不错。随后在系主任的目光下，冷清雪就这样把我拉到了校园的凉亭边。我看了看面前的绝美女神，决定先撤。这女人不按套路出牌，而且像个小恶魔一样，这哪里是高冷女神啊？那什么，没事我就先走了。等等，作为男朋友竟然不陪着女朋友，想一个人先走，我什么时候同意做你男朋友了？冷清雪则露出狡猾的笑容，林雨，你可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向我表白的，你该不会想反悔吧？反悔我可就要叫了哦。我疑惑地看着眼前的这位美人，不是吧？这女人玩真的，而且还是赖上我了。冷清雪，你答应表白是有什么目的吗？我没什么目的，就是想你做我男朋友。真的？她眨了眨自己漂亮的桃花眼，而且你刚刚向张婷婷表白，根本就不是真心的，对不对？我一愣，这都被她看出来了，这个女人有点聪明啊。冷清雪则是拿出自己手机，打开某信，来，林雨，咱俩都是男女朋友了，不得交换一下联系方式？我并不是很情愿的拿出手机，打开某信让冷清雪扫了一下，事已至此加个某信根本不算什么。我点了下确认，冷清雪看见我同意，心中窃喜，联系方式已经骗到手了。好了好了，今天先放过你，有事手机联系。冷清雪可爱的眨了眨眼睛，然后扭着性感的翘腿，就这么走了。这特么是高冷校花，哪里冷了？随后我回到宿舍，舍友看到我后连忙靠了过来，鱼子，行啊你，今天竟然向2个校花表白，虽然被张婷婷拒绝了，但是冷清雪同意了呀。我白了她一眼，想太多，冷清雪可是个聪明的女人。废话，人家当然聪明了。据我所知，冷校花成绩是他们数学系的全系第1，还会格斗散打。我一愣，卧槽，看不出来啊，这个女人有操作的呀，学的还是最难的数学，还会散打，是个狼人。随后我在她口中得知，今天让我做她男朋友的冷清雪在学校百媚榜排名第1，拒绝我的张婷婷是排第2。因为冷清雪很高冷，并不怎么露面，所以不被很多人知道。第2天早上9点，突然我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是冷清雪发来的，小雨儿在不在？1天不见，有没有想我呀？
我看到这条信息，嘴角一抽，小雨儿是什么鬼？我根本就不小，而且这话好腻歪啊！我只感觉自己的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冷清雪这个女人真是太强了。我表情有些嫌弃的打开手机，在上面快速打字回复不在。冷清雪看到这话，精致白皙的小脸顿时一鼓，她紧握着小拳拳，恨不得现在暴捶我一顿，但又打不到，就好气啊！这个林雨自己这么个大美人倒贴她都不要，是我不够漂亮了。冷清雪想到这，忽然露出一个狡猾的笑容。虽然小雨儿没有想我，但是我很想你哦，想你想的都立马想来见你了。男朋友，我这就来见你。经济系一般是吧？等我，我顿时一惊，卧槽，这个女人也太会了吧，竟然想跑到教室来找我，这可不行！现在所有人都在这么个大美女跑来，绝对会引起一阵骚动。想到这，我连忙打字回复：姐姐，别呀，千万别！你这么大美女来这里会引起轰动的。冷清雪看着我的回答，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意。呵呵，现在知道我是大美女了，早干嘛去了？我就要来，我错了，姐姐，我特别想你，想你想的不行了。她看着手机，漂亮的大眼睛滴溜溜的转。好，那你叫我一声好姐姐，我就信。我麻溜的打字，好姐姐。冷清雪这才心满意足，脸上笑意更浓了，真乖。好了，不说了，我还有早课，拜拜。我才反应过来我被骗了，这女人有早课根本不可能过来，刚刚是故意吓我的，我被占便宜了。可待会冷清雪真的来了怎么办？虽说她有早课，但不排除她会故意过来搞我一波。这个女人不按套路出牌，我已经见识过了。很快终于熬到了下课，我松了一口气，庆幸冷清雪说话算话，并没有过来。结果没走2步就又收到了她的信息，冷清雪说数学系和经济系的教材到，让我跟着一起去取。我连忙回了句我很忙没有时间，和冷清雪一起去。那谁敢啊？就在这时，我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道清冷妩媚的声音。男朋友，听说你很忙，我被吓了一跳，挠了挠头，啊哈哈，冷姐姐，这么巧，你也在这呢，今天天气可真好，真巧呢，这不是咱们的大忙人吗？在这散步呢。冷清雪一脸坏笑，迈着优雅的步伐朝我走来，啊哈哈，我刚刚确实有点忙，不过现在不忙了。冷姐姐有什么吩咐？我林雨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她听到我这话，扑哧一笑，让你搬个书而已，不至于赴汤蹈火。好的，我们去哪班？反正也被这坏女人逮住了，跑不掉，索性就配合起来，跟我来，去教材室。说完，她就领着我朝一旁的大楼走去。教材室处，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冷清雪怎么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我们看来，毕竟这位冰山女神可很少出现。两人瞬间变成全场的焦点。然而冷清雪并不在意这些人的目光，领着我就走了进去。此时另一边，张婷婷也带着自己的闺蜜们来到了教材室，她身后簇拥着一大帮小伙，听到是替校花搬书，一个个冒着头就来了。教材室内，冷清雪二话没说便迅速找到了我们系教材的位置。我见此也是暗暗给这个女人点了个赞，这姐姐人是坏了点，但是做事效率是真高，能力很强，可靠。她看着桌子上两摞个50本的书，拿起一捆转身就走，直接给我看傻了。卧槽，姐姐你要不要这么猛啊？等一下呀，姐姐我来。我急得连姐姐都喊出来了，连忙抢过冷清雪手中的书，另一只手拿起另一摞书。她挑了挑黛眉，看向我露出笑容，我可以拿呀，咱俩各拿一半才公平。这特么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于情于理这两摞书都应该我拿。首先我是个男人，怎么可能让女人拿呢？其次这可是冷校花呀，大家都在外面看着呢，我作为跟在冷清雪身边的狗腿子，竟然敢让她拿一半，外面的人看到了岂不是要笑我细狗？我可不想受这个气，交给我就行了。我强势的拿起两摞书，就看见了迎面走来的张婷婷。我对这个人并不感兴趣，要不是那天朋友忽悠我，加上我脑子短路，就不会跑去跟她告白。她再漂亮也跟我没关系，我又不是舔狗，而且班花也不是很漂亮，比起旁边那小恶魔冷清雪，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要选也选冷清雪啊，不对，我干嘛要选冷清雪？另一边张婷婷和闺蜜们也认出了我，她们淡淡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则拿着两摞书朝外面走去。冷清雪迈着优雅的步伐跟在我身后，张婷婷有些意外，冷清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和她一起出现的？难道昨天的表白是真的？她真的做了他的女朋友？冷清雪并没有在意这些，她跟在我身后随意看了眼周围，两人走到门外，就看到10几个男生朝教材室涌了进去，嘴里还嚷嚷着校花让我来，我一口气搬100本不是问题。果然不管在哪都永远不缺舔狗。我摇了摇头，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跟在我身后的冷清雪听到这句话展颜一笑，我一愣，冷姐姐偷听别人说话可不是好的行为。她白了我一眼，什么叫偷听？我这是正大光明的听啊！对，冷大人说的对。两人并肩的走在小路上，她有些诧异，看着我这么轻松的拿着两摞书，理论上这些书可不轻。林雨你不累吗？要不要休息一下？不累啊，我一脸轻松，我说的是实话，甚至都没用什么力。好，那咱们就把教材拿到教学楼，等导员分配就行。转眼两人便把书送到了教学楼。冷清雪对我眨了眨大眼睛，林雨谢谢你。我瞬间感觉心里一阵酥麻，但还是一脸严肃，别叫我林雨，那大雨儿宝贝。我捂着额头一阵无语。两人聊了一会后，我就把她送回了家，随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宿舍。另一边回到家的冷清雪趴在床上，拿着手机，眼睛正滴溜溜的转，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鬼点。忽然她手机响了起来，冷清雪吓了一跳，就按下了接听键。喂，妈，有什么事吗？另一头冷妈妈的声音响起。喂，雪雪，对象找的怎么样了？冷清雪闻言，脑海中浮现出我被她折磨不清的画面，瞬间就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不过因为正和妈妈打电话，她并没有笑出来。找到了，妈妈，他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啊。这么快？冷妈妈一阵，露出疑惑的表情。哪里还快？都1个月了，真的没有骗妈妈。冷清雪顿时腮帮子鼓鼓的，骗你干嘛？我是那种人吗？你是？冷妈妈毫不犹豫的说出口，她可是很清楚自家的宝贝女儿平时皮得很，说的话压根不能信，一点都没外人在的高冷一样，而且眼光也高的不行。现在却突然说
自己找到对象了，这谁信？冷清雪立马换出一副哭腔：老妈，你不信任我，我好伤心。然而冷妈妈压根就不信她哭了。两母子之所以会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在冷清雪考上大学后，冷妈妈就想让她选经济系，毕业后适合继承公司。结果冷清雪压根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研究数学，就报了数学系。为此母子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结果就是只要冷清雪找到对象，解决了她人生中的大事，就可以继续研究数学，甚至成为数学家。毕竟他们家境还行，就算冷清雪不去工作也能养她一辈子。于是就有了冷清雪不好好找对象，就要回家继承亿万家产的这件事。此时冷清雪见妈妈没有理她，就换了一副严肃的语气：妈，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找了个对象。冷妈妈见此也相信了一大半，那孩子是你们学校的？那冷清雪点点头，是你们数学系的吗？他叫什么？人长得帅吗？家境如何？性格怎么样？冷妈妈一连串问题问出，冷清雪则一个个回答。他叫林宇，是经济系的，人长得很帅，家境不清楚，性格很好玩，我很喜欢。冷清雪之前就打听过我，但也不清楚我的家境如何，而且她对这个并不在意。经济系。闻言冷妈妈眼睛一亮，那感情好，雪雪既然找到了对象，有时间就带回来让妈看看。好的老妈，我会的。随后两人唠了一会家常就挂了电话。次日一早，我跑完步就来到了学校食堂吃饭，刚坐下双眼就被两只小手迷住。嘿，猜猜我是谁？妩媚悦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我顿时玩心大起，别闹了，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张婷婷。冷清雪闻言，白皙的小脸顿时一鼓，拿起旁边的铁锹，朝着我后脑勺就砸了下去。张婷婷个鬼啊！我声音这么好听，是她能比的吗？她的手有我的嫩吗？男朋友，你完了！我吃痛捂着脑袋转过头，故作惊讶的模样。卧槽，怎么是你？冷清雪看着我的表情又气又恼，臭男人！她已经看出来我是故意气她的，可惜现场人太多，要不然她都直接想上嘴咬我了。随后冷清雪哼了一声，拿出饭卡就去点餐，没一会就端着一盘小笼包回来了。这位同学，请问你这有人吗？我可以和你一起吃饭吗？说完还忍不住朝我抛了个媚眼。我撇撇嘴，有人不可以。然而冷清雪并没理我，直接挑了挑眉就坐下了。小雨儿弟弟，姐姐决定每天下课后去你教室接你，你觉得怎么样啊？我顿时一惊，卧槽，这个女人报复心这么强。别的不说，就经济系那边肯定当场炸锅。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别呀，冷姐姐，你自己课业都这么繁忙，没必要来接我，你可是数学系全系第一啊。没事，这点小事怎么会影响我去接男朋友？说完她露出小狐狸一般的笑容，我嘴角一抽，直接朝她撒起娇。姐姐，好姐姐，别这样嘛。冷清雪闻言顿时心花怒放，真乖，那我就暂时不去了，奖励与弟弟一个小笼包。说完夹起自己餐盘中的小笼包递到我嘴边，我只能乖乖听话的张开嘴吃了下去。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冷姐姐给我的当然好吃了。冷清雪见此嘴角上扬，双手驮着脑袋露出甜甜的笑容。随后两人吃完早餐就准备一起去上课。冷清雪就像一个乖巧的小媳妇挽着我的胳膊，两人有说有笑的来到教学楼。好了，姐姐我到了。经济系和数学系的教学楼是分开的，所以我打算在这直接开溜。冷清雪闻言跳了起来，摸了摸我脑袋，我顿时一愣，卧槽，偷袭！冷清雪，你知不知道男孩子的头不能乱摸，会长不高的？她听完翻了个白眼，你这么高还长，我就要摸。说完又跳起来摸了一下我脑袋，这才心满意足，迈着优雅的步伐走了。我忍不住摇摇头，随后来到教室，刚一坐下就收到了小恶魔的信息：小雨儿，下午有没有课？姐姐去找你玩啊。我苦着一张脸回复：有一下午的课。另一边冷清雪拿着手机气得牙痒痒，她哪里不知道我下午有没有课，这些她早就打听清楚了。忽然她眼珠子一转，朝着手机打字：好伤心哦，看来不能找小雨儿玩了。我立马庆幸起来，那太遗憾了，我也想和冷大美女一起玩的，可惜啊，学业繁忙。冷清雪看着我的回复露出冷笑，哼哼，学业繁忙是吧？给我等着。很快一上午过去，此时我收拾好课本走出教室，正想着回宿舍喝一口肥宅快乐水，然后再美滋滋的打几把游戏，忽然一道婉转妩媚的女声从远处传来：小雨儿。听得我心头一震，卧槽，这女人怎么来了？我不是说了下午有课吗？此时冷清雪还是穿着可爱的吊带衫，蹦蹦跳跳的朝我走来。我警惕的看了看四周，姐姐别在外面喊我小雨儿啊。冷清雪闻言露出狡猾的笑容，好的，小雨儿。随后一把抓住我的手，就拉着我来到公园散步。一路上她的心情好像很不错，走着走着就来到上次的凉亭。冷清雪找了个位置就坐了下去，随后用小手拍了拍旁边，小雨儿过来坐。我有些不情愿的坐了过去，闻着她身上淡淡的清香，一时间只觉得心旷神怡，脑袋都灵光了起来。此时冷清雪伸出两只手捏着我的脸，哎呀，小雨儿你怎么这么可爱？我忍不住拍开，注意点形象，等会被人看到怎么办？她白了我一眼，看到又怎么样？别人羡慕你都来不及，你女朋友可是排名第一的校花哦。我一愣，好像和她在一起确实非常有排面了。怎么样，小雨儿是不是很开心？我承认冷清雪确实非常讨人欢喜，但我才不会表现出来，不然这个小恶魔还不知道会得意成什么样。我只能平淡的点点头，还行。冷清雪闻言瞬间掐住我的腰，不行，快点说开心。卧槽，来强迫的是吧？我立马就屈服在她攻势下，开心，非常开心。闻言她这才松开手，露出小恶魔的招牌微笑，这还差不多，真乖。就这样一下午我都难逃冷清雪的魔爪，不是捏我脸就是摸我头，要是说话让她不爱听还要掐我肉。终于熬到了下午6点，我连忙起身朝她告别，回去了，6点多了，好，那我们走吧。本来冷清雪还想继续坐一会，但见我这么乖巧的陪了她一下午，也就不再说什么。两人走到分离的路口处，冷清雪笑眯眯的呲了呲牙，抓起我的手臂就咬了下去。我吃痛的挣脱开，冷清雪你属狗的呀！
我这是给你我的专属标记。随后一溜烟就跑了。我忍不住大喊：恶魔呀，又偷袭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年轻人！接着叹了一口气，我便朝着宿舍走去。回到房间后就直接趴在了床上，然后开始了游戏。第二天我和舍友一起去上公开课，刚走进教室就看到占了2个位置的冷清雪正远远的朝我招手，她脸上还洋溢着明媚的笑容，甚至冷清雪都没有说话，我的脑海中就自动浮现出她妩媚的声音：小雨儿，快过来，跟姐姐一起坐。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要不要坐在冷清雪身边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问题。我要是坐过去，肯定会被整个教室的人看见，估计瞬间会成为众矢之的。可我要是不坐过去的话，就要面临冷清雪如魔女一般的迫害，包括但不限于掐我腰、当众喊我小雨儿、把吃不下的小笼包塞我嘴里，还有捏我脸等等。我想想就觉得害怕，好狠毒的魔女！这时舍友一脸猥琐，于此冷女神正朝我招手。我的天，我做梦都不敢梦的场景。虽说那天你表白她同意了，可你后面不是说是给你台阶下吗？看来冷校花是想通过你找到我，我这是要走桃花运了吗？我很是无语，她怕是想多了。但凡她赶过去，我估计冷清雪立马就会把她打成猪头。与此同时，教室里的同学都在看着冷清雪那个方向，他们很好奇校花正在和谁打招呼，而冷清雪这边小手都举酸了，看到你还傻愣的站在原地，她顿时露出有点生气的表情盯着我。我一看心头一震，急了急了，冷 boss 这是急了呀！一瞬间我就做好了决定，我淡定的看向身边的室友，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其实冷校花是在朝我招手，那天说给我台阶下是忽悠你的。说完我就拿着教材走到冷清雪身旁坐了下去。卧槽！顿时整个教室传来男生们整齐的呐喊声，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惊、不解、难受以及失恋的模样，还有一些男生则是露出嫉妒的表情，咬着牙瞪着我。看到众人的反应，我白了冷清雪一眼，满意了吧，我的姐姐？冷清雪露出小女人的微笑，满意。两人坐着频频交头切耳的说着悄悄话，让教室里男生们的心更是碎了一地。看这两人的模样，狗都知道在一起了。没一会，上课铃声响起，数学系的教授夹着书就走了进来，拿着尺子敲了敲黑板就开始讲课。所有人都在安安静静的听讲，只有冷清雪偷偷摸摸伸出自己白嫩如玉的小手，在桌子底下牵着我的大手，然后还用手指在我掌心挠啊挠，还低声的说真好玩。我被她逗得有些心慌，这女人也太会了，连忙用力握紧她的小手，示意她别闹。而冷清雪感受着我掌心的温度，顿时小脸通红，趴在桌上，刚好就被教授给注意到了。冷清雪，你上来解一下这道题。冷清雪连忙站了起来，朝黑板走去，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红晕，直接把一众男生看呆了。10分钟后，只见冷清雪还苦恼地站在黑板前，虽说她是数学系第一，但今天的课是比较难的题目，加上她刚才又一心想着搞小动作，根本就没注意到教授讲些什么。我见此，直接把脑子存到了隔壁王二狗的身上，然后站起身，教授，我知道答案，请让我和冷同学一起演算答案。黑板前的冷清雪闻言心中一暖，她知道我是想要帮她一起分担压力。她虽然很感动，但又觉得我太冲动了，毕竟这道题很难很超纲，哪怕她是数学系第一，也仅仅只有一点思路，而我平时又不显山不露水，大概率也不会。但她内心却很开心，我冷清雪果然没选错人，有这份心，我很满意。而此时教授看着我目光微闪，他已经看出来我和冷清雪估计是男女朋友关系了，见我如此有担当，也是面色温和了下来。好的，你确定你有答案了？这可不能开玩笑。我一脸淡定，教授，我确定。他点点头，好，那你上去吧。我也不含糊，直接走到冷清雪身旁。一时间，大部分男生都恶狠狠地盯着我，希望我翻车。冷清雪则拿着粉笔，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小雨儿，你能站出来我很开心，但是你太冲动了，我一个人丢脸没事的。我伸出手轻轻捏了捏她白嫩的脸蛋，没问题的，冷姐姐，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冷清雪小脸微红，这么多人看着，哪怕她是小魔女也有些害羞。此时教室内的所有人只觉得自己吃到了成吨的狗粮，就连老教授也感觉如此，但我丝毫不在意周围的目光，拿起冷清雪手中的粉笔，刷刷的就开始写了起来。片刻后，站在一旁的冷清雪看着我写出来的演算过程，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迷雾，最后变成了震惊。她没想到可以这样推算，原来林雨的数学理解比我还高，太坏了，男朋友隐藏的这么深，这回可真是捡到宝了。我写完最后一步后，直接帅气的把粉笔扔进盒子内，然后牵起还在发呆的冷清雪回到了座位，随后才朝着老教授谦虚的说，教授，我答完了，你看看对不对？老教授则面带笑意的看着我俩，答得不错，你和小雪同学很般配，直接让那些恨不得我吃瘪的男生都蔫了。卧槽，给这小子装到了。而此时的冷清雪瞬间化为了我的小迷妹，看向我的眼神异彩连连，在她最擅长的数学领域，我居然比她还厉害。叮铃叮铃的下课铃声响起，老教授没有丝毫犹豫就说了声下课，众人一哄而散。冷清雪一脸兴奋的拉着我走出教室，走，小雨儿，跟我去图书馆啊。去图书馆干嘛？我可不是那种爱学习的人，去研究一下刚刚那道题啊。我有几个步骤没懂，我忍不住脸上冒出问号，这女人是不是有那个大病，竟然拉着我研究数学？然而我的反抗是没有用的，还是被冷清雪拉到了图书馆。我一脸懊恼，早知道就不装了，让冷清雪丢脸多好，因为她真的拉着我在图书馆研究了一下午数学，我整个人都傻了，这是人干的事吗？等我俩走出图书馆时，已经是傍晚了，夕阳西下，冷清雪露出了小恶魔般的笑容，小雨儿，你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开心啊。我白了她一眼，特么的，那能开心吗？好了好了，今天谢谢你。说完，冷清雪突然踮起脚尖，朝着我侧脸上亲了一口，然后眨着大眼睛一溜烟就跑远了。我瞬间呆愣在原地，卧槽，偷袭！片刻才反应过来，被冷清雪这个魔女给亲了。果然男孩子出门在外要好好保护自己啊，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不声不响就被人占了便宜，往哪说理去啊。此时正在逃跑的冷清雪脸上洋溢着笑容，心里还略微有些害羞。刚刚她也是心血来潮就偷亲了一下我，不过亲完就跑可真刺激，太好玩了。但笑着笑着她又突然想到了什么，糟糕，我好像还没找林雨算账，于是转身又朝我跑了过来。我看到这景象顿时一惊，只见冷清雪双眼冒着光，一副狼群看到小羔羊的模样。卧槽，这
姐姐怎么又回来了？难道她亲了一下不够，还想来第二下？好凶猛的女人！冷清雪气鼓鼓的跑到我面前停下。小雨儿，我差点忘了，有笔账还没找你算呢。我一愣，你还想算账？我还没找你算呢。她一脸妩媚的拉起我的手。小雨儿，你是不是该解释解释？你为什么数学这么好？你是不是故意隐藏实力了？我眉头微挑。好吧，冷姐姐，没想到这都被你发现了。其实我这人比较低调，从不喜欢炫耀什么，只想平静的生活，所以就故意隐瞒了。我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完，差点连自己都信了。冷清雪闻言则是点点头，她确实是相信我说的话，毕竟她以前还调查过我。哼哼，小雨儿，你的解释我相信了，但是你把我也瞒住了，必须接受惩罚。我顿时皱起眉，惩罚？开玩笑，我不可能接受惩罚。然而冷清雪压根不管我，伸出小手朝我腰间拧了一下，随后踮起脚又朝着我另一边脸亲了下去。嘿嘿，惩罚完毕。说完又一溜烟跑走了。我彻底人傻了，这是什么操作？一天偷袭我2次，这谁能忍？下次见面我一定要把他逮住，然后狠狠地收拾他一顿。第二天一早，我打算前往食堂去吃饭，刚下楼就看到恶魔般的冷清雪站在那儿，她蹦蹦跳跳地朝我走来，拉上我的手就撒起娇：“小雨儿，走，咱们去吃饭。”我一愣，压根就没想到冷清雪会来宿舍逮我。姐姐啊，你这是闹奶呀？吃饭就吃饭，整这么大死动静。冷清雪则眨着无辜的大眼睛：“我什么都没做呀，就在那站着而已。怎么样，是不是很给你长面子？”我嘴角直抽，确实是很给我长面。校花特地跑来宿舍楼下等我，我叹了一口气，也不再扭捏。走吧，咱们去吃早餐。反正事已至此，按照八卦的传播速度，现在整个大学应该都知道我俩的关系了，已经没啥好怕了。随后吃完早餐，冷清雪就撒起娇说下午陪她去逛街，拗不过她死缠烂打，我便答应了下来。她这才心满意足地朝着我告别。我无奈地摇摇头。时间很快来到下午，我来到和冷清雪约好的地方，远远就看到了一袭粉色连衣裙的冷清雪。只见她左手挎个包，右手拿着冰淇淋狂啃。不是吧，这姐姐的造型可真好买。忽然冷清雪脸上露出惊喜的模样，一口咬掉手中的冰淇淋就朝着我冲过来，然后用修长的玉臂挽住我的胳膊。小雨儿，你来啦！我看了眼冷清雪，拿出纸巾擦了擦她红唇边吃剩的奶油，又轻轻地捏了捏她的小脸。秋天了，还吃冰淇淋？冷清雪小脸一鼓，秋天怎么了吗？还是很热呀。说完又换了一副嘴脸。小雨儿，接下来咱们要去干嘛呀？我稍微思索了一下，我想去买件西装。话刚说完，她就伸出雪白如玉的小手朝我掐来，说：小雨儿，你是不是想买西装和别的女人约会？我连忙翻了个白眼，伸手敲了下她脑袋。真敢想啊，我的姐姐，买西装就一定要约会，就不能参加个会议什么的吗？那好啊，小雨儿，我帮你挑西装，姐姐眼光可好了。我见状点点头，正好我有选择恐惧症，让冷清雪挑再好不过了。随后两人宛如一对小夫妻般走进了一家西装店。您好，先生、小姐，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冷清雪小手一挥，把你们店里品质最好的西装拿来，钱不是问题。那模样像极了一个反派的小富婆，我忍不住心里暗自嘀咕，这姐姐可真会玩，这软饭可真香。服务员闻言一愣，连忙带着冷清雪来到店内的最里面。小姐，这些是我们这最好的西装了。冷清雪点点头，就开始拿起西装让我试。不得不说，这位姐姐眼光确实不错，没一会便挑好了一件黑色的西装，款式也非常新颖好看。服务员，这套多少钱？包起来。冷清雪小手一挥就拿出一张金卡，直接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咔咔刷完买单了。一瞬间我便悟了，原来软饭硬吃的感觉是这样的。随后两人来到街上，我认真的朝她说道：雪雪，我转账给你吧，这本来就是我买的西装。冷清雪小脸一鼓，伸手掐了掐我手臂。小雨儿，这点小钱还转什么账？这是送你的。我嘴角一抽，姐姐啊，你把这当小钱？这套西装可花了6万6啊！冷清雪可爱的歪了歪脑袋，应该是吧，我这人对钱没什么概念，钱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而已。冷清雪确实说的是真话，她平时除了买漂亮的衣服，就是买冰淇淋，一般就不怎么花钱了。我顿时有些无语，也不再多说什么。冷清雪的好，我记住了。随后两人又去逛了逛超市，给冷清雪买了一大袋零食，又去夹了娃娃，一起去玩了情侣大挑战。一下午，冷清雪就像一个快乐的小精灵，笑得合不拢嘴。我看了一眼时间，随即揉了揉她的小脑袋。天气这么热，快回宿舍吧，我还有点事要去办。冷清雪闻言乖巧的点点头，好，路上小心。小雨儿，看到她走远，我这才来到马路边，准备坐车回一趟家。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白色保时捷被2辆黑色的车子别停，随后2辆黑车上分别下来2个男人，气势汹汹的走到保时捷边。特马的，你怎么开车的？下来赔钱！我看了一眼，这不明摆碰瓷吗？这时白色的保时捷车门打开，从上面下来一位贵妇人，她目光冷冷的看向4人。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碰瓷？什么碰瓷？明明就是你开车不长眼刮到了我们的车。贵妇人并不想理他们，拿出手机就要报警。其中一个男人见状就要抢她的手机，我本着助人为乐的心态，连忙走过去站到贵妇人的面前。大白天的，你们都敢碰瓷，胆子是真低大。4人恶狠狠地盯着我，哪来的小白脸？我劝你别多管闲事，赶紧滚！我并没理这些人，而是转头看向贵妇人，只觉得一阵眼熟。阿姨，你没事吧？小伙子，我没事，谢谢你。为首的一人见我无视他们，顿时怒了，小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多管闲事的代价。上！4人见状就朝我围过来，准备暴揍我。我也不含糊，直接反手抓住挥过来手腕，然后大手一捏，对方就疼得嗷嗷叫，再逆时针把对方的手臂绕过来，把人锁住，一只手分别锁住2个人，3下5除2的就完美解决了4人，直接让一旁的周芳都看愣住了。小子，你放开我们，我要报警了。我有些好笑，你们确定要报警？大哥，我错了，咱们私了。
为首的男人连忙开始求饶。我看了看贵妇，她点点头，我就松开了手。4人被放开后连忙上车，转身就跑了。周芳笑着走到我身边，谢谢你啊，小伙子。不用谢，我一脸微笑。刚刚出手只是因为这个妇人看着十分面熟，而周芳看着眼前帅气的我，只觉得越看心里越舒服，目光仔细地打量着我，心中暗道：这么好的小伙，必须抓来做女婿啊。随即他脸上露出了让我似曾相识的笑容。小伙子，你要老婆不要？阿姨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好不好？我跟你说，我女儿可漂亮了，人美声甜，身材火辣，乖巧可人。说完还朝着我眨了眨大眼睛，这熟悉的感觉顿时让我打了个哆嗦。阿姨，你这么漂亮，你女儿一定也很漂亮，只不过我家里已经有个小恶魔了，所以就不用麻烦你了。周芳见被夸奖，顿时露出笑容。小伙子，你嘴巴可真甜，那太可惜了。阿姨叫周芳，还想你当我女婿呢。你叫什么名字？给阿姨留个联系方式。我点点头，拿出手机便加上了她。芳姨，我叫林雨，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等等小雨，上车，我送你回去吧。正好我现在也没事。闻言我眼睛一亮，那就谢谢芳姨了。刚好这附近不太好打车，就这样我坐上了周芳的保时捷。小雨，你去哪儿？我稍微思索了一下，估计现在回家也赶不上了，还是回学校吧。芳姨，我去魔交大学。周芳顿时有些惊讶，这也太巧了，我女儿也在魔交大上学呢，有机会介绍你俩认识认识，交个朋友也不错。我闻言眉头一挑，那确实太巧了。半小时后，保时捷缓缓停在了大学门口，我下车朝着车窗摇摇手，谢谢芳姨，那我先回去了。去吧小雨，有空常联系。随后他看着我帅气的背影，叹了口气，真是个好孩子啊，可惜有女朋友了。雪雪真错过了个好机会。说完他掏出手机找到了冷清雪的理性。雪雪在干什么呢？有没有想妈妈？另一边冷清雪此时正躺在床上刷着剧，看到老妈的赵信略微有些惊讶。老妈，我在刷剧呢，想你，特别想你。冷妈妈一眼就看出了她的敷衍，想我是吧？出来，妈在大学门口等你。冷清雪顿时吓了一大跳，老妈怎么来大学了？不会是要来抓我老公的吧？不过她歪了歪脑袋，又有点怀疑老妈是不是故意逗她玩，毕竟冷妈妈的性格也是很皮的。想到这，冷清雪拿着手机回复道：啊哈哈，老妈别闹，不要开玩笑了，你没事来我大学干什么？冷妈妈闻言翻了个白眼，我可没开玩笑，快点来大学门口，否则你懂的。冷清雪赶紧从床上爬了起来，知道老妈是来真的，不出去肯定要被狠狠训一顿，连忙换好衣服就朝着校门口冲去。10分钟后，冷清雪远远就看到了校门口那辆白色的保时捷，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老妈的车子。车内的冷妈妈也发现了自己的宝贝女儿走下车，冷清雪则一路小跑飞过来抱住了冷妈妈。老妈，我好想你。冷妈妈瞪了她一眼，你这孩子跑这么快干嘛？你看看你，汗都出来了。嘿嘿，这不是想你了吗？妈，你来大学找我有什么事吗？冷妈妈摸了摸她脑袋，外面热，咱们先去吃饭吧。边吃边说，说完就拉着冷清雪上车，带着宝贝女儿来到附近的一家餐厅，两人开了一间包厢，点了些菜。冷清雪很是好奇地看向冷妈妈，老妈，你都跑到我大学来了，到底什么事啊？冷妈妈瞟了她一眼，我只是顺带来你大学看看你而已啊。冷清雪一脸疑惑，雪雪啊，今天妈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小伙，人不光长得帅，还特别有礼貌，又勇敢，帮了妈不小的忙。随后便把他下午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冷清雪闻言也称赞道，这个男孩确实不错，就是可惜了，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不然妈还想介绍给你当男朋友呢。老妈，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对象了，而且他很帅气，人也很好玩，我很满意。冷妈妈仔细观察了一下冷清雪的表情，确认他是说实话后，好吧好吧，妈就是帮你留意一下好男孩，你对象是在你大学吧？把他拉出来让妈看看。冷清雪一愣，不是吧，这就要见丈母娘了吗？我自然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小雨儿顶不顶得住。她顿时哭丧着脸，妈，这不太好吧，我们才谈了半个月，有什么不好的？半个月不短了啊。这冷清雪有些犹豫地看着老妈，妈，我男朋友他害羞，这么快就要见你，害羞？我看是你害羞吧，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对象？冷清雪这下忍不了了，老妈这是在质疑我呀，我可是言而有信的女人，奶奶弟，那就来吧，小雨儿，姐姐尽力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顶住了。想到这，冷清雪掏出手机就准备给我发消息，忽然冷妈妈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按下了接听键，喂，什么事？好，我马上来。随即挂完电话看了看冷清雪，雪雪，公司有点事，我先回去一趟，你慢慢吃，账我已经结了。冷清雪闻言差点笑出声，耶，不用喊小雨儿喽。这时冷妈妈又继续开口，妈下周还来，要是没见到你对象，哼哼。刚还在偷笑的冷清雪顿时苦着一张脸，老妈，真的要下周吗？要不晚几天？说完伸手抱住冷妈妈，一个劲眨着漂亮的大眼睛。冷妈妈白了她一眼，雪雪，那你想晚几天呢？再晚个27天怎么样？再晚27天，那岂不是1个月了？你干脆再晚1年行不行？1年？老妈真的可以吗？冷清雪顿时两眼放光，心中暗道，1年时间我和小雨儿估计早就发展成干柴烈火了，到时候再来个火上浇油就很棒。可以个屁呀，你个臭丫头还想得挺美。2周，最多给你2周，要是到时候还拿不出我女婿来，你就等着瞧吧。知道了老妈，这么突然让他见你，我不得告诉他，让他做个准备吗？冷妈妈点点头，也觉得很有道理。好，就这么说定了，那妈先回去了，你回学校的时候注意安全。老妈拜拜。随后冷清雪吃饱饭后便独自回到学校宿舍中，她坐在床上苦哈哈的拿出手机，小雨儿，我妈说要见你。此时正在打游戏的我看到冷清雪发来的消息，整个人顿时傻掉了，上一秒还在美滋滋的打游戏，下
下一秒就被女朋友告知要见家长了，就很离谱。我和冷清雪才在一起半个月呀，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冷姐姐这么一个小恶魔，那她妈妈岂不是？想到这我都不敢继续往下想，连忙在手机虚拟键盘上飞快打字。那个姐姐，对不起，要不咱们先分个手。另一边冷清雪看到我的理性，当场气得牙痒痒，拿着手机就按下了语音键。滚蛋，想死是不是？别逼我删你啊！臭弟弟，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见他有些生气，我顿时有些慌张。好姐姐，我就开个玩笑，你别当真。咱妈真的要见我吗？你不是在骗我吧？我这人可不惊吓，听到我叫她好姐姐，冷清雪这才露出小恶魔的笑容。小雨儿真好玩，我就猜到会有这个反应。好弟弟，姐姐骗你有什么好处呢？我妈真的要见你。我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故作镇定。那阿姨怎么说的？我妈说她要见女婿，如果人没带来，那我人就没了。不过别怕，咱们还有2周的时间。我嘴角一抽，我根本就没着急好吧？不过还是松了一口气回复2周后吗？那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嘻嘻，小雨儿刚刚是不是吓傻了？我翻了个白眼，完全没有，才不能让冷清雪知道我刚刚慌的一批。我都能想象到她在手机另一面那得意的笑容。什么嘛，小雨儿你没被吓到，一点都不好玩。哼，我生气了，还是哄不好的那种。我挑了挑眉，生气是吧？我还说明天给某人带好吃的呢。既然某人生气了，那就算了吧。冷清雪一看到这个，顿时来了兴趣啊！不行，小雨儿，我要吃好吃的，不许算了。我得意的笑起来，就知道冷清雪吃这套。好好好，看你表现，明天再说。时候不早了，我去睡觉喽，拜拜。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洗漱一番，就打算下楼去吃早餐。刚一下楼，就看到冷清雪一脸坏笑的站在那里，周围还有不少男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偷偷看她。然而冷清雪并没有理这群人，看到我后一路小跑飞奔的朝我扑来。小雨儿，快带我吃好吃的呀！我额头冒出一串黑线，看不出来啊，这姐姐还是个吃货，一大早上的就来逮我。我揉了揉冷清雪的小脑袋，走，咱们先去吃早餐。她闻言挽起我的手臂就往食堂走去。小雨儿，快告诉我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我可太好奇了。我故作神秘的模样，现在还不能说，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不管，我现在就要吃。被我这么一说，冷清雪更加好奇了，可怜兮兮的仰着脑袋看着我。我嘴角一抽，掐了掐她可爱的小脸蛋，不可以哦，这东西得吃完早餐后才能吃。冷清雪顿时陷入了沉思，到底是啥东西要吃完早餐后才能吃？随后2人吃完早餐，冷清雪就迫不及待地抱着我的胳膊摇晃。小雨儿，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快点拿出来给姐姐。我白了她一眼，拉着她就回到了宿舍楼下，在这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她乖巧的点点头，好的，小雨儿。没一会我从宿舍里拿出一个盒子递到她面前。冷清雪一脸惊喜，哇，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冰淇淋呀？我嘚瑟的挑了挑眉毛，尝尝看，很好吃的哦。冷清雪连忙打开包装，拿着勺子挖出一大勺送到嘴中，瞬间2眼放光，哇塞，太好吃了吧！紧接着就是第2口、第3口，拿着小勺子咔咔一顿干，那速度直接把我都看呆了。卧槽，冰淇淋是这样吃的吗？难道不是一口一口慢慢吃吗？这姐姐可真猛啊！我伸出手揉了揉她的小脑袋，慢点吃我的姐姐，这可是冰的，吃太快对胃不好。冷清雪享受的眯了眯眼，没关系的小雨儿，我老冰淇淋美食家了，这种程度根本不冰。话虽这么说，但她还是放慢了吃冰淇淋的速度。虽然冰淇淋很美味，可男朋友的面子必须给啊，她可是很听男朋友话的。她一边吃一边看向我，小雨儿，你这冰淇淋太好吃了，在哪买的呀？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我一脸得意，这个吗？是秘密，我可是花了好大劲才搞到的。冷清雪顿时一脸幸福啊，小雨儿你真好。说完凑上前就朝着我的脸上亲了一口，我瞬间亚麻呆住，冷清雪小嘴上的奶油全都亲到我脸上来了。这姐姐吃就吃呗，咋还突然亲我呀？冷清雪亲完我又继续拿着勺子吃起了冰淇淋，还时不时的拿起勺子喂我一口。小雨儿，来张嘴。我在周围人的目光中一口吃下，确实很美味。而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顿时心都碎了，特么的一大碗狗粮往我嘴里塞呀，酸，我可太酸了。渐渐的一些女生的目光死死盯着冷清雪手中的冰淇淋，她们感觉到这冰淇淋好像很美味的样子，纷纷露出想吃的眼神。冷清雪察觉到女生们的目光，顿时露出凶凶的表情，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小雨儿送我的冰淇淋。随即拿起包装盒一口就把剩下的全吃了，吃完还不忘哼了一声，然后挽着我的胳膊，小雨儿，你的冰淇淋好好吃啊，我还想吃1盒。我掐了掐她的小脸，不行，一天只能吃1盒，想吃的话要明天，并且还得答应我一个要求。冷清雪闻言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她心里美滋滋的，还在期待明天快点到来。为了能吃冰淇淋，答应小雨儿一个要求又何妨？我则是一脸坏笑，让女朋友穿女仆装可是我从小的梦想。随后我陪着冷清雪在校园内散步走了一圈，就各自前往教室去上课了。很快1天过去，冷清雪又早早的来到我宿舍楼下等待。我刚一下楼，她就迫不及待的直接抱住我，嘿嘿，我来找你喽！小雨儿，快告诉我你的要求是什么？我有些哭笑不得，这姐姐真是个小好奇鬼。我摸了摸她狗头，等我一会，我回去拿道具。冷清雪闻言一惊，我操，不是吧？她立马有些慌了，而我则回到宿舍，幻想着冷清雪穿上女仆装的景象，忍不住眼角流出一滴泪水。随后拿起衣服就来到楼下，来，雪，把这个穿上。冷清雪看到我抱着一套黑白女仆装，顿时一愣，聪明的她已经明白了我的要求，她走到我身边，伸出小手就朝我腰间掐来，然后妩媚的白了我一眼。小雨儿，好啊，你是不是早就蓄谋已久了？拿着冰淇淋
淇淋诱惑我呢？我一脸淡定，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呀。冷清雪则有点害羞的看了看女仆装，她从来就没有穿过这种衣服。我一脸坏笑的盯着她，雪雪，你该不会不敢穿吧？冷清雪小脸一鼓，谁不敢啊？我冷清雪天不怕地不怕，走，我现在就换上。我闻言一脸兴奋，这么漂亮的校花穿女仆给我看，想想就激动。随后冷清雪拉着我就来到她宿舍楼下，小雨儿在这乖乖等我哦，不许乱跑。我乖巧的点点头，好的，女仆大人。开玩笑，鬼才会乱跑。我还想第一时间看到冷清雪穿女仆装呢。她扑哧一笑，拿着衣服就走进了宿舍。就在这时，一位女生一脸坏笑的朝我走来。林雨，干什么呢？在这等雪雪吗？我看到来人是冷清雪的室友，笑着点了点头。是啊，冷清雪的室友我自然认识，上自选课的时候也坐过一排。许晴一脸笑意看向我，哈哈哈哈。那我上去帮你催催雪雪。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随后许晴便走回了宿舍，一开门就看到令她震惊的一幕，只见冷清雪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洛丽塔，头上还戴着毛茸茸的猫耳朵，正小脸通红的摆着 pose 站在镜子前。许晴顿时瞪大了双眼，卧槽，雪雪你在干什么？冷清雪听到动静一惊，但还是佯装镇定，换女仆装啊？晴晴你看不出来吗？许晴很是疑惑的围着她转了一圈，不是，你换女仆装干什么呀？嗨呀，还不是我家小雨儿非要看，就给我买了一套，我就换上了。闻言许晴脸上露出啧的神情，哎呦，原来如此，我懂，男人吗？林雨他可真会玩。冷清雪脸色一红，害羞的连忙冲出宿舍，小雨儿我来啦，怎么样，好看吗？我仔细的朝着冷清雪打量一番，忍不住嘴角流出一滴泪水，我的天，雪儿你这也太好看了吧。冷清雪见到我的反应，心中很是满意，挽着我的胳膊就朝教室走去。走吧小雨儿，咱们去上数学课吧。两人走在路上，不少男生见状都忍不住发出一声哀嚎，卧槽，畜生啊，居然让校花穿女仆装，这可太让我羡慕了。见此我也是一脸嚣张得意，这真是太有面子了。就在这时，系主任从远处朝我们走了过来，冷清雪立刻露出甜甜的笑容，系主任好。系主任笑着点点头，然后打量了一下穿着女仆装的冷清雪，赞叹道，你们年轻人真会玩啊，很有精神，非常有朝气。说完还对我两竖了个大拇指。冷清雪则眼珠子转了转，随后露出了小恶魔般的笑容朝我指来，系主任，这衣服是我男朋友让我穿的，你快把他抓起来。我顿时一惊，卧槽，背刺，好坏的姐姐。我伸出手搂住冷清雪的腰，然后恶狠狠地掐了掐，主任你别听他瞎说，是他自己非要穿的。系主任一脸笑意，行了，快去教室吧，等会别迟到了。闻言我朝着系主任告了别，拉着冷清雪走到一旁，好啊雪雪，你竟敢陷害亲夫。冷清雪此时笑得像一只狡猾的小狐狸，小雨儿，姐姐可没陷害你，本来就是你要我穿的女仆装啊，我说的是事实。我嘴角微微上扬，雪雪，鉴于你刚刚陷害我的行为，今天的冰淇淋就取消了。冷清雪听到这个哪里沉得住气，急忙抱着我的手臂，小雨儿不可以克扣冰淇淋了，不可以这样。我见状一脸得意，小样，这还不被我拿捏得死死的。雪雪不行哦，必须要惩罚，这就是陷害亲夫的代价。看我态度坚决的样子，冷清雪立马换了个策略，开始撒起娇来。不要，不行，不可以，求求你了，人家要嘛，最好啦。一双大眼睛还在那眨呀眨，我顿时心中一颤，感觉心都要化了。这种等级的美女撒娇，换谁也顶不住啊。好了，冰淇淋不取消了。冷清雪瞬间喜笑颜开，耶，老公最好了。我满头黑线，好家伙，隔着川剧变脸呢。随后两人一路走到教室，班上的许多男同学也是红了眼，纷纷用杀人的目光盯着我。我对此却毫不在意的撇了撇嘴，你们就酸吧。冷清雪则笑着摸了摸我的脸，小雨儿，他们都说你真会玩呢。我一脸淡定，这就会玩了？真正会玩的他们可没见过呢。冷清雪用手戳了戳我额头，看把你能的。很快一堂课就在两人交头接耳聊天中结束。叮铃铃的铃声刚响起，冷清雪就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拉着我就来到了学校凉亭处。小雨儿，快交出冰淇淋。我闻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用泡沫箱保温的冰淇淋，然后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雪雪啊，你看你都穿女仆装了，是不是该做点女仆该做的事啊？冷清雪听到我的话明显一愣，然后小脸微微泛红，伸出白嫩的小手就朝我掐来。小雨儿，我才不知道女仆应该做什么呢，你说来听听。我一脸坏笑，所谓女仆呢，当然是应该帮主人端茶倒水，揉肩捏背，为主人吃饭啥的了。冷清雪妩媚的白了一眼，小雨儿，你还真敢想，居然让姐姐给你揉肩捏背。我一脸淡定，我有什么不敢想的？难得有一次让冷清雪穿女仆的机会，当然要好好把握了。我拿着冰淇淋在她眼前晃了晃，雪雪女仆，快来帮我捏捏肩膀。冷清雪用小指戳了戳我额头，然后瞪了我一眼。好的，主人。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即便是没有冰淇淋，冷清雪也会答应我的要求，毕竟是自己的男朋友，当然要宠着呀。随后她走到我身后，伸出纤纤玉手就开始给我捏起肩，我一脸享受的靠在她身上。半小时后，冷清雪甩了甩有点酸的手臂，我见状把手中的冰淇淋递给她，雪雪仆人，来为主人吃冰淇淋了。冷清雪两眼放光的接过去，拿起勺子就咬了一大口送到自己嘴中。哇塞，好好吃。接着才咬出一小勺送到我嘴边。主人，小飞棍来喽！我满头问号，有女仆自己吃一大口，给主人喂一小口的吗？雪雪女仆是不是想造反？冷清雪则不管不顾的猛吃冰淇淋，把小嘴塞得鼓鼓的。主人，女仆没吃饱怎么干活呢？我嘴角一抽，你把这当饭吃呢？很快一盒冰淇淋就被两人消灭。冷清雪满足的打了个饱嗝。就在这时，她手机中的理性忽然弹出一条消息：2周时间已到，今天下午金皇大酒店，我要看到我女婿来，否则你就等着被揍成猪头吧。冷清雪顿时一惊，救命！可怜兮兮的举起手机让我看，
我刮了刮冷清雪可爱的小鼻子，慌什么？岳母大人哪有你想的这么可怕？有，非常可怕。我妈她超凶的，她会格斗散打，最喜欢的事就是揍她不满意的女婿。冷清雪一边说着，一边小手还在来回比划招式，脸上还带着小恶魔般的笑容。我一眼就看出了她这是在吓唬我，用手掐了掐冷清雪的腰。雪雪，我昨晚也跟我妈说了，我妈也说1周后要见你。冷清雪闻言一愣，不是吧不是吧，这是什么情况？自己的老妈要见小雨，林妈妈那边要见我，这种事情怎么都凑到了一起？我见冷清雪惊呆的表情，捏了捏她白嫩的小脸，露出邪恶的笑容。不用担心，我妈她很凶的，她最喜欢的事就是欺负儿媳妇了。冷清雪吓得急忙退了一步，那还不用担心，小雨儿这是真的假的？你可别吓我。当然是真的了。我看着她的反应，忍不住笑出了声。冷清雪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张开小嘴就恶狠狠地朝我咬来，然而并无卵用。我跟冷清雪在一起1个月，早就练出了铜墙铁壁，扛住这一招根本不在话下。随后两人商议了一番，就各自回宿舍换了身衣服，然后打车前往金皇大酒店。此时包间内，冷妈妈正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面，身上还散发出莫名的杀气。小雪啊，你要是没带女婿来，呵呵。就在这时，包间的门被我和冷清雪打开，冷清雪一脸兴奋地朝冷妈妈冲去。老妈，我来了。冷妈妈嫌弃地把冷清雪推到一旁，一边玩泥巴去，你个丑东西，然后转头一脸惊喜地朝我走来。小雨，竟然是你！我也当场愣住。方姨，来来来，小雨，跟方姨好好聊聊。冷妈妈满脸笑意地把我拉到她身旁坐下，一旁的冷清雪还呆呆的没有反应过来。老妈，小雨儿，你们这是认识？冷妈妈听到笨蛋女儿的话白了她一眼。我和小雨当然认识了，她可是个好孩子。那天我不是说要介绍个男朋友给你吗？说的就是他，结果你不领情还拒绝了。冷清雪闻言一惊，我敲，还有这种事？原来老妈你说的那个男生就是小雨儿啊！老妈当时直接跟我说小雨的名字不就好了，都怪你！冷清雪小脸一鼓，就想把锅甩到冷妈妈身上。冷妈妈可不吃这套，立马瞪了她一眼，你这个丑东西，不是你当时说有男朋友，让我别说了吗？冷清雪顿时打了个哆嗦，嘿嘿嘿的尬笑起来。而一旁坐着的我此时也有点愣，压根没想到传说中的岳母大人竟然是我那天遇到的漂亮阿姨，难怪这么眼熟，原来是雪雪的妈妈。两人长得7分相似，都很漂亮。不过雪雪说岳母大人非常凶猛，我怎么没看出来？此时冷妈妈心里舒服的一批，自己心心念念的好女婿居然就在身旁。她满脸笑意的看向我，小雨啊，阿姨真没想到是你，真是太让人开心了。方姨，我知道你是雪雪的妈妈，也非常开心，真是好孩子，太有缘了。随即冷妈妈大手一挥就喊来服务员，去把你们店最好的菜都上来，我要给我女婿好好补补身子。很快一盘盘的顶级美食就被端上桌来，冷妈妈一脸笑意的连连给我夹菜。来来来，小雨吃菜，咱们边吃边聊。我看着被堆积成小山的碗，心中感叹起来，我这女婿待遇真不错呀。而一旁的冷清雪见到如此和谐的一幕，心里也是很高兴，这说明老妈很喜欢小雨儿啊。不过老妈竟然一直给她夹菜，都没给我夹，谁才是亲生的呀？顿时小脸鼓鼓的。老妈，我也要吃菜。冷妈妈哼了一声，随便夹起桌上的一片肉放到她碗中，又转头看向我，小雨，跟姨说，雪雪在大学里有没有欺负你？姨给你撑腰。我闻言一愣，那还真不少，比如初遇到雪雪的时候，抓着让我表白，还锁着我的喉让系主任逮我，天天把自己吃不下的小笼包强塞给我吃，用我衣服擦她那沾满冰淇淋的嘴，诸如此类的一大堆。冷清雪听到老妈的话，则紧紧盯着我，那眼神似乎在说，小雨儿，你可不许乱说，不然就咬你了。我挑了挑眉，看来这个女人是知道自己的恶行，已经威胁上我了。冷妈妈见我发愣，还以为我不敢说，没事，小雨，你大胆的告诉你。啊哈哈，方姨，没有的事，雪雪她很乖的，从来都不欺负我。冷清雪听到我的回答，满意的点点小脑袋，甚至还想等回去后奖励我一个大大的亲亲。我看到冷清雪露出窃喜的笑容，我的嘴角也微微上扬。不过方姨，刚才雪雪来的时候和我说你特别凶，最喜欢狠狠揍不满意的女婿。冷清雪听到这话顿时一惊，豆大的汗珠连连往下掉。冷妈妈明显一愣，但还是保持着微笑，没有的事，小雨，别听雪雪乱说，阿姨怎么可能会揍女婿呢？说完转头看向冷清雪，眼神里充满着杀气。雪雪，你说有这回事吗？冷清雪此时人都傻了，心中咬牙切齿起来，小雨儿你给我等着，竟然敢背刺姐姐。随即连忙抱住冷妈妈的胳膊，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没有的事，老妈这么温柔，怎么可能凶呢？我那是吓小雨儿的，就是为了增加你岳母大人的威严。冷妈妈闻言是又气又好笑，她伸手揪了揪冷清雪的小耳朵，你这臭丫头这么皮，没办法，到底还是自己的宝贝女儿，还是得给雪雪留点面子。冷清雪见冷妈妈没有揍她，瞬间就开心了起来，然后又凶巴巴的盯着我，我则一脸淡定，根本没在怕的，有岳母大人做靠山，还收拾不了区区一个冷清雪。很快半小时过去，三人吃饱喝足，冷妈妈还在跟我唠着家常。小雨啊，和方姨说说，你家那边是什么情况？方姨，我父亲开了家公司，母亲是公司经理。这样啊，那太巧了，雪雪她爸爸也开了家公司，咱们两家很般配哦。冷妈妈听到我的回答，更加满意了起来。我对此也是点点头。从那天雪雪送我西装，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知道雪雪是个小富婆。冷妈妈则想着趁热打铁，巴不得立马回家把雪雪
户口本拿来，然后让两孩子直接领证，或者直接把民政局搬来。可惜现在还差小雨的户口本。想到这，冷妈妈便问起来：小雨啊，你母亲对雪雪感觉怎么样？我妈还没见过雪雪呢，不过她约了我下周带雪雪回去见她，我估计她会很喜欢雪雪的。冷妈妈一脸笑容，那感情好。小雨，今天阿姨聊得很开心，咱们走吧，阿姨开车送你们回学校。谢谢阿姨。我站起身，突然又想到了什么。方姨，伯父呢？怎么没见他来？你伯父他正在出差呢，还没回来，而且他也不知道雪雪有对象。我一愣，卧槽，岳父大人居然都不知道我的存在。随即有些紧张地看向冷妈妈，那伯父他不会有什么意见吧？冷妈妈顿时笑了，他能有什么意见？而且就算他有意见也没用，阿姨满意就行。小雨，不用担心，阿姨罩着你。此时我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伯父的家庭地位似乎不怎么样啊。冷清雪看着我微妙的表情，站在一旁偷偷笑出声。小雨儿，老爸在家就是这样的哦，他可以提意见，但是否采纳就得看我和老妈了。我听到这话嘴角直抽，伯父这个地位有待提升啊。不过想想也正常，在我家里，老爸的地位也是这样的。冷妈妈温柔地朝我笑了笑，小雨，不用担心，有姨在，雪雪敢欺负你，你就跟妈说，看妈不把她揍成小猪。还有你伯父要是敢欺负你，也一样。一句话从姨进化成妈，我顿时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这才是好岳母啊！我现在有岳母大人护体，谁敢动我？我在雪雪家是不是已经可以横着走了？在岳母的保护下，谁敢动她？还有谁？老妈，我还是不是你亲女儿了？冷清雪在一旁听到周芳这话，小脸鼓鼓的。老妈竟然当着小雨的面说要把她揍成小猪，雪雪，你当然是妈的亲女儿了。周芳伸手掐了掐雪雪鼓鼓的小脸，但是你当着小雨的面说妈的坏话，妈可没忘记呢。冷清雪，不就是说了句老妈很凶很暴力，爱揍女婿吗？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老妈就是很凶很暴力，虽然不揍女婿，但是揍女儿啊。林雨顿时好奇起来，这揍成小猪是怎么揍的呀？人怎么揍成猪猪的？他看向岳母大人，方姨，你怎么把雪雪揍成小猪的呀？周芳闻言扑哧一笑，哈哈，小雨，姨很喜欢你的求知精神，姨这就告诉你。老妈，不许说了。冷清雪一看老妈要说她的糗事，顿时抓住周芳的手臂。周芳反手把冷清雪抱在怀里，不让她乱动。林雨看到雪雪的动作，顿时更感兴趣了，她嘴角微微上扬，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隐秘。小雨，姨告诉你，这把雪雪揍成小猪呢，很简单。林雨瞬间竖起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就是打肿就行了。周芳也露出像恶魔一般的笑容，只不过这个恶魔比较成熟老练。林雨一愣，卧槽，好有道理，人揍肿了不就是猪猪吗？方姨，我悟了。悟了吧，小雨真聪明。周芳满意的点头。冷清雪在一旁直接叫出声，啊，小雨儿，不要相信老妈说的，太羞耻了。林雨淡定的点点头，雪雪，我不会和别人说你被揍成小猪这件事的。啊，你还说 Delta。 冷清雪差点没扑过去就咬林雨，然而她被老妈抓在怀里过不去。周芳和林雨又聊了一会儿后，然后起身带着两个孩子离开酒店。孩子们回去了，时候不早了。林雨和冷清雪一起点头。林雨看了看桌上的剩下的不少菜，等等，方姨，咱们把剩菜打包下吧，不能浪费食物呀。周芳一愣，这一点她还这么想到。小雨真是个好孩子啊，哪怕家境不错也懂得珍惜粮食。好孩子，我让服务员打包。冷清雪蹦到林雨身边抱住她，小雨，打包好交给我吧，我带回去给宿舍的姐妹们吃。星号。林雨刮了刮她的小鼻子，当然可以，她原本想着没人吃的话就带回去给舍友吃，现在正好雪雪要带回去给舍友。至于那3个老色痞，他单方面宣布他们不饿。半晌，服务员打包好饭菜，3人拿着打包好的剩菜走出酒店，来到停车场。周芳坐进保时捷的驾驶位，林雨和冷清雪则是坐在后排。汽车发动，冷清雪时不时伸出小手掐着林雨的腰部。小雨刚刚背刺他的仇，冷清雪还记着呢。林雨只感觉腰间被挠痒一般，没什么感觉。他舒适的靠在座椅上，舒服啊。岳母大人亲自给他开车，就问还有谁。周芳一边开车一边和林雨聊天。小雨啊，雪雪在学校里的成绩怎么样？雪雪她成绩很好啊，尤其是数学系第1呢。冷清雪闻言掐住林雨腰部的手顿时有力了些。好意思说，明明她身边这位数学比她更强好吧？这丫头不知道怎么就喜欢数学了。周芳感叹道。林雨正要说话，突然她察觉有什么正朝这边急速冲来。车窗外一辆黑色汽车急速朝着保时捷剐蹭而过。方姨，小心！保时捷被黑色汽车剐蹭后不受控制地擦向路边的围栏。周芳顿时一惊，然后迅速冷静下来，她立马握住方向盘试图控制车子，但是方向盘突然有点扭不动。林雨见此立马趴过去，一只手握住方向盘反方向使力，他手臂上的肌肉爆发出来，青筋暴起。保时捷的方向被控制住，周芳连忙踩住刹车，但是由于惯性的驱使，车子还是擦着围栏冲过去，缓慢地撞向路边上一棵树。雪雪，方姨，
低头。冷清雪和周芳听着林雨的话，把脑袋低下来护好。林雨则是扑上去，一只手把冷清雪护在怀里，另一边身体护在周芳头顶。砰！保时捷撞到树边，停了下来。半晌，整个车内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小雨儿，小雨，怎么样？你没事吧？周芳和冷清雪连忙呼唤着把他们护在身下的林雨。刚刚太惊险了，幸好有林雨在，现在还心有余悸。林雨抬起头，我没事，你们呢？没受伤吧？他这100体质可不是盖的，这点小撞都能出事，那他绝壁要找系统退货。3人连忙从车里走了出来。我们没事。周芳和冷清雪立刻绕在林雨身边，检查着他是否有伤口。突然，冷清雪一声惊呼：啊！他看到林雨手臂擦伤了一大片，鲜红的伤口透着血液。周芳听到冷清雪的尖叫，顿时也看了过来。怎么了？雪雪，妈，你看小雨她的手臂。周芳闻言看向林雨被擦伤的手臂，顿时身体一颤，面色苍白。这伤口触目惊心，看着都吓人。小雨为了保护他们受了这么重的伤，周芳特别感动，不愧是他看中的好女婿。林雨看着面色苍白的两人，他下意识抬起手臂一看，就这啊，就这，我还以为多狠啊。先不说这擦红的一大片看着唬人，其实林雨根本没感觉到疼痛，可能是体质100的原因，林雨甚至感受不到这种小伤势带来疼痛。冷清雪心疼地看着林雨的手臂，小雨疼不疼啊？我给你吹吹。冷清雪直接凑过小嘴，在林雨的伤口上吹了起来，一阵阵微小的风吹得林雨手臂痒痒的。周芳也是拉着林雨，走，小雨，咱们先去医院。林雨挑眉，不至于吧？这种小擦伤去医院干什么？他正要拒绝，却看到周芳和冷清雪的手指被划破了一道伤口。林雨眉头微蹙，这俩人自己受伤了都不知道，还想着带他去医院。芳姨，雪雪，你看看你们的手指，受伤了都不知道。周芳和冷清雪一愣，然后看向自己的手指，细白的手指上出现一道红色的划痕，不知道时候还没有感觉，现在一看就感觉手指火辣辣的疼，就像刀割一样，估计是刚刚被划伤的。林雨心中默念，系统取出强效治愈创可贴，已取出，他手中出现2枚包装精致的创可贴，造型与普通创可贴的造型无二。如果不是系统的产物，林雨甚至以为这玩意儿就是普通的创可贴。雪雪，把手给我。冷清雪虽然不知道小雨要干什么，但还是听话的把手放到他面前。林雨拆开创可贴给他包上，动作十分细致认真，就非得把创可贴边缘给对齐了，就挺强迫症的。冷清雪看着林雨给他包好创可贴，顿时惊奇的看着他，小雨儿，你好棒，竟然随身带着创可贴。老色痞林雨心中好笑，别说随身带创可贴了，他有系统在，随身带火车都行。芳姨，该你了。林雨给周芳也贴好创可贴，还是老样子，就必须给整对齐了。周芳看着细心拿出创可贴的林雨，是越看越喜欢，这种好女婿简直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又勇敢又细心，幸好已经是他家的了。林雨做完这些，周芳直接说道，走吧，小雨，咱们去医院。林雨就非得去医院吗？他这伤口消个毒，1天就能好的差不多了，100体质就是这么豪横。芳姨，我这小伤不用去医院了吧？周芳闻言，眼神变得严肃，语气也很认真。不可以哦，小雨，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林雨一愣，岳母大人好强大的气场。就是，冷清雪也蹦了出来，你管这个叫小伤？林雨眼睛微转，看了看车头有点损伤的保时捷，他指着保时捷道，芳姨，你车都坏了，得赶紧拉过去修。周芳看了看车子，车子不重要，当务之急是送你去医院，我待会让秘书来把车开回去就行。说着，他掏出手机打电话给秘书。林雨嘴角直抽，得，这事必须得去医院了，跑不掉了。于是林雨被母女2人拉着带到了医院，医生给他的手臂消了毒，然后再裹上纱布。林雨人都傻了，就是个擦伤而已，搞得跟骨折一样。冷清雪在一旁看着林雨绑着纱布的手臂，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他伸出小手指头戳了戳他的手臂，疼不疼？小雨儿，林雨没什么表情，不疼。周芳也看了过来，真的不疼吗？小雨，芳姨，真的不疼。林雨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确实不疼，或者对他来说这只是小伤。周芳得到了林雨的回答，松了口气。刚刚真是太惊险了，差点让女婿受了大伤。走，孩子们，咱们回去吧。周芳让秘书拉走保时捷的时候，又让他开了辆新车来。出了医院，他开着新车送2个孩子回大学。车内，周芳目露凶光。小雨、雪雪，你们放心，妈一定把今天的那辆黑色汽车抓到。那辆黑色汽车明显是有预谋的。老妈，抓到他狠狠揍他，把我也喊来，我和你一起揍。冷清雪坐在林雨身边，握住小拳头，表情恶狠狠地说道，差点让我家小雨儿受伤，把他揍成猪头。车上的2个女人身边都冒着杀气。林雨此时开口道，
方姨，我知道那辆车与谁有关。冷清雪和周芳顿时看向林雨，那辆车是那天碰瓷你的那伙人的车，估计他们是想报复你。小雨，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记住了车牌号和汽车的造型。林雨自从有了敏锐思考技能之后，记忆力也得到了加强，车牌号他一眼就记住了。周芳点点头，他现在已经完全信任林雨，就凭他优秀的表现，我家女婿人长得帅，身体强壮，脑子聪明，记忆力好，不是很正常吗？好，小雨，有你这个线索，姨一定能更快速的把那伙人抓到。冷清雪也目光如炬的看着林雨，小雨儿给她的惊喜越来越多了，她当初眼光是真低好，捡到宝了。半小时后，周芳带着林雨和冷清雪来到大学门口，两人下车。老妈再见，方姨再见。再见，雪雪，小雨，记得早点睡觉，别熬夜。周芳开着车子离开，林雨眼中露出一丝寒意，今天车祸的事可不会就这么算了，毕竟他林雨也不是什么魔鬼。周芳驱车离开，冷清雪和林雨并肩走在大学路上，他看着身旁帅气的男人，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然后伸出白嫩的小手，悄悄地朝着林雨的腰部靠去。他要趁着老妈已经离开，使劲掐林雨的腰部，以报今天小雨儿的被刺之仇。因为晚上的被刺，差点被老妈揍成小猪，还好他冷清雪机智，给化险为夷了。他可是很记仇的。冷清雪特意等着老妈离开，就留他和林雨两个人孤男寡女，干柴烈燃后偷袭。如果老妈在场的话，肯定会护着小雨，他根本没有机会掐。他算是看出来了，自从小雨儿和老妈相见后，他的家庭地位减一了。冷清雪的小手伸到林雨腰间，正准备掐他的时候，突然看到林雨手臂上缠着的绷带，白色的绷带异常显眼。冷清雪小手一顿，然后缓缓地收了回来，伸进林雨的大衣兜里。哼，看在小雨儿今晚救驾有功，本宫决定赦免她的罪行。功过相抵，赏罚分明，不愧是她。林雨察觉冷清雪把小手伸进自己兜里，扭头看了看他。怎么了，雪雪？今天多亏有小雨在。林雨挑眉，没什么。小雨儿，我要吃冰淇淋。冷清雪瞪着漂亮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林雨。吃大个儿的。林雨好笑地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这脑回路跳转得太快了，一下子就跳到要吃冰淇淋上。他在系统商城中购买了一个大号的冰淇淋，比之前给雪雪吃的美味冰淇淋整整大了1倍。他林雨说到做到，说吃大号的就大号的。林雨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盒大号冰淇淋，递给冷清雪。冷清雪见到大号冰淇淋，顿时惊讶的小嘴微张。他接过冰淇淋，然后仔细地盯着林雨的口袋。小雨儿，你随身带着冰淇淋的，这冰淇淋不化吗？仔细想想，小雨儿下午出门就和他在一起，到晚上才被老妈送回来，这期间起码有5-6个小时，冰淇淋被他揣兜里竟然不化。冷清雪哪里知道林雨有系统，可以随时隔空取物。林雨闻言先是一愣，这冰淇淋不化的话，似乎好像应该大概不是那么合理。他脑海中急速思索，然后嘴角微微上扬，心中默念：系统购买一个保温包。已购买。就这样，林雨兜里悄无声息地出现一个保温包。雪雪，你看这是什么？林雨把手伸进兜里，然后取出一个黑色保温包晃了晃。冷清雪看到保温包的瞬间就明白了冰淇淋不化的原因。林雨一脸自己牺牲很大的样子，雪雪，你看看，我为了让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热乎的冰淇淋，连保温包都揣兜里了，得多辛苦啊。其实并没有，你要怎么报答我？冷清雪听到林雨的话，呆萌地歪了歪小脑袋，做思考状。小雨儿说的好像有道理啊。他走到林雨身边，凑过小脸，踮起小脚尖，在林雨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亲完之后，冷清雪小脸微微变红，但是表情却是小恶魔般的笑容。小雨儿，怎么样？这个报答够不够？林雨愣愣地站在原地，他有点懵。老色痞甜甜的。冷清雪得意地昂起小脑袋，哼，当然甜了，当他这么多冰淇淋白吃的吗？冷清雪向前小跑几步，小雨儿，快来追我。林雨嘴边正在回忆着甜甜的味道，就看到了冷清雪小跑了出去。他反应过来，连忙追上去。慢点，雪雪，晚上天暗，小心点。林雨追上冷清雪，一路把她送回了女生宿舍，然后自己也往回走。这一天天的，可给他累到了，又是见岳母大人，又是车祸，还好他足够猛。冷清雪上楼走进宿舍，姐妹们，我回来了，我给你们带了好吃的。她把打包好的几份饭盒放到桌上，3个小姐妹们顿时双眼放光，她们冲过去抱住冷清雪，谢谢雪雪，现在是晚上9点，正好做夜宵。3人抱着饭盒就是一顿猛干。别看他们6点就吃了晚饭，但这些夜宵也能吃得下，放在一起吃可能吃不下，但是分成2顿吃，那就是简简单单。此时林雨也走回宿舍，他一进门就听见王军的鬼哭狼嚎：开大呀 MD， 你开大呀，大招留着过年啊，特么的。林雨走过去看了看王军0-8的战绩，拍了拍他的肩膀，也有可能是大招留着传给下一代。
王军回头，雨子，你干嘛去了？是不是和冷校花约会去了？老实交代。林雨挑眉，差不多吧。他总不能说自己见岳母去了吧？才认识女方几天就见家长，这群老色痞要是知道，怕不是酸死了。王军突然看到林雨手臂上打着的绷带，卧槽！雨子，你咋挂彩了？谁干的？兄弟帮你揍他。钱飞和赵天也看了过来，卧槽，给我兄弟弄骨折了都，看我弄他。林雨，他就说不用去医院吧，这下好了。是个人看他都以为骨折了，其实就是小擦伤，不过绑这么多绷带，是谁也认为是骨折了。他淡淡道，没事，兄弟们，就是小擦伤而已。你们看这都没板子。雪雪非要拉着我去医院绑绷带，没办法。王军、钱飞、赵天、吵，兄弟们关心你，你给兄弟们塞狗粮，这日子没法过了。女生宿舍内，冷清雪正在刷剧，她突然察觉到自己被创可贴包住的手指痒痒的，而且还有一股暖暖的感觉。与此同时，一栋别墅内，坐在沙发上的周芳发觉自己手指上创可贴的位置痒痒的、暖暖的。然而她看不到的是，在创可贴内部划破的伤口正在迅速愈合着。周芳对有点痒的手指没有在意，可能就是单纯痒吧。一般来说，伤口痒就说明伤口的这块肉快要长好了，但是她今天晚上才受的伤，哪有那么快就好啊？起码得过4-5天吧。相比之下，周芳觉得林雨受的伤才是最重的，真是个好孩子啊。她回想起今晚得黑色轿车，眼神锐利了起来。今晚她一个人就算了，雪雪和小雨都在，还差点伤到他们，这如何能忍？她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铃声响起2声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喂，周总，保时捷我已经开到店里维修了。小严啊，车子的事不重要，我要你去查一帮人。周芳认真的说道。车牌号 XXXXXX， 车牌号小雨已经和他说过了，他用笔记了下来，顺便联系一下警方。好的，周总，我这就去办。周芳和女秘书挂断电话，眼神依然很锐利，差点伤到他的宝贝女儿和女婿。命，一定要逮到他们。冷清雪在宿舍的粉色小床上坐着，她手上拿着小雨送她的大号冰淇淋，手指上抱住创可贴的位置微微发痒，还有点暖暖的感觉。对此她没有在意。冷清雪现在只想狠狠地干冰淇淋，她直接打开包装盒，取出里面的小勺子，就挖了满满一大勺送进嘴里。啊呜！星浩，好好吃哦。一旁正在刷剧的许晴和刘倩顿时就闻到一股香甜的味道，他们转头就看见冷清雪在猛干冰淇淋，同时口水也流了出来。雪雪，你吃的冰淇淋什么牌子？好香哦。冷清雪一愣，牌子？她吃了小雨10几盒冰淇淋都没看牌子，干就是完事了，还管他什么牌子？小雨又不可能害他。冷清雪拿起冰淇淋的包装盒仔细地看了起来，盒盖上写着美味2个字。她看向小姐妹们，美味牌冰淇淋。许晴和刘倩一愣，美味牌冰淇淋怎么没听过啊？不过虽然没听过，但是这香甜的味道一闻就让人觉得很好吃。冷清雪又是一勺送进嘴里，我也没听过，是小雨送的，她说市场上买不到呢。哦，我想起来了。许晴恍然大悟，雪雪，那天你在阶梯教室吃的冰淇淋就是这个吧？那天很多女生，包括许晴、刘倩她们都看了冷清雪在林雨身旁吃冰淇淋，并且闻到那股香甜的味道，口水都下来了。哦，我也想起来了。刘倩一声惊呼，雪雪，你最后还一口把一大半的冰淇淋干了对不对？冷清雪点点小脑袋，当时一群人想觊觎她的冰淇淋，那必须一口干了呀。冷清雪又是一大勺冰淇淋送到嘴里，她看了看小姐妹们，然后思索片刻，挖了一勺冰淇淋送到许晴嘴边。晴晴，给你尝尝。许晴一愣，她是想吃的，但是没好意思说出来。谢谢雪雪。她一口咬掉冰淇淋，接着冷清雪又给刘倩和吕杰尝了尝。3勺冰淇淋送出去，冷清雪有点心痛，少吃3口啊。3人尝到冷清雪的冰淇淋，顿时叫出声，太好吃了吧。雪雪，你家林雨真厉害，能买到这么好吃的冰淇淋。冷清雪昂起小脑袋，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家的。而后许晴他们坐回座位上继续刷剧，尝一口雪雪的冰淇淋就行了，也不好意思继续吃了。晚上的夜宵还是雪雪带的，怎么可能好意思再吃她的冰淇淋呢？男生宿舍内，林雨正坐在自己的床上，3个老色痞则是在鬼哭狼嚎的打游戏。还是太年轻，打游戏鬼哭狼嚎就能增加自己的技术吗？显然不能。他喝了一口已经补满的肥宅快乐水，然后看了看自己手臂上的绷带，看得跟骨折一样，就离谱。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把擦伤治愈。擦伤是玩意儿，说是小伤，但也鲜血淋漓。一般人想要治愈，大概得过2-3个星期，等伤口结痂。林雨觉得自己这个体质几天就能好，但是他还是想更快一点。既然有系统，干嘛不用呢？林雨进入系统商城，找寻着治愈擦伤的道具。他看到了一个擦伤喷雾，好像很不错的样子。系统，买它。
100积分，是否购买？是。绿色的光芒闪过，林雨手中出现一瓶小喷雾，小喷雾是绿色的瓶身，上面写着“擦伤”2个字。林雨拿着小喷雾把玩了一会儿，发现和一般喷雾没区别，就是绿了点。他拆开绷带，把喷雾对着擦伤的手臂喷了喷，不一会儿，他就觉得手臂痒痒的，红色的伤痕快速结痂，然后恢复成平滑的皮肤，一点也没有伤痕的样子，看得林雨一愣一愣的。不愧是系统道具啊，就是牛批。林雨把喷雾放进系统空间，然后准备把绷带扔了。一方面是伤好了，另一方面，他林雨现在在大学里，好歹也是个人名，怎么能缠着绷带，被人看着像骨折的样子？随即，林雨反应过来，他拿着绷带继续缠上自己的手臂。这伤好的这么快，明天给雪雪看见了，那不傻了吗？一般人谁能好得这么快？林雨缠好绷带，想起今晚的黑色汽车，他眼里露出一丝寒意，是时候算总账了。林雨坐到电脑前，找到当时目标地点的监控，根据监控和当时车子的车牌一路追踪分析，在看了10几个视频片段后，一番费神下，他找到了那辆黑色轿车停放的地点。林雨打开微信，找到岳母大人的微信，这还是他第一次发微信给岳母大人。方姨，我找到了黑色轿车所在的地点，车牌号 XXXXXX， 所在地点某某路某某号，你先让人去看看，再通知警方。周芳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手机里是小雨发来的消息，他连忙看了起来，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又震惊又兴奋。周芳的微信界面正赫然显示着林雨发给他的消息，他看到这些消息后，表情先是变得震惊，然后逐渐兴奋，眼神也认真起来。他想不出来小雨是怎么找到这伙人的所在地的，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距离他开车回到家的时间也不过才1个小时，小雨竟然能查到那伙人的所在地。况且周芳自己回来后就立马打电话给秘书去追踪那伙人，他秘书还没传来消息，林雨就已经先发来消息，这如何不让人震惊？更何况小雨还只是个大学生，哪来的手段和人脉去调查这件事？周芳虽然有点疑惑小雨是怎么找到目标地点的，但是他对自己女婿给的信息很信任。一来他知道林雨是个比较成熟稳健的孩子，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就像那天被碰瓷林雨站出来解围的时候；二来他是发自内心的信任女婿，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信任，可能这就是岳母信任女婿吧。他拿起手机打字回复道：小雨，这些姨都看到了，我立马让人去看看那个地方，如果那伙人真的在那里，就可以通知警方了，一定把那伙人抓到。他打完字后调出电话本，拨通秘书的电话，响铃2声后对方就接起了电话。喂，周总，有什么事吗？喂，小严，我这边已经得到了那伙人的具体所在位置，具体位置是某某路某某号，你带人去看看，确定后直接联系警方。丁岩听到这话微微一愣，这么快的吗？他刚刚才把周总交代的事情和警方联系了一遍，今天比较晚了，要去追踪那伙人，起码也要等明天动身。结果还没过1个小时，周总就打电话告诉他位置已经找到了，还让他带人去看看，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到底是什么人找到位置的？不过丁岩疑惑归疑惑，自己上次交代的事他照做就行了，不可能问出来。少说话，多做事才能一步步升职。他点点头道：好的，周总，我会马上带人去看看的。好，小严，就交给你了。周芳挂断电话，林雨这边看到岳母大人回的信息，则是微微点头。目标地点是他找到的，1000%没有错。但是和人说的时候，自然不能那么笃定，话里有留有余地，不可能一口咬定人就在那里，然后直接联系警方过去吧。万一要是有什么意外呢？那不翻车了，芭比 Q 了。他可不喜欢被打脸的感觉，而且他还是个穿越者，穿越者被打脸，那是真的给穿越大军丢人。他看了看时间，拿着手机打字道：好的，方姨，事情解决了，你早点休息，我先下了。林雨准备撤了，和岳母大人聊天还是有点压力的，不过岳母大人对他很温柔就是了。幸好周芳脑海里正疑惑着小雨是怎么找到那伙人的位置的，就看到林雨告退的消息，他眉毛挑了挑，这孩子跑这么快干嘛？我还没弄清楚你是怎么找到位置的呢。他连忙回复：等等，小雨，姨还有疑问呢，你是怎么找到那伙人的位置的？快告诉姨。林雨刚准备退出微信，就看到岳母大人的一连串句子，他有点好笑，不愧是雪雪的妈妈，性格都差不多。对于怎样追踪到那帮人的位置，林雨觉得可以告诉岳母大人，黑客技术又不是什么大秘密，雪雪也知道，而且岳母大人对他那么好，不用隐瞒什么。方姨，我是用电脑进入监控区域，找到当时的那辆黑色汽车，然后根据他的路线翻看11视频后找到那伙人的位置。林雨不疾不徐地回复着。周芳看到林雨的回复，眼眸一惊，老色痞，原来小雨还会黑客技术，而且技术如此纯熟，怪不得可以这么快找到位置。周芳对于这种计算机技术是很崇拜的，因为他不会他和一般人一样，只会日常使用电脑，看看剧玩玩游戏，对于高深莫测的黑客技术那是一点都不懂。想到这里，
周芳顿时更加惊喜起来，他家女婿真是太厉害了，又会格斗技术，又会互联网技术，人还礼貌帅气，简直是给学学捡到宝了。小雨，你真厉害，竟然还会这种高难度的互联网技术，真了不起啊！周芳毫不吝啬地夸着林雨，林雨则是淡定道：芳姨别夸了，我这水平一般般，我还有好多不会的东西。周芳看出来林雨的谦虚，好好去休息吧，小雨，姨不打扰你了。好的，芳姨，你也早点休息。林雨发完这句话，退出了微信。时候不早了，该睡觉了。林雨躺到床上，进入梦乡。翌日清晨，林雨睁开朦胧的睡眼。今天又是被帅醒的一天。看了看周围，3个老色痞还在呼呼大睡。他爬起床去洗漱，然后下楼去吃早餐。男生宿舍楼下，冷清雪正如往常一样在楼下等着林雨。她今天身着浅蓝色的牛仔短裤，纤细笔直的玉腿在阳光下更加白皙。冷清雪看到林雨下楼，就冲过去挽住她的手臂。小雨儿，早。林雨伸出大手摸了摸冷清雪的脑袋，摸摸小狗头。早，雪雪，什么事这么开心啊？林雨看着冷清雪脸上洋溢的笑容问道。小雨儿，昨晚宿舍的姐妹们都夸你给我的冰淇淋好吃呢。冷清雪一脸骄傲地说着。姐妹们夸林雨就等于夸她，她当然开心了。林雨闻言，又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盒冰淇淋，放到冷清雪面前。雪雪，你说的这个吗？冷清雪见此，顿时双眼放光。哦，老色痞小雨儿，我要吃。林雨看到了冷清雪双眼放光的模样，有点好笑。这个小雪雪看见冰淇淋就走不动路了，而且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好像上次雪雪也想空腹吃冰淇淋来着，被她拒绝了，这次又来，这丫头真是不长记性啊。总的来说，大早上的就吃冰淇淋的勇士，那胆子是真地大，而且还是空腹吃冰淇淋，那更是重量级男人就算了，尤其是小女孩。大姨妈见了直接狂喜啊，大姨妈就喜欢小女孩又吃冰的又空腹，这样就能来得更猛烈些了。林雨一把将拿在手里的冰淇淋揣回兜里，然后大手掐了掐冷清雪白嫩的小脸。不可以哦，雪雪，想吃冰淇淋的话得等吃饱饭后。冷清雪听到这话，小脸鼓鼓的，但又没有办法说什么，因为小雨是为她好。可说好了哦，小雨儿，吃完早餐就给我吃，当然我现在人都是你的了，还怕我赖账不成？林雨继续摸了摸小狗头说道。嘿嘿，这话我爱听。行好，走，小雨儿，咱们去吃早餐。冷清雪拉着林雨走向食堂。半小时后，两人吃饱喝足的走向阶梯教室。准确的来说是林雨吃饱了，因为他按照惯例被冷清雪塞了他吃剩的小笼包。雪雪，你吃的不多，是不是为了留着肚子吃冰淇淋？林雨和冷清雪并肩走着，伸出大手掐了掐他的小肚皮。胡说，小雨儿，小心我告你诽谤。冷清雪听到这话，心里一惊，然后表面装出很生气的样子，极力否认着林雨的话，但其实心里有点紧张。他还真是为了吃冰淇淋留着肚子，没想到被小雨看出来，此子恐怖如斯，必须灭口。林雨哪里看不出来冷清雪的小心思，他也不继续追问下去，给雪雪点面子，不然把她惹急了，遭殃的还是她的腰子。林雨转而问了另一个问题，他悄悄凑到冷清雪的小耳朵边。雪雪，你姨妈什么时候来？林雨口中的热气吹得冷清雪小耳朵痒痒的，她歪了歪小脑袋。小雨儿，你要见我姨妈呀？她在国外玩呢。冷清雪还真有一个姨妈，是妈妈的姐姐，现在人在外国度假呢。林雨，超，她说的是那个姨妈，不是这个姨妈，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她组织了一下语言。雪雪，咱俩说的姨妈可能不是一类东西。冷清雪疑惑，不是一类东西。她瞬间反应了过来，小脸微微泛红。啊，小雨儿，你不说清楚，害我丢脸。Delta， 冷清雪举起小拳拳就是给林雨一顿锤。林雨感受着软绵绵的小拳头，这丢脸啥？又没别人听到。冷清雪捶完林雨，仔细地看了看他。小雨儿，你问这个干什么？林雨嘴角一抽，他作为男友问这个很合理吧？姨妈来了，正好一句多喝热说出去，岂不美哉？他之所以问这个，还是因为冷清雪喜欢吃冰淇淋而引起的警惕。姨妈来的期间，林雨决定扣除冷清雪的冰淇淋，等走了再给她吃。他刮了刮冷清雪小鼻子，还不是你个小吃货就爱吃冰淇淋？聪慧的冷清雪瞬间明白了林雨的意思，她小脸微红的看了看四周，确认远处行走的人们听不到她的话，然后凑到林雨耳边小声说道：小雨儿，记好了，每个月的8号来。林雨点头，我记住了。他把这个记在心里。8号开始扣除雪雪的冰淇淋补给。冷清雪要是知道林雨准备扣她的冰淇淋，怕不是要当场哭晕。不该说的啊。两人走进阶梯教室，教室内吵吵嚷嚷的，学生们在交头接耳的说着话。他们看到校花和校草进来，瞬间一顿，整个教室变得鸦雀无声。过了几秒后，又继续变得喧闹起来。
冷清雪和林雨坐到位置上，数学老教授手里拿着教案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顿时又变得安静下来。教授扫了一眼众人，然后看向林雨的方向，然后打开讲台上的电脑，准备使用投影仪。结果他弄了半天，电脑也没反应，就好像坏了一样。5分钟后，教室里的众人也发觉不对劲，都眼巴巴地看着讲台的方向，他们的内心都有一份意想不到的狂喜，包括林雨，他也想电脑坏了，然后摸鱼。老教授放弃了鼓捣电脑的操作，他是教数学的，电脑坏了哪里会修它？看了看教室的众人，同学们，电脑好像坏了，你们谁会修电脑？要是找专业技术人员来维修，那大概1节课时间没了。他寄希望于这群学生，毕竟都是大学生了，总有几个会的吧。不过教的这2个系，一个是数学系，一个是经济系，不是计算机系。教室的众人面面相觑，欲言又止。他们还真有几个人会修电脑的，但又不太赶上，要是修不好，岂不是丢脸了？突然有一个声音响起：教授，林雨会。老教授和其他人目光都看向林雨，冷清雪也睁着大眼睛看着他。林雨顿时一惊：卧槽，哪个小瘪三陷害我？他哪里会修电脑啊？玩电脑还差不多。林雨同学，要不你上来试试？老教授笑着喊着林雨，他还是很喜欢这个学生的，有着和他年轻时候一样帅气的面容和比他还强的数学天赋，这谁不喜欢？林雨见此也不推脱：奶奶爹，小瘪三害我是吧？既然如此，那就谢谢你送来的装逼机会。林雨走上讲台，心中默念：系统购买电脑全维修技能。林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讲台，一脸他很会修电脑的样子，但其实他根本不会修这玩意儿。首先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经济系小帅哥，怎么会修电脑呢？其次他又不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再退一步，哪怕他就是计算机系的学生，就一定会修电脑吗？这是哪里来的偏见？谁规定计算机系的学生就一定要这玩意儿了？前世林雨看到一个段子，一个计算机系的学生过年拜亲戚，亲戚问他是学什么专业的，那人回答计算机专业，然后一群亲戚就感叹道：那你一定很会修电脑吧？你表弟的电脑出了点问题，你来帮看看能不能修。那人顿时无语，好在林雨虽然现在不会修电脑，但是马上就会了，因为他有系统，光速学会电脑维修不是梦，甚至还可以光速学会修洗衣机。仔细一想，系统的事那能叫挂吗？显然不能。林雨脑海中出现透明的电脑全维修技能书，已经一个是否购买的选项，500积分，是否购买？是。林雨的系统空间出现了电脑维修全维修技能书，他立刻使用了出来，一瞬间所有关于电脑维修、硬件处理的知识全部都涌进林雨脑海里。而阶梯教室内，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向站在台上的林雨，女生们都一脸花痴地看着林雨。一个女生兴奋道：林雨太帅了，哪怕是他没有修好电脑，这勇于尝试的勇气也令人尊敬。是啊，是啊。一些男生听到这话，嘴角直抽，这要是换一个男的上去，你们怕是直接变脸。还有一部分男生则是看着林雨，期待他出丑，强行装逼最为致命，最好是电脑修不好，然后林雨非要修，占掉1节课的时间，这样林雨出丑了，他们还多了1节课时间摸鱼，简直美哉。他们认为林雨是注定要出丑了，因为一个人数学又好，又会打篮球，现在又精通计算机，那还让不让人活了？不可能，绝不可能。阶梯教室西边的一角坐着一个男人，他嘴角露出笑容，刚刚就是他出声喊了一句林雨会修电脑，借此让教授喊林雨上去。他觉得林雨有9999%的可能不会维修电脑而出丑，计划很成功，让这么优秀的人出丑就很爽。老教授期待着看着林雨，毕竟这是他看好的学生，而冷清雪更是眼睛冒着小星星看向林雨的方向。老色比他捡到宝了，小雨儿真是块大宝藏啊！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帅哥，拉过来应付老妈，结果发现他什么都会，数学、篮球、计算机样样精通，简直是一次次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在众人的注视下，林雨站在讲台上，好像发了个呆，众人顿时大跌眼镜。卧槽，这个人这个时候竟然还在讲台上发呆，太离谱了。而一些希望林雨出丑的人则是差点没笑出声，他们顿时交头接耳。我就知道这小子根本不会修电脑，不会修说一句不就行了，还非要上去强行装逼，出问题了吧？冷清雪则是眼神信任地看着林雨，他知道小雨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既然敢上台，那就是真的会修。就在此时，林雨突然动了，他眼神变得锐利，然后看向讲台上的电脑。他刚刚之所以发呆，是因为海量的电脑硬件知识涌入他的脑海里，需要一段时间来接收，那么多知识得消化消化。布林雨现在已经消化完毕，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维修了电脑几十年的老师傅，什么奇葩的损坏问题都能修。林雨直接打开讲台里的电脑主机，然后手往兜里一揣，咻的一声，他抽出来一把小螺丝刀。卧槽，
阶梯教室里的众人看着林宇掏出螺丝刀，顿时惊了。可以啊，这个人有操作的呀，他竟然随身带螺丝刀。一些希望林宇出丑的男生开始怀疑起来。操，这小子不会真的会修电脑吧？一般人哪有随身带螺丝刀的？只有那些专业的技术人员才会啊。冷清雪也愣了，他小脑袋萌萌的，老色痞小雨儿的兜兜好神器，什么都能装，冰淇淋装一大盒，还能装螺丝刀。其实林宇根本没有在兜里装螺丝刀，他没事装螺丝刀干嘛？这螺丝刀自然是林宇在系统空间取出来的，隔空取物而已，小儿科罢了。退后，都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林宇拿着螺丝刀，直接3下5除2的拆掉主机外壳，拿出里面的部件，然后一个个检查起来。众人见此瞬间震惊起来，一些人看到这情形，感觉林宇是真的会修电脑。我操，又给他装到了。另一些人直接笑出声，哈哈哈哈，林宇胆子大呀，他真敢拆啊，拆坏了就是破坏公物要赔的。老教授也是一愣，林宇好像很专业的样子。冷清雪听到这些人的小声议论，小脸一鼓，哼，小雨儿随便拆，拆坏了姐姐赔，拆坏100个姐姐赔100个，这点小钱他还是有的。林宇则是不在意他们的目光，他继续检查着 CPU 没问题，显卡没问题，内存条没问题。检查半天，他发现这些部件外表上看着没啥问题。他打开电脑显示屏，屏幕还是不亮。林宇脑海中闪过一个个可能性，他把内存条拿起来一看，接口上面已经发灰。林宇嘴角一抽，这内存条估计用了很长时间了吧。林宇把内存条拿出来，取出橡皮，慢慢的擦着接口上的灰色，把这一层擦好就没问题了。阶梯教室里此时鸦雀无声，众人都在看着林宇拿着橡皮擦着内存条，他们看着林宇的操作一愣一愣的。卧槽，好牛批的样子，有点专业啊。此时众人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就看着林宇在那擦内存条。半晌，林宇擦好内存条，内存条的接口露出金色的光泽，已经不是刚拿出来的灰色了。他吹了口气，把剩下的灰吹掉，然后把内存条安上去，再按下主机按钮。嗡，电脑屏幕黑了几秒钟，瞬间变亮，进入加载中。投影仪上出现画面，林宇表情淡定，收工。教室内的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卧槽，修好了！卧槽，不，又让他装到了。教室西边一角坐着的男人见此也捶了下桌子，好气啊！林宇不但没出丑，还成功装逼，可以说是他亲手把他送上去的。冷清雪则是美眸盯着林宇，眼神温柔。哈哈哈哈！王军直接叫出助教，鱼子牛批！林宇看了看助教的王军，眉毛一抖，年轻人真的是，能不能像他一样稳重一点？这才哪到哪啊！这种小毛病随便换个会装电脑的人都可以解决，除非是 CPU 烧了，显卡烧了，这能修，但没必要，而且很费时间，直接换个新的就行了。林宇重新装回主机壳，然后目光看向老教授，他准备回座位了。老教授则是走上讲台，来到林宇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林宇同学干得非常不错，为我们多争取了1节课的时间。从林宇到讲台上再到修好电脑，说话的时间仅仅只有10分钟，要不是他的话，喊专业人员来维修，1节课是没了。林宇其实他并不是很想多上1节，大家鼓掌。于是整个教室的众人都开始陆陆续续的鼓掌，其中一些人不是很情愿的鼓掌，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要鼓。冷清雪小手拍得飞快，啪啪就是一顿拍，感觉都要拍出残影了。他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小雨儿太厉害了，不愧是他的人。掌声完毕后，老教授拍了拍林宇的肩膀，回去吧，林宇同学，今天感谢你。林宇点头，然后不疾不徐地走回冷清雪身旁，坐了下来。众人看到老教授感谢林宇，顿时又是一惊。卧槽，老教授感谢他了，一个教授感谢学生 ，TMD， 又让他装到了。想看林宇出丑的那些人顿时歇斯底里。操！是谁？是谁喊的林宇会修电脑？我要抓住他！就是他给了林宇装逼的机会。西边角落的那人听到这话，顿时瑟瑟发抖。按理说他们才是一伙的才对。老教授敲了敲黑板，表情认真。上课！顿时教室变得安静起来，交头接耳的人也停止了动作。老教授的威严还是很可怕的。林宇刚坐回到座椅上，冷清雪就向他靠过来，然后白嫩的小手悄悄地绕过去，掐了掐林宇的腰部。小雨儿，你真厉害，电脑都会修。林宇挑眉，这是什么操作？既然他都厉害了，还掐他腰干什么？不应该奖励他一下吗？他大手一揽，把冷清雪水蛇细腰搂在怀里，然后捏了捏他的细腰。雪雪，我厉害，你还掐我，胆子不小啊。冷清雪根本没在怕的。小雨儿，你会修电脑的事是不是没告诉我？林宇一愣，确实，他这也没机会告诉他，在此之前根本没有电脑给他修，他总不能直接嚷嚷着
我会修电脑，我会修电脑，那不是有那个大病吗？这不符合林宇谦虚的性格，更何况林宇本来就不会，这修电脑的技能还是今天学的，现学现卖了，属于是。雪雪，你也没问啊？你问了我肯定告诉你，你不说我怎么问？你不问我怎么说？冷清雪看着林宇，露出狡猾的笑容。小雨儿，我不管，反正你没告诉我，你得补偿我。林宇看了看眨着大眼睛的冷清雪，瞬间明白了，好家伙，这小丫头是在这等着他呢。他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那么雪雪想要什么呢？冷清雪一听这话，她直接双眼放光。小雨儿，我今天要吃2盒冰淇淋。林宇闻言顿时觉得好笑，这姐姐啥都不要，只要吃2盒冰淇淋，真是个小吃货。林宇原本想着现在冷清雪无论提什么要求，他大概都能用系统满足他，结果就这，他刮刮冷清雪的小鼻子，好好吃2盒，吃2盒，不过得分开吃，早上1盒，晚上1盒。冷清雪见林宇答应，顿时开心的点头，好。星号2节课后，下课铃响，老教授一如既往的没有拖堂，学生们一哄而散，林宇和冷清雪也并肩走向食堂吃午饭。不出他所料，赵天也去找他对象吃午饭了，只留下王军和钱飞2个单身狗。林宇和冷清雪打好饭菜，端着餐盘来到一处无人的桌子。林宇刚一坐下，兜里的手机响起微信提示他打开手机。冷清雪也歪过小脑袋来看了看，方姨，小雨，那伙人真在你给的位置，现在已经抓到了。周芳此时正坐在别墅内，发微信给林宇，通知林宇那帮碰瓷的人被抓到了。因为林宇给的准确地址，丁岩当天早上就带着人去探查了林宇的目标地点。那辆黑色的汽车果然停在那里，丁岩对照着车牌号仔细的确认了一番，然后顿时心里震惊不已。那个查到这帮人踪迹的人也太厉害了吧，还不到1小时就找到了这群人。不过震惊之余，还是得赶紧抓到这群人要紧。丁岩带留下几个人在这边看着，然后带着另一些人之间联系警方。之后警方飞速赶来，抓到了这帮人。丁岩也打电话通知周芳，周芳知道消息后很开心，就立马发微信通知林宇，因为是小雨找到了这群人的踪迹。食堂内，林宇看到岳母大人发的消息，点点头。岳母大人那边的效率很不错，一早上就抓到了那帮人，他追踪的位置没错，那基本上没跑了。冷清雪也看到了老妈发的消息，她疑惑地看了林宇，小雨儿，妈说是你给的位置，什么情况？快如实招来。冷清雪漂亮的大眼睛盯着林宇，一眨不眨的。林宇则是把昨天晚上他追踪那帮人的经过说给了冷清雪听。冷清雪听后露出崇拜的眼神，小雨，你太厉害了，1小时不到就追踪到他们。林宇淡定道，一般一般，世界第3。突然冷清雪伸出小手掐了掐他的腰部，这种大事都不告诉我。林宇，那你也没问啊。不过冷清雪并不纠结这个问题，她双眼放光地盯着林宇，小雨儿，快，那伙人抓到了，快去问问老妈他们在哪里，咱们直接去揍他们。他兴奋地挥了挥小拳头，表示要立马去揍人。那肯定得揍啊，小雨儿现在手上还绑着绷带呢。冷清雪并不知道林宇的擦伤昨天晚上就好了。林宇见此也不说什么，雪雪要揍人那就揍，他照着。他立刻打字道，方姨，那伙人在哪呢？雪雪说要揍他们。周芳看到这个消息微微一愣，雪雪这小丫头真的是跟他想到一块去了，她也想狠狠地揍一顿那帮人。周芳回复道，小雨，雪雪在你旁边呢？是啊，我俩一起吃饭呢。小雨，那伙人已经被警方带走了，你告诉雪雪咱们是没办法揍到了。周芳回完这条消息的时候也表示遗憾，因为她也想揍一顿那伙人啊。故意碰瓷不说，那天晚上的车祸又伤到了小雨，简直可恨。可惜这伙人已经被警方带走了，揍不到了。周芳也不可能在警方没来的时候带着雪雪小雨上门揍人，那他们也怕是也要被抓过去。林宇看到这消息一顿，然后把手机给冷清雪看了看，雪雪，那伙人被警方带走了，揍不到了。冷清雪瞬间小脸一鼓，她好气啊，人都抓到了，竟然没有机会揍。不过既然如此，那也只能这样了，警方把那帮人带走了也行。林宇则是打字道，方姨，雪雪说她好气。周芳看到这句话，顿时想到雪雪鼓起小脸的样子，有点好笑。她还气，我还气呢。小雨，让雪雪乖乖的，姨不打扰你们了，姨先下了。周芳知道小雨和雪雪在一起，就不打扰两人了。好的。林宇也礼貌回复道。他收起手机，和冷清雪一起吃起了午餐。冷清雪则是小嘴鼓鼓的，因为没揍到人，她好气。小雨儿，我好气哦。林宇好笑的看着她，那雪雪要怎样才不气呢？冷清雪顿时露出狡猾的笑容，小雨，我要一天吃3盒冰淇淋才能不气。林宇，好家伙，一天还想吃3盒冰淇淋，吃2盒就算了，吃3盒真想肚子痛啊。
他敲了敲冷清雪的小脑袋，不可以哦，最多2盒。好吧，星号，半小时后。两人吃饱喝足走回宿舍。林雨回到宿舍内，发现3个老色痞还没回来。他拿着桌上的那瓶肥宅快乐水喝了一大口，啊，爽！然后躺到床上打游戏。冷清雪也走回宿舍，他走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洗了洗手。吃完饭洗手也是个好习惯，反正勤洗手准没错。结果水不小心溅到他包着创可贴的手指上，把创可贴打湿了。冷清雪看到创可贴已经湿了，而且有点松的样子，他小心地打开创可贴，准备取下来换新的包上去。结果他就看到原本那道细红的小伤口不见了，手指上没有半点疤痕，洁白如玉。冷清雪顿时一愣。冷清雪看了看手上拿着的已经取下来的创可贴，又看了看自己白皙如玉的手指，手指上淡红色的细小伤痕已经消失不见，而且没有留下一丝丝疤痕，葱白的玉指细嫩无瑕。看到这情况，冷清雪小脑袋懵懵的。老色皮我敲，这伤怎么好了？怎么好得这么快？我那么小的一个伤口呢？他昨天晚上才受的伤，怎么今天就好了？虽然这只是个类似小刀划了一下小伤，但是也不可能好得这么快啊。按理来说，这种小伤一般人也得1-2个星期才能伤口愈合，难道他冷清雪不是一般人？这显然不可能。他除了人长得漂亮了些，身材好了些，身体好了些，和一般人比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冷清雪看了看自己手中刚取下来的创可贴，陷入思索之中。如果他人没问题，那就是这个创可贴有问题。这创可贴是小雨拿出来的，创可贴效果可以这么好的吗？不会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吧？冷清雪洗完手，快速走回宿舍，擦干净小手，然后拿出手机发微信给林雨，要问问他这创可贴是怎么回事。另一边，一栋别墅内，周芳正在厨房里开心的做饭，一边做饭还一边哼着歌。他很开心，因为那伙碰瓷的人被抓到了，而且这里面的小雨占很大的功劳。多好的孩子啊！不过已经是我家室女婿了。周芳这个人心情一好就喜欢做饭，然而他做饭很难吃。冷清雪在家的时候看到了老妈做饭的饭，摇了摇头。老妈，你做的饭狗看了都摇头。雪雪，你说什么呢？周芳笑着站在冷清雪背后，捏了捏拳头，咔咔咔。冷清雪瞬间被暴揍成小猪。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说老妈做饭难吃了。不过他嘴上不说，心里还是会吐槽的。而冷爸爸看到雪雪要被揍成小猪，他立马站了出来，他要为雪雪求情。作为女儿奴的他根本无所畏惧，因为他对自己的家庭地位很自信。老婆，你做的饭确实有一种野性的美。雪雪说的是实话。周芳顿时看向冷洁。哦，老公，这么说你也觉得我做饭难吃？冷洁身体一僵，怎么说呢？那什么，好像大概应该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难吃。冷洁伸出手，食指和大拇指比了个小小的，指尖宇宙。他这把拼了，为了雪雪他都敢和老婆作对了。雪雪，看看爸爸对你多好。周芳瞪了冷洁一眼。老公，今晚我想和雪雪睡，你睡沙发吧。冷洁顿时人傻了，卧槽，不，老婆，冰凉的沙发哪有抱着老婆睡舒服啊？他这把作茧自缚了。不过为了雪雪，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冷清雪还是被揍成了小猪，而冷洁也睡了沙发，输妈了。周芳在此之后自己也知道他做饭很难吃，但是他就是喜欢做饭啊，这不能怪他吧？说来有点离谱，周芳是真的喜欢做饭，不过就是做得很难吃，只能说是天赋吧。有人天生就可能不适合做饭。周芳知道自己做饭难吃，也不折磨老公和女儿了，不过她还是保持着一周下一次厨的好习惯。她要保证自己的手艺不退步，有时候开心的时候她就一周做2次饭，再开心点就3次。比如今天因为淋雨，她很开心，开心就要做饭啊。周芳拿着菜刀切着黄瓜，咔咔咔，就是一顿切。她刀工很好，切的黄瓜片薄如蝉翼。真以为她开玩笑的吗？做饭她是认真的，这么多年她的刀工早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哪怕是专业大厨过来也得夸一句好刀工。不过饭菜依旧难吃，周芳继续切菜，结果发现手指有点湿湿的。她一看包在手指上的创可贴已经湿透了，坏了，太开心忘了手上有创可贴了。其实也不怪她，周芳甚至没感觉到手指有痛的感觉。一般人被割伤包上创可贴也会隐隐的痛，她从昨晚就没感觉到痛了。周芳把湿透的创可贴取下来，准备换上新的。创可贴被揭下来，白皙无瑕，没有伤痕的手指露出。周芳愣在原地，伤口这么快就好了？没道理啊。她眉头微蹙，陷入思索之中。周芳擦了擦手，走出厨房，然后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发微信给林雨。男生宿舍内，林雨正在打游戏，突然手机弹出一条微信消息。他打开一看，雪雪，小雨儿，我今天洗手把创可贴弄湿了，取下来之后发现伤好了，是因为你给的创可贴吗？林雨见此淡定地打字回复道，不用慌，
雪雪，你伤好的这么快，确实是因为这个创可贴。这创可贴里有特别高效的治愈药物，配合上你健康体质，伤口好得快很正常。我托人找关系买的，一张创可贴几万呢。林雨因为拿出这强效治愈创可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被雪雪和岳母大人发现的准备。他已经想好了措辞，即便被发现，他也要拿出来，哪怕是一个小伤也必须得用。毕竟受伤的人是老婆和岳母大人，几万的创可贴有这个功效不是很正常。冷清雪顿时急了，小雨，几万块用在这种小伤上，太浪费了吧？这么好的东西应该留着的。小雨儿，只要让你的伤快点好，再多花点钱也没问题。冷清雪看到林雨这话，心中瞬间有一股暖流流过。她很庆幸那天直接就把林雨抓着表白。林雨手机又弹出一条消息：方姨，小雨，我手指的划伤好了，是因为你的创可贴吗？林雨微怔，岳母大人和雪雪同时发现了，这也太巧了吧。林雨见此也不含糊，直接把何雪雪刚刚说的话也发给岳母大人。周芳看到林雨的话，愣在原地。对于创可贴的效果，他还是相信的，毕竟特效药也不是没有。小雨真是个好孩子啊，几万块钱的创可贴，为了他和雪雪这点小伤，说用就用，眼睛都不眨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啊？这女婿必须要把他抓到牢牢的呀。周芳从雪雪那里知道，小雨的家境应该还不错，几万块没啥压力，但是花几万买创可贴，因为他们这点小伤就用了，还是令他感到惊讶。周芳连忙打字道：小雨啊，创可贴一共多少万？姨现在打给你。林雨一怔，这创可贴不要钱啊，这是系统送的。不过这种神奇的道具换到现实里一定价值不菲。不过他怎么可能收岳母大人的钱呢？他是那种人吗？显然不是。林雨连忙打字：方姨，你谈钱我可生气了。结果话还在聊天框里打出来，还没发出去，就看到一个醒目的黄色框框弹出，对方转账20万元。林雨顿时说不出话。卧槽，岳母大人也太豪横了吧，直接说都不说就转20万，叫离谱。虽然20万对林雨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他也是颇为感叹。周芳拿着手机满意的点点头，小雨说一个创可贴几万块，应该是不到10万，他直接转20万就能完美解决这些问题，至于多的钱直接给小雨就行。林雨则是眉毛一抖的回复道：方姨，谈钱生分了，你和雪雪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这钱我不收。林雨表情淡淡，哼哼，你转任你赚，我不点收款不就行了？周芳看到林雨的话，先是愣住，然后好笑的摇头，真是个好孩子。他打字道：小雨，你怎么这么懂事啊？雪雪找到你真是赚大了，回头你来家里，我亲自下厨给你吃。林雨一口答应。好的，岳母大人说的话，那答应也得答应啊。不过他看到周芳要亲自下厨，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又不知道哪里怪怪的。不管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和岳母大人聊完，林雨退出微信，继续打游戏，结果发现这局输了，还被人举报了。操！下午，林雨在教室里上经济专业课，冷清雪则是在上数学专业课。林雨看着黑板上的知识，面无表情，甚至还有点想睡觉，因为他都会了。经济分析技能正在被动地运行着。别墅内，周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的心情更好了。小雨这孩子真是又乖又懂事，而雪雪这个小顽皮只会皮他，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突然，她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起来电提示音，她打开手机一看，原来是老公。她按下接听键：喂，老公，有什么事吗？喂，老婆，最近家里怎么样？冷杰此时正在一家写字楼的会议室里，他现在正在外地出差，趁着会议结束的空闲时间打电话问问家里情况，尤其是雪雪的情况。雪雪可是他的宝贝女儿，他当年可是为了雪雪直接说老婆做的饭难吃，还被赶出去睡沙发。不过没关系，他证明了自己，哪怕是睡沙发，雪雪已经上大学2个月了，不知道怎么样了。还好雪雪的大学在魔都本地，不然冷杰就更急了。周芳听到老公的问话，笑着说道：最近家里很好啊，我心情很不错，老公，等你回来我下厨给你吃。冷杰顿时脸色苍白，身体发抖。卧槽，不要啊！他义正言辞地回答道：老婆，怎么能让你亲自下厨呢？你的手可是很金贵的，咱们去5星级酒店吃，我直接包房。5星级酒店哪有意思，还不如我亲自做饭有意义。周芳继续说着，其实他想多练练厨艺，等小雨来了，自己厨艺精进就完美了。冷杰已经冒冷汗了。卧槽，这女人铁了心的想下厨啊，是不是受刺激了？老婆，这不太好吧？周芳瞬间眉头挑起。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定了，等你回来我亲自下厨。周芳直接一票否决了冷杰。冷杰傻了，完了，BBQ 了。他对此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于是他继续问道：老婆，雪雪呢？雪雪怎么样？她大学生活过得咋样？
雪雪这丫头过得好着呢，她这么皮，大学过得贼滋润。我昨天还去大学看了她。冷杰听到这话，顿时放心下来。看来雪雪在大学过得很不错，他放心了。周芳说着冷清雪，脑海里就想到林雨，他面带笑容的继续说道：老公啊，我跟你说件事。冷杰准备挂电话了，结果听到老婆有事。什么事啊？老公啊，雪雪已经找到男朋友了。那孩子我见过了，人特别帅，又聪明又勇敢，还很懂事，家境也不错，而且还和雪雪是一个大学的。冷杰瞬间大脑一片空白，手机啪嗒一声掉到地上，摔出裂纹。他感觉脑袋懵懵的。周芳刚刚说了那么大一段话，他只听到了一句，那就是雪雪已经有男朋友了。我操！不，无形之中好有一股 BGM 响起，他的宝贝女儿有男朋友了。他养了20年的宝贝雪雪被人拐走了，是哪个臭小子拐他女儿？雪雪可是他的小棉袄，别让他逮到。他反对，他不赞同，他要找那小子的茬，想娶他冷杰的女儿没那么容易。周芳看冷杰半天没回应，继续问道：老公，你听到了吗？冷杰连忙拿起摔裂的手机，我听到了，老婆，我觉得这小子有待考察。周芳瞪了一眼手机，她老公他能不知道，女儿奴一个，看到女儿有男朋友了，肯定想针对小雨。冷杰，我跟你说啊，小雨我很喜欢，你可别想着找他的茬。冷杰一惊，老色皮卧槽！冷杰听到周芳带有威胁的语气，瞬间整个人都傻了。卧槽，老婆竟然能猜到他要找那个小子的茬，猜到就算了，还这么护着那小子。不，冷杰不能相信这个事实，自家的老婆竟然胳膊肘往外拐，不帮他一起对付那个偷他女儿的小子就算了，环护着他，所以爱会消失吗？不行，他一定要好好的刁难这个小子，想娶他的宝贝女儿，先过他冷杰这一关。冷杰作为公司老董，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早就练就了一身经验。刚刚因为知道女儿被人偷走，他有点激动，毕竟他的小棉袄被人穿了，那能不激动吗？不过他迅速冷静下来，脑海中急速思索着，先稳住老婆，答应他不找那小子的茬，然后暗地里出手刁难他。黑手，不过要保证在老婆不发现的情况下进行。喂，老公，你在听吗？怎么一下愣一下的？冷杰听到周芳的声音，瞬间表情恢复淡定，他拿着手机笑着说道：我在听呢，老婆。你这话说的，我欢迎他还来不及呢，又怎么会找我好女婿的茬呢？我像是那种人吗？周芳鄙视的看了一眼手机，下划线，像自家老公什么人她不清楚吗？就是个重度女儿奴，从小到大就很宠雪雪，甚至为了雪雪竟然说她做饭难吃，胆子是真抵打。这个仇他记下了。冷杰则是嘴角僵硬，超有那么明显吗？他明明是正人君子好吧。老婆放心吧，我不会找那小子的茬，毕竟他也是我的女婿。周芳面无表情的说道。哦，是吗？那我刚刚说时候你怎么愣了那么久还不说话？是不是还想着明面上不找茬，暗地里悄悄的刁难小雨？冷杰顿时一惊，卧槽，老婆简直是把他的想法拿捏得一干二净啊！聪明的女人好可怕。不过冷杰虽然被周芳戳穿了想法，但还是镇定自若。为了雪雪，为了刁难那个小子，他有无限的潜能。哈哈哈，老婆，你真会开玩笑，我可是正人君子，怎么可能暗地里做这种事呢？而且我一个长辈怎么会找茬一个小辈呢？周芳淡淡的点头，最好是这样。我跟你说好啊，这个孩子我可是特别喜欢的，要是让我发现你把人家吓跑了，沙发就是你的归宿。冷杰连忙答应下来。好的好的，老婆，他可不想睡沙发了，睡沙发了哪有抱着老婆睡舒服。冷杰嘴上答应下来，但是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要怎么整那小子了。只要不让老婆发现就行，计划第一步先打探敌情。嗨，老婆，那小女婿叫什么名字？冷杰清清嗓子，装作正经的问道。那孩子叫林雨，是个特别好的孩子。周芳脸上带着笑容说道。冷杰，他人长得怎么样？要是颜值不过关，我可不好同意啊。我们家雪雪那么漂亮，不能委屈她。冷杰决定先从长相下手，如果那小子长相一般，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一般人是不会太在意男方长相的，但是他就要在意，就是挑刺儿。周芳闻言眉头一挑，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小雨长得很帅，你没听到？冷杰身体一僵，他没听到啊，他真没听到。刚刚那段话他只听到了个雪雪找到男朋友了，其他的全部过滤了。他震惊道，老婆，你说女婿很帅，有多帅？有我帅吗？冷杰对自己的颜值还是很自信的，不是他吹，他年轻的时候帅的一批，追他的妹妹能有一个加强连。老婆周芳也是大美女，冷杰觉得自己要是没有这帅气的颜值，都不一定能追到老婆。他俩颜值这么高，生下的雪雪就更是漂亮了。周芳听到这话翻了个白眼，想什么呢老公，小雨比你帅多了。
冷杰，老色痞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这么帅，竟然还有小伙子比他还帅，顶多和他一样帅。而他纵横商业数十载，唯一让他承认和他一样帅的人，只有那个男人。周芳感觉到电话那边的冷杰愣住了，觉得好笑。这么大人了，还和小雨比，比就算了，还比不过。人家小雨确实比你帅啊。周芳的审美是很高的，老公是挺帅的，但是和小雨比起来就差了些。这也是他一眼就喜欢上林雨的原因。这么帅的小伙儿，必须抓来做女婿啊！老婆，我不服！冷杰气气地说道。你不服就等小雨来家里，你看看他呗，到时候你肯定会服的。周芳自信地回道。冷杰一听老婆这笃定的语气，瞬间麻了。看来那个林雨是真的帅。老婆虽然做饭难吃，但是说话从来都是认真的。看来长相方面很难挑刺了。A 计划失败，实行 B 计划。老婆啊，那女婿的家境如何？跟咱家差太多不行啊。其实他对家境也不在意，这次主要是针对那小子。小雨的家境还不错，具体情况呢？冷杰嘴角上扬。这个还不错，里面可就有说法了呀。具体情况？周芳陷入回忆中，转账20万给小雨，他都不收的。创可贴几万块就直接给他们用了，而且家里还开了个公司。小雨家里和咱家差不多，甚至还要好一点。冷杰闻言愣住，条件这么好的吗？这小子怎么挑不出毛病啊？往自己身上套了个无懈可击吧。他人有点麻了。周芳淡淡的说道。行了行了，老公，小雨这孩子很棒，你挑不出来刺的，我还得练习厨艺，拜拜。冷杰人傻了，挑刺被发现了。他愣了一会儿后，掏出手机打电话给秘书。喂，小陈，给我订最快回魔都的机票。会议室内，冷杰正在打电话给他的秘书，让他订最快回魔都的机票。他要立马回魔都，再晚点女儿都被人骗走了。陈秘书正在整理文件，他看到手机响起来电提示，打开一看，原来是冷董。喂，冷董。喂，小陈，给我订最快回魔都的机票，搞快点，搞快点，越快越好。陈秘书一愣，冷董好像很急的样子。冷董，咱们这个会议还没谈完呢，要不要再等一天？不用了，会议我谈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就交给你和其他副董了。小陈，你快点订机票，要最快的。冷杰快速的说道，似乎很急的样子。他女儿都被人骗走了，他能不急吗？别说会议开完了，就是还没开完，他也要飞回去。好的，我马上订。陈秘书一不含糊，直接订了最快飞魔都的机票。其实他们出差的城市离魔比较近，坐高铁4个小时就能到，没必要坐飞机。看来冷董还是很急的。冷董，机票订好了，我发到你手机了。好，干得不错，小陈，这边就交给你了，我先回魔都了。冷杰直接起身走出会议室。冷董，到底是什么事这么急啊？陈秘书跟冷杰关系还不错，所以他敢问出这话来。冷杰则是气气的说道，什么事这么急？我女儿被一个小子偷走了。陈秘书，原来是雪雪谈男朋友了。那确实。冷杰开着车子一路冲向机场。林宇，你个臭小子，别人我逮到了。此时冷杰正在赶来的路上。教室内昏昏欲睡的林宇打了个喷嚏。是不是有人想我了？肯定是雪雪想我了。林宇打完一个喷嚏，变得有点精神。他认真地看着黑板上的教授讲课，然后又昏昏欲睡。没办法，这些他都会了。无敌是多么寂寞。下午6点，叮铃叮铃，下课铃响，学生们一哄而散。林宇也走出教室。他刚走出教室，就看到冷清雪身着一袭淡紫色长裙，静静地等着他。冷清雪见到林宇出来，立马冲了上去，纤细的玉臂挽住他的胳膊，星号小雨儿。周围的同学看到这一幕，早已见怪不怪了。不过他们还是酸得不行，酸的牙都要掉了。他们的眼里全是柠檬。林宇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怎么了呀？冷清雪眯了眯眼睛，没什么呀，就是想叫你小雨儿。走，咱们去吃晚餐。冷清雪拉着林宇走向食堂。这个时候是食堂的高峰期，那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走在路上都是人挤人。不过林根本不担心这个，他把冷清雪的牢牢地保护在怀里。冷清雪也很喜欢林宇的保护，虽然不保护他也没问题，他反手就能卸了人胳膊。夜晚，冷清雪和林宇吃完晚餐，各自回到宿舍。魔都机场，冷杰走下飞机。魔都，我回来了。雪雪，我回来了。林宇，你岳父大人来逮你了。他走出机场，直接来到停车场，那里停着公司的车。他立刻开车回家，先去见老婆再说。冷杰驱车来到他家的别墅。别墅的厨房内，周芳正在一边做饭一边哼着歌儿，开心。等小雨来家里，他亲自下厨。一辆黑色的汽车开到别墅的车库，冷杰从中走了下来，他直接冲进别墅里。老婆，我回来了。周芳在厨房里一愣，怎么听到了老公的声音？他不是在外地出差吗？他摇摇头，可能幻听了。结果下一秒，冷杰直接破门而入，
冲进客厅里。老婆，我回来了，你在哪里？老婆，周芳，这个老公好像有那个大病，不能要了。他走出厨房，来到客厅。夏花县在呢，怎么突然回来了？你不是在出差吗？冷洁看到周芳出来，老婆，我这不是想你吗？迫不及待回来看你的。周芳抬眼看了看他，是吗？我怎么那么不幸呢？这个老公估计是因为雪雪有男朋友了，直接急回来了。好吧，老婆，其实我是回来看看雪雪和女婿的。冷洁挠了挠头，周芳还是继续用一种不相信的眼神盯着他。老公，你确定是回来看女婿？怕不是来找小雨的茬吧？冷洁一脸义正言辞，还拍了拍胸口。当然了，这么好的女婿，我这个岳父肯定要来看看啊。周芳见此，淡淡的白了他一眼。好吧，我信你了。然后他露出恶魔般的笑容。老公，比起这个，你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啊？冷洁疑惑地看着自家老婆。周芳则是转身走向厨房，端出来几盘菜，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糖醋排骨，简直是色香味都不俱全。当然是吃我做的菜了。老公，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回来做的。然而周芳根本不知道冷洁会突然回来。冷洁看到这一桌子的菜，红的、黄的、黑的都有，一应俱全，顿时身体僵硬，脸色发白，冷汗直冒。卧槽，早知道他就不回来的那么早了，太可怕了。周芳见冷洁愣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笑着说道，老公，这菜都齐了，怎么还不吃啊？冷洁闻言很想说一句，有人说你在这菜里下了毒，但是他不敢，要是说出来怕不是又要睡沙发。他只好颤颤巍巍地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肉送进嘴里。周芳见到冷洁吃了他做的菜，顿时很开心。怎么样，老公，好不好吃啊？菜到嘴里的一瞬间，冷洁顿时脸上发青，眼睛发白，嘴巴里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蹦迪。好吃，怎么感觉有好多小星星在飞？冷洁吃了一块肉后，顿时脸上发白，一副要嗝屁的表情，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双目无神，脸上发白。太毒了，下毒都没有这个毒啊！还好他忍住了，说了好吃，不然怕不是今晚又要睡沙发。周芳看着冷洁这个样子，觉得好笑，他继续说道，老公，既然好吃，那还不多吃点？来，继续吃。冷洁一惊，卧槽，还来？不了，老婆，吃一口就够了，这伤身体。真的很伤身体，字面意思上的伤身体这分量，一头牛吃了都得直接倒地。哼！周芳听到这话，淡淡的哼了一声，然后把桌上的菜端走了。她也不准备折磨老公了，一次就够了。当然，如果她愿意多吃一口，那就再好不过了。周芳早就看出来冷洁是想刁难小雨，于是就给了她一点惩罚。冷洁看到老婆把菜端走，她直呼逃过一劫，再吃人就没了。她还没找茬那小子呢，怎能就这么没了？夜里，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冷洁看了看身旁的周芳，老婆，你是不是说过那小女婿和雪雪是一个大学的？是啊。怎么了？周芳淡淡的看了老公一眼，哈哈哈，没什么，看来女婿的成绩也挺好的。冷洁一脸无害的笑容，臭小子，竟然跟雪雪一个大学，怪不得呢，能这么快好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小子还挺懂。冷洁和周芳就是一个大学的，他俩也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周芳点点头，那是，小雨那孩子可聪明了，而且他还很有本事，又会格斗技巧，又精通互联网技术，多厉害啊！冷洁附和着点头，是，臭小子还有本事，我倒要看看你有啥本事，连我老婆都帮你说话。等我直接去你大学把你逮到。他之所以问周芳淋雨是否和雪雪一个大学，就是为了去他大学那里把淋雨逮到。冷洁脑海里已经想到了他见到淋雨的画面，冷洁开到大学门口，找人喊来淋雨。淋雨跑到他面前，冷洁上下打量一番，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金卡，5000万，离开我女儿。淋雨顿时惊呆，他拿到那张卡，伯父，我这就走。冷洁则是得意的大笑起来，嘿嘿。冷洁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发出嘿嘿的笑声。周芳看到嘿嘿笑的冷洁，身体往外靠了靠，这老公怕不是真的有那个大病，突然就一个人嘿嘿笑起来了。他啪的一下拍了拍冷洁的脑袋，干嘛呢你，大晚上怪笑？冷洁瞬间从想象中回过神来，他擦了擦口水，没什么，老婆，我就是想起高兴的事情。周芳白了他一眼，下划线，老公，你不是想着刁难小雨的事情吧？怎么会呢？我刚刚在想怎么欢迎我们的女婿呢。那再好不过了。此时林雨正在宿舍内做数学题，他还不知道岳父大人已经用5000万收买他的事。老教授布置了一个很难的数学大题作业，钱飞都不会做，王军赵天更不会了，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林雨。林雨刚开始都不知道有数学作业这回事，
他上课差点靠在雪雪肩膀睡着了，雪雪的肩膀好香好软，一靠近就想睡觉，于是就睡了。起初林雨是拒绝的，你们别看我，自己的作业自己做。但是冷清雪也发微信来说她没有思路，林雨顿时爬起来给雪雪打微信电话讲解思路。兄弟们，题呢？给我看看，我来做。王军、赵天、钱飞，你特么的刚刚不是还说自己的作业自己做吗？他们好气，但是没有办法，做这题得指着林雨，于是只好把题目发给林雨。林雨给冷清雪一通讲解，然后就得到了他的飞吻。木啊，小雨你真棒，引得王军他们顿时吃了一顿狗粮，冷冷的狗粮在脸上胡乱的拍。王军和钱飞怒瞪林雨，他们也要甜甜的妹子飞吻。至于赵天对此并不是很在意，因为他有对象。哈哈，林雨看着瞪着他的两个人，晃了晃手中的刚刚写好的数学作业。你们的命根子还在我手里，确定要这样瞪着我？顿时俩人的气焰缩了下来。王军猥琐的笑道，宇哥，你可真是个天才，这么难的题说做就做。林雨满意的点头，然后把数学作业递给了王军。王军三人顿时如获至宝一般。翌日下午，冷洁穿戴整齐，戴上口罩和墨镜，走出别墅大门。他要去大学逮林雨了。哈哈，林雨，我倒要看看你到底长什么样，真有老婆说的那么帅。他走向车库，然后开着车子前往魔交大。冷洁开着车子走后，周芳从别墅大门内探出脑袋，他看了看四周，确认冷洁已经开车出发了，他也跑进来车库，开始出自己的白色保时捷，跟了上去。周芳已经猜到自家老公不是那么安分的主，这次回来肯定是找小雨的茬，于是他一直留意着冷洁。于是下午就看到他戴着墨镜和口罩，鬼鬼祟祟地开车出了门。周芳开着车子跟在冷洁后面，发现车的方向就是去往魔交大的方向。周芳顿时拍了拍方向盘，好啊，果然是去找茬小雨。你完了。冷洁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老婆跟踪了，他的心情很好，因为他很快就能到大学逮到林雨了。冷洁把车开到停车场，然后走到大学门口，然后愣住，这怎么找到林雨啊？此时王军和赵天吃完大餐回来，从冷洁身边路过。冷洁看到有2个学生路过，他连忙上去问着王军，这位同学，你认识林雨吗？王军正在和赵天有说有笑地聊着哪个妹子好看呢，结果就被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奇怪大叔问话了，而且还是问的关于林雨的事。王军和赵天仔细地看了看面前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大叔，看不出来长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是好的还是坏人，不过他们有点怀疑这人有可能想做坏事，不然谁没事大白天口罩墨镜一起戴着，看着还有点偷偷摸摸的。王军和赵天互相对视一眼，猜到了对方的想法，然后点点头。这位大叔，你找林雨有什么事吗？我认识林雨，是他的同学，你有事可以先和我说。王军保持着表情笑着说道，先问问他找林雨有什么事再做打算，不问清楚，要是对林雨有危险怎么办？冷洁看到自己随便找的一个路人竟然就是林雨的同学，顿时欣喜若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他欣喜的开口，就连声音里都带着一点喜悦。同学啊，太好了，你是林雨的同学就太巧了，我找他有事，麻烦你帮忙把他喊过来。王军则是继续问道，大叔，你有什么事啊？可以先和我说，我喊他的时候帮你转告给林雨。王军觉得自己必须得打探出这个怪大叔找林雨的原因，他现在更加怀疑这个人了，因为这个故意不说事，只想着找林雨。冷洁身体一顿，他不知道怎么说，总不能自己是来逮林雨的吧？冷洁发现自己这戴的口罩墨镜确实有点可疑，不过没办法，这玩意儿必须戴着，因为雪雪也在大学里，要是给他看到了，岂不是认出自己了？逮林雨这件事必须要做到谨慎，他是来找茬的，可不能随便让人发现，而且更不能让老婆发现，不然他就完了。同学，抱歉啊，我找林雨要说的事不能和你们说，这事关个人隐私，还是麻烦你们去喊一下林雨。冷洁保持微笑的说道。王军闻言，心里的怀疑更加多了，这个人一直不说事情，遮遮掩掩的，一定有问题，他99%是想害于子。作为林雨的好兄弟，他必须这个时候站出来，为他解决这个隐患问题。王军挑了挑眉头，这样啊，大叔，如果是隐私的话，那我确实不方便过问。冷洁也点点头，是这样的，那麻烦同学帮我喊一下林雨。王军笑着拍了拍一旁赵天的肩膀，大叔，不瞒你说，他就是林雨。他觉得这个怪大叔根本不认识林雨，要是认识的话，自己进去找他就行了，还用他们传话。赵天瞬间懂了王军的意思，他开口道，你好大叔，我就是林雨。冷洁顿时一愣，他看了看刚刚站在小胖子身旁一句话没说的赵天，又怀疑的看向王军，小伙子，你逗我呢？我听说林雨长得很帅，他是林雨，眼前的这个人颜值大概有80的样子，但是怎么也不可能是林雨啊。老婆说林雨那小子很帅的，眼前的这个人虽然也还行，但是远远达不到很帅的程度。赵天一听这话顿时不服了，操，
出来帮兄弟，还要被人吐槽颜值。他虽说确实没有宇子那么帅，但也还行好吧。他都找到了女朋友好吧？这人自己戴着口罩和墨镜，还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呢，好意思说我？大叔，你什么意思？我就是林宇，你没事我可就走了呀。赵天一脸气愤地说道。他气愤有2个原因，一是他的颜值真的被人吐槽了，二就是表现他好像真是林宇一样。冷洁看着生气的赵天愣住了，不会吧，这小子真是林宇？王军也拍拍胸脯，大叔，我作证，他就是林宇。那你们怎么刚才不说？冷洁怀疑地问道。大叔，我们刚刚问你要做什么事，你不也没说？你没说有什么目的，我们自然也不会说。刚才你说是隐私的事情，我们这才说出来的。冷洁听着王军的解释，觉得还挺有道理。对方怀疑也很正常，他现在相信面前的人是林宇了。他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赵天，这也没多帅啊，比他自己还差很多。老婆什么审美啊，竟然说这小子比他帅，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冷洁看着面前的林宇，心情舒畅，因为他在颜值方面已经赢了。赵天见此，直接问道：大叔，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没事，我可走了。冷洁一听，把手掏进兜里就要拿出5000万金卡，结果一想，好像没必要了呀。这个林宇长得一般，根本就没有老婆说的那么帅，他到时候直接以颜值为借口挑刺，一定可以让这小子羞愧的自己离开，根本没必要花钱啊。而且大学门口人还挺多的，这种给钱让人走的事还是别做了，影响多不好。他拍了拍赵天的肩膀，没啥事啊，叔就是想见见你，现在见到了，叔先走了。说完，冷洁就迈着步子离开了，只留下一脸问号的2人。王军、赵天，这个人是不是有那个大病？冷洁心情愉悦地走在路上，摘掉了口罩和墨镜，他很开心，那个林宇就那颜值，还好意思和他比，他赢了呀，他甚至不用出手就赢了。真不知道老婆是怎么回事，竟然说林宇比他帅。突然，冷洁兜里的手机响起来电提示，他按下接听键。喂，小陈，有什么事吗？喂，冷董，会议方有新的设计要求，他们点名让你做设计方案。冷洁一愣，他才刚离开就有新要求。好，我知道了，你把设计要求发到我手机来，我来做。半晌，冷洁低着头看着手机里陈秘书发来的设计要求，眉头微皱，还真是麻烦啊。此时林宇从另一边走来，今天下午天宇科技公司喊他开会，耗费了不少脑细胞啊。手机里弹出雪雪的微信消息，林宇拿出手机边走边看，砰的一声，林宇撞上了迎面走来的冷洁，冷洁一个没拿稳，手机从手里滑落，老色批卧槽！林宇则是眼疾手快，瞬间抓住了马上要摔到地上的手机，他把手机递给看着还挺帅的中年男人，抱歉，大叔，刚刚没看路。冷洁看了看面前特别帅气的小伙子，笑着道：没事，小伙子，我刚刚也没看路。冷洁接过林宇递过来的手机，谢谢你啊，小伙子，还好你接住了我的手机，不然我手机又要多一道裂纹了。眼前的这个小伙子看着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是真的帅，哪怕是他冷洁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小伙子比他年轻的时候还要帅一点点。反应也很快，眼疾手快的就接住了他的手机。林宇则是看了看冷洁拿在手上的手机，嘴角一抽。刚刚他接住手机的时候，就看到手机上面有一圈裂纹，不知道什么时候摔的。这手机战损版了，这大叔还真节约，摔成这样都不换新的。林宇并不知道冷洁的手机才摔坏1天，是昨天才摔坏的。冷洁昨天接到老婆的电话，知道女儿被人骗走了，整个人当场惊呆，手机一松，手机掉到地上摔出裂纹。他因为今天急着来逮林宇，所以也没来得及换手机。林宇要是知道因为他的原因冷洁才摔坏的手机，怕是人都傻了。他笑着说道：不用谢，大叔，你手机摔成这样，怎么换个新的？我正想换新的，不过还没来得及换，手机是昨天摔坏的。对于冷洁来说，换个新手机简直再简单不过了，只是他急着来逮林宇，把这件事忘了，而且现在也换不了，我这里有重要文件，这个文件需要立马把它解决才行。冷洁似乎有点苦恼地说道。林宇看了看面前挺帅的大叔，他刚刚接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手机里的内容，是一个关于大公司的经济策略设计要求，这玩意儿还挺简单的。因为林宇脑海内的经济分析技能正在被动地发动着，所以他看到的第一眼就已经想到设计方案了。他看了看面前有点苦恼的冷洁，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点想帮他解决问题。就是有一种感觉要帮帮这个大叔。他林宇一般不是多管闲事的人，不过感觉来了，还是帮一下吧。冷洁拿着手机准备离开了。原本他见到了林宇，觉得自己赢了，心里很爽，结果又遇到合作公司要求要新方案，就有点毁心情。他得赶紧回去解决这件事了。冷洁拿着手机朝林宇微笑道：小伙子，我有事先走了，下次有机会再聊。他对这个长得很帅气的年轻人感官不错，但是他没有时间闲聊了。说完，冷洁转身就走。等等，大叔，我应该能帮你解决那个方案。林宇喊住正要走的冷洁。
冷杰闻言则是一愣，他回头看了看林宇，这个小伙子说能帮他解决方法，这不是闹呢吗？这小伙子看着才20出头一点，且不说有没有工作过，他这个可是经济策略方案，需要很强的经济型经验人才，就算是金融系的高材生也不行，得要有从事金融20年的经验才有机会参与进去。小伙子，你开玩笑吧？或许你看到了我手机里的策略内容，想跃跃欲试，但我这个可不是儿戏。林宇淡淡一笑，大叔，我从来不开玩笑，不信的话，我可以和你说说具体内容，不超过2分钟。他林宇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冷杰看了看比自己年轻时还帅那么一点点的林宇，看到他认真自信的表情，好，那我就给你2分钟。2分钟他还是给得起的，要是1个小时是不可能的。林宇也不含糊，他直接走到冷杰面前，拿起手机，放大屏幕内的内容要求。关于对方的策略要求，我们这边可以大致分为4点：一、利用公司的资源和能力，选定细分市场，精细化产品的质量与品质；二、在保证产品质量与品质的同时，增加产品的创新化，从而占据市场份额；三、创新的同时，保持产品与其他公司的差异化，形成独特的产业链；四、保持产品的多元化，从而摆脱单调的性质，增加市场占有率。林宇不疾不徐地说完这4条策略，时间刚好是2分钟，1秒不多，1秒不少。而冷杰此时已经听得入迷，脑海中已经构建出了大致的方向模型。林宇见冷杰一副愣愣的样子，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大叔，听到了吗？听到了，我听到了。冷杰回过神来，他刚刚听着林宇的分析，脑海中已经有了规划，恨不得现在立马原地开始制作方案。他激动地伸手握了握林宇的手，谢谢你啊，小伙子，真的谢谢你。这一单合作生意有几亿的份额，连我都觉得麻烦。今天我才知道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是什么感觉，是叔小瞧你了，叔在这里给你道个歉。林宇则是毫不在意，他看着年轻，这个大叔这样也很正常。冷杰看着帅气的林宇，脑海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他要把这个小伙子挖到他公司去，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给了他这么大的灵感和启发，前途不可限量啊。小伙子，不知你在哪高就，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林宇一愣，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还没工作呢，而且他已经天宇科技公司了，没必要去别的公司。大叔，我还是个大一新生，没有工作，等我毕业了再去你的公司吧。林宇微笑地说道，他用这种方法婉拒了冷杰的邀请。等他大学毕业后都4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个呢？冷杰闻言一惊，老色批卧槽，这特么是大一新生。冷杰盯着林宇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就差没上手摸了，这特么大一新生，这大一新生搞得好像是已经有2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一样，让他这40岁的中年人情何以堪啊。小伙子，你真是的只是大学生，莫不是诓我的公司其实还蛮大的。冷杰以为林宇觉得他公司不行拒绝他，其实他的公司规模还挺大的。林宇淡淡笑着，真的，大叔，我真的只是一个大一新生，骗你干什么呢？冷杰看着林宇认真的表情，有点遗憾。哎呀，这么好的金融苗子，竟然还是大学生，可惜啊。好吧，小伙子，那真是太遗憾了。你电话多少？咱俩加个联系方式。林宇掏出手机，把号码告诉了冷杰，两人互相加了联系方式。冷杰看到林宇的电话到手，也准备赶紧回去做方案了。得赶紧回去，脑海内的刚刚想好的方案可不能忘了。小伙子，我的灵感正在涌现，我先回去了，下次出来一起吃个饭。冷杰拍拍林宇的肩膀，林宇也是点点头，好的，不论是不是场面话，回答好的就完全没问题。冷杰则是快速朝着停车场走去，灵感，要抓住灵感。他看了看正走得火急火燎的大叔，好笑的摇摇头，然后走向大学的方向。冷杰走到停车场，突然想起来自己没有问那个小伙子的名字，回头看去，停车场离魔郊大有2里远，那个帅气的小伙早就没影了。操，连人家名字都没问，算了，还是办正事要紧。只要有这个小伙的电话，名字到时候就知道了。一辆白色的保时捷跟在冷杰后面，保持着距离。周芳正戴着墨镜坐在车内，观察着老公的一举一动。她一路跟着冷杰来到魔郊大门口，见到冷杰来到大学门口，这可不就是来找小雨的茬吗？周芳恨不得下车当场给他逮住，不过她没有冲过去，而是先观察情况，要是老公说来找学学怎么办？她要等人赃并获再逮。结果她就看到冷杰站在大学门口，和2个她不认识的学生聊了半天，聊了几句后，冷杰就径直离开了。周芳被冷杰这个操作看傻了，老公这是转性了，不准备找小雨的茬了？不可能，她绝不相信，她要看看老公在搞什么名堂。周芳看着冷杰离开大学，她继续跟了上去，然后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冷杰和林宇迎面相撞的一幕被周芳看在眼里，手机都被撞掉了。周芳吓得准备赶紧下车，准备保护林宇，别到时候这俩人打起来了。
结果就看到林雨快速地接住手机还给冷洁，并且两人还面带笑容地交流着。周芳人傻了，这么和谐的吗？接着两人好像在交谈着什么，冷洁的表情也从平淡变成震惊，然后双眼放光。两人的交谈始终保持着笑容，并没有周芳想象的刀光剑影。最后冷洁还拍了拍林雨的肩膀。周芳看到这里彻底懵了，星浩，这父子俩竟然如此和谐有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冷洁告别了林雨，走向停车场，周芳也继续的跟了过去，以防他有什么别的找茬小雨的计划。王军和赵天回到宿舍，发现林雨还没回来，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林雨。此时林雨已经走到大学门口了，他听到手机响起来电提示，他按下接听键。喂，君子，有什么事吗？喂，雨子，刚刚有个怪大叔找你，我问他找你什么事，他就是不说，然后我和老赵合伙忽悠他，没忽悠成功。林雨挑眉，怪大叔？什么鬼？他不记得自己认识大叔，原主的记忆没有。我不造啊，没忽悠到找你的原因，他人已经跑了。王军回答道。那不用在意，可能是什么骗子吧。林雨思考着说道。我觉得也是，那人都不认识你，还嚷嚷着要找你。王军赞同道。两人挂断电话，林雨走在路上，思考着怪大叔是什么鬼。他根本就没有认识过什么大叔。不对，今天倒是认识了一个挺帅的大叔，那人长得挺帅的，应该不是什么怪大叔。夜里，冷洁终于把脑海内的经济策略方案赶制了出来。这次的方案是他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个，这还得多亏了那个帅气的小伙子给他的灵感启发。他把文件发送给了陈秘书。不一会儿，陈秘书发来信息：老板，你真是太厉害了，不仅一下午就做好了方案，还做得这么棒，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来见过最亮眼的一个。冷洁则是没有贪功。小陈，这可不是我做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小伙子给了我灵感。陈秘书疑惑：小伙子有多小？总不能20岁吧？不过他也没有纠结这个，他的任务是里面把这个发给合作公司。别墅书房内，周芳走了进来。老公，忙什么呢？饭菜做好了，出来吃吧。冷洁，他有意的忽略了饭菜做好了这件事。老婆，我刚刚在做合作公司的紧急方案呢，已经做好了。嗨呀，多亏了今天下午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周芳知道冷洁说的帅气小伙就是他家的小雨。哦，那小伙怎么了？老婆，你可不知道啊，那小伙子真是个金融天才，我的这个方案灵感就是他给的，一下子给了4条。我还想拉他来我们公司，结果你猜怎么着？人家还是大意新生，可惜我当时太激动了，忘了问他名字。冷洁颇为遗憾地说道。周芳闻言顿时豁然开朗，难怪这父子俩见面没有打起来，原来压根老公根本就不认识小雨。同时他更加开心起来，没想到小雨的金融天赋也那么好，不愧是经济系的，这样的好女婿到哪找去啊？还好已经被他家学给拿下了。周芳看了看冷洁，老公，那小伙子真的那么厉害？仅仅是个大一新生？是啊，那小伙不仅厉害，还很帅，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帅那么一点点。周芳，是一点点吧？他好笑地看了看表情遗憾的冷洁，这位你欣赏的小伙子，可就是你一直想要找茬的小雨啊？不知道到时候你见到小雨是什么表情？一定很好玩。冷洁看了看在一旁偷笑的周芳，他挠了挠脑袋，有点疑惑地看着他，这老婆怎么有事没事偷笑啊？有点可怕。冷洁作为周芳的老公，自然见过他这样的偷笑，而且还是很多次，每次周芳露出这种狡猾的笑容，冷洁这边就会有出糗的事发生，就很可怕。老婆，你笑什么呢？冷洁看了看自家老婆问道。周芳闻言顿时把笑容收敛，但是嘴角老是憋不住露出笑容，然后又使劲憋着，结果绷不住了，他扑哧就笑得很大声。冷洁，是不是不把我杰哥放在眼里？ Delta， 周芳一边笑一边捂住肚子，因为实在是太好笑了。老公今天遇到的小伙子，就是他要狠狠找茬的小雨。他今天还在这一个劲儿的猛夸小雨，甚至要把人拉进公司里。一个是他很欣赏的帅气小伙子，一个是他很想找茬偷走他女儿的女婿。然而这两者是一个人。周芳脑海里已经想着冷洁见到林雨的画面了，先是惊喜，再是难受，脸一边红一边青，比便秘还难受。老公，没什么，我只是想起高兴的事情。周芳一边笑一边回答着。什么高兴的事情？我家女婿很厉害，是个全能型人才，我很高兴。周芳看着冷洁意味深长地说道。冷洁挑眉，林雨，全能型人才？今天下午他才去大学逮的林雨，全部全能他没看出来，反正那小伙子长得一般，完全没有老婆说的那样超级帅气，甚至都没他帅，太扯了。他现在怀疑老婆审美严重退步。老婆，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冷洁顿时往椅子上一靠，一副大爷的模样。周芳双手抱臂地看着他，表情淡然。摊吧，他倒要看看这老公能摊什么牌。冷洁则是得意地开口，老婆，
我今天下午见看到林宇了，也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婿。周芳眉头轻蹙，啥玩意儿？老公不是不认识小雨吗？怎么又说见过小雨了？叫离谱。周芳看着冷洁，示意他继续说，老婆是见到林宇了，他根本没你说的那么帅，在我看来他甚至很一般，还没我哥家的儿子帅。周芳疑惑，老公你在哪看到小雨的？下午他全程跟着冷洁，冷洁见林宇不就只有一次，而且他还在后面暗中观察，这父子俩相处的还挺好。冷洁也不瞒着，他直接说道，老婆我在大学门口见到的呀，刚好就遇到他了。大学门口？周芳更疑惑了，大学门口他看到了冷洁是和2个他不认识的学生聊天，那2人哪个都不是小雨啊？对，大学门口。那小胖子还挺有警惕心，一开始还问我找林宇干什么，我不说他也不说，最后才知道他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林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冷洁得意洋洋地说道。噗，哈哈哈哈哈！周芳听了冷洁的话，一瞬间就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直接笑出声。原来老公把那个人当成了小雨，那2个孩子估计小雨的同学，以为面前的这个怪大叔要对小雨不利，就忽悠了他。讲真的，就冷洁那副戴着口罩和墨镜的样子，谁看了都觉得这个人很怪。要不是他知道这是自己老公，他不然直接上去就是一拳，先揍一顿再说。冷洁看到周芳又是一顿爆笑，他人都懵了，这咋了？这是今天吃了笑药了？一个笑个不停。不过周芳就是这样的性格，笑点很低，学学也是遗传了他的笑点。老婆你又笑什么？我生气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那个林宇了，他长得一般，你竟然说他比我帅，这小子不行，我不同意。周芳继续笑着，好啊，老公，如果你觉得你见的那个林宇不合适的话，我也没意见。冷洁一愣，卧槽，老婆这是咋了？他不是很喜欢那个林宇吗？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冷洁怀疑的看了看周芳，老婆你认真的？我认真的。周芳淡淡的点头，他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但是那个人又不是小雨。好，老婆，这可是你说的。冷洁兴奋地说道，他觉得自己的家庭地位有所上升。我说的。行了，去吃饭吧，我饭菜都做好了。周芳拉着冷洁就要往餐厅走，冷洁顿时一惊，老婆，我现在不是很饿，能不能等会儿？周芳瞪了他一眼，等一会儿饭菜就凉了，不好吃了。冷洁，凉的和热的没有什么区别吧？你不会觉得热的就好吃吧？周芳瞬间回头，眼里闪烁着红光。老公，你刚刚说什么？没说什么，没说什么。老婆，我去吃饭。冷洁光速跑到餐厅，开始吃饭。哦，差点没嗝屁。另一边林宇回到宿舍内，他刚一回宿舍，王军就冲了上来。于子，你没事吧？没有遇到怪大叔吧？林宇，他看着样子就那么招怪大叔。不过有一说一，他确实长得很帅，有个怪大叔来找他好像也很正常。不过他根本没得怕的，因为他的格斗技巧已经饥可难耐了。自从上次救了岳母大人后，他就没有机会出手过了。林宇拍了拍王军的肩膀，不用担心，君子，遇到我必没他好果子吃。魔都的一栋别墅内，柳玉兰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眼睛盯着电视，但是心里却是在想自家宝贝儿子。后天就是满1周的时间了，希望小雨能带着好媳妇来，不然他就要揍人了。宿舍内，林宇正躺在床上打游戏，突然感觉背后一凉，他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但是具体忘了什么又想不起来。不管了，继续打游戏。辅助，支援我，我巨 C。队友呢？队友呢？开大招啊！大招留着过年啊！半晌，林宇连跪3局奶奶地，不玩了。林宇差点没气的把手机摔了。他的技术明明那么强，那么 carry 竟然还会输，这群队友太垃圾了，带都带不动。什么垃圾匹配机制给他这种队友？林宇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11点了，要睡觉了。他躺到床上，闭上眼睛准备睡觉。半小时后，林宇还没睡着，他脑海里想着，操，连输3局，我好气啊！再打一把，再打一把，赢了是就睡。第一把我应该打龙的，不该跟着他们团，脑子抽了呀。第2把要是直接带线偷塔就好了，不该跟着他们打团。第3把我是大优势，不该浪的，拆塔就行了呀。不行，我要再打一把。林宇顿时从床上坐起来，掏出手机准备再来一把。他拿出手机的瞬间，又转念一想，不对，差点上当了。他是在玩游戏，而不是游戏玩他。他应该控制住自己。林宇想到这里，心里静了下来。他心中默念：系统打开个人面板。正好静下心来，好好查看一下系统面板。他可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查看了。个人面板已打开，姓名林宇，年龄20岁，颜值99，身高185厘米，体重80千克，体质100，技能勇气可嘉，徒手格斗，敏锐思考，
数学建模、经济分析、黑客技术、篮球技术、电脑全维修技术、系统积分5150道具，体质增强胶囊 X3， 气质增强胶囊 X4， 雄风不倒胶囊 X5， 学习强化胶囊 X3， 美食烹饪技能书 X1， 智能分析眼镜 X1， 敏捷运动跑鞋 X1， 冷清雪的黑丝一双，资产10万 RMB，25%天宇科技公司股份，蓝色的透明面板信息呈现在林宇面前。林宇仔细地查看了一番，颜值还是99啊，他这几天太忙了，忘了提升气质了。不过现在还不晚，其实99和100也没什么区别吧。而且颜值到了100会不会太高了？要是有人想找他比拼剑技怎么办？太可怕了，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林宇取出气质提升胶囊，然后磕了一口，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他只觉得脸部有点微微发热，其他的感觉一概没有。系统打开颜值面板，颜值100，林宇满意的点头，还是100看着舒服点。他继续查看着面板，雄风不倒胶囊不知不觉都有5颗了，有点多呀，看了可以随便用了。以前他有这玩意没处使，现在倒是有地方使了。但是他林宇是真男人，从来不借用外物，他对自己有自信，2个小时没问题。所以林宇决定这玩意儿能不用就不用，实在不行再用。林宇查看完面板，发现目前暂时没啥可用的东西，而后又看到最后一型的雪雪的黑丝，他有点想取出来看看，但是突然发觉自己是在宿舍里，可不敢乱取啊。宿舍里还有3个老色痞，这都敢取出来，那胆子是真滴大。这玩意儿有点不太好处理啊，扔了肯定是不可能扔的，他舍不得，就先留在系统空间里吧，等到时候有地方了再把雪雪的这双黑丝放好。林宇检查完一遍面板，然后躺到床上睡觉。翌日7点，林宇睁开朦胧的睡眼，今天又是被自己帅醒的一天啊。与此同时，3个老色痞今天也出人意料的起得很早。王军从床上爬起来了，看了看林宇，宇子，你他妈又变帅了，什么情况？林宇，只是变帅而已，要不要这么震惊？能不能像他一样稳重一点？整天咋咋呼呼的。醒来的赵天和钱飞听到王军的嚷嚷，也看向林宇。卧槽，宇子，我怎么感觉你变帅了好多？他们以前也发现林宇有变帅一点，但是今天好像帅得更明显了很多。林宇挑眉，看来这颜值100和颜值99区别很大啊，100比99提升了不止1星半点，连这群憨憨都看出来了。他表情平静地说道：淡定，都淡定，这点小事就一惊一乍的，那能行吗？变帅而已，很正常。王军、赵天、钱飞，瞧瞧，这是人说的话吗？他们也想变帅，尤其是赵天。赵天自从那天被那个怪大叔嫌弃颜值，就很生气。他虽然没有宇子那么帅，但也还行好吧。林宇去卫生间洗漱，同时心里松了口气，还好，这群老色痞只是觉得他帅，没有和他比拼剑技的想法，不然就太可怕了。林宇洗漱完毕，走到宿舍楼下，冷清雪一如既往的在楼下等着他，犹如俏丽的高岭之花。他看到林宇下楼的瞬间，心中猛地一跳，扑通扑通的，犹如一只小鹿在乱撞。哇，老色痞小雨儿今天怎么这么帅啊？林宇走到宿舍楼下，就看到雪雪已经俏丽在那边等着他了。他刚准备喊一声雪雪，结果就看到冷清雪双眼放着红色的光芒，直接一路冲了过来，那眼神跟要立马冲过来把吃了他一样。小雨儿，老色痞冷清雪一个飞扑就扑到林宇怀里，然后抱住他的身体。林宇好笑的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怎么了雪雪？搞得跟饿虎扑食一样。小雨，你今天好帅啊，帅的我的都心动了。冷清雪双目放光的盯着林宇说道，他现在很想把林宇吃干抹净。林宇挑眉，哦，那这么说你以前不心动吗？冷清雪完全会回答送命题，以前也心动，但是今天更心动。今天的小雨儿比昨天更是帅了不少，尤其是她还有一种成熟的气质。哼，算你会说话。林宇掐了掐冷清雪的粉嫩的小脸，冷清雪则是小脸一鼓，她伸出白嫩的小手掐住林宇的腰部，说，小雨儿，你是不是背着偷我整容了？林宇，他上哪去整容啊？而且整容哪有这么快的？一天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提升，显然不可能啊。这样想来，系统的道具确实是很神奇啊。林宇不甘示弱的捏了捏冷清雪的水蛇腰，雪雪，这一天时间我上哪去整容啊？我这明显是天生的帅气，懂不懂？冷清雪小脸鼓鼓的，啧，看不出来小雨儿也挺臭美啊。走，咱们去早餐。冷清雪拉着林宇走向食堂。食堂内，冷清雪和林宇找到一张桌子坐了下来，两人面对面坐着。冷清雪吃一口小笼包，喝一口粥，然后再看一眼林宇的脸，他的眼里依旧冒着红光。林宇看得有点害怕，卧槽，这颜值提升到了100，效果有点显著啊。雪雪怎么是一副要吃了他的眼神？林宇吃了一口小笼包，
然后敲了敲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认真吃饭，看我干什么？吃饭还开小差。冷清雪则是漂亮的大眼睛一直盯着林雨。我不管，我就要看。这么帅气的小雨还是她男朋友，她不看谁看？林雨，他对此没有办法，自己女朋友看自己，难道还不让他看？小雨儿，我和你说过一件事呗。说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有事就说。是这样的。冷清雪刚要说出口，结果就停住了。林雨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了雪雪？冷清雪歪了歪小脑袋。星浩，我忘了要说啥了。林雨一愣，他好笑地看了看冷清雪。雪雪，你这是什么品种的小笨蛋啊？到嘴边的事你能给忘了？冷清雪闻言，小脸顿时一鼓。我才不是小笨蛋，都怪你小雨儿，是你太帅了，影响到了我的思考。冷清雪这说的是真话，她刚刚10秒钟有9秒在看林雨。林雨傻了，他竟然无言以对。长得帅也背锅，是他没有想到的。好，我的错，我的错，慢慢想。冷清雪也使劲回想着刚刚要说的事，她看了一眼林雨。哦，我想起来了。是什么事？小雨儿，咱们同居吧，咱们俩一起去大学旁边弄一个房子住。林雨夹住小笼包的筷子瞬间停住，他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美丽的雪雪。雪雪，你认真的？同居可不是件小事。冷清雪点点小脑袋。我当然是认真的呀。他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是深思熟虑过的。昨晚在宿舍想了一晚上，他已经爱上林雨，想要多点时间和她在一起。每天晚上两人还得各种回到自己的宿舍，那也太麻烦了。既然如此，那当然要同居了。而且同居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可以看到对方的习惯啊、喜好啊。林雨看到冷清雪认真的小表情，知道他是想好的。对此，林雨肯定不会拒绝，傻子才会拒绝好吧？这种事自然是他这边比较赚。其实林雨也想同居，一来他想和雪雪多一点时间在一起，二来嘛，宿舍确实有点束手束脚，让他有点施展不开。好，雪雪，那就听你的，咱们下午就可以去找同居的房子。下午冷清雪和林雨俩人是都没课的。好，星浩，冷清雪很开心，马上就能和林雨住在一起了，那肯定开心啊。两人吃完早餐，并肩走向教学楼。突然，前方一阵躁动，只见张婷婷带着她的闺蜜从前方路过，身后还跟着一众舔狗。婷婷女神，早餐吃了没？吃我这份吧。你起开，婷婷女神要吃也吃我这份。林雨看着这场面，心中无语。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张婷婷似乎心有所感地看向冷清雪的方向，然后就看到了林雨。看到林雨的瞬间，她呼吸一顿，因为眼前的林雨变得更帅了，帅得好像在发光。她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后面的闺蜜没发现张婷婷不动了，差点撞到她。婷婷，怎么了？哦，没什么，我们走。张婷婷回过神来，心情复杂的带着众人离开了。林雨对此没有什么感觉，这连小插曲都算不上。我们走吧，雪雪。两人走到阶梯教室，林雨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提示音，他拿出来一看，是老妈的电话。喂，老妈，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小雨，我觉得你最好不要让妈提醒你。电话那边的柳玉兰语气微寒。林雨一愣，然后瞬间想起来什么。老色痞，明天是带雪雪见老妈的日子。林雨脑海中瞬间回想起1周前他和老妈的约定。1周前老妈打电话来，让他带着女朋友给他看看。林雨是满口答应了，其实不答应也不行，因为他都说了有女朋友了，且不说他现在有雪雪了，就是他不认识雪雪，那也得带个女人回家给妈看看。男人就是要说话算数。不过在答应老妈之后，林雨就和雪雪去见岳母大人了。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搞得林雨有点忙，结果就把这件事忘了。电话那边的柳玉兰一听宝贝儿子顿住了，半天没个回应，瞬间柳眉倒竖。他觉得宝贝儿子又把他说的话给忘了，根本没有准备把女朋友带过来，或者小雨根本就没有女朋友，全都是忽悠他的。好啊，小雨，你是不是把那件事忘了？妈妈很生气。林雨瞬间回过神来，开玩笑，他确实把这件事忘了，不过今天老妈打电话来，也算是变相的提醒了他。他瞬间想起来了，所以不算忘。不过他听出来老妈是真的生气了，得好好说话，不然老妈生气是要揪他耳朵的。老妈虽然很温柔，但是真要是生气了，那也会揪耳朵的，不过并不是很痛就是了。林雨表情不变，淡定的说道：嗨呀，老妈，你想到哪去了？我怎么可能忘了你说的事呢？我就是忘了谁说的事，也不会忘了老妈说的事啊。柳玉兰一听这话，心里舒服了很多，不愧是她的宝贝儿子，还是听她的话的。不过她还是继续问道：小雨，那你说说妈要你干什么事来着？嗨嗨，那个那什么。林雨清了清嗓子，故作迟疑。柳玉兰见此，眉头一挑：好啊，小雨，你果然忘了妈妈的话。妈，我没忘，不就是带女朋友回去见你吗？看把你急的。
林雨看老妈急了，直接说出答案，就皮这一次很开心。柳玉兰，她这才知道宝贝儿子是在逗她玩。这个小雨上大学才2个月，就这么皮了，到底是谁带坏了我的宝贝儿子？别让我逮到！此时站在林雨身旁，听着他打电话的冷清雪突然感到一身恶寒，有点瑟瑟发抖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人要对他不利。他抱紧林雨的腰部，然后摇了摇头。这里又有谁能对他不利呢？除了老妈，他根本没在怕的。林雨见老妈不说话，就继续问道：老妈，怎么样？我是不是把你的话记得好好的？柳玉兰白了手机一眼，哼，还算听话。老妈，我这可是很听话了。好好好，小雨，既然你记得，那妈也不说什么了。明天可得把女朋友准时带过来给我看哦。好的好的，母亲大人，我明天一定准时把人带到。林雨点头答应着。对了，老妈，你还没说把人带哪去给你看呢？总不能咱们3个在路边见面吧？柳玉兰扑哧一笑，你这孩子急什么？我正要说呢。小雨，你把对象带到家里来，妈亲自下厨给你们做晚饭。见面自然是在家里见面。柳玉兰倒不是不愿意花钱去大酒店见儿媳妇儿，她反而觉得自己亲自下厨做饭才有诚意，毕竟是见儿媳妇儿，那必须得诚意满满啊。而且她对自己的厨艺很自信，儿媳儿应该会喜欢的。说到儿媳妇儿，柳玉兰就想到了那天见到的雪雪，那可真是个好丫头啊，人长得那么漂亮，比她年轻的时候还漂亮，又乐于助人，善良勇敢，真想把她骗过来做儿媳妇儿。可惜人家丫头已经有男朋友了。到底是谁拱了这么好的白菜？别让我逮到！好的，老妈，我知道了，晚上我会把人带过去的。林雨也点头表示同意。老妈和岳母大人想法还是不一样的呀。岳母大人直接把他们拉到大酒店吃饭，而老妈则是亲自下厨在家吃饭。林雨觉得这俩人都很有诚意。林雨不知道的是，周芳其实也想亲自下厨，让雪雪带小雨回家吃饭的。她也是认为亲自下厨是最有诚意的。不过她知道自己做饭难吃，可不想第一次见女婿就把人家吓到，才点了一家豪华大酒店见女婿。不过现在没问题了，现在已经和小雨熟悉了，所以周芳决定下次让小雨来家里吃饭，她亲自下厨。好的，乖孩子，你忙你的，妈不打扰你了，拜拜。拜拜老妈。两人挂断电话，冷清雪站在一旁，眨着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林雨。小雨儿，阿姨是不是说要见我啊？她刚刚站在林雨旁边，她自然听到了林雨打电话的内容。是啊，雪雪，小笨蛋还挺聪明的嘛。林雨伸手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冷清雪确认了这件事，心中有一点点小紧张，毕竟是传说中的婆婆大人要见她，那能不紧张吗？不知道婆婆大人凶不凶，好不好相处，会不会欺负她啊？冷清雪想到这里，又看了看林雨。小雨儿，那阿姨还说了什么？林雨看着雪雪一副有点小紧张的样子，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我妈还说了，我带回家的儿媳妇，她要不是不满意，她就狠狠地欺负她。冷清雪顿时脸色发白，她感觉这话好像在哪里听过，但是又记得不是很清楚。雪雪，我逗你的。林雨直接笑出声，太笨了吧，同一个当竟然上2次。冷清雪瞬间小脸一鼓啊，又骗我。她伸出白嫩的小手掐了掐林雨的帅脸。小雨儿，你等着，我要向婆婆大人告状。冷清雪在心里暗暗地想着，她要偷偷地向婆婆大人告小雨的状。虽然她还不知道婆婆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告状。让你骗我，还骗我2次。林雨要是知道冷清雪心中的想法，肯定得吐槽，明明就是雪雪自己笨，上了2次当，这也能怪她？两人打闹了一会儿，然后走进阶梯教室。教室内的众人看着林雨和冷清雪并肩走来，也见怪不怪了，他们已经习惯了。秀恩爱吧，秀吧，狗是秀不死的。冷清雪和林雨坐到桌边，数学老教授也从后面走开，教室瞬间安静下来。老教授拿着教鞭打开投影仪，大家前天的数学作业完成的不错，就是内容有点像。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那可不是一样吗？作业答案的来源都是来自于王军的。那天班级群里都在哭天喊地的说数学好难，结果王军闪亮登场，拯救世界，把答案发了出来。他狠狠地装了一下，就很爽。不过王军的答案来源也是来自于林雨，林雨对此则是无所谓。不过老教授没有说什么，而是继续上课。那道难题就是他故意布置给林雨的，其他人做不来也很正常。果然不出他所料，林雨还是做出了那道题，他很欣慰。2节课后，下课铃响，学生们一哄而散，林雨和冷清雪也一起走向食堂吃午餐。吃完午餐，两人分开回到各自的宿舍。这个时候，冷清雪想要同居的意愿就变得越发强烈。下午没课，林雨一反常态，甩掉他的大裤衩子和拖鞋的穿戴整齐，一副名流的模样。王军人都看傻了，鱼子，你干嘛去啊？穿成这样，不会是和冷校花去约会吧？
林雨挑眉，差不多吧。他总不能说自己是和雪雪去买房子吧？那他们岂不是酸死了？兄弟们以为你是去约会，结果你他妈跑过去买房子，就离谱。林雨决定直接买房，租房太麻烦了，哪怕有钱付高额房租，那房子也是别人的。对于林雨来说，用别人的房子就束手束脚的影响他发挥，而且买房不亏，房子这种东西还是保值的。王军看林雨真的是去约会，露出猥琐的笑容。鱼子，抓住机会。他虽然是个单身狗，没有对象，但是他也是有理论技术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林雨，王军好像误会了什么，但是他也懒得解释了。他走到大学门口，看到冷清雪正立在门口边等着他。冷清雪头戴一顶遮阳帽，身着白色长裙，脚下踩着一双鱼嘴高跟，露出晶莹剔透的小脚趾。小雨儿，我都等你1分钟了。冷清雪上前挽住林雨的手臂，小脸鼓鼓地说道。林雨好笑，他刮了刮冷清雪的小鼻子。1分钟都等不及啊？对啊，我现在迫不及待要去买房了。冷清雪点点小脑袋，走，咱们快点出发。他直接拉着林雨就走出大学，两人并肩走在路上，像极了一对名流夫妇。1小时后，林雨和冷清雪来到房产公司的售楼处。这是魔都最大的售楼处，建筑高耸入云，内部的装潢大气磅礴，金碧辉煌。一个业务员小姐姐看到来了一对看着很有气质的夫妇，连忙迎了上去。那个男人长得太帅了，他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帅气的男人，而且举手投足间都透露出一股气质。男人身边的女人也是一个比女明星还好看的大美女，身材高挑，气质优雅。这俩人一看就是贵人啊！在售楼处干了这么多年，他这点眼力见都没有，那就别干了。小姐姐连忙迎了上去，两位需要什么帮助吗？小姐姐对着林雨和冷清雪说着，但是眼神时不时地偷瞄着林雨。她心中感叹，这么帅的男人竟然有老婆了，不过他老婆也很漂亮就是了，这两人很配。冷清雪看到业务员小姐姐的眼神，暗暗地用小手掐了掐林雨的腰，小声道，小雨儿长这么帅干什么？下次出门把你脸蒙起来。林雨，超，长得帅也是我的错，他找谁说理去啊？冷清雪掐完林雨，然后笑着挽住他的手臂。业务员小姐，我们是来买房的。小姐姐点头，好的，那么请问你们的需求是什么？房子的位置、面积、采光都有要求吗？有的，房子的位置要在魔交大周围，距离越近越好。至于采光和面积没什么要求，我们要买别墅。林雨此时开口说道。业务员小姐姐连连点头，好的好的。买别墅，大生意来了啊！这夫妇一出手竟然就是买别墅，这要是谈成了，他也能拿到不少啊。业务员小姐姐此时的态度更加恭敬了。好的，先生、女士，跟我来，这边是魔交大附近的别墅区盘。他带着林雨和冷清雪走到一块巨大的沙盘周围，旁边也有不少人在走走看看。冷清雪挽着林雨的手臂，表面上姿势优雅高贵，其实她漂亮的大眼睛正盯着这些沙盘看个不停。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自己买房，有点小兴奋。林雨则是很淡定，虽然她也是两世第一次买别墅，但是气度不能丢，要优雅。业务员小姐姐跟在冷清雪和林雨身后，和他们一起看着沙盘的位置。为了调节气氛，她主动带起话题，这种大客户必须要服务好啊。先生、女士，你们购房的位置是在魔交大周围，你们是想要买学区房吗？真好啊，为了孩子早做准备。林雨、冷清雪，老色痞，他们自己都还小，哪有孩子啊？林雨听到业务员小姐姐这话，看了看冷清雪火辣性感的身材，有点微微燥热了起来。冷清雪感受到林雨的目光，则是小脸微红。他们自己都还小，哪来的孩子啊？不过小雨儿要是愿意，也不是不可以。林雨反应过来，她清了清嗓子，嗨，是这样的，就是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所以我们早早的就准备好学区房。既然业务员都这么说了，他自然借坡下驴。难道他还要说我们没孩子，这房子是买给自己的？那岂不是让话题很尴尬？但凡一个高情商的人也不会说这种话，更何况你说房子买给自己的，接下来要怎么解释？说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跑来了买房，说出来谁信啊？而且解释起来也很麻烦。那真是厉害，先生是未雨绸缪啊。业务员小姐姐赞赏地说道。冷清雪听得一愣一愣的，小雨儿说的跟真的一样，她不会真的早就想到买学区房了吧？真是个顾家的男人。林雨，没错，正是在下。业务员小姐姐继续说着，是啊，等孩子考上大学，家就在大学门口，都不用住宿了，每天下课就回家。不过魔交大要求很高，很难考。林雨和冷清雪闻言对视一眼，有点疑惑，很难考吗？还好吧。业务员小姐姐瞬间愣住，啊，这二位不会是魔交大毕业的吧？林雨和冷清雪淡淡的点头，虽然他们才大一，但迟早会毕业，所以这么说没问题。业务员小姐姐恍然大悟，怪不得呢，父母两人都是高材生，
孩子考上魔交大也是很简单吧？冷清雪和林雨在沙盘附近逛了半小时，最终找到一栋建筑外形很符合他们审美的别墅。别墅周围环境也很不错，离大学的距离也只有1里路，走路10分钟就能到。小雨儿，就是这栋，买它！冷清雪伸出小手指了指一栋小模型。林雨闻言好笑，买什么呀，雪雪？咱们还没具体看看呢。他喊来刚刚到业务员，业务员小姐，我们要这栋。业务员小姐在旁边一看，这栋啊，先生眼光真好，这栋算是质量比较高的别墅了，不过因为价格偏贵，一直留到现在。我这就带先生和女士去看看。半晌，女业务员带着冷清雪和林雨来到他们选的别墅。眼前的别墅分为上中下3层，整体建筑呈白色，一眼看下来既辉煌大气，又不失端庄典雅。别墅内还配备游泳池等设施。冷清雪微微点头，凑到林雨耳边小声说道：小雨儿，这个别墅这么看还可以，比我家的小一些，但是住我们2个应该够了。林雨颔首，这别墅比他家的也小了些，不过2个人刚刚好。雪雪，咱们进去看看。2人走进别墅内部，内部装潢的风格整体以白金色调为主，看着偏暖色系，让人看着很舒服。别墅内环境整洁，房间设施很齐全，主卧室特别大，足足有100平，冷清雪对此很喜欢。主卧一定要大，整体装潢风格比较符合冷清雪和林雨的审美，后续的一些地方可以改一改。小雨儿，买它。好，买了。林雨招来业务员小姐姐，当即交上资料，当场买下这栋别墅，结果被冷清雪抢着付了款，一共是1000万。小雨儿，不要动，让我享受享受富婆的感觉。她的积蓄还是够的。林雨姐姐，你这样搞得我真不想努力了。算了，下次再买栋大别墅，她付钱。业务员小姐姐和林雨签完一系列文件。先生、女士，这栋别墅你们后天就可以入住了。好，冷清雪很开心，后天就可以和小雨儿一起住了。林雨手续办完，准备带着雪雪离开，脑海内响起一道电子音，宿主到达新买的别墅是否签到？林雨心中默念：签到。恭喜宿主获得1000系统积分，雄风不倒胶囊 X2， 美容养颜面膜 X3。林雨看着系统奖励，点点头，这系统奖励真不错。而后他带着冷清雪回到大学。翌日下午，冷清雪脸上画上淡淡的妆容，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裙，带着一点紧张立在大学门口，马上要见婆婆大人了，好紧张。林雨则是随意的穿着大裤衩子和拖鞋走了过去，回自己家见老妈，穿拖还足矣。林雨看到冷清雪的一瞬间，心跳加速，她的绝美容颜因为淡淡妆容的点缀，显得更加美丽动人。雪雪，我们走吧。林雨牵着冷清雪的手，出发前往自家别墅。此时，柳玉兰已经做好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静静的等待着林雨回来。16菜一汤，接儿媳妇儿的最高规格。半小时后，柳玉兰微微皱眉：臭小子，骗我！突然，别墅内门被打开，林雨带着冷清雪冲进家门。老妈，我回来了。柳玉兰连忙从餐厅走了过去，看到林雨的一瞬间就呆住了，而后表情变得特别惊喜。雪雪，冷清雪见到柳玉兰也是一愣。兰姨，原来小雨儿的妈妈是兰姨，怪不得她看着那么像呢。柳玉兰连忙走上去，拉着冷清雪的手就走进客厅，生怕她跑了，脸上还带着温柔的笑容。来来来，雪雪，快进来坐。小雨这孩子总算干了件正事儿。林雨此时则是一脸懵逼，他看了看母慈女孝的母女俩，老色痞雪雪和老妈竟然背着他偷偷认识。林雨看到眼前雪雪和老妈母慈女孝的场面，整个人都是懵的，他脑海内直接就是来一个疑问3连：我是谁？我在哪？发生什么事了？雪雪和老妈竟然认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竟然不知道，太离谱了吧！老妈和雪雪竟然背着他偷偷认识，而且俩人关系好像很好的样子。此时柳玉兰已经把冷清雪拉到客厅，两人正坐在沙发上聊着。林雨关上门，然后换了双拖鞋，跟着走进了客厅，然后坐到老妈身旁。冷清坐在柳玉兰右边，林雨坐在柳玉兰左边。柳玉兰握住冷清雪的小手，开心地说道：雪雪，阿姨真没想到小雨的女朋友竟然是你，真是太好了，阿姨可就盼着你做儿媳妇呢。冷清雪看到如此热情的柳玉兰，心里也很开心。兰姨竟然是小雨儿的妈妈，也就是自己未来的婆婆，那可不得开心吗？冷清雪那天出手帮柳玉兰抓小偷，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阿姨，觉得她有一股亲切的熟悉感，好像在哪见过一般。现在她才恍然大悟，那可不见过吗？兰姨就是小雨妈妈，能不熟悉吗？林雨跟柳玉兰长得有7分像，她觉得自己太笨了，这都没看出来。冷清雪冲着柳玉兰甜甜一笑：兰姨，现在知道你是小雨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呢。幸好冷雪这说的是真话，不是什么客套话。柳玉兰做她的婆婆，她是真的很高兴，因为兰姨那么漂亮那么温柔，她超喜欢的。兰姨是真的温柔，比老妈好多了。老妈会把她做成小猪，但是兰姨肯定不会。而且还有一点，
冷清雪原本被林雨说了婆婆大人可能会很凶，她其实是有点害怕的。她在想，婆婆大人要是欺负她该怎么办？而她见到柳玉兰的瞬间，心中的这个想法就无了。因为兰姨这么温柔的人，怎么可能会欺负她呢？她现在根本没在怕的。柳玉兰听到雪雪说也喜欢她，她心中更欢喜就好。好雪雪，真是好闺女，阿姨可太喜欢你了。说着，她又瞪了林雨一眼。真是的，小雨，你怎么不提前妈说是雪雪要来？林雨一愣，我操，这也能怪我？老妈根本没问好吧？林雨决定不背锅，老妈，你也没问我呀，我怎么说？你这孩子，妈不问你就不说吗？林雨，老妈，你不问我怎么说？柳玉兰拿手指轻轻点了点林雨的额头，反正怪你，妈要是早知道雪雪来，就直接做32菜一汤了，16菜一汤太寒酸了。冷清雪在一旁偷笑，兰姨，那更不能告诉你我要来了，不然太破费了。16菜一汤已经够豪华了。柳玉兰闻言温柔地笑道，雪雪真懂事，姨更喜欢你了。嘿嘿，兰姨，我也喜欢你，你好温柔，比我妈好多了。我妈特别暴力，动不动就要揍我，我们要是有你一半温柔就好了。冷清雪露出笑容，直接把老妈的事情抖了出来。柳玉兰听到这话有点想笑，雪雪这孩子真可爱，看来亲家母还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啊。林雨坐在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好家伙，雪雪竟然当着老妈的面说岳母大人暴力，好大的胆子。随即林雨露出邪恶的笑容，他要把雪雪当着老妈的面说岳母大人暴力这件事记下来，这样他就拿捏了雪雪了，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报告给岳母大人。结。林雨露出邪恶的笑容，结果被柳玉兰看到了。柳玉兰伸手掐了掐林雨的脸，小雨，你想什么呢？笑得那么坏。林雨瞬间表情变得严肃，没什么，老妈，我就是想起高兴的事情。柳玉兰则是嗔怪地看他一眼，臭小子，上个大学人变皮了不少。林雨听到这话顿时不服了，老妈，是雪雪把我带皮的，她可皮了。柳玉兰闻言看了看身边的冷清雪，冷清雪眨着漂亮的大眼睛，一脸文静地看着婆婆大人，一副乖巧小女生的模样，就突出一个文静优雅大家闺秀。林雨一愣，卧槽，女人你好会演。雪雪这演技，奥斯卡要是不给她发个影后，林雨特么的直接把奥斯卡买下来。柳玉兰看完冷清雪，又掐了掐林雨的脸，臭小子，人家雪雪多文静啊，还说人家皮，我看是你皮，还想赖人家。林雨、冷清雪在一旁捂住嘴偷笑，然后还给了林雨一个得意的小眼神儿，好像在说，小雨儿，人家可是很文静的，你可不许乱说哦。林雨自然看到了冷清雪得意的小眼神儿，但是老妈没看到，好气哦，明明雪雪才是最皮的。不过这个女人确实文静的时候还挺文静的，但是皮的时候是真皮，一个动若疯兔就可以形容。操！林雨觉得自己的家庭地位受到了挑战，不行，她要挽回自己的家庭地位。她坐在老妈身旁，直接嗷了一嗓子：老妈，我饿了，我要吃饭。柳玉兰听到林雨嗷一嗓子，有点好笑，你这孩子，好，吃饭。她摸了摸林雨的脑袋，温柔地说道。林雨瞬间得意，看来还是她的家庭地位更高啊。冷清雪则是觉得小雨儿很可爱，果然回来家就是不一样。柳玉兰看向冷清雪，走，雪雪，咱们去吃饭，菜都快凉了。好，星号。三人来到餐厅，餐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足足有17道，妥妥的16菜一汤。冷清雪看了看的色香味俱的16菜一汤，忍不住心中感叹：嗨呀，老妈要是能做出这其中一道菜，也不枉她练了10几年的厨艺，可惜做不出来。有时候人和人差别比人和猪的差别都大。老妈做的菜那么难吃，婆婆大人做的菜一看就很好吃。此时魔都的一栋别墅内，周芳正在厨房里鼓捣菜式，她要等小雨来家吃饭的时候露一手，结果突然打了喷嚏。是谁在说我坏话？是不是雪雪？别墅餐厅内，冷清雪和林雨坐到餐桌前，柳玉兰和冷清雪两人一左一右坐在身边，把她包围住。柳玉琴给林雨和冷清雪一人加了个大鸡腿儿，来，小雨、雪雪多吃点。冷清雪夹着大鸡腿儿就咬了一口，她顿时双眼一亮，没想到婆婆大人的厨艺这么好，比老妈好多了。好吃，兰姨，你做的菜好好吃哦，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我妈做的菜，狗看了都摇头。冷清雪一边吃的小嘴流油，一边说道。柳玉兰听得心中高兴，没有一个热爱烹饪的人会对被夸做菜好吃无动于衷，如果有，那还是夸得不够狠，而且夸她的人还是自家儿媳妇儿，她就更开心了。与此同时，她又有的好笑，亲家母的厨艺看来是确实是一言难尽啊，看把孩子饿的。柳玉兰又加了2份菜给两人，雪雪好吃就多吃点，还有小雨也是。林雨在一旁一顿干饭，老妈，还是你做的菜好吃，我吃了2个月食堂了。说话的同时，
林雨默默在心里把雪雪刚刚说的话记了下来。雪雪刚刚又当着老妈的面说岳母大人做饭难吃，这她必须记下来啊，以后就可以用这个拿捏雪雪，以备不时之需。结。1小时后，三人吃完午饭，桌上还剩了不少菜，16菜一汤的规模确实不是3个人就能解决的。不过这也是柳玉兰的诚意表现，这些菜不会浪费，可以留着第2天吃。冷清雪摸了摸自己的小肚皮，这次她吃了8分饱，比以前算是吃的多了。这里面有2个原因，一是兰姨做的菜确实好吃，她就多吃了些；二是3人一起吃饭氛围很好，她心情很不错，自然而然就开胃了。柳玉兰拉着冷清雪到沙发上坐着聊天，林雨也开口道：“老妈，雪雪，快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的认识的？”柳玉兰嗔怪地看了宝贝儿子一眼，手指戳了戳他的脑袋，说什么呢？还偷偷认识？妈和雪雪是正大光明的认识的。雪雪，你说对不对啊？对，兰姨，我们是正大光明认识的。接着柳玉兰就把和冷清雪在超市里帮她抓小偷的事说给林雨听。林雨挑眉：“雪雪，你好笨哦，我和老妈长得那么像，你这都没认出来。”冷清雪可听不得这话，她大多数时候都机智的一批。哼，小雨儿，你不也一样笨？我和我妈长得更像，你不也没认出来？林雨顿时说不出话。操，好像是这样，她和老妈长得像，但是是母子，认出来的难度大一些。雪雪和方怡2个人是母女，难度简单很多。这样一对比，她好像比雪雪还笨。柳玉兰看着2个孩子这副模样，露出微笑，真是天生一对啊，太配了。该说不说，她眼光真好，一眼就相中了雪雪。雪雪，和姨说说，你家里是什么情况？兰姨，我家那边我爸开了家公司，我妈是总经理，家庭条件还算可以。冷清雪有条不紊地说道。那好啊，那太合适了，咱们这边家庭都合适。小雨他爸爸也开了公司。柳玉兰知道雪雪的家庭情况后更加欣喜了。其实她觉得门当户对不是很重要，但是女方真的和他们家门当户对了，那就再好不过了。雪雪啊，你父母那边对小雨是什么样的看法？冷清雪闻言看了林雨一眼，老妈对小雨儿那可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啊，真是把她当亲儿子看，搞得她家庭地位都下降一点。兰姨，我妈她可喜欢小雨了，还说我要是欺负小雨，她直接就把我揍成小猪。柳玉兰一听，心中骄傲，她儿子那么帅，谁能不喜欢她儿子呢？她摸了摸冷清雪的小手，雪雪，没事，姨这边也一样，小雨要是欺负你，兰姨也帮你揍他。Delta， 姨罩着你。谢谢兰姨。坐在老妈身旁的林雨微微一愣，操！局面反转了属于是。柳玉兰又继续问道：“雪雪，你爸呢？他对小雨怎么看？”冷清雪歪了歪小脑袋，思索了一下，不知道呢，我爸在外面出差，还没见过小雨。不过他的意见不重要，我和老妈同意就行了。柳玉兰听到此话，也点点头。那咱们2家差不多，小雨他爸的意见也不重要。林雨听到老妈这话绷不住了，2个老爸也太惨了点吧，妥妥的地位。此刻，远在外面出差的林文和正在公司里冷洁同时打了喷嚏，他们有点疑惑，然后又继续着手头的工作。半晌，柳玉兰和冷清雪继续聊着。冷清雪看了看身旁的林雨，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兰姨，你好温柔，一点都不像小雨说的那样凶狠，喜欢欺负媳妇儿。柳玉兰一听这话，柳眉倒竖。好啊，这个臭小子竟然说妈妈坏话，诋毁妈妈温柔的形象。他伸手轻轻捏住林雨的耳朵，小雨，真的是雪雪说的那样吗？林雨顿时一惊，老色皮卧槽，背刺！雪雪这是赤裸的背刺。他看了看冷清雪的方向，只见雪雪正坐在老妈背后，像只小狐狸一样偷笑。好坏的雪雪，等着！还好我记录了你说岳母大人的坏话。林雨立刻抱住柳玉兰的手臂，老妈，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不要听雪雪瞎说，我给你准备了礼物。说着，林雨从怀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份包装极其精美的面膜，送到柳玉兰面前。当当当，美容养颜面膜送给老妈。林雨变着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从系统那签到得来的美容养颜面膜，然后献宝一样递到柳玉兰面前。林雨把美容养颜面膜递给老妈，同时心中得意，嗨呀，还好她机智的一批，在老妈要揪她耳朵时候，直接掏出这个只要是女人都拒绝不了的神器给老妈。雪雪，这个仇我记下来了，等我告诉岳母大人，你当着老妈面说她坏话。林雨对她手中的面膜很自信，她相信老妈不可能不心动。女人对美容养颜这4个字可是毫无抵抗力的，没有女人能对美容养颜说不，如果有，那就再增加分量。这可是系统出品的美容养颜的面膜，那质量一定很不错，系统出品一定精品。虽然林雨还没有见过这么美容养颜面膜的具体效果，但是见名字就是可见一斑。系统的道具名字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比如还在宿舍里的喝不完的快乐水，那是真的喝不完还会自己长，还有美味的冰淇淋，那是真滴美味，
没啥特点，就突出美味2个字。对于雪雪这种爱吃冰淇淋的人，简直就是降维打击，馋得她不要不要的。所以这美容养颜面膜是一定美容养颜效果很强。柳玉兰和冷清雪看着林雨变戏法似的，从怀中掏出一盒包装特别精致面膜，两人都看得一愣一愣的，感觉很神奇的样子，两双漂亮的大眼睛就盯着林雨。冷清雪直接伸出小手摸了摸林雨的胸口，小雨，你是不是在胸口装了个口袋？林雨和冷清雪一起回家的时候就穿了大裤衩子和拖鞋，上身就套个外套。她刚刚从怀里直接拿出来一盒面膜，就跟变魔术一样。柳玉兰则是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宝贝儿子终于想着妈妈了，还知道给妈妈带礼物。这面膜她很喜欢，包装盒很好看，而且她还好奇地看了看宝贝儿子，没想到小雨上大学才2个月都会这么精妙的魔术手法了，真不错，当妈的很开心。林雨则是好笑地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别摸了，我胸口没口袋，不信你看。林雨把外套敞开，露出胸口的衬衣，衬衣并没有口袋。冷清雪一愣，小雨，你竟然会变魔术？林雨捏了捏冷清雪的小鼻子，雪雪，什么叫我竟然会变魔术？我早就会了好吧。林雨的这个魔术可不是一般的魔术，而是真正的隔空取物。他刚刚把手放到怀里，然后从系统空间里取出美容养颜面膜，就跟变戏法一样，只要他想，甚至他可以直接在怀里取出一辆卡车。在系统商城里买了辆卡车放在系统空间里，然后取出来，就是这样学会了吗？以后就这样变魔术，可别怪我林雨没教你。冷清雪还是好奇地摸着林雨的胸口，白皙的小手在那摸来摸去，不知道是真的要找出口袋，还是要干什么。林雨则是把美容养颜面膜递给柳玉兰，老妈愣着干嘛？收下呀，我手都拿酸了。这面膜可是好东西，美容养颜，永葆青春，属于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林雨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词，搞得跟推销商品一样。柳玉兰听得好笑，她嗔怪地揪了揪林雨的耳朵，小雨，这才多长时间你就这么贫了呀？妈，我可没贫，这美容养颜面膜是真的美容养颜，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买到的。林雨一脸认真地说道。哦，真的吗？柳玉兰看到宝贝儿子表情认真，不由得有点疑惑。面膜这种东西能补水啥的还行，但真要是美容养颜就有点吹了，那些女人头抢破了都得买啊。当然是真的了，老妈，我以雪雪的人格保证。一旁的冷清雪一愣，老色痞小雨儿，你怎么不拿你自己的保证？说着他还伸出小手掐了掐林雨的腰部。柳玉兰白了林雨一眼，你个臭小子。他接过林雨递来的面膜，美容养颜面膜的包装盒很精致，粉白色的盒上还打着一条丝带，盒子上写着美容养颜4个字，好像是品牌名。冷清雪也凑过小脑袋过来看了看柳玉兰手中的盒子，她也是个美女，自然对这种面膜很好奇。母女俩看了半天，发现这盒面膜的牌子他们没见过，两人用过的高端面膜也不少，像这种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好像是新牌子。林雨则是直接抱住柳玉兰的手臂，老妈，我这可是高端货，你儿子对你好吧？柳玉兰点点林雨的额头，好好好，我儿子真棒。林雨得意，那当然，老妈，现在就用吧，买来就是要用的，这面膜效果应该很显著。林雨看了看老妈手中拿着的美容养颜面膜，冷清雪也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她也想看看这面膜效果如何。柳玉兰看了看手中的面膜，又看了看宝贝儿子，其实她觉得家里有客人，直接敷个大面膜不太好，后来又一想，雪雪都是自家人了，没啥问题。好，妈这就用用，不管效果怎么样，妈都喜欢小雨送的礼物。林雨则是一脸自信，放心，老妈，效果绝对好，效果不好你捶我。柳玉兰好笑，傻孩子，效果不好妈也不会捶你啊。说完，她拿着面膜去了洗手间。冷清雪也很好奇小雨儿面膜的效果，结果突然被林雨搂住腰抱在怀里。啊，老色痞小雨儿，你要干什么？林雨抱着冷清雪，大手捏了捏她的水蛇腰，然后露出邪恶的笑容。雪雪，你刚刚被刺我，害我被老妈揪耳朵，这个仇我记下了。林雨就是趁着老妈去洗手间敷面膜，直接过来抓住冷清雪。他知道要是老妈在这边肯定会护在雪雪，他就抓不到了，所以他拿出面膜也为了把老妈支开，然后趁机抓住雪雪这只小顽皮。冷清雪被林雨抱在怀里，先是一惊，然后迅速镇静下来，她直接小脸一鼓，鼓得像一个小包子一样。小雨儿，你好好意思说，明明是你先被刺我的，害得老妈差点把我揍成小猪，所以咱俩扯平了。冷清雪说完这话，瞬间感觉自己是占道理的一方。小雨儿先被刺他，所以他把小雨儿说兰姨的坏话也说出来，不是很有道理吗？林雨好笑的掐了掐冷清雪鼓鼓的小脸，雪雪也太好玩了。雪雪，这么说你还很有道理了？那当然，我就是很有道理。冷清雪越说越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他直接昂起小脑袋。林雨嘴角上扬，哼，雪雪，你既然这么有道理，今天的冰淇淋扣掉了。冷清雪一听，顿时一惊，小雨儿，不可以扣冰淇淋，那么好吃的冰淇淋怎么能扣掉呢？林雨见此，心中得意，哼哼，还是被我拿捏了呀，雪雪。半晌，柳玉兰敷着面膜走回客厅，她刚刚在洗手间拆开面膜敷好，发现这面膜和她平时用的也没什么区别，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不过面膜敷到脸上的一瞬间，就感觉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而且还很水润的样子。柳玉兰走到客厅，看到林雨正抱着冷清雪，她微微点头，这俩孩子怎么看怎么般配，真是天生一对啊。小雨，妈敷好了，快看看。柳玉兰走过来，坐到沙发上。林雨看到老妈来了，还是继续抱着冷清雪，并没有其他动作。这是老妈，又不是外人。冷清雪则是小脸微微泛红。林雨看了看脸色敷着白面膜的柳玉兰，老妈咋样？效果咋样？有没有什么感觉？柳玉兰闻言开口道，傻孩子，刚敷呢，能有什么效果？至于感觉，就是冰冰的，凉凉的，比我用的水分还要多一些。冷清雪也好奇的了过来。兰姨脸上面膜，无论从样式还是颜色形状，都和她平时用的没啥差别，真的能美容养颜吗？柳玉兰见面膜还要继续敷一段时间，她就接着和冷清雪聊了起来。1小时后，柳玉兰看着时候差不多了，把脸上敷着的面膜取了下来。取下面膜的一瞬间，她只觉得脸上水润润的，而且特别轻松舒适。小雨，看看怎么样？柳玉兰取下面膜，喊了一声林雨。林雨正在偷掐冷清雪的小脸，听到老妈喊她，她看向柳玉兰，顿时震惊。哇，老妈，你好漂亮，整个人好像都能年轻了10岁啊。冷清雪也看了过去，也是惊得小嘴微张。兰姨，你好好看哦。只见柳玉兰皮肤比以前更加水润白皙，微微透亮，感觉比以前年轻了10岁。柳玉兰已经是40岁的年纪，保养的虽然很好，但还是看得出来岁月的痕迹。不过现在真的和年轻了10岁一样。柳玉兰看着这俩孩子一惊一乍的样子，有点好笑。你们2个就知道说好话给妈听，哪有什么年轻10岁啊？不过这面膜确实质量好，比我以前用的舒服多了。柳玉兰对皮肤保养很在意，她的面膜都是很昂贵的，几万一盒的都有。不过她心里还是很开心的，毕竟被儿子夸了漂亮。林雨则是拿出一面镜子递给柳玉兰，老妈，我说的是真的呀，真的年轻了10岁，不信你自己看。柳玉兰看着儿子认真的样子，愣了一下，然后拿起镜子照了起来。刚看镜子的第一眼，她就瞬间愣住，这人好漂亮，是真的，真的年轻了好多，皮肤也很棒。林雨好笑的看着老妈，老妈也挺自恋的嘛，不过老妈这么漂亮，确实有这个自恋的资格。果然，女人对美容养颜根本没有抵抗力。冷清雪也是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看着兰姨，我敲，小雨儿的美容养颜面膜是真的，效果还这么明显。冷清雪原本以为这个面膜就是比他们用的好一点，结果好的一星半点。她也想要，她也要养颜。没有女人能对这个没有想法，虽然她已经很漂亮了，但是谁也不会嫌自己更漂亮。她瞬间双目放光的盯着林雨，一副要吃人的样子。林雨自然知道雪雪的想法，雪雪无非就是看到美容养颜面膜这么好，她也想要了。林雨早就准备好了，一共3份，自然少不了雪雪的。不过她现在肯定不会拿出来，她要等雪雪找她要。雪雪，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林雨装作不懂的样子。冷清雪见此，直接伸手掐着林雨的腰部。小雨儿。而柳玉兰则是沉浸在年轻10岁的喜悦之中，她温柔地摸摸林雨的头。小雨，谢谢你的面膜，妈很喜欢。我们家小雨长大了，知道心疼妈了。林雨不服，妈，我一直很心疼你好吧？柳玉兰笑道，是，我们家小雨最好了。哦对了，这面膜多少钱？妈给你。柳玉兰掏出手机准备转给林雨，她觉得这么好的面膜怎么着也得10几万吧，而且这面膜她买不到，还是林雨托关系买的。林雨顿时蹙眉，妈，我生气了，我给亲妈的礼物还收钱？她连岳母大人的20万都没收，更不可能收亲妈的钱了。而且这面膜又没花钱，是系统送的。柳玉兰一愣，又摸了摸林雨的头。好孩子，妈很开心。柳玉兰突然想到什么，她连忙跑回洗手间，刚刚敷面膜，拆开盒子就随便放在那边了，都没收好。这种好东西可得收好啊。林雨看着老妈突然慌忙的跑出去，她也愣住了，然后她连忙跟了过去。老妈，发生什么事了？跑这么急？冷清雪也跟着林雨一起跑了过去。林雨和冷清雪一路跟着柳玉兰跑到洗手间。林雨家别墅还蛮大的呀，客厅到洗手间的距离还真不短。随即林雨就见到老妈抱着一盒拆开的面膜，面带笑容的走出来，好像抱着宝一样。林雨，老妈，我还以为什么事呢，原来是那面膜呀。柳玉兰白了林雨一眼，小雨啊，
你不懂，这面膜对女人来说可是宝贝。冷清雪也站到柳玉兰身边，就是，小雨儿，你不懂。柳玉兰抱着面膜，带着2个孩子走回客厅。小雨，你这面膜真好，不过只有5片，妈刚刚已经用掉1片了，可得省着用了。林雨闻言露出得意的笑容，妈不用省，随便用，1天敷10张都行，我还可以再弄许多给你。柳玉兰听到这话，瞬间一喜，然后伸手揪了揪林雨的耳朵。好啊，小雨，你能弄到许多还不跟妈说，害妈还得省着用。林雨，那你也没问啊。冷清雪和林雨和柳玉兰又聊了1个小时。柳玉兰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8点了，她连忙说道：小雨、雪雪，时候不早了，妈开车送你们回大学，毕竟开车回大学还得1小时。林雨则是起身，不用了，老妈，我们可以自己回去。她是不放心老妈开车送他们回大学，还不到自己开车回来，一来一回2小时，老妈到家都得10点，老妈自己开车她不放心。反观雪雪跟她在一起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怎么行？妈送你们。柳玉兰瞪了林雨一眼，没事的，老妈，你自己回来，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雪雪没问题的。林雨按住柳玉兰的肩膀，柳玉兰一愣，然后微微点头。好，小雨，路上小心。柳玉兰跟着林雨和冷清雪走出别墅大门，目送着2人离开。1小时后，林雨和冷清雪回到大学，2人在路上走着，冷清雪突然发难，直接抱住林雨的腰部，眨巴眨巴大眼睛，盯着林雨。小雨儿，你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说吗？林雨挑眉，我有什么话要说的？那我给你一个提示，面膜。幸好冷清雪直接摊牌了，自从看到婆婆大人用面膜效果那么好，她也缠上了。没有一个女人能对美容养颜面膜说不，哪怕她是个大美女。林雨见此忍俊不禁，雪雪上钩了。面膜？什么面膜？我怎么不知道我有面膜？冷清雪顿时小脸一鼓。小雨儿，你刚刚还说可以弄到许多美容养颜面膜。哦，这个呀，雪雪，我这边只有2份面膜，1份给了我妈，1份要给方姨，没有你的呀。林雨决定逗逗雪雪，她怎么可能没给雪雪准备1份呢？冷清雪闻言顿时懵了，连老妈都有1份，竟然没有她的那1份。她小脸气鼓鼓的看着林雨，小雨儿，你把老妈的那份给我不就行了？嘿嘿。冷清雪顿时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抱歉了老妈，你的那份面膜是我的了，谁让你把我揍成小猪的？你的这份面膜我就收下了。林雨差点没一个趔趄摔倒，卧槽，好一个母慈女孝的场面。林雨差点没当场感动的哭出来，他摸了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你可真行啊，抢方姨的面膜，不怕她知道把你揍成小猪。冷清雪则是抱住林雨，嗨呀，小雨儿，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老妈又怎么知道呢？林雨心中好笑，他这个说不说嘛的取决于雪雪的表现了。这个的记在小本本上，雪雪抢岳母大人面膜，逗你的，雪雪，我准备了3份面膜，怎么可能少了你那份呢？说着，林雨从怀里又掏出1盒包装精致美容养颜面膜，递给冷清雪。冷清雪瞬间双眼放光，老色痞小雨，你真好。啊！他接过面膜，在林雨唇边亲了一口。林雨好笑的摇头，女孩子的变脸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林雨送着冷清雪回到女生宿舍，他自己也回到男生宿舍。翌日清晨，林雨睁开睡眼，3个老色痞还在睡觉，今早没课就很舒服。不过他的生物钟已经习惯了早起。林雨起床洗漱，然后下楼吃早饭。一下楼就看到雪雪在不远处等着他。雪雪，小雨儿，我昨晚用了面膜，你看我是不是更好看了？林雨点头，更好看了。其实他没看出来有没有更好看。雪雪这用不用面膜好像也没差啊，今天和昨天差不多，雪雪的皮肤还是一样细腻白皙，没有什么变化。看来美容养颜面膜对有些年纪的人效果更明显，像雪雪这种又年轻又漂亮的基本看不出效果。冷清雪很开心，小雨夸她更好看了。走，咱们去吃饭。食堂内，林雨正在吃饭，突然手机弹出一条信息，业务员小姐，林先生，别墅已经交付完毕，今天可以入住了。林雨看向冷清雪，走，雪雪，咱们搬家。冷清雪正在喝粥，结果听到林雨喊了一句搬家，小脑袋萌萌的，老色痞小雨儿，搬什么家啊？咱们往哪搬？林雨他嘴角一抽，这个小笨蛋，前天他俩才一起买的别墅，结果今天就忘了，太离谱了。那别墅还是他亲手付的钱呢，自己付钱的事都能忘了，这心可真大啊。林雨捏了捏冷清雪的小鼻子，雪雪，你承认自己是小笨蛋，我就告诉你搬哪去。冷清雪顿时小脸一鼓，什么？小雨让他承认自己是小笨蛋？怎么可能？当他是傻的吗？
就算他真是小笨蛋，也不可能承认的。更何况他根本就不是。小雨儿，我根本就不是小笨蛋。说着，冷清雪还用筷子夹起一块小笼包，塞进林雨嘴里。林雨张开嘴巴，一口吃下雪雪味的小笼包，然后笑着道：“雪雪，你还说你不是小笨蛋？我问你，你前天咱俩出门干什么去了？”冷清雪听到林雨的话，歪了歪小脑袋，陷入思索之中。前天他和小雨去干什么了？对他来说，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是昨天和小雨一起去见婆婆大人。昨天见婆婆大人，那是真的记忆深刻。冷清雪开始很紧张，因为不知道婆婆大人脾气怎么样，但后来见到是柳玉兰就很惊喜。她可是很喜欢这个婆婆大人，婆婆大人也很喜欢她，还做了一大桌子菜欢迎她。冷清雪昨天过得很开心。至于前天她早上和小雨一起上课来着，然后下午小雨儿，我想起来，是不是咱们买的别墅可以入住了？是不是往那搬？冷清雪顿时小脑袋边好像冒出一个小灯泡，一副她想到了的样子。林雨见此好笑的捏了捏了冷清雪的小脸。雪雪，这都被你发现了，你太聪明了吧？冷清雪一脸得意，哼，那是，然后又觉得有点不对劲。至于哪里不对劲，她也没想出来。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立马搬家。房子都到手了，不快点搬过去怎么行？小雨儿，走，咱们快点去搬家吧。回宿舍收拾东西。冷清雪直接放下碗筷，小手抓住林雨的手臂，大眼睛眨呀眨的。她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住进去了。林雨弹了一下她的额头，看把你急的，先吃饭，把饭吃完再去，不能浪费粮食哦。今天早上她雪雪都没课，所以林雨并不是很急。好，星号。于是冷清雪就把自己的小笼包使劲塞给林雨。林雨今天比往常多吃了好几个小笼包，合着不浪费粮食就是给她吃是吧？半小时后，冷清雪和林雨吃完饭，林雨是吃得饱饱的，冷清雪则是直接挽住林雨的手臂，拉着她冲向宿舍。走，小雨儿，咱们快点去整理行李。林雨摸了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以为出去住很简单吗？咱们要去各自的系里开一个证明，才能不住宿舍，住在外面。冷清雪小嘴一撅，好麻烦哦，小雨，就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搬家吗？林雨挑眉，说走咱就走的搬家，如果不开证明，那估计就是真的说走就走了。雪雪，走吧走吧，先去开证明。两人分工合作，冷清雪去数学系开证明，林雨则是去经济系。冷清雪知道数学系主任就是老教授，也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直接光速就冲了过去。林雨则是啥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们经济系的系主任是谁，也不知道系主任办公室在哪，就挺正常的，因为大部分大学生都一样，很少人知道这些个地方，谁没事去那里啊？于是林雨还发消息给王俊，希望这小子能知道。半晌，王俊就发来消息，他还真知道系主任办公室在哪，他把系主任办公室的位置发给了林雨。林雨直呼内行，这小子平时就喜欢看八卦，到关键时刻还是有用处的呀，这八卦没白看。林雨根据王军发的位置走了过去，数学系主任办公室内，老教授正在备课。砰砰砰，敲门声传来，请进。冷清雪探出小脑袋看了看，教授好。老教授一看，竟然是冷清雪，他对这个女孩有印象，毕竟他天天关注着林雨，自然而然的能看到她。冷清雪同学，有什么事吗？冷清雪走进办公室，教授，我想开一个证明，不在宿舍住。老教授闻言，眉毛一挑，哦，为什么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没什么事，就是我家就在魔都。冷清雪可不会笨到把同居说出来，虽然老教授有可能同意，但还是不说比较稳。行，先把材料弄好。老教授点了点头，既然家在魔都就没问题，而且他也是给林雨一个面子。好的，谢谢教授。冷清雪偷偷露出笑容，搞定了，就看小雨那边怎么样了。此时林雨已经走到经济系系主任办公室的门外，他有点小紧张，毕竟这系主任他都没见过，不知道是个啥样的人。砰砰砰，林雨敲了敲门，请进。办公室内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林雨推门走了进去，坐在座位上的经济系主任也抬头看向林雨。林雨看到这个中年男人，瞬间一愣，老色痞卧槽，是那天带住他向雪雪表白的系主任。中年男人系主任看到来的人是上次被带到的帅小伙，他顿时露出笑容，同学来找我有什么事啊？他挺喜欢这个帅小伙的，首先自然就是因为林雨长得帅，他看着舒服，当然喜欢。然后就是他觉得这小伙很不错，在中心广场直接表白女生，勇敢大气，敢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追求爱情。大学就是要这样青春啊，是个好小伙儿。林雨此时还不知道，这个带住他的系主任已经暗自给他脑补了这么多，要是他知道，一定会心中吐槽。那次表白完全就是一个意外，根本就不林雨的本意。
他自己都没想到他是个勇于追求爱情的小伙。那时候的他还是个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的好小伙。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剑的速度，又怎么可能当众表白呢？如果不是狗系统让他表白颜值最高的人，他根本不会被系主任给带住。林雨清了清嗓子，嗨嗨，主任，我要开个证明，不在宿舍住。系主任挑眉，哦，开证明来找我？你竟然是经济系的学生？林雨，好家伙，合着系主任都不知道他是经济系的学生。不知道那次表白，系主任要是知道林雨是归他管的，会不会当场给他逮回去？系主任则是问着林雨，同学，你叫什么名字？他倒是觉得没什么，比较一个系那么多人，他怎么可能全都认识？主任，我叫林雨。林雨淡定地回答道。林雨，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那个代表经济系出战篮球赛的林雨，还拿下高比分？林雨微怔，是的主任，是我。他没想到自己打篮球的事已经传到系主任这里了。系主任得到林雨的确定答复，也是露出笑容，好小子，很不错，为我们经济系争光了。林雨谦虚道，应该的，为了我系的荣誉。好。系主任欣赏地看着林雨，林雨啊，你家是在魔都吗？是的主任，所以我来开证明。好，把材料填好。好的，谢谢主任。搞定了，就差雪雪了。半晌，林雨填好材料，取到证明。他离开办公室，光速跑向和雪雪约定好的凉亭。两人事先约定好，事情办完后就到凉亭会合。林雨一到凉亭，就看到冷清雪正坐在椅子上，无聊地晃动着小腿。雪雪，你这么快啊？林雨走了过去，冷清雪顿时回头看向他，小脸已经鼓鼓的了。小雨儿，你这么慢啊？我都等你1分钟了。林雨，特么的，1分钟也叫等吗？雪雪，你以为我想慢啊？我跟你说，我们系的系主任就是那天逮住我俩表白的主任。林雨坐到冷清雪身旁，搂住她的水蛇腰。冷清雪闻言一惊，小嘴微张，这也太巧了吧？小雨儿，系主任有没有为难你啊？因为系主任不仅是带到了他们的表白，那次林雨让冷清雪穿女仆装也被他逮到了。没有，系主任人很好，为难我干什么？林雨好笑地看了看冷清雪。冷清雪柳眉一挑，没有为难你，你还来得这么慢？林雨顿时说不出话，总不能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系的主任办公室在哪吧？那未免有点丢人。他伸手捏了捏冷清雪的小脸，雪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咱们赶紧回去收拾行李啊！冷清雪一听这个，顿时双眼放光，把刚刚的事情忘记了。走，搬家。林雨和冷清雪分别回到自己的宿舍收拾行李。冷清雪一回宿舍就开始把自己的衣服啊、包包啊、小裙子啊全部都打包起来，她的东西还挺多的。许晴和吕杰他们看得一愣一愣的。雪雪，你打包行李干什么呀？这还没放假呢。冷清雪一边收拾衣服一边说道。晴晴，我打包行李去外面住呀。什么？3个小姐妹们瞬间震惊。雪雪怎么好好的要去外面住了？雪雪，发什么事了？为什么去外面住？冷清雪好笑道，你们想多了，没发生什么事，我是和小雨一起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住。3个小姐妹顿时松了一口气。许晴打趣着冷清雪，雪雪这就迫不及待和人家林雨同居了，我好酸哦。晴晴，酸就过来帮我一起收拾行李。冷清雪直接把许晴抓过来帮忙。另一边，林雨回到宿舍也开始收拾行李。她的东西比较少，几个大裤衩子、大拖鞋，然后是电脑啥的，换洗衣物10几件。没了。林雨看到桌上的快乐水，随手一抹，快乐水消失不见，进入他的系统空间。王军此时看到林雨在收拾东西，好奇道，雨子，干嘛呢？你要回家呀？林雨点头，差不多吧，我和雪雪在外面租了房子，以后一起在外面住了。王军、钱飞、赵天，你管这叫差不多？卧槽，雨子，你竟然和校花过美好的同居生活，独留我们这些单身狗。王军直接暴起。林雨挑眉，难道我要和你们同居，独留校花？王军顿时上前，雨子，没有你我们可怎么活啊？没有你，我们将不再是经济系颜值第1的男生宿舍。林雨这个最高颜值不在，宿舍颜值光速降低。没有你，我们数学作业谁来做啊？林雨数学那么好，不多做点数学作业可惜了。林雨嘴角一抽，合着他是数学作业工具人。他不理这群老色痞，拿着小行李走出宿舍，准备找雪雪会合。王军直接喊了一句，还会再见吗？雨子，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啊。林雨超。林雨不理这群憨憨老色痞，继续拿着行李走出宿舍楼去找雪雪会合。估计雪雪已经收拾好了，在楼下等他了。要是他去的晚了，雪雪又要鼓起小脸说他迟到。小雨儿，你又迟到了。林雨想到这个就觉得好笑。他刚走出去没2步，王军、钱飞和赵天全都追了出来。雨子，没有你我们怎么活啊？没有你
就没有小姑娘找我搭讪了。我们宿舍不能没有你啊。钱飞和赵天也跟着点头。是的，没错，他们需要一个数学作业工具人。林雨停下脚步，挑眉看向王军。没有我，跟小姑娘找你搭讪有什么关系？而且林雨又看了看王军，你确定有小姑娘找你搭讪？王军身体一顿，超，感觉有被冒犯到。王军虽然觉得又被冒犯到，但还是得意地拍了拍胸脯。鱼子，看不起人是吧？怎么就不能有小姑娘找我搭讪了？我告诉你啊，不仅有小姑娘找我搭讪，而且来搭讪我的小姑娘人数还不少。哦，还有这种事？不仅林雨有点震惊，钱飞、赵天也是有点惊讶地打量着王军。没道理啊，这不大可能啊，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两人嘀咕着。王军一看这俩货竟然如此小瞧他，他顿时不能忍。奶奶爹，事已至此，我摊牌了，我不装了。至今为止，找我搭讪的女生已经有22个了。卧槽！钱飞和赵天直接一声惊呼，王军这小子怎么可能已经有22个女生找他搭讪？这才在大学才2个月啊，和他们说过话的女生加起来都没有22个。林雨则是站在一旁挑眉，这小子还记得蛮清楚，多少人都记下来了。王军看着俩人震惊的表情，心中得意。傻了吧，吓到了吧，哥也是被这么多女生搭过讪的男人。赵天直接戳破王军，扯吧，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我这么帅都没有那么多女生找我搭讪。林雨，我还没说话，谁人敢称帅？都是弟弟。王军挠了挠头，好吧，其实那些女生是来找我问鱼子的联系方式的，不过我看鱼子已经有了冷笑话，就把他们通通拒绝了。林雨、钱飞、赵天，合着这也算找他搭讪啊？好家伙，原来是这么个事儿，有这种好事不想着喊我？赵天顿时暴跳如雷。王军鄙视地看了看赵天，你不是有对象吗？赵天则是淡定道，有对象就不能看别的女生吗？有谁规定了吗？众人顿时无语，这还真没谁规定了。林雨直接拿着行李就准备走了，这群老色痞还想把他当搭讪妹子的工具人。鱼子，还会再见吗？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啊。王军又发出猪叫。林雨额角一突，奶奶爹，我他妈是去外面住，不是不来上课了。明。王军和赵天他们闻言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对哦，好像是这样。操，浪费我感情，早说呀。走了，回去打游戏了。鱼子记得写数学作业。三人转身走回宿舍，然后关上宿舍的门，只留林雨一个人拎着行李在原地凌乱着。这三人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大病？林雨拿着行李走出男生宿舍，3个憨批差点没给他整岔气。还是雪雪好啊，人又漂亮，身材又性感，多好啊！看来和雪雪同居真是个明智的选择。要是继续在宿舍待着，怕不是被这3个老色痞气晕。林雨拿着行李走到大学门口，这里是他和雪雪约定好会合的地方。雪雪还没来，大学门口倒是有几个人路过，好像是出去玩的。他们看到林雨，只觉得这人有点帅，对于他拿的行李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在大学里拿着行李是件很正常的事。林雨见雪雪没来，就待在原地等他。此时冷清雪正在收拾行李来的路上，她还在宿舍收拾着衣物。她的东西有一点点多，有小裙子、小衣服、包包、化妆品，瓶瓶罐罐几十瓶。虽然她天生丽质难自弃，但偶尔还是会化妆的。冷清雪收拾了半天，还喊了3个小姐妹们帮忙，才堪堪收拾好一大箱行李。早知道她就不带这么多东西了，现在才发现收拾起来好麻烦。冷清雪发现桌上还有一大袋零食，这个就不带了吧，不如送给姐妹们，到时候和小雨再买。她看了看3个小姐妹们，晴晴、倩倩，这些零食就送给你们了。太沉了，我不带了。许晴他们顿时双眼放光，3人直接冲上去抱住冷清雪。雪雪，你真好，还给我们留了这么多零食。雪雪这些零食可不少。冷清雪得意，哼，那当然了。半小时后，林雨站在原地等了半天，雪雪还没来。他疑惑地掏出手机，准备打电话给冷清雪。什么情况？收拾行李需要这么长时间吗？那得多少东西啊？正当林雨准备打电话的时候，不远处冷清雪拖着一个超大的粉白色行李箱走了过来。小雨儿，我来了。林雨看了看冷清雪拖着的超大行李箱，瞬间震惊。老色痞卧槽，好大！林雨看着冷清雪小小的身体拖着大大的行李箱，连忙快速跑了过去，把她的行李箱接过手。小雨儿，不用，我自己能拉动。冷清雪看着林雨要帮她拿行李箱，开口说道。她说的是实话，这行李箱她真拿得动，这点小重量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书都搬得动，何况是这个。林雨刚把超大行李箱接过手，大致估测，这起码有100斤。雪雪真是牛批，100斤的行李箱直接从女生宿舍拖过来，早知道她就去女生宿舍楼下等她了。雪雪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啊？什么玩意儿加起来能有100斤？
相比之下，林雨的小行李箱就一点点大，跟个书包一样。冷清雪看到林雨的行李箱，直接笑出声。小雨儿，你行李箱好小哦。林雨，行李箱大有什么好骄傲的？越大越难拿好吧？真搞不懂雪雪这小脑袋是怎么想的。冷清雪冲上来，把林雨的小行李箱抢到手里。小雨儿，你帮我拿行李箱，那鹅也帮你拿你的。林雨见此也没有阻拦，虽然他的本意是2个行李箱都是他拿，但是雪雪拿他的也行，他的行李箱没啥东西，很轻。雪雪，你知道吗？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我在这等你半小时了。我倒要问问你，收拾行李怎么多出这半小时的？林雨笑着伸手捏了捏冷清雪的小脸，冷清雪则是昂起小脑袋，理直气壮地说道：小雨儿，我这半个小时一直在收拾行李，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林雨挑眉，雪雪，我10分钟就收拾好了，你收拾行李1个小时？对啊，1个小时我还嫌少了呢。小雨儿，你不懂，女孩子东西很多的，有包包，有裙子，化妆品许多许多。冷清雪说着，还开始掰着指头给林雨算起来了。林雨嘴角一抽，好家伙，怪不得雪雪拖着这么大的箱子来呢，她这等的半小时是一点也不冤啊。林雨上前搂住冷清雪的细腰，雪雪，你看看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亏你还是魔都本地人。冷清雪小脸一鼓，我一开始又不知道会遇到小雨你，更不知道咱俩还需要搬家。其实冷清雪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没带什么东西，她家就在魔都，周末只要她想直接回家都行。这些衣服啊啥的都是她买的。结果林雨听到雪雪的话，觉得有道理。此前他们甚至都没有相遇，哪里知道后面他俩还会同居。他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好好好，走吧，雪雪，咱们去别墅。走。星号2人拿着行李箱走出大门。20分钟后，林雨和冷清雪来到他们刚买的小别墅，只见业务员小姐正在这门口等候。她得知林雨今天就要入住，就是带着材料和钥匙来了，准备交给林雨。她看见林雨和冷清雪已经来了，连忙走上前。林雨先生，交付手续已经完成了，别墅内部已经打扫过了，这是别墅的钥匙和材料。说着，他就把一大串钥匙和文件交给林雨。这一大串钥匙搞得跟收租的一样。谢谢。林雨接过钥匙和文件，礼貌地道了句谢。不客气。业务员也是尊敬地回答道。这毕竟是贵人，给他谈成了这么大的单子，他得到了不少分红。林先生，没什么事，我就先离开了。没什么事了。好的。业务员小姐姐离开了别墅。冷清雪则是看向林雨手中的钥匙，小雨儿，给我玩玩。他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钥匙呢，虽然他们家别墅的钥匙更多，但是他没见过呀。钥匙都是在老妈手里掌握着的，他平时也看不到，不知道老妈在哪收着的。他就一把家里大门的钥匙。林雨好笑地看着雪雪，然后把一大串钥匙给了他。冷清雪则是接过钥匙，仔细地看了起来。别玩了，雪雪，走，咱们进别墅。林雨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好。冷清雪拿着钥匙就冲过去，打开别墅大门，林雨也跟着走了进去。进入别墅之中，白金色内部装饰看得人心里很舒服。冷清雪把行李箱放到一边，然后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她摸了摸沙发，感觉材质还行，虽然比她家的要差不少，但也还行。星号，小雨儿，这沙发挺不错的。林雨挑眉，这沙发一般啊，看来得换个新的来。雪雪，我准备给这换个新的沙发，你觉得如何？冷清雪点点脑袋。好啊，小雨，刷我的卡。林雨，这就是传说中的富婆吗？太豪横了，说刷卡就刷卡，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林雨直接走到冷清雪身边，一把抱住她。富婆姐姐，我不想努力了。冷清雪闻言，先是一愣，然后露出笑容。她伸出小手，摸了摸林雨的脑袋。小雨儿，把姐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姐姐天天给你刷卡。林雨捏捏冷清雪的小鼻子，看把你能的，这是换沙发我来付款，谁也拦不住。换个沙发还刷雪雪的卡，那怎么行？真要是一直让雪雪刷卡，他怎么可能好意思？这回必须刷他的卡才行。而且作为穿越者，他可是有系统的男人。随后冷清雪在别墅内到处跑，这里看看那里看看，突然就冒出个小脑袋，一副暗中观察的样子。他对此玩得不亦乐乎。冷清雪对自家的大别墅都没这个观察过，主要是因为这是他和小雨儿一起第一次买的别墅，他肯定很上心啊，这很有纪念意义的。其次就是自家大别墅，他从出生开始就在那住了，已经习惯了。这个小别墅则是给了他新奇感。林雨看着雪雪玩得不亦乐乎，也没有打扰他，他自己找了间房间作为他的储物间。林雨拿着行李箱走进刚刚选好的房间内，这房间是次卧，就在主卧旁边，面积不大，刚好给林雨放东西。林雨自然是在主卧睡的，但是不可能把东西也摆在主卧吧？其实倒也无所谓，他的东西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是几件大裤衩子、拖鞋啥的，还有电脑，放在主卧也行。但是林雨想了想，还是放在次卧吧，
这样不占主卧空间。林宇打开行李箱，把里面的大裤衩子、拖鞋、换洗衣物全部取出来，然后放好在衣橱里。半晌，林宇忙活了一通，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了，甚至行李箱都收好了。舒服，东西整理齐的样子就是舒服。林宇有一点点强迫症，必须把东西整理齐才行，不齐他就难受。就像走路得踩地砖线，桌面放的东西必须摆得齐齐的，书和书对齐，笔和笔对齐很好。林宇看着整齐的房间，心中舒畅。忽然他想到了什么，林宇心中默念：系统，打开系统空间。一打开，林宇面前出现一个异次元的黑洞，洞里面就是他的系统空间。他伸手摸了摸，找到一个大裤衩子，卧槽，是上次去天宇科技公司开会时候西装换下的大裤衩，都摆了这么多天了。林宇上次开完会回来就忘记了这个摆在空间里大裤衩，也没取出来，就这么一直在那放着。林宇拿着大裤衩赶紧扔到一边，操，可给他吓坏了。不过还好，这大裤衩没发臭，系统空间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东西放在里面甚至能保鲜。林宇又伸手摸了摸，摸出了一条丝滑细腻的黑色丝袜，找到了，雪雪的黑丝，拿在手里丝滑舒适，就很舒服。林宇对这个被系统弄来的黑丝还是情感复杂的，开始他甚至想扔了雪雪的黑丝，但是没舍得。现在和雪雪在一起后，就更加舍不得了。原本林宇是准备把这黑丝永久封印在系统空间里的，毕竟要是被雪雪发现了，那他岂不是很丢脸？虽然这黑丝是系统弄来的，和他林宇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林宇被雪雪发现了，不可能说是系统弄的，与他无关吧？因为这不可科学。不过现在没问题了，现在他有了储物间，可以把黑丝放在里面收好。没搬来别墅以前，在宿舍里，林宇就更不可能拿出来放着了，毕竟宿舍里有3个老色批。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放在这了，还是放在这里好，不然在系统空间里，老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林宇把雪雪的黑丝放进衣橱收好。突然，冷清雪从林宇背后蹦了出来，抱住了他。小雨儿，你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做坏事？林宇顿时一惊，老色批卧槽，差点没给他吓到。还好他刚刚眼疾手快，把雪雪的黑丝收好了。雪雪，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玩吗？林宇迅速恢复镇定，转过身抱住冷清雪。冷清雪看了看林宇的衣橱，我看到这个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就进来看看。小雨儿，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是不是在做坏事？他刚刚一进来就看到林宇在衣橱前面鼓捣着什么。没有，哪有坏事给我做？我找了房间做储物室，把行李都放在这里了。林宇淡定地解释道。其实他心里有忐忑，黑丝近在眼前啊。冷清雪歪了歪小脑袋，那你可以放在主卧呀，主卧很大的。林宇捏捏冷清雪的小鼻子，主卧大还得放你的东西啊，我这不是给你省空间吗？你看看你带那么大一个行李箱，里面的衣服、包包还有化妆品，那不得摆得到处都是。冷清雪闻言有点不好意思，她的东西确实有点多。星号，好吧，小雨儿，走，咱们去主卧，你帮我一起收拾东西。林宇松了一口气，差点就被发现了，还好他机智。冷清雪拉着林宇走出储物室，临走前他还看了一眼林宇放东西衣橱。冷清雪拉着林宇来到主卧，一进主卧，宽阔的空间一瞬间映入眼帘，给人一种舒适无比的感觉。主卧内有一张大床摆在中间的位置，这张床比寻常的双人床还大不少，又宽又长，同时容纳4、5个人躺在上面都没问题。林宇看了看这张大床，心中暗暗点头，真不错，这床真不错，是真滴大，足够雪雪在上面撒野了。雪雪这个小顽皮肯定会在上面打滚的。果然，冷清雪看到这张大床，直接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直冒小星星，老色皮好大。冷清雪直接一个猛子扑到上面，张开小手小脚在上面扑腾着。林宇看到冷清雪直接扑到上面，直接上前一只手把她抱了起来。雪雪，你看看你，这床单被子还没换呢，你就往上扑，有什么关系啊？小雨儿，这床真好玩。星号，冷清雪一脸开心地说道。林宇则是嘴刮了刮冷清雪的小鼻子。雪雪，咱们要注意卫生，这床单还有被子咱们都得换新的。冷清雪闻言一愣，老色痞小雨儿，我想起来了，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因为被子太重就没带过来了，那咱们岂不是没有被子了？冷清雪说到这里，直接就想冲去店里买个被子。林宇则是抱着她好笑地说道，雪雪，就你那小被子，你就算带了也没指望啊，像他们宿舍的那种小被子怎么可能盖得住那么大的床？冷清雪陷入沉思，好像是这样的，她那个小被子盖宿舍的小床刚刚好，盖这个大床根本盖不住，那还愣着干嘛啊？快去买被子啊！难道小雨你带了被子吗？冷清雪捏了捏林宇的脸，现在是秋天，晚上不盖被子怎么行？林宇见此神秘一笑，哼，那是自然，我这么未雨绸缪的人当然带了被子来，哪像你个小笨蛋。冷清雪顿时小脸一鼓，她很不服，她都没想到的东西小雨儿怎么可能想得到？不可能，
绝不可能。小雨儿，我不信，除非你拿出来给我看看。林雨看着冷清雪的鼓鼓的小脸，心中得意。哎呀，不信是吧？其实他根本没有带被子过来，被子那么沉，带了干嘛？但是他有系统啊，有系统在，林雨随时随地都能拿出几百床被子，还不带重样的，什么红的、黄的、绿的、紫的、蓝的、花的，甚至可以拿出五彩斑斓的黑色被子。林雨嘴角露出笑容，雪雪，不信是吧？我这就拿出来给你看看。我拿出被子来，你是不是就承认自己是小笨蛋？冷清雪看着林雨胸有成竹的样子，微微迟疑了一下。哼，小雨儿，就算你拿出来被子，我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笨蛋的。真当他是傻的吗？想激将他，没门儿，不可能上当的。他冷清雪可是很机智的。林雨看着雪雪不上当，也不说什么，他直接走去储物间拿被子。他没带被子，要拿的找个地方从系统空间里取出。冷清雪见林雨走向储物室，连忙跟了过去。他要亲眼看看小雨儿到底有没有带被子，还是忽悠他的。林雨察觉到雪雪在后面跟过来，心里一惊，他连忙快速走进储物室，脑海中打开系统商城，寻找着高质量的大床被。而冷清雪看着林雨走得那么快，顿时是觉得他心虚了，心中很高兴，小雨儿果然是忽悠他的。顿时他也加快脚步跟上林雨，他要当面抓到他没有带被子的证据。林雨则是很快就这寻找到一床很漂亮的白金色蚕丝被。系统买，宿舍50积分，是否购买？是。然后林雨直接凭空取出一床巨大的白金色被子。此时冷清雪刚好跟着林雨后面走进储物室，刚走进来，他就看到林雨手中拿着一床巨大的金色蚕丝被，他整个人瞬间就惊呆了。小雨，你真的带了被子啊？林雨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我都说了带了，那肯定带了呀。我林雨一向说一不二。冷清雪则是上前把蚕丝被接回来，抱在怀里，材质丝滑舒适，还特别轻，比他家里的被子还要好。小雨儿，这被子很贵吧？林雨低调地说道。还好还好，不是很贵，房子都是雪雪买的，这种小被子她买一下怎么了？冷清雪抱着林雨的蚕丝被走回主卧，床上的被子把蚕丝被铺了上去，然后整个人又是一个猛扑，扑到床上，在床上滚来滚去，好好玩哦。小雨，快来一起玩。林雨忍俊不禁，他也跟着坐到床边，看了看四周。床对面的墙壁上则挂着一台72寸的液晶大电视。林雨看了看这个液晶大电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其实他对看电视不感冒，现在的年轻人机会很少看电视了，他们因为手机网络的存在，可以随时随地就点开自己想看的节目，完全不需要电视啊。不过老一辈人还是喜欢看电视的，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看电视的少。林雨看了看这72寸大电视，心中有了想法，到时候把这个大电视改造一下，把电视和电脑相连，把电视做成一个大的显示屏幕，平时没事用来看节目，岂不美哉？躺在床上看电影，这多是一件美事啊。大床的另一边有一个很大的梳妆台，梳妆台边还有一套衣橱。林雨嘴角抽了抽，好家伙，这主卧跟完全为了女孩子定制的一样，这道具一应俱全啊。雪雪，快去把行李箱拿过来，把你的东西整理整理。林雨给冷清雪指了指梳妆台的方向。冷清雪看到梳妆台，双眼放光，直接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周，小雨也来帮忙。冷清雪拖着超大行李箱走进来，一打开，哗啦啦，冷清雪的超大行李箱打开，里面超多的东西全部一股脑的涌了出来，哗啦啦的，一地彩色的瓶瓶罐罐化妆品躺在地板上。她先是一惊，然后小脸微微泛红，连忙蹲下来把化妆品捡起来。她的东西好像有一点点多，林雨在一旁也是看到的一愣，卧槽，这么多东西的吗？雪雪的那个超大行李箱已经很大了，结果打开一看，里面的东西是更多啊。这么多东西，理论上来说，雪雪的超大行李箱根本装不下去，这要是能放进去，估计是使劲儿把箱子压进去才有这种效果。林雨脑海中已经想到了雪雪在宿舍内使劲压箱子的样子，真是太好玩了。同时他也为这个箱子感叹，这大大的行李箱承受了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压力啊。冷清雪蹲在地上收拾着化妆品的小瓶子，结果就看到林雨站在原地看着他，还一脸的笑意，他顿时很羞耻。小雨儿，愣着干嘛？快过来帮忙啊！林雨被雪雪一喊，也走到他身旁，蹲在他旁边，帮他一起收拾瓶瓶罐罐。雪雪，我老实告诉我，你来的时候是不是把行李箱狠狠地压了压？林雨一边收拾着一边笑着道。冷清雪闻言一愣，然后瞬间明白了小雨儿的意思，她心中一惊，这都被发现了。她在宿舍的收拾行李箱的时候，确实把箱子压了10几次呢，自己压还不够，还喊着姐妹一起压，不然东西根本装不进去。不过她不可能承认啊，要是承认了，不就是说明她的东西多的箱子都装不下？小雨，小心我告你诽谤！你看我这箱子还有空余的地方呢，怎么可能需要压呢？林雨见雪雪嘴硬的样子，也不点破她，该给雪雪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不然雪雪掐她腰子怎么办？
半晌，两人的通力合作之下，冷清雪的化妆品已经全部归位，整个梳妆台都焕然一新，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让人看着就很舒服。冷清雪得意地昂起小脑袋，双手叉着腰，嗨呀，小雨儿，多亏我心灵手巧，看这梳妆台多整齐啊！林雨、雪雪，这大部分的化妆品好像都是我摆好的吧？你就是站在旁边指挥我。雪雪刚刚都没动手，就是在一旁指挥着她摆化妆品，这些化妆品全是她摆的。冷清雪嘿嘿一笑，小雨儿，你出力，不就是我出力？咱俩之间还分得那么清楚干嘛？林雨挑眉，哦，这么说，我吃冰淇淋等于你吃冰淇淋？那以后冰淇淋我带你吃吧，你应该也能尝到味儿。冷清雪听到这话，瞬间急了，不可以，小雨儿，冰淇淋这种东西还是我亲自吃就好了，就不麻烦你代劳了。林雨嘴角上扬，不麻烦，雪雪，冰淇淋我一口一个刚刚好。冷清雪直接伸出小手掐住林雨的腰部，一口几个？一口0个，一口0个。林雨这可不是怂啊，他是为了保护自己腰子，对于男人来说，腰子可是很重要的。哼，算你识相。冷清雪把剩下一大半的行李箱拖到衣橱来，小雨儿，过来帮我一起整理衣服。林雨一愣，啊，这雪雪，这不太好吧？这可都是雪雪衣服啊，一些外衣小裙子不用说，但是还有其他的。冷清雪白了林雨一眼，有什么不太好的？过来帮忙。林雨见此也不推脱，直接走到雪雪身边。雪雪都说了，他还推脱，那不是大傻子吗？冷清雪从行李箱里取出一条米白色的长裙，在腰身上比划了比划。小雨，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林雨一看，还真挺好看的。好看好看，真好看。冷清雪又取出一条牛仔短裤，比了比。那这个呢？好看好看，超好看。冷清雪接着取出一条修身长裤，好看吗？小雨，好看好看，无敌好看。林雨现在知道，不论雪雪拿出什么，好看就完事儿了。冷清雪看了看林雨点头的样子，小脸一鼓，小雨儿也太敷衍了吧。随即她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她把手伸进行李箱，取出一条黑丝。小雨儿，你看这件好看吗？林雨看都没看就点头，好看好看，终极无敌好看。是吗？小雨，要不你仔细看看。冷清雪看着林雨，脸上的笑容像一只狡猾的狐狸。林雨一愣，仔细地看向雪雪手中的东西。卧槽，是黑丝。他反应过来，不好看。你确定？好看。哦，小雨原来喜欢这个啊。冷清雪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林雨。林雨，超。他这边进退两难了，属于是。说不好看吧，就是送命题；说好看吧，就好像他是那种人一样。他直接伸出手掐了掐冷清雪的细腰。雪雪，你竟然故意钓鱼！冷清雪则是理直气壮道：谁让你敷衍我？看衣服都不认真。1小时后，冷清雪终于把衣橱也整理完毕了。林雨则是站在他身旁，看他比衣服，人都麻了。晚上8点，林雨跑去浴室洗澡，冷清雪则是趴在大床上玩手机。小雨的蚕丝被很软，趴在上面很舒适。突然，冷清雪的小脑袋里好像想到了什么，她从大床上爬起来，然后从门外探出小脑袋，暗中观察，发现小雨还在洗澡没有回来。她连忙垫着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出主卧，悄摸摸地来到林雨的储物间。冷清雪走进储物间，直接冲到衣橱前，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然后伸出小手准备打开衣橱。冷清雪伸出白嫩的小手，就要打开林雨今天下午刚刚收拾好的衣橱，因为她很好奇，小雨儿到底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今天下午她看到次卧的门是开着的，于是走近看了看，结果就发现林雨在里面收拾东西。她刚走到小雨旁边，就发现小雨儿的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而且神情很淡定的样子。冷清雪觉得小雨儿一定是偷偷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给她看。那怎么行？必须拿出来看看啊！来，让我康康。此时林雨正在浴室里泡澡，还时不时哼着歌。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哦哦，戴上浴帽，唱唱跳跳。哦哦，就听难听的。林雨也不管自己唱的难不难听，反正只有他听得到，就算被雪雪听到也没什么，都是一家人，唱歌难听点怎么了？放飞自我了属于是。其实林雨认为自己有系统，唱歌难听也无所谓，系统一用就能直接变成天籁之音，直接完爆各路歌星。但是他偏不。林雨觉得自己的这个嗓音很具有个人特性，有辨识度，懂不懂啊？他要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而且他林雨从不开挂。林雨舒适的躺在浴缸里泡着澡，啊，爽！还是有个别墅舒服啊，浴室都大了几10倍，在大学里也有浴室，不过和这个比小了点，而且林雨还是和3个老色痞一起共用。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别墅里有3个浴室，他和雪雪一人一个，还多了一个，就很爽。突然林雨觉得眼皮有点跳，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具体要发生什么事
又想不出来。雪雪这个时候应该在玩手机吧。冷清雪站在林雨的储物室内，她伸出小手打开了那充满神秘的衣橱，好似金光闪过一般。浮现在冷清雪面前的是一堆大裤衩，冷清雪愣在原地，她伸手取出大裤衩看了看，有点想笑。小雨儿是多爱穿大裤衩呀，衣橱里有好多，款式还不重样的。不过好像也很正常，因为平时林雨在大学里的时候就是这么穿的，这样穿好像很凉快的样子。小雨儿这么喜欢穿打胯出，那就买很多大裤衩送给她，她真是太机智了。冷清雪则是继续周围看了看，她原本以为小雨儿是在衣橱里藏着什么好东西呢，结果啥也没有，就这。突然她的小脚碰到什么东西，冷清雪低头一看，只见一排款式不一的拖鞋整齐地摆在地上，冷清雪这回真的绷不住了，她直接扑哧一笑，小雨儿是真的很喜欢大裤衩和拖鞋的组合啊。说起来，她和小雨儿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她就是穿着大裤衩子和拖鞋的。当时冷清雪上去就给林雨锁住，林雨跑不掉的原因估计就是穿了拖鞋。一般来说，穿着大裤衩和拖还会影响气质，但是小雨穿着大裤衩子和拖鞋就是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让人觉得她很帅气随意。不过小雨本来就很帅，这么看来不是裤衩子的原因，而是人的原因。人帅，穿什么都帅。冷清雪现在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去给林雨买很多大裤衩和拖鞋了，毕竟她很喜欢这些。冷清雪又在衣橱里看了看，坚信小雨衣橱里藏着好东西的她是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的。然而她看了半天就看到了林雨的换洗衣物，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东西。突然冷清雪看到衣橱角落里有一条黑黑的东西，她顿时双眼一亮，连忙伸出小手去拿，结果拿到手中一看，冷清雪顿时露出震惊的表情。这是她遗失多年的黑丝，还是她最喜欢的那条，怎么会在小雨的衣橱里？冷清雪前段时间在宿舍里突然发现自己最喜欢的黑丝平白无故消失了，就很奇怪，在宿舍里能无故消失吗？小姐妹们自己也有，不可能拿她的呀。冷清雪在宿舍里找了半天都没到，然后就不找了，因为根据她的经验，当人要找一个东西的时候，越是认真找就越找不到，当不找的时候，那东西就会自己出现在眼前。虽然听上去很离谱，但是这就是事实。冷清雪长这么大，无故消失的钥匙、手机都是这样自己出现的，所以冷清雪也不找自己遗失的黑丝了。结果就在今天，就在小雨儿的衣橱里找到了。冷清雪愣愣地看了看自己手中的黑丝，她搞不明白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小雨的衣橱里，难道是……她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真是的，小雨，你喜欢这个就跟我说啊，你跟我说，我还能不给你看吗？林雨此时眼皮一直在跳，但是她不知道发生啥了。她洗完澡，穿好衣服，走回主卧，刚走进房间，她就看到雪雪正坐在床边，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雪雪在这坐着干什么呢？林雨走了过去，小雨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和我说的？冷清雪脸上带着笑，看向林雨。林雨一愣，他有什么事瞒着雪雪的？好像没有吧。他林雨行得正坐得端，从来没有什么事没和雪雪说。他直接拍着胸口说道，雪雪，我和你可是坦诚相待，啥的跟你说了。哦，是吗？小雨，要不你再好好想想。冷清雪嘴角上扬的看着林雨，林雨则是头铁，我想好了呀，没有瞒你的。冷清雪见此，直接把从林雨衣橱中找到的黑丝拿在他眼前晃了晃。那这个呢？林雨一惊，卧槽！老色痞林雨看到冷清雪手上拿着的黑丝，整个人瞬间呆住了。他一眼就看出来，雪雪手上拿的黑丝就是系统那天弄来被他放在衣橱里的那个，完全不存在别的可能。因为那个黑丝的样式，林雨都记在脑海里了，不可能搞错。卧槽！雪雪的黑丝怎么在雪雪手上？不应该在我的衣橱里好好的躺着吗？怎么回事？不可能，绝不可能！这件事竟然被雪雪发现了。虽然这个系统做的跟他林雨没有半点关系，但是这玩意儿就是出现在林雨这边，他这是百口莫辩。林雨愣在原地，他陷入沉思之中。难怪他刚刚在浴室洗澡的时候眼皮老是跳来着，原来就是这个原因。他刚刚在洗澡，雪雪肯定是趁着这个空当跑到他的储物间找到这个的。冷清雪看着林雨脸上惊呆的表情，心中高兴，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小雨儿真是太好玩了。冷清雪对林雨藏他黑丝的事并没有感觉什么不好的，男人嘛，这样很正常，而且他对此甚至很开心。小雨儿这样不就是证明他很喜欢他，很在意他，这就是喜欢他的表现啊。当然换做别人那是万万不可能的，碰都别想碰一下，否则他上去就是一拳。冷清雪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小雨儿，对于这个你怎么解释？林雨，卧槽，这他怎么解释？这明明就是系统干的，锅还让他来背，狗系统！
而且这也不好解释啊，这玩意儿出现在自己的衣橱里，排除掉系统的可能，那就只能是他自己拿的。他拿这个，岂不是意味着他好这口？虽然他确实有点喜欢这个，但是不能说出来啊，不然不把雪雪得意的上天了都。那什么雪雪，你这个在哪找到的呀？林雨决定先岔开话题。小雨儿，在你衣橱里找到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什么？竟然是在我衣橱里？那可能，大概，应该，差不多，不知道是谁放进去了。林雨挠了挠头说道。哦，是吗？小雨儿，这别墅里就咱们2个人，这东西也是我的。除了你是我身边的人，还能有谁放进去？冷清雪眼角里藏着笑意，继续看向林雨。小雨还不承认。林雨见此，奶奶爹，他林雨向来说一不二。雪雪，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是我拿进衣橱的。冷清雪微微一怔，好家伙，小雨儿这就承认了。他刚刚还准备继续逗逗他呢，结果这就承认了，没意思。小雨，看这个样子还挺骄傲啊，原来你是这种人。林雨身体一顿，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他可是正直勇敢的好青年。冷清雪扑哧一笑，小雨儿，那你喜不喜欢这个啊？林雨闻言身体一僵，喜不喜欢这是个问题，如果说不喜欢那就嘎了，如果说喜欢，那雪雪岂不是很得意？喜欢。林雨最后还是跟随自己的本心回答了出来，因为他确实有一点点喜欢这玩意儿。冷清雪一听心中开心，他伸手摸了摸林雨的脑袋，小雨儿，你喜欢就和我说啊，你要看我还能不给你看？林雨一愣，卧槽，雪雪你这么好的吗？冷清雪他掐了掐林雨的腰部，小雨，我什么时候不好了？林雨低头陷入沉思，除了刚开始遇到的时候表白把我锁住，疯狂塞给我小笼包吃，时不时掐我的腰以外，其他都挺好。哦，之后林雨又被冷清雪掐了好几下腰，随后冷清雪穿上从林雨衣橱拿到的黑丝，2条修长的玉腿显得整个人更加高挑。他走了2个模特步。小雨，我对你好不好？林雨以欣赏目光点头，那是真的好，不得不说雪雪是真漂亮，身材好，脸也好看，她算是捡到宝了。冷清雪露出笑容，小雨儿，既然我对你好，你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林雨挑眉，那么雪雪需要什么表示呢？冷清雪直接摊牌，小雨儿，我要吃冰淇淋。林雨，好家伙，在这等他呢。他笑着把手伸进怀里，然后变戏法似的取出一盒美味的冰淇淋。冷清雪顿时双眼放光地看着林雨，不仅仅是林雨手中的美味冰淇淋，还是因为他神奇的魔术手法。冷清雪拿着冰淇淋就是一顿猛吃，而林雨则是跑过去打开墙上的液晶电视，这电视的改造得安排上了，得把它接通电脑，这样就能当电影放。冷清雪靠在林雨身旁，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看着综艺节目，小嘴儿吃得鼓鼓的。小雨儿，咱们买个小冰箱怎么样？就放在主卧里，这样不就是可以随时吃冰淇淋了？其实别墅里有冰箱，是在厨房里的一个巨大冰箱，但是冷清雪觉得那玩意儿太大了，放在主卧里不美观，还是弄一个小巧的冰箱，又可爱又方便，多好啊。林雨则是挑眉，雪雪，有我不也可以随时随地吃冰淇淋？要冰箱干什么？林雨他这可不是吹，想吃冰淇淋，他从怀里直接就是取出一个。冷清雪看了看林雨，眨着漂亮的大眼睛，小雨，我当然知道你可以随时拿冰淇淋给我吃，但是一次只能吃1盒呀，准备个小冰箱，里面放几10盒冰淇淋，不是很爽吗？林雨，所以你是想一次吃很多盒？冷清雪看到林雨懂了自己的意思，连忙点着小脑袋，对，小雨儿你真聪明。林雨好笑地看着他，这丫头胆子是真地大，还想一次吃很多冰淇淋。大姨妈看了直呼内行。好，雪雪，那咱们就准备个小冰箱，我去买。林雨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答应了下来。林雨自然不会那么简单答应雪雪，他准备从系统商城买个智能冰箱，然后给冰箱设置功能，雪雪一天最多只能吃2盒冰淇淋，多的就不给拿了。等雪雪想吃第3盒的时候，冰箱直接自动锁住，等到第2天才能开。就是这样，很完美。这可是关乎着雪雪的健康，林雨自然很重视。冷清雪听到林雨的回答，瞬间愣住。老色痞他没想到小雨儿竟然会答应的这么快。按理说小雨儿应该会跟他说不能吃太多的冰淇淋，然后否定，结果就直接答应了。他这是没想到的。这样一来，他岂不是每天都能吃好多冰淇淋了？小雨儿，你真好。么啊！冷清雪说着，凑到林雨身旁，在他脸上亲了一口。林雨好笑，等着智能冰箱锁住的时候，雪雪还能笑得这么开心吗？林雨忽然想到了什么，他直接伸出手搂住了冷清雪的水蛇腰，然后捏了捏。雪雪，你不提我都忘了，你竟然趁着我洗澡翻看我的衣橱。冷清雪闻言则是小脸一鼓，他理不直气也壮地说道。
小雨儿，我以为你背着我刚来好东西才翻的，是让你背着我藏好东西。林雨，所以你找到好东西了？冷清雪得意地指了指自己的腿的黑色。小雨，这不就是好东西吗？林雨，你管这玩意儿叫好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玩意儿确实是个好东西。是夜，林雨准备睡觉了。此时冷清雪已经躺到另一边，拿着小被子盖着自己。林雨看了看冷清雪，雪雪，睡觉了，我熄灯了。冷清雪点点小脑袋，然后又眼巴巴地盯着林雨，她有点紧张，又有点激动。如果是小雨儿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林雨看着雪雪的小样子，有点好笑。睡吧，雪雪。说着，他伸手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他自然不可能现在去做什么事情，因为时候还没到。他俩现在连证都没拿，直接就这样，未免也太唐突了。他要对自己和雪雪都负责，这也是林雨对雪雪和他自己的尊重。他要尊重雪雪的意愿。不急，有的是时间。其实另一边的冷清雪也是尊重林雨的意愿。林雨熄了灯，两人进入梦乡。清晨，冷清雪睁开朦胧的睡眼。昨夜她睡得很好，一觉到天亮的那种，比在家里睡得还要好。她心中开心，原来和小雨儿一起同居这么好，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一旁的林雨还在熟睡中，冷清雪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她伸出小手捏住林雨的鼻子。半晌，林雨觉得自己好像在憋气一样，她瞬间睁眼，就看到冷清雪的小手正在捏着她的鼻子。冷清雪见林雨醒了，捂嘴偷笑。小雨，你看看你，真爱赖床。林雨看了看床头的表，这特么才7点。他一把将冷清雪抓到怀里。雪雪，我说怎么每天早上你都在宿舍楼下等着我？原来你起得这么早啊。冷清雪对此很是得意。哼，那是当然，我作息可是很规律的，不像你爱赖床。林雨，他只不过晚起几分钟就是爱赖床了。他掐了掐冷清雪的小脸，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起来了，去吃早餐，早上还要课呢。我不胖。两人穿戴整齐，然后一起去早餐店铺吃着早点，然后走向大学。15分钟后，林雨和冷清雪已经走到阶梯教室了。他看了看来往的行人，手中都拿着书本，顿时反应过来，雪雪，咱们好像没带书。冷清雪也是一愣，昨天他们忙着搬家收拾行李，书都没收拾就放宿舍了。小雨，还愣着干什么？回去拿书啊。他连忙就准备冲回宿舍，准备拿书。林雨把他拦住，这阶梯教室到宿舍的距离有好几里呢，真要跑过去拿书再跑回来，那岂不是很累？而且他俩刚刚才吃的早餐，不能剧烈运动。雪雪，看我的。林雨掏出手机给宿舍群发了个消息，君子，我书忘带了，帮我带过来。看到了没？舍友就是这么用的，该用的时候就用。冷清雪看到林雨的操作，也如法炮制的掏出手机发消息给宿舍群，晴晴，帮我把书带一下。许晴立刻回消息 OK。 而林雨这边并没有半点动静。冷清雪看了看林雨的群里，并没有人回他，他瞬间笑出声，哈哈哈哈。小雨儿，你这不太行啊。林雨额角直突，操，这群憨批，干啥不行，吃饭第一名。没回消息估计还在睡觉。看看雪雪的姐妹，再看看你们，这是人比人，气死人。半小时后，王军终于回了条消息，完全 OJK。 林雨一看时间，特么的，都7点50了，你们是真狠啊。另一边，魔都的一栋别墅内，冷洁坐在周芳身旁。老婆，我跟你说，那个帅气小伙真不错。说着，他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那个帅小伙。别墅内，冷洁正坐在周芳身边，一副葛优躺的样子，靠在沙发上，手臂微微抬起，一副我超勇的样子。他正在和自家老婆炫耀着那天他遇到的帅小伙。这帅小伙可不得了，他仅仅是一个大一新生，就为他提供了设计方案上的4条灵感启发。这小伙搞得很从事金融行业20几年的老职员一样，那份独到的眼光，就连他都自愧不如。他冷洁也算是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了20年，竟然被一个年轻人指点了一番，这也太离谱了，离谱到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但是这么离谱的事还是发生了，而且就是在他眼前发生了，他自己还是亲身经历，这一下不信也得信。然而还有更离谱的事，因为那个帅小伙给他的4条启发灵感，被他很好的抓机会。那天冷洁一回家就开始制作设计方案，并且趁着灵感爆发，一下午就做好了方案，发给了对方的合作公司，并且对方公司在第2天就立马回复，这个设计方案他们非常满意，当场就同意了合作方案。就此，冷洁公司签下了几个亿的大单子。冷洁那叫一个高兴啊！不过他知道，这还得多亏了比他年轻时帅一点点的帅小伙，是他的帮助才让他顺利签下了几个亿的单子。那可不得请帅小伙吃个饭，送个礼谢谢啥的，咱这礼数不能丢。而且他还在周芳面前夸那个帅小伙。周芳正坐在冷洁身旁，看着手机里的菜谱，他要努力学好厨艺。
然后等小雨来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冷杰此时得意的开口：老婆，我跟你说，那个帅小伙是真不错，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帅上一点点。周芳闻言差点没笑出声，她当然知道冷杰口中的帅小伙是谁。这个老公脸皮是真的厚的。我家女婿那是比你帅一点点吗？那是比你帅很多好吧？周芳白了他一眼，装作不知道的样子。那么具体有多帅呢？哦，具体有多帅？我形容不出来，反正就是比我帅一点点。冷杰挠挠头，回忆着帅小伙的面容。其实他知道那个帅小伙比他帅不少，但是在老婆面前，他肯定只说帅一点点。周芳闻言也不戳穿他，任由他吹牛皮。哦，你老实和我说，那个帅小伙干什么呢？因为这个帅小伙年轻有为啊，人家小伙子年轻有为，那不得夸吗？冷杰义正言辞地说道，同时他在心里想着，其实他是想把那个帅小伙说出来，然后再和那天他见到的林雨对比，这样一比，两个人差太多了，直接给那个林雨挑刺。人比人气死人，就是这么个道理。让老婆和雪雪知道林雨很一般，最后再夺回属于他的家庭地位。他真是太机智了。周芳看了看不知道在笑什么的老公，一眼就看出来他没想好事。他淡淡的开口：哦，除了夸那个帅小伙就没别的了。冷杰一愣，难道他的想法被看出来了？既然如此，他不装了，摊牌了。老婆，你看看人家帅小伙，再看看林雨，这两人差的是不是有点大？周芳听到这话，瞬间恍然大悟，果然这老公还在想着怎么刁难小雨呢。为了挑小雨的刺，还真是执着呀。不过他的嘴角微微上扬，一副准备看好戏的样子。呵呵，你说的这俩人，他本来就是一个人啊，根本比不了。周芳已经等不及，想要看冷杰见到帅小伙就是小雨的表情了，一定很好玩。老公，你说的有道理啊，看来我得再考虑一下关于小雨的事了。周芳这样回答着，同时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冷杰听到这话，瞬间震惊，卧槽，老婆竟然同意了。他以为自己出现幻听了，老婆竟然会同意要再考虑这件事。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一直的不懈挑刺，终于感动了老婆。老婆，你说真的吗？周芳挑眉，那还能有假？他刚刚说考虑，现在已经考虑完了。他单方面决定小雨还是他家的女婿，并且不容置疑。这么好的女婿不抓住了才是大傻。冷杰则是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有点飘了，他的家庭地位提升了呀。林雨，你输了。心情很好的他直接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那个帅小伙。老婆，人家帅小伙帮了我这么大帮，我打电话请他吃个饭。周芳点头，请小雨吃饭，那感情好，不吃白不吃，让小雨多吃好的。记得给人帅小伙点一桌子好菜，牌面要上来，知道吗？不过小雨现在好像有课。好，冷杰直接找到那天林雨留的联系方式，按下拨号键。另一边，阶梯教室内，林雨和冷清雪坐在一起，冷清雪面前摆好一本的，而林雨的桌面上还是空空如也。冷清雪在林雨身旁一直在笑。小雨儿，你这不太行啊，书还没送来。林雨，抄。许晴他们早早的来到阶梯教室，并且把冷清雪的书带过来了。王军那群老色痞到现在还没来，太离谱了。老教授马上都要来了。半晌，王军和赵天三人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满天大汗的样子。于子，我们来了。说着就把一本书丢给林雨，而后老教授紧随其后的走了进来。林雨嘴角一抽，这群人还真会赶着点来。老教授开始讲课，突然林雨口袋里的手机震了起来。林雨一惊，卧槽，还好他开了静音。他拿出手机一看，上面的电话号码林雨不认识，但是他认出来是谁的电话。因为敏锐思考的技能，林雨现在记忆力超强，这号码看一眼就能记住，是那天的那个大叔。他挂断电话，然后调出信息，开始打字。冷杰这边看到林雨挂了电话，瞬间愣住，老色痞，卧槽，竟然被挂断了。冷杰愣住了，他长这么大很少被人挂断电话，除了老婆女儿，机会没人了。没想到今天又多了个帅小伙，他瞬间就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是帅小伙忘了他是谁，所以直接挂了电话；第二就是帅小伙对他不在意，故意挂的电话。他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点，毕竟这事儿也有1周了，人忘了也很正常。冷杰一脸尴尬地看向周芳，老婆，他不接电话。周芳看着冷杰这个样子，快要忍不住笑了。那可不嘛，人家小雨还在上课呢，怎么可能接你电话？他淡淡回道，人还孩子心绪，有什么事呢？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冷杰闻言挠了挠头，我这不是高兴吗？而且那个帅小伙帮了我这么大忙，必须请人家吃饭。周芳白了他一眼，这个老公一定在憋着坏呢。他掏出手机
打开微信，发消息给林雨：方姨，小雨在上课呢。林雨正窝着脑袋在桌洞下打字发信息给大叔，结果就看到手机弹出来一条微信，还是岳母大人发的。他连忙打开看，岳母大人发的信息必须立马回啊，人家是一家之主，罩着他的。雨，对啊，方姨，我在上课呢，有什么事吗？周芳看到林雨的回答，知道自己猜对了，心中高兴。方姨，没什么，就是想问问你，你忙你的。林雨一愣，他不明白岳母大人这是什么操作，但是也不在意，继续打字发信息。半晌，林雨的信息已经发送到了冷杰手机上。冷杰一看，大叔，我现在在上课，没法接你电话，抱歉，下课后我会拨回去。冷杰看到这个信息，顿时恍然大悟，操，怪不得挂断电话，原来人家在上课呢。他真是把这个茬给忘了，人都说了自己是大一新生，他还早上8、9点就打电话给人家，甚至还以为帅小伙对他并不在意，这样看来真是想多了。他举起手机给周芳看了看，老婆，帅小伙说他在上课呢，等下课再回我。看看这孩子多礼貌啊，我的眼光真不错，看了我还是很有分量的。周芳翻了个白眼，小雨有多礼貌他能不知道吗？还用你说，就这还有分量，我在小雨心中才是有分量，懂不懂啊？阶梯教室内，冷清雪察觉到林雨好像一直在玩手机，她轻轻戳了戳林雨的手臂，小雨儿干嘛呢？林雨刚好发完信息，把手机收回兜里。雪雪，刚刚有个大叔打电话给我，我挂断了，发消息说一会再打电话给他。大叔？什么样的大叔？冷清雪对此有点疑惑，小雨儿什么时候认识了个大叔？她竟然不知道。林雨则是淡淡回道，就是一个长得有的帅的大叔，不过比起我还是差了很多。冷清雪扑哧一笑，她伸手点了点林雨的额头，看把你能的。不过也确实，小雨儿这么帅，那个大叔应该差了很多吧。冷清雪虽然没见过这个大叔，但是她是没见过比林雨还帅的男人了，就算是挺帅的老爸也差了不少。下课铃响，老教授从不拖堂，众多一哄而散。冷清雪挽着林雨的手臂，两人一起走向食堂。林雨掏出手机打电话给那个大叔。冷清雪好奇地问了问，小雨儿，你要打电话给那个大叔？是啊。林雨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其实他自己也好奇这大叔没事打电话来干嘛。另一边，冷杰看到手机响起来电提示，看了看号码。周芳看到了，连忙拍了拍冷杰，开免提。冷杰按下接听键，然后又按了免提。喂，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大叔，我这边属于是学业繁忙了。林雨淡定地回答道。周芳一听，还真是小雨的声音，他果然猜对了，不错不错，有上进心。冷杰继续夸着林雨，而一旁的冷清雪也听到了一点点电话那边的声音，她歪了歪小脑袋，陷入思索之中。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好像在哪听过，好像是老爸的声音。随后冷清雪又摇摇头，怎么可能呢？老爸现在还在外地出差，根本不可能认识小雨，更不可能电话了。冷杰那次连夜飞回魔都后，没有告诉雪雪，他是来抓林雨的，自然不能告诉雪雪他回来了，这就是不在场证明，这样才好逮住林雨。结果后面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冷杰直接开门见山，小伙子，你上次帮了我那么大的忙，给了我设计方案灵感，我现在请你吃一顿饭，不过分吧？林雨一愣，这其实他并不是很想去和一个大叔吃饭，他想陪雪雪一起玩，和老婆吃饭不比和一个大叔吃饭香。周芳好像察觉到冷杰的咖位不够，邀请不动女婿，他白了一眼冷杰，邀请人都不会。他捂住话筒，然后对冷杰说道，老公，你只喊人家一个人来吃饭怎么行？小伙子谁愿意和一个老大叔吃饭？你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女伴，让他把女伴一起带来，这样他才可能会来。说完，周芳露出恶魔般的笑容。冷杰一愣，卧槽，有道理啊，我老婆好机智。他立马改口，小伙子，你有没有女伴，把女伴带上一起吃饭，这样也不尴尬。林雨一怔，他看了看雪雪，这个方法好像可以，如果是他自己去，那他真不愿意去，不过要是带上雪雪一起去，那就等于是和雪雪一起玩了，这样的话倒是一举两得。好的，大叔，我正好有女伴。好，冷杰也点头，他这面子还是足够大的。周芳则是在一旁嘴角上扬，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周芳坐在冷杰身旁，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局面发展成这样，是他最想看到的。可以说，他的暗中操控已经让小雨、雪雪和老公他们在一起遇到，这样才好玩啊！不然仅仅是老公和小雨遇到，那能擦出什么火花来呢？更何况还得多亏了他出的这个法子，不然人家小雨都不愿意来吃饭，哪个小伙子会愿意和一个大叔吃饭呢？就算俩人真的见面吃饭了，他俩谁也不认识谁，最多就是冷杰和小雨一起吃饭后问了问小雨的名字，知道他叫林雨。
然后可能会好奇或者惊讶，怎么会还有一个林雨？但是同名同姓的人有很多，出现一两个一样姓名的人也很正常吧。再或者就是怀疑这个林雨和前面见到的有神关系，然而仅仅只是怀疑而已，一点也不劲爆。要是小雨把雪雪带过去，那场面就不一样了呀。答案直接一目了然，谁是谁眼就能看清楚，老公肯定会当场惊呆。周芳脑海里此时已经想到了冷洁当场惊呆的表情了，一定是那种惊讶中夹杂着家里小白菜被拱走的心痛感觉。一个是欣赏的帅小伙儿，一个是把女儿娶走了女婿，结果这俩人是一个人。周芳就喜欢看到冷洁被惊呆的表情，这肯定很好玩。坐在周芳身旁的冷洁继续和林雨打电话，他根本不知道自家老婆已经把他整得够够的了。他现在很开心，毕竟现在已经请到了这个帅小伙，他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好的好的，就这么说定了呀。小伙子，你可不能来啊，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林雨这大叔还挺热情，他这是不去也得去啊。不过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干嘛不去呢？而且还能带上雪雪一起去蹭一顿饭，他不香吗？好的大叔，我会去的。那就好。冷洁语气得意地看着周芳，还是他的面子大啊，随便就把人请来了。随即他准备挂电话，林雨这边静静地等待着冷洁继续说话，冷清雪则是挽着林雨的手臂，乖巧站在他身边。半晌，林雨并没有听到冷洁继续说话，他人傻了，这个大叔好像有点笨笨的感觉。吃饭地点还没说啊，请人吃饭不说吃饭地点的吗？那吃个屁啊，还得他去问，这也太不过没办法，该问还是得问，不然上哪吃饭去了。嗨，林雨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大叔，你还没说吃饭的地点呢。冷洁这边正准备挂断电话，结果就听到林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因为开的免提，所以周芳也一字不差的听到了女婿的问话，空气瞬间变得安静冷洁，有那么一点点尴尬。因为他太开心的缘故，差点把吃饭地点忘了和帅小伙说，太丢人了。而周芳则是瞪了冷洁一眼，还伸手掐了一下他的腰。这个笨蛋，也不要告诉小雨去哪吃饭就想挂电话，差点把我女婿耽搁了。还好小雨问了下，还是他女婿聪明。冷洁也是连忙反应过来，哈哈，小伙子，叔因为你能来吃饭，实在是太高兴了，差点把这事儿忘了。你不要怪叔啊。林雨淡定地回道，叔也是高兴的，我怎么会生气呢？他本来就没生气，其一对方是长辈，其二本来也没什么好生气的，为了这么点小事生气，那才是格局小了。好小伙儿，叔看好你。叔定了个酒，突然周芳直接捂住话筒，然后拍了拍冷洁，打断了他要说的话。冷洁一脸疑惑地看了看周芳，怎么了？老婆。周芳瞪了一眼冷洁，人家小伙帮了我们家这么大的忙，你就请人家吃酒店，那还能咋了？我请帅小伙的是魔都最大的5星级酒店，这很有排面了吧？冷洁解释着。周芳则是摇头，5星级酒店也不够，我觉得要有诚意，把人小伙子请到家里吃饭吧。周芳刚刚坐在冷洁身旁，突然想到，就算小雨雪雪和老公见面了，老公那震惊的表情她也看不到啊。那种好玩的表情，周芳觉得自己要是看不到，那就亏大了。所以她临时决定让小雨带着雪雪来家里吃饭，正好让一家人都见面，让小雨来家里算是见家长了，也省了以后还要约个时间让小雨见岳父。而且小雨来了，正好兑现他上次说的话，亲自下厨给他做饭。其实见不见也无所谓，岳父的意见并没有什么用，反正周芳认林雨就行了。但考虑的冷洁的小面子，周芳还是决定让女婿见岳父。冷洁闻言挑眉，哦，这个好像不是不可以啊。他也认为请人家小伙子来家里吃饭最有诚意，只不过来家里吃饭谁来做饭啊？请个5星级大厨来家里吗？老婆，你确定让小伙来家里吃饭？冷洁试探地看着周芳。周芳点头，确定啊，为什么不确定？难道你觉得我这个家还不如5星级酒店？哈哈，不是，当然不是，只是家里没人做饭。周芳闻言，漂亮的大眼睛一瞪，老公，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是人，我亲自下厨给小伙吃，够有诚意了吧？冷洁瞬间一惊，卧槽，老婆亲自下厨，那还得了，我是请小伙吃饭，不是害他啊，到时候给人家毒了咋办？老婆，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定了。周芳这么多天苦练厨艺，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那必须给女婿吃一顿好的。冷洁看到老婆如此认真，心想完了，人家帅小伙怕是以后再也不来吃饭了。他小声吐槽着，你这乃是下厨，你这就是下毒啊。冷洁虽然小声吐槽，但还是被周芳听到了，他瞬间眉头一挑，冷洁，你说什么？冷洁听到老婆好像生气了，身体一顿，卧槽，他就不该吐这槽，他为什么非要皮一下呢？完了完了，他连忙开口，老婆，我刚刚什么都没说啊，你是不是听错了？周芳瞪着冷洁，刚刚我可是听得真真切切的。冷洁，今晚你睡客厅，
别想去我房间。Delta 冷洁一愣，卧槽，不，他才没回来几天，还没抱着老婆睡几天，就又要睡客厅，没有老婆抱着，他怎么睡得着呀？他太难了。林雨这边刚刚听到大叔要说地址，结果就没声了，也没人说话，电话也不挂断。林雨疑惑地看了看手机，还在通话中。不是吧？打电话还能卡住？就离谱。他继续开口，喂，大叔，大叔。冷洁手机里传来林雨的声音，因为免提，周芳也听到了。他瞬间就拍了拍冷洁，示意他快速回话，可别怠慢了他的女婿。冷洁还在沉浸在今晚睡客厅的悲伤之中，被周芳拍了后才回过神来。他立马回道，我在呢，我在呢。刚刚想起悲伤的事情，所以愣住了。抱歉抱歉。林雨挑眉，吃个饭还要悲伤的事情，不过他也不好说什么。没事，大叔，你继续说吧。好，小伙子，我想了一下，原本是准备邀请你去5星级酒店吃饭的，但是又觉得不够诚意，所以我决定邀请你来我家吃饭。地址是某某路某某号某某别墅，我待会发地图给你。林雨微微一怔，初次见面就去人家吃饭，不太好吧？电话另一边，周芳感觉到了自己女婿的迟疑，他恨不得立马抢过冷洁的手机和林雨说，但是他不能，一旦他说话了，不就暴露了？必须等到小雨带着雪雪亲自来他家才行。冷洁继续说道，小伙子，你可一定要来啊，不来就是不给叔面子。林雨他看了看一旁的雪雪，然后捂住话筒，雪雪，这大叔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你觉得怎么样？冷清雪歪着小脑袋思考着，我觉得可以啊，咱们去吧，请到家里吃饭，这人还挺有诚意的。好，那我答应了。林雨见雪雪也同意了，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好的，大叔，我会去的。好，今天晚上叔在家等着你。冷洁见林雨答应，也是高兴，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就挂断了电话。冷洁挂断电话，然后讨好的看了看周芳，老婆，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周芳继续瞪了他一眼，他还记着说他做饭是下毒的事呢，还想吧，马马虎虎。冷洁一看有戏，老婆，那我晚上是不是可以？周芳淡淡的看了他一眼，别想太多，今晚你还是睡客厅。说完他就转身离开，走去厨房继续练习厨艺。哼，说我做饭像下毒，你就睡1月客厅吧，他可是很记仇的。冷洁人傻了，他就不该吐那个槽。不，今晚这个客厅是非睡不可了。另一边，冷清雪和林雨挽着林雨的手臂走向食堂，因为下午有课，还是在食堂吃饭方便。小雨儿，当那个大叔好带哦。一愣一愣的，说话还断断续续。冷清雪抱着林雨的胳膊说道，他虽然没听到小雨儿和那人对话的内容，但是傻子也知道刚才那人顿住了那么长时间，就挺怪的。林雨则是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这个大叔人还挺热情的，不过确实有点呆。他说刚刚想起了悲伤的事情，所以愣了一会儿。冷清雪更加疑惑了，这打电话也没说啥啊，怎么就悲伤了呢？不过他不再纠结这个，今晚能和小雨儿一起去蹭饭就很爽。1小时后，林雨和冷清雪在食堂吃完饭，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宿舍。他们虽然买了别墅在外面住，但是下午有课，他们自然不可能直接回家，当然是先回到宿舍先歇歇脚，这才是机智的。林雨回到宿舍，3个老色痞已经吃饱喝足的宿舍里打游戏了。他一进门，王军就听到动静，于子，这不是大忙人吗？怎么有空到我们这来啊？林雨拍了拍王军的肩膀，不就是和校花同个居吗？至于骂你们，看你们酸的。王军、钱飞、赵天，我特骂。林雨这不说还好，一说出来他们更酸了。奶奶爹！一群人在宿舍里聊着，王军看了看林雨，对他眨了眨眼睛。于子和冷校花的同居生活怎么样啊？林雨挑眉，这小子还真有一颗八卦之心啊。还好吧，2个人一起睡觉还是很不错的。这个我不太好说，等你们有对象了就知道了。林雨说的可是实话，雪雪香香软软的，抱起来是真的爽。王军顿时觉得扎心了，林雨都拿下冷校花了，自己就不该多嘴。他真傻，真的，他特么的就不该问啊。另一边，魔都市一栋别墅内，柳玉兰刚刚吃完饭，在客厅内看电视，她有点想宝贝儿子和雪雪了，这俩孩子在一起就是登对。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柳玉兰拿起茶几上的手机，然后拨下一个号码。喂，老婆，有什么事吗？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喂，老公，小雨找到对象了，还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我特别喜欢。林文听到这话，瞬间愣住，老色痞卧槽，我儿子出息了。当林文听到老婆说自己儿子找到对象的事，瞬间心里就激动了起来。儿子找到了对象，据说还很漂亮，他这个老父亲很欣慰。因为林雨平时表现的对女人并不是很感兴趣，而且学习结束后就会打游戏奖励自己，甚至暑假的时候还念叨着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这种话，差点没被林文气到。
林文自己创业开了家公司，现在作为上市公司的老董，自认为自己干得还行，给老婆孩子带来了好的条件。小雨也很不错，考上了好大学，但是心中无女人就很离谱。他林文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让林家断了带啊。所以当他得知林雨搞到了一个漂亮女孩做对象，别提有多开心了。自己养的这么多年的猪，终于拱到人家的白菜了，就很爽。养儿子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拱到人家的白菜。林文镇静下来，继续问道：老婆，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你们见过了吗？当然见过了，那闺女还帮了我，我很喜欢她。柳玉兰带着笑容说道。林文在电话那边点头，既然老婆都见过了，还很喜欢，那他就没什么意见了。其实有意见也没用，家里还是老婆说了算的老婆。那你怎么不早点和我说呢？让我早点高兴高兴。柳玉兰一愣，其实她不是不想早点说，而是忘了她当时见到雪雪很高兴，其他事早抛到脑后了。而且林文还在外面出差，在家里的存在感很低，她忘了也很正常吧。我这不是准备观察一阵再和你说吗？柳玉兰不急不缓地说道。林文听了点头，还是老婆有智慧。老婆，那我连夜坐飞机回来。儿子有对象了，他可不得立马回来。柳玉兰翻了个白眼，那么着急干什么？人孩子又不会跑了，你安心把事情办完再回来。那好。林文也表示同意，他确实还有些事没办完，等办完再回去也行。他也不是那么急，反正儿子已经拱到白菜了，就很爽。两人挂断电话，柳玉兰取出宝贝儿子送的面膜敷了起来，还是儿子好，送这么好的面膜给他。下午4点，林雨和冷清雪上完课一起走回家。小雨儿，走，咱们去蹭饭。好，蹭饭蹭饭。林雨捏了捏冷清雪的小脸，两人就随随便便的穿着休闲的衣装走出别墅。林雨终究还是没穿他最爱的大裤衩子和拖鞋，虽然他对这个大叔并不怎么在意，也不欠他人情，相反大叔还欠了他的一个忙，但是去人家里吃饭穿个拖鞋和大裤衩子确实不太好。林雨也没穿得很正式，就一身休息的就很舒服。他又不是去求人，穿那么正式干什么？没穿拖鞋他已经浑身难受了。冷清雪这边也一样，他就随随便便穿了个长裙。他觉得大叔愣愣的，而且还被小雨儿帮了忙，没必要穿得很正式。两人一起上车，林雨掏出手机把位置给司机看了一眼，司机就发动车子出发了。半晌，冷清雪看着车子行驶的方向，有点疑惑。这车开的怎么是我家的方向？他摇了摇头，怎么可能呢？只是同路罢了。又过了半小时，车子驶向一个别墅区。冷清雪瞬间愣住，因为这个别墅区里有一栋就是他家。他有点疑惑，然后觉得自己想多了。别墅区那么多别墅，那个大叔就不能住在这个别墅区了？车子开进别墅区，两人下车。小雨儿，那个大叔家在哪啊？冷清雪好奇地问道。林雨则是一只手牵着雪雪，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我看看啊，196号。他带着冷清雪来到196号别墅前。雪雪，大叔家就是这。冷清雪抬头看了看196号别墅，这别墅好熟悉啊。只见别墅的窗台上，一位美丽的妇人正朝着林雨和冷清雪招手。小雨，雪雪，你们怎么才来啊？妈都等急了。林雨、冷清雪、老色痞方怡，老妈！两人的小脑袋瞬间懵懵的。周芳连忙走到书房里，冷杰正在书房内悠哉悠哉的喝茶。周芳拍了下他的头，还喝呢？你的帅小伙已经带着女伴来了。卧槽，帅小伙终于来了！冷杰连忙起身走出书房。老婆，咱们快去接帅小伙，人家可是贵客。说完就冲了出去。周芳跟在冷杰身后，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冷杰直接冲到门口，看见帅气的面容。小伙子，你终于来了。又看了看他带的女伴，然后瞬间惊呆。雪，冷清雪也瞬间惊呆。老爸，你怎么在这？老爸就是那个怪大叔，可是他不是在出差吗？他怎么认识小雨的？而林雨此时已经人妈了，当他看到岳母大人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全部都明白了。这特么，这个大叔就是他传说中的岳父大人啊！还好他良好的素养救了他，没有穿拖还和大裤衩上人家吃饭。你上岳父大人家吃饭穿大裤衩？冷杰此时一脸懵逼，他看了看宝贝女儿，怎么回事？不是说雪雪有对象了吗？还是一个叫林雨的，长得一般的那个，怎么把人帅小伙带来了？对了，一定是雪雪没看上那个林雨，觉得帅小伙人不错，就和他一起来了。雪雪，你认识这个小伙子？冷杰问着自己的女儿。冷清雪牵着林雨的手，老爸，你真笨，这都看不出来，他是我对象啊，他叫林雨。冷杰，什么？冷杰听到宝贝女儿说的话，瞬间懵了。雪雪把他对象带来了，他对象还是林雨，和冷杰自己见到的林雨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他的脸上的表情一瞬间变换了很多次，从懵逼到震惊，再到疑惑，五味杂陈，写满在脸上。怎么可能？
不可能，绝不可能！这个帅小伙儿怎么可能是林宇呢？他那天明明在大学门口见到了传说中林宇，那明明是一个长得一般的小伙子，身边还跟着个小胖子，怎么转头来这个帅小伙儿成了林宇了？难道还有同名同姓的存在？这么一想也不是不可能啊！世界那么大，出2个同名同姓的人很正常吧？想到这里，冷杰心中释然了，他已经坚信有2个林宇的存在，反正面前的帅小伙不是老婆口中的林宇就行。冷杰仔细看了看牵着雪雪小手的男人，确认他就是那天见到的帅小伙。毕竟这比他帅一点点的面容很难让人忘记，他也是中年人了，表情管理自然很到位。一瞬间他就恢复了平静的表情，还露出笑容。嗨啊，真是的，雪雪，你又找了个对象也不跟爸说说，是不是和前一个林宇分手了，找了帅小伙？冷清雪听到这话，小脑袋瞬间冒出许多小问号，而且表情既疑惑又生气。他和前一个林宇分手？什么鬼啊？他自始至终就找了一个对象，就是小雨一个人，哪来的前一个林宇？老爸真能乱说，可别让小雨误会了。老爸，你乱说什么呢？我这还是第一次谈对象呢，哪来的和前一个分手？我从来只有林宇这一个对象，哪有什么分手？小雨就是独一无二的小雨，小雨长得那么帅，那可不是独一无二吗？林宇此时也是一脸懵逼，这岳父大人有点怪啊，他在哪见到林宇的？哪来的前一个林宇？如果有前一个林宇，那他是干什么的？难道他有分身？林宇知道整个大学也就他一个林宇，同名同姓的都没有，不会有人冒名顶替他吧？到底是哪个小子冒充他？别让他逮到！此时赵天正在和他对象在一起吃饭，突然他打了个喷嚏。赵天有点疑惑，好像有人在说他坏话。算了，不管了，和对象一起吃饭还想别的东西，还是不是人了？而冷杰听到雪雪的话，又瞬间变得懵逼起来。啥玩意儿？只有一个林宇？他那天见到林宇又是谁？可是雪雪是不可能说假话的，冷杰是很信任自己的宝贝女儿的。那这么看来，这个帮了他大忙的帅小伙，就是传说的老婆和女儿都喜欢的那个林宇。对啊，这一切都对得上了。老婆说过，林宇那小子长得超级帅，比他冷杰还帅。但是他那天在大学见到的林宇只是一个颜值一般的，而这个面前的帅小伙，冷杰不得不承认他很帅。所以这个帮了他忙的帅小伙，就是那个骗走他宝贝女儿的林宇。卧槽！不，冷杰在想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后，人都傻了。他现在的表情很复杂，一边是帮了他大忙的帅小伙，一边是骗走他女儿的林宇。结果现在这俩人是同一个人，这咋整？原本冷杰还准备等再次见到林宇的时候，暗中刁难他，给他小鞋穿。现在林宇又帮了他，人情还没还呢，就想着刁难女婿。此时的局面很尴尬，空气很安静。冷杰正面色复杂地看着宝贝女儿和女婿，他刚准备邀请帅小伙进门，结果就发生这种事。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进退两难了。而冷清雪则是疑惑地看了看小雨和老爸，他在思考这俩人是怎么认识的，老爸怎么提前回来了，还说什么和前一个林宇分手这种奇怪的话。而林宇的敏锐思考已经把整件事情分析得差不多了，这个岳父怕不是在什么时候遇到了冒出他的人，把那个人当成了林宇。此时一位美丽的妇人走了过来，小雨、雪雪，愣住干嘛呀？快进来，在外面站着干什么？老公，你也是的，怠慢了我的好女婿，有你受的。周芳瞪了一眼冷杰，然后露出温柔的笑容，然后牵着林宇和冷清雪走进了别墅。与此同时，他又看了一眼冷杰脸上的表情，这不看还好，一看他差点没忍住笑出声，那表情真是哭比笑还好看。哈哈哈哈哈！爽！周芳看到老公这个表情，觉得自己这几天的谋划都是值得的。她千辛万苦，终于在冷杰不知情的情况下，让雪雪和小雨一起来家里，这效果果然爆炸，真是太好玩了。冷杰愣在原地，老婆竟然直接把林宇拉进家里了，卧槽！看来他很看好这个女婿啊。看来他冷杰这家庭地位有可能受到冲击了。林宇和冷清雪则是呆呆的被周芳拉进了别墅里。林宇瞬间看清楚局势了，这个家里还是岳母大人说了算啊。至于岳父是个有地位的人，有岳母大人罩着，他根本不用怕了，一定要抱好大腿。周芳拉着女婿和女儿来到餐厅，冷杰则是跟在后面。骗走我女儿的林宇，你又帮了我大忙，就很纠结。他的心中在抉择着，到底是挑刺还是不挑刺呢？挑吧，人家又帮他搞定了几个亿的单子；不挑吧，他的小棉袄被骗走了，就很难受。思索了一番，冷杰有了决定，挑刺，但不完全挑刺，刁难一两下就收手。林宇这边被岳母大人拉着来到餐厅，然后就看到桌上五彩斑斓的黑色菜肴，他瞬间惊呆，老色批卧槽！林宇看着一桌子的菜，直接愣住了。这些个菜不会是岳母大人做的吧？他不太好说，一时间有点词穷了。想他林宇也算是高材生，结果今天被岳母大人做的菜给弄词穷了。不过也不能就此下定论，岳母大人这么漂亮的大美女，
怎么可能把菜做成这样呢？反正林宇是不信的，而且方姨上次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亲自下厨给他做菜来着，那是如此的有自信。所以林宇觉得这菜很有可能是岳父做的，毕竟这个大叔有点呆呆的。林宇脑海中已经分析了一波，如果这些菜不是岳母大人做的，那就是真的垃圾，看着都能让人猛吐3大碗饭。不过如果这些菜是岳母大人的做的，那简直就是山珍海味，人间美味啊！看得林宇直流口水，恨不得把碗吃下去。嗨呀，他就是这么机智。先搞清楚局面，看看这一桌子令人脸色发白的菜到底是谁做的。再看情况，站在林宇身旁的冷清雪看到这一桌子美味的菜肴，瞬间一惊。老色痞因为他想起了儿时的回忆，因为那顿饭他还被揍成了小猪。自那以后，老妈就很少做饭了，结果今天突然做了一大桌子菜来欢迎小雨，这是人干的事吗？这是欢迎小雨还是给小雨下毒啊？老妈真是对自己的厨艺一点避数都没有啊！要是把小雨吓跑了怎么办？他可就这一个宝贝对象，但凡请个5星级酒店的大厨来家里做饭，也不至于这样啊。这下好了，原本以为是蹭饭，结果是老妈下毒。冷清雪面色发白地看着桌上漆黑的菜式，心中吐槽着，但是她没说出来，她可不想再被老妈揍成小猪。关键是小雨儿还在，那更不能被揍了，不然岂不是很丢人？周芳则是看到林宇一脸震惊的表情，心里很开心。他认为女婿是看到他做了这么多菜，被他亲自下厨的诚意惊呆了。周芳连忙上前握住林宇的手，让他坐到餐桌前。来，小雨，快尝尝，姨亲自为你做的菜，就是菜有点少，才16菜一汤，你不要介意啊。林宇，卧槽，这一桌子菜真是岳母大人做的啊！完了呀，BBQ了呀！他是真不敢想相信，这么漂亮的岳母大人做的菜，狗看了都摇头。就这还嫌菜少啊？这菜但凡要是再多一盘，林宇觉得自己得多在医院躺1个月。冷清雪站在一旁都惊呆了，老妈这真是要给小雨下毒啊！16道毒还嫌少，她就这一个老公啊！冷清雪小脑袋飞速思考着，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要不要帮小雨儿分担一点。此时冷杰已经从后面走了过来，看着3人已经坐到餐桌边。冷清雪看到老爸来了，顿时眼睛一亮，他已经想好了，到时候疯狂的夹菜给老爸吃，让他也来分担一点。他真是太机智了。林宇保持优雅的笑容，方姨，你的厨艺真棒，这16道菜色香味俱全，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周芳闻言，心里那叫一个甜滋滋的，脸上的笑容更加多了。他还是第一次被人夸做饭好吃呢。看看，这才是我的好女婿，发现了我厨艺上的闪光点，不像那个老公和雪雪，还说他做饭狗看了都摇头。真的是好孩子，真会说话。来，喜欢就多吃点，姨专门给你做的。周芳说着就拿起筷子给林宇夹了一个有点像炭的鸡腿。冷清雪和冷杰看到这一幕，父女2人都懵在原地。老色痞小雨儿傻了吧？你管这叫色香味俱全？冷杰更是愣住，这个林宇是不是眼睛不好使？黑黑的一片的菜，你看了流口水。一家人落座，周芳喊了句开饭，然后剩下的3个人都不动筷子，包括林宇。他现在看着碗里的漆黑大鸡腿，有点发愁，以为他真是傻。他不知道这些菜跟毒一样，但是岳母大人必须得夸啊，不管这菜都多么离谱，都得夸。周芳心情正好着呢，就看到3个人坐在桌边不动筷子。吃啊，这菜都齐了，怎么还不吃啊？冷杰直接开口，有人说这菜里面，他话还没说完就被周芳狠狠地瞪了一眼，吓得他瞬间不敢说话。操，差点说出来了，不然就是1个月都得睡客厅了。周芳看向林宇的方向，眼睛里还充满了期盼。林宇被岳母大人这么一看，身体一顿，看来是非吃不可了。而且他刚刚夸了岳母大人，现在不吃，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奶奶爹，那就来吧。他心中默念，系统打开系统商城。一打开，林宇在脑海内搜索着能改变味觉的道具。这个道具一用，多难吃的菜应该都没问题。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款味觉糖果，这款糖果可以让味觉改变，尝到不好吃的菜可以变得好吃，好吃的菜则是更加好吃。系统兑换100积分，是否购买？是。林宇没想到这玩意儿竟然要100积分，有点贵了，但是江湖救急，还是赶紧买了吧。林宇让系统把味觉糖果直接出现在他嘴里，糖果进入嘴中，瞬间一股酸酸甜甜的感觉涌了进来。林宇觉得自己已经无敌了，再难吃的菜他都吃给你看。此时不仅周芳用着期盼的目光看着女婿，冷清雪和冷杰也看向林宇。冷清雪心中一惊，小雨儿不会真要吃吧？那可是毒啊。然而林宇此时表情淡定的上手拿起筷子，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夹起一块肉送进嘴里，瞬间他眼睛一亮，卧槽，太好吃了吧。林宇因为已经吃了味觉糖果的缘故，现在吃啥难吃的菜都觉得很美味，所以他刚刚说岳母大人做的菜美味，
就是真的美味，完全不是装的。林宇因为菜好吃，直接快速的拿着筷子夹菜吃，就好像这菜真的很好吃一样。好吃，好吃，方姨，你的厨艺真棒，我今天来的值了。林宇边吃菜边夸着周芳，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不痛苦。周芳看着自家女婿吃得这么快，还夸他做饭好吃，整个人差点没开心的飘起来。他这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人吃他做的饭这么快速的，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好孩子，看你吃这么高兴，姨也很开心。他继续给林宇夹菜，这才是他的亲儿子啊，不像雪雪就知道皮他，还说他做饭难吃。冷清雪看到林宇吃着老妈做的菜，连眼睛都眨一下，嘴里还说着好吃，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漂亮的大眼睛瞪得很大。小雨儿不会是傻了吧？老妈做的菜好吃？怎么可能？老妈做的菜要是好吃，他冷清雪当场把这个餐桌吃掉。冷杰更是惊得胡子直抖，此子恐不如斯啊！他这40年可不是白活的。作为公司老总，冷杰一眼就看出来林宇是为了讨岳母欢心，才夸他的菜做的好吃，但是也没有这么造的吧？林宇那副狂吃的样子，要不是冷杰吃过老婆做的菜，差点就信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了，这小子是真的狠又能忍。这么难吃的饭菜，他得多努力才能控制表情不痛苦啊！此子当真恐怖。林宇吃着菜，表情淡然，一点也不痛苦。他看到雪雪和岳父震惊的表情，心中得意。开玩笑，他可是专业的，如果不做点准备，就直接吃岳母大人做的菜，那才是大傻子。林宇知道，当人吃到难吃的饭菜时，脸上的痛苦表情是控制不住的。当吃着菜，脸上表情扭曲，然后说这菜好吃，猪都知道你在瞎扯。所以林宇直接来了个味觉他，改变味觉，吃美味的东西，表情自然很放松，这才叫专业。冷清雪小脑袋懵懵的，她看着林宇吃得很香，于是傻了一般，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送进嘴里，是小时候的味道。XX 冷杰一看雪雪都吃了，就他一个人没吃了，他顿时一惊，他可不想再增加睡客厅的时间了。而且林宇吃的还蛮香的，老婆的厨艺应该进步了吧？冷杰也立即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送进嘴里，还是熟悉的味道。XX 父女两人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一副嗝屁的样子。周芳看到这一幕，翻了个白眼，真的是这父女俩能不能行啊？人家小雨怎么就吃得那么香，而你俩一副不行的样子，人比人真是气死人。还是我女婿好。林宇看着一副嗝屁样的雪雪，差点没笑出声。雪雪真是胆子大，真敢吃啊，不是什么都像她一样有挂的。算了，晚上回去多奖励雪雪几盒冰淇淋，以安慰她受伤的胃。此时周芳自己也夹了口菜送进嘴里，小雨吃得那么香，自己做的菜一定很好吃。结果菜刚入口，周芳就眉头一皱，然后看了看四周，发现没人注意她，就不着痕迹地吐了出来。哈哈哈，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吃啊，但是人家小雨怎么就吃得那么香？再看看雪雪和老公，真是差太远了。半小时后，冷清雪和冷杰恢复过来，父女俩再也没动筷子，别说他俩，周芳自己也没动筷子。林宇见众人不吃了，他也不吃，他刚刚是真的吃得挺香，不得不说这味觉糖果确实强。冷清雪就坐在林宇身边，小手在桌下挽住林宇的手臂。小雨儿，我饿了。他是真的有点饿了，老妈这菜是一口也不能吃了，吃一口中毒半小时，谁顶得住？林宇挑眉，雪雪看来是真饿了，不过她只是个客人，不能在主人家当众点餐吧？其实周芳和冷杰也饿了，但是周芳作为一家之主是要面子的，饭都做了，难道去点餐？至于冷杰是不敢说话。林宇看了看众人，他脑海中想到了什么，他心中默念：系统使用美食烹饪技能书。一使用，林宇脑海中顿时涌入无数关于制作美食的知识。林宇现在觉得自己好像是厨神在世，没什么菜是他不会做的。这个尘封多年的技能终于有了用处。餐桌上，林宇开口道：方姨，你做的这么好吃，我不能光吃啊，我也炒点小菜，让姨看看我的手艺。林宇这话可是给足了岳母大人面子和台阶下。周芳闻言双眼一亮，小雨可真会说话，看看，这才是高情商，不愧是他的宝贝儿子。他已经饿得不行了，哪怕随便2个炒菜他都能猛吃一顿。好孩子，姨可得见识见识你的手艺。来，姨带你去厨房，厨房里食材应有尽有，随便你发挥。周芳虽然做饭难吃，但是厨房里的食材她是一样不落下，什么奥龙、帝王蟹、鲍鱼、燕窝全都有。周芳拉着林宇去了厨房，冷清雪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小雨儿什么时候会炒菜的？都没听她说过呀。不过冷清雪是无条件相信林宇的，林宇说会，那他就一定会。就像前面发生的数学考试、篮球赛、修电脑一样，林宇就是个宝藏，有无数地方发掘。冷杰则是吹着胡子，这小子好像要装起来了，这样下去他的家庭地位直接无了。不过转念一想，这小子可能炒的菜也一般，
他是不信林雨能炒出多好吃的菜的，到时候他直接挑刺。周芳领着林雨走向别墅的厨房，餐厅到厨房甚至还有一段距离。林雨跟着岳母大人走了一段路，周芳看还有一段路，就面带笑容的开始和林雨聊天。小雨啊，你真是个好孩子，才大一的年纪就已经会做饭了，不像我家雪雪，除了吃就是睡，跟个小猪一样，还整天气我。看到他那样，我就想把他揍成小猪。林雨则是淡淡一笑，方姨过奖了，我就是会点小菜，搬不上台面的。其实林雨还真的会做饭，会做一点点的那种。前世林雨就会炒几道小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肉啊啥的，所以林雨哪怕没有系统，他也是完全不虚的。此时正在餐厅里等着林雨做饭的冷清雪突然打了个喷嚏，刚刚吃了老妈做的一口菜，中毒半小时，现在又打了个喷嚏。冷清雪的小脑袋有点懵懵的，她觉得是有人在背后说她坏话，这个点能在背后说她坏话的肯定是老妈。冷清雪想到这里顿时一惊，我敲！刚刚她怀疑老妈说坏话也只是怀疑，不过老妈现在是和小雨儿一起在厨房挑选食材，老妈和小雨儿说她坏话也就算了，但是她要是把自己小时的丑事说给小雨听咋办？那可不行啊，小时候那些丑事也太羞耻了，千万不能让老妈说给小雨儿听，不然小雨肯定会狠狠地嘲笑她的。林雨现在和冷清雪待久了，人也变皮了，给她抓住机会，她肯定会狠狠地笑话冷清雪。不行，我也要去厨房看看，如果老妈要说她的丑事，必须阻止老妈。冷清雪想到这里，下定决心，从座椅上起身，准备走向厨房。而一旁的冷清看到宝贝女儿打了个喷嚏，瞬间吓了一跳，这可是她的宝贝女儿，作为女儿奴的她怎么看着雪雪感冒呢？冷洁连忙站起来，雪雪，你怎么打喷嚏了？是不是感冒了？虽然雪雪体质很好，从小到大都没感冒过几次，但是她还是要问的。冷清雪从座椅上起身，没事，老爸，我没感冒，刚刚打喷嚏是因为有人在说我坏话。什么？谁敢说我女儿坏话？看我不狠狠地教训他！明冷洁一听女儿这话，瞬间暴跳如雷，当着她的面说她女儿的坏话，真是大胆。雪雪，你知道是谁说你坏话吗？说出来，爸替你教训他。冷清雪闻言打量了冷洁一眼，然后摇摇头，爸，你不行的，你和那个人差太多了，还是洗洗睡吧。什么？冷洁见宝贝女儿好像小看了他，瞬间吹胡子瞪眼，他这是被女儿小瞧了呀。雪雪，我怎么可能和那个人差太多？比我冷洁强太多的人还没出生呢。说，大胆说，爸替你出头。冷清雪看到老爸如此自信，也只好开口，爸，说我坏话的人就是老妈，你去教训他吧。好，你老妈是吧？看我不冷洁听到宝贝女儿的回答，先是撸起袖子准备动手，然后身体直接僵在原地。卧槽，雪雪这不是害我吗？如果说坏话的是老婆大人，那也只能让她继续说了，换做以前，冷洁直接上去和周芳理论一两句也不是没那个胆子，但是现在还是好好发育吧，他可不想延长睡客厅的时间。哈哈哈，那什么，雪雪，我得躺会儿，你妈做的毒还有后劲儿，这会儿又毒发了。冷洁直接倒在椅子上，脸色发白，一副不行的样子。冷清雪，他一开始就知道老爸听到老妈的名字肯定会吓一跳，果然老爸比他想的还要从心，下划线。不过也没关系，冷清雪也准备指望老爸去教训老妈，当务之急是赶紧去厨房。冷清雪连忙向厨房冲去，周芳带着林雨来到厨房里。林雨环顾四周，这别墅的厨房还蛮大的，有40-50平，和他家的厨房差不多大。周芳则是走到超大冰箱前，直接打开冰箱门，从里面取出奥龙和帝王蟹，然后脸上带着笑容，小雨，这些都是食材，你看满不满意？林雨一愣，好家伙，虽然岳母大人做饭很难吃，但是他准备的食材真是杠杠的。那正好，芳姨，咱们今天吃奥龙。周芳闻言一怔，然后目露惊喜，小雨，你会料理奥龙啊？林雨微笑的点头，会一点，其实他全都会，别说奥龙了，就是恐龙来了他都能料理。那太好了，姨还不会呢，待会可得好好偷师。周芳大方地把奥龙和帝王蟹取出，递给林雨。他不确定女婿是否真的能把这些食材做得好吃，但是没有关系，哪怕不好吃，他也给吃了，就是这么豪横。突然，他眼睛瞪大，直直地盯着林雨手上的动作。只见林雨拿着刀，熟练地给奥龙开壳放血，小臂长的大龙虾在挣扎着，尾巴一弹一弹的。而林雨则是淡定的一只手将其抓紧，瞬间就稳定了局势。他手臂上结实的肌肉遒劲有力，把处理好的龙虾清洗干净，放在一旁备用。整套动作行云流水，看着就好像有很多年处理龙虾经验的大厨一样，把周芳都看呆了。你管这叫会一点？一般人处理这么大的大龙虾，怕不是抓都抓不紧。他家女婿竟然这么厉害！此时，厨房门边，冷清雪探出一颗小脑袋，看了看四周，在暗中观察着。我定，
冷清雪刚从厨房门边探出小脑袋，就看到林雨娴熟的把大龙虾给触了，她瞬间惊呆。老色痞小雨儿为什么这么熟练啊？搞得的跟做了几10年饭的大厨一样。难道小雨儿曾经找专业的大厨学过厨艺？可是她才大一呀，哪来的时间学这个？大一前面就是3年地狱高中，难道小雨是忙里偷闲，一边学习一边学厨？这是什么级别的时间管理啊？冷清雪怎么想都想不明白。此时林雨已经飞速的处理完帝王蟹，她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回头看去，就看到一个可爱的小脑袋一脸震惊的看着她的方向。她眉头一挑，好家伙，雪雪竟然在暗中观察。周芳正认真的看着女婿的处理帝王蟹手法，他正在认真学习，以后就做帝王蟹给大家吃。突然就发现女婿在回头看着一个方向，他也顺着女婿回头的方向看去，就看到冷清雪正一脸懵逼的和他对视。啊，被老妈发现了！冷清雪转身就准备逃跑。周芳见此，露出恶魔般的微笑，他怎么可能让小雪雪逃掉呢？只见他直接一个箭步冲上去前去，反手就把要逃跑的雪雪抓到怀里。周芳抓住了冷却，心中得意，雪雪，你竟然在偷看，被妈妈带到了吧？说着他还掐了掐冷清雪的小脸。冷清雪则是挣扎着，老妈，我没有偷看，小心我告你诽谤。哦，那你刚刚在干什么呢？我刚刚那是正大光明的暗中观察。周芳闻言揪了揪冷清雪的小耳朵，把偷看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也只有你一个了。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了，和我一起给小雨帮厨。就这样，冷清雪被老妈抓过来当苦力了。林雨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心中好笑，果然岳母大人才是雪雪的克星啊。同时也坚定了他心中的想法，一定要抱好大腿，到时候雪雪要是皮他就直接搬出岳母大人拿捏雪雪。冷清雪被老妈来做苦力并不恼，她本来就是要阻止老妈说她坏话的。她一蹦一跳的来到林雨身边，小雨儿，我来帮你。幸好林雨准备摸摸她的小脑袋，又发觉手刚刚处理了食材，就笑着看向旁边放好的青菜。好，雪雪帮我把青菜洗了吧。好。冷清雪开心的拿着筐子开始洗青菜。周芳走到林雨身边，小雨有什么需要一帮忙的？林雨一愣，谁敢让岳母大人帮忙啊？不过不让他做事，好像就更不给他面子了。权衡之下，林雨看了看水池里的2条鱼，芳姨，麻烦你把鱼去鳞吧。好，去鳞很简单。周芳直接拿起刀就给鱼开始去鳞。她虽然做饭难吃，但是处理食材是很娴熟的。餐厅内，正躺在椅子上的冷洁突然睁开双眼，雪雪呢？怎么一会儿功夫人就没影了？雪雪不会也去厨房看林雨做饭了吧？老婆和女儿都去厨房看林雨做饭了？不，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想到这里，冷洁直接起身冲到厨房，她倒要去看林雨做饭是什么水平。只见厨房门边又探出一颗脑袋，在暗中观察着，而林雨则是开始切牛肉。她把一整块肉放好，快速的切掉边角料，只留下中间整齐的肉块，然后手起刀落，迅如疾风，咔咔咔就是一顿切。剁，刀口敲在砧板上，发出有规律脆响。那速度快的，就好像完全没在意手指跟刀口是不是有配合，怕一个不留神就把手切了。冷清雪和周芳人都看呆了，这刀工是人能切出来的？冷清雪还好一些，毕竟她没切过菜。周芳更是震惊，因为她自诩20年来的刀工已经炉火纯青了，结果一看到小雨这刀工，她才知道自己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等林雨切完牛肉，冷清雪直接冲上去，把切好的牛肉拿起一片仔细观察。牛肉片薄如蝉翼，细密的纹路清晰，在厨房的灯光下变得透明，可以透过牛肉看到对面的东西。冷清雪和周芳两人都惊得嘴巴微张，而趴在门口暗中观察的冷洁看到这一幕也傻了。这林雨这么恐怖的，他这是有备而来啊！随即冷洁又握了握拳，胡子一吹，切，刀工好又不能说明做饭好吃。老婆刀工也挺好，但是做饭还不是那么难吃。林雨切好肉，然后起锅加油，加入食盐、酱油等调料，最后加入辣椒开始翻炒。这么嫩的牛肉片一定要掌握好火候，下锅翻一遍就要取出来。不到5分钟，林雨的第一道菜辣椒炒牛肉就已经做好了。简单的菜更考验厨师的技术。辣椒炒牛肉一锅，瞬间整个厨房都香气四溢，冷清雪馋的口水都流了一地。小雨儿，我要吃。雪雪，想吃就吃啊，还用问我？林雨笑着开口。周芳看着女儿那没出息的模样，她拍了拍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看你那样，口水都流出来了。说着，她反手就取出筷子，然后飞速夹起一片肉送进嘴里。啊，太好吃了吧！老色痞牛肉又香又嫩，麻辣可口。周芳感觉40年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而且还是一道特别简单的辣椒炒牛肉。冷清雪人傻了，老妈竟然偷袭她这个年轻人！老妈，你太坏了！说着，冷清雪直接拿起筷子猛夹一大口送进嘴里。太好吃了吧！
老色痞周芳一看雪雪夹了那么大一口，瞬间急了：“你这孩子，给妈留一口！”他也不甘示弱的夹了一大筷子送进嘴里，于是母女就疯狂夹菜吃。冷杰看着那盘香气四溢的辣椒炒牛肉，瞬间就被两个人干得见了底。他差点没急的冲出去，他也想吃，但是他不能冲过去，冲过去就暴露了。不就是一盘小菜吗？也不见得有多好吃。此时一小盘辣椒炒牛肉已经被母女俩干光了。林雨有点忍俊不禁，还好他就炒了一小盘，不然雪雪和岳母大人都要吃饱了。林雨把处理好的奥龙取出来，看向两人：“方姨、雪雪，这龙虾我准备做3种口味，你们想要什么口味的？”周芳眼睛一亮：“还能选的？我要烧烤口味。”冷清雪则是举起小手：“我要盐口味。”林雨点点头：“好，那剩下的清蒸吧。”冷杰在一旁听着，他也要口味，他要油炸口味，可惜他不能暴露，就很恼怒的一拍墙。结果拍墙的声音不小，林雨三人瞬间回头看向门边，冷杰瞬间暴露，他身体一僵，然后走了出来：“哈哈哈，你们忙，你们忙，我溜达。”此时厨房内的空气瞬间凝固，整个厨房安静的针落可闻，除了灶台上的油锅在滋滋的作响。冷清雪、周芳和林雨三人的目光都同时看向冷杰，冷杰被三人看着，身体越发僵硬，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尴尬的他差点就用脚丫子抠出3室一厅了。林雨这边看到岳父突然出现在门边，眉头一挑，他已经瞬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好家伙，原来岳父也在门口偷看啊！这岳父和雪雪不愧是父女啊，都想到了来厨房偷看，甚至偷看的动作都是那么一致。感受到三人的目光，冷杰现在已经人麻了。他长得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也不用这么看着他吧。他露出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企图缓和一下气氛。嘿嘿，那什么，雪雪都会洗菜了，值得表扬。说着，他还朝着冷清雪竖了个大拇指。然而并没有人鸟他，林雨三人还是一直盯着冷杰看，并没有一个人率先开口说话。厨房里的空气更加尴尬了，4个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冷杰被3个人盯发毛，他终于忍不住了，再次率先开口，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哈哈哈，你们忙你们的，我接着溜达溜达。说完，冷杰转身迈着步子就准备溜了。等等，老爸，你在厨房门口偷看还想跑？突然，冷清雪小脸鼓鼓地喊住了冷杰。冷杰一惊，刚刚迈出的脚步瞬间顿住。老色痞卧槽，我的宝贝女儿竟然被刺我！冷杰想不到雪雪竟然会被刺他，雪雪可是他的贴心小棉袄啊，从小养到大的贴心小棉袄，现在是不是可能有点漏风了？不，他停下脚步，回头看去，雪雪可不能乱说啊，老爸这怎么能叫偷看呢？我只是刚刚凑巧路过而已。然而冷清雪则是依旧小脸鼓鼓的，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其实他的嘴角隐藏着笑容，只是此时没人能看到，因为他刚刚也来到厨房门口偷看来着，然后被小雨和老妈抓住。但是他是肯定不能承认自己偷看的，结果老爸也在厨房门口偷看，还被大家带到了。这下好了，冷清雪觉得自己可以把偷看的锅给甩到老爸身上，并且要保证锅给到位，给他锁住，让老爸的偷看行为吸引众人的注意，从淡化他刚刚也在厨房门口的偷看行为。他真是太机智了。老爸，你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我们知道你肚子饿了，来厨房门口偷看也是很正常的嘛。冷清雪不仅把锅甩给了老爸，还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林雨在一旁却看懂了雪雪的操作，他有的忍不住想笑，这小顽皮竟然还想着甩锅，真够可以的。而冷杰听到宝贝女儿的话，顿时一愣，啊，这雪雪说的没错，他还确实是有点饿了，因为老婆做了16道毒菜，他前面吃了一口就中毒半小时，加上一些其他的时间，现在已经是晚上6点半了，这么长时间啥也没吃，就吃了一口毒，还谁都饿啊。不过他来厨房的主要原因却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来打探情报，看看林雨的厨艺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可不能让他装起来啊。冷杰刚准备开口，就要再否认他是来偷看的，但是又想到雪雪刚刚说的话，瞬间一喜，雪雪这是给了他台阶下。果然，雪雪还是那个雪雪，是他的贴心小棉袄，不愧是他的宝贝女儿。冷清雪看着老爸愣在原地，心里有点小着急。老爸，快点承认啊，承认你是在厨房门口偷看的，这样就能背大锅了。冷杰此时也清了清嗓子，嗨，那什么，我确实是因为饿了才来厨房偷看的，没办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吗？冷杰要面子的为自己解释了一下。周芳闻言则是翻了个白眼，这个老公就知道吃，跑来偷看，还一点也不知道来帮忙。他淡淡的开口，老公，你既然来偷看了，就留下来给小雨帮忙吧，光吃饭不干活可不行。冷杰瞬间一惊，什么？让我堂堂的公司老总给林雨帮忙？不可能，绝不可能。要是换做平时，他可以上去帮忙，但是现在不行，
林宇可是把他女儿都骗走了，他怎么可能给骗走他女儿的人帮忙？哪怕林宇前面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他也不能做这个。冷杰现在把林宇看得很微妙，这个帮他解决问题的帅小伙却骗走了他的女儿，就很纠结。冷杰正在暗中和林宇较劲，和他做比较，比颜值他输了一点点，但是比其他的他不能再输了。那什么，老婆，我想起来有点事还没做，我先去书房了。说完他拔腿就跑。周芳并没有喊住冷杰，而是任由他跑掉了，同时他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周芳早就猜到冷杰肯定不会留下来帮忙的，他这么好面子，而且他啥也不会，来帮忙也是帮倒忙，所以他就故意这么说，然后赶紧把他吓跑。这一天天的咋咋呼呼的，别耽误我家女婿做饭。冷杰逃跑，厨房内已恢复祥和。林宇看着逃掉的岳父也是松了一口气，方姨也太狠了，让岳父给他帮忙。别说岳父要是真来给他帮忙，他自己都觉得怪怪的。林宇取出处理好的龙虾，将其分成3份，打开烤炉，放进第1份龙虾肉，刷上烧烤酱，这是岳母大人要的烧烤口味。然后打开铁锅，锅内铺上一层海盐，放入龙虾肉，在龙虾肉上再铺上一层海盐，将其盖住，起锅开火。这是雪雪要的盐口味。剩下的龙虾肉直接清蒸。林宇看着3份龙虾陷入沉思，可惜岳父不在，不然也给他搞个口味。此时冷杰人已经跑到书房了，他手上正拿着一本经济学，从入门到入土在认真看着。然而仔细一看，他手上的书是倒着的，冷杰根本没有什么事，他刚刚那么说只是为了找个借口逃跑。现在他手里拿着书，脑海里却想着刚刚林宇说的一虾3尺。老婆点了烧烤口味，雪雪点了盐口味的，剩下的直接清蒸。卧槽，他也要点口味，他要点油炸口味的。冷杰想到了这里，内心蠢蠢欲动，他决定再到厨房门口去偷看，哪怕吃不到也可以闻闻味味啊。不得不说，刚刚林宇的那道辣椒炒牛肉有2把刷子，但是仅仅只是有2把刷子而已。不对，他是去看林宇的厨艺水平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对，就是这样。于是冷杰放下书，蹑手蹑脚地从书房又摸到厨房门口，伸出脑袋暗中观察着。这次他必不可能被发现。此时厨房内的3人并不知道冷杰又跑回来偷看了。林宇在聚精会神地做菜，周芳和冷清雪则是认真地看着他做菜，同时口水止不住流出来。林宇把帝王蟹处理好，然后找来一大口锅开始清蒸。帝王蟹这玩意儿用来清蒸是最鲜美的，不用做其他的任何处理。还好岳母大人的厨具很多，不然这么大的帝王蟹很难整个清蒸啊，否则就要把蟹腿拆下来蒸了，这样会对口感有微小的影响。林宇起锅开火，看着面前的大锅，心中感叹，岳母大人还真是奇怪，明明做饭有点难吃，家里还有这么多厨具，看来他也是一位热爱烹饪的人啊，同时还有着持之以恒的恒心。一般人做饭难吃早就放弃了，林宇自从使用了美式烹饪技能之后，就对烹饪有了一股微妙的感觉。他很赞赏对烹饪有恒心的人，就好像一位真正的厨艺大师一样。周芳要是知道自己女婿在心中这样想的，肯定高兴的要飘起来。知音啊，这是他的知音，看看，真不愧是他的宝贝儿子，比雪雪和老公好多了。他们只会说他做的饭难吃，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林宇这边的动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3份奥龙正在不同的厨具中烹饪，帝王蟹也在大锅中清蒸，而林宇则是抄起刀开始切排骨，然后裹上淀粉和番茄酱，加入醋和酱油，进锅开始翻炒。同时另一个锅中加入炒切好的鸡肉、辣椒、黄瓜、花生米、盐和食用油，开始翻炒。不到10几分钟，林宇同时做好了一份糖醋排骨和宫保鸡丁。林宇知道时间不多了，现在都晚上6点半了，一般人饭都吃完了，他还在这做饭。雪雪和方姨估计都饿得不行了，他必须加快速度，分秒必争，所以他直接开启1心2用模式，同时做出3、4份菜肴来最大化节省时间，就好像5星级酒店的主厨一样。酒店人那么多，每个主厨都能同时处理很多菜。冷清雪和周芳看着林宇行云流水的动作，人都看呆了。老色痞，这就是小雨儿传说中的时间管理，这也太厉害了吧！周芳更是惊得不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女婿是哪个顶级5星级酒店的大厨呢，太强了！雪雪这个小猪，这次是捡到大宝贝了。冷杰趴在门口，人都看傻了。卧槽，林宇这小子是不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学厨，学了20年？这技术比他见过的5星级酒店的主厨还要强很多。冷杰作为老总，吃过的5星级酒店2只手都数不过来，这里的主厨没一个比林宇的技术强的。林宇此时不知道他已经震惊了全场，他取出另一个小锅，然后开始炖燕窝汤。既然家里有燕窝，那可不得炖嘛。听说这玩意儿美容养颜，对女人来说很有好处。林宇这燕窝汤也是专门为雪雪和岳母大人炖的。厨房内7、8个厨具，有大锅有铁锅有烤炉，都在同时运作。林宇趁着这个空档又炒了几道小菜，鱼香肉丝、肉末茄子、麻婆豆腐、
水煮肉片、辣子鸡、回锅肉。周芳和冷清雪看着这些色香味俱的菜肴，口水都流了一地。颜色鲜艳的菜式令人食指大动。小雨儿，我要吃！冷清雪直接拿起筷子就是把每道菜尝了一遍。周芳也不甘示弱，她一边尝还一边说道：雪雪，少吃点，待会儿还要吃饭。她嘴上这样说着，结果手中夹的菜却是一大口。冷清雪根本不理老妈的忽悠，老妈明明就是自己想多吃一点，她怎么可能一个当上2次？她可是很机智的。哎呀呀，太好吃了吧！周芳和冷清雪每吃一道菜就要这样喊一遍。于是厨房里传来了女人们此起彼伏的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啥事。林雨看着这一幕有点好笑，雪雪和方姨不是来帮她忙的吗？怎么还吃上了？好家伙，在这蹭吃呢。而趴在门边偷看的冷洁口水止不住流。奶奶爹，这么多菜，他也想吃啊！早知道他就在厨房里帮忙了，这样也能趁机捞2口。现在他是真不好意思过去，自己偷看了2次，一点忙都没帮，可不敢舔着脸上去吃菜。切，不急，反正到时候这些菜还不是要端上桌，还不是要让他吃。还得是我。冷洁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然后继续趴在门口闻着香味儿。半小时后，所有菜都出锅装盘。雪雪，吃饭了。林雨笑着说道。好爷。冷清雪开心地举起小手，周芳则是拍了拍她的小脑袋。雪雪，一起来端菜。趴在门边的冷洁一惊，卧槽，赶紧溜，再被发现他可就丢人了。冷洁看到雪雪他们要端着菜出来，连忙就是一个脚底抹油准备开溜。他这是第2次偷看了，刚刚还说自己有事去了书房，结果就被逮到偷看，那还得了？那他在这个家中不仅没有家庭地位了，而且还直接社死。不行，这种事绝不能发生。冷洁迈开步子跑出去，结果因为太急了，脚底打滑，直接咚的一声摔到地上。冷清雪听到门边的动静，瞬间一惊。小雨儿，有小偷，我去逮他！说着就冲了出去。结果出去看到门口并没有什么人影，他有点疑惑的歪了歪小脑袋。没人，那哪来的这么大动静？他走回厨房去端菜，然后看了看周芳，老妈，好像没有小偷。周芳也端着一道菜，她心里已经大概猜到是谁了，除了那个老公还能是谁呢？一天天的不是在搞事就是在搞事的路上。雪雪，不用管，应该是有人想偷吃。冷清雪一愣，有人想偷吃？难道是老爸？毕竟家里除了他们就还剩老爸。林雨有端着一盘菜走着，这岳父属于是梅开2度了。刚刚在门口偷看吧，知道他们端菜来了就溜了。餐厅内，冷洁正龇牙咧嘴地坐在椅子上。哦！逃到餐厅的冷洁见四处无人，才小声地发出猪叫。痛，太痛了！刚刚摔的那一下，疼得他牙都要咬掉了。其实一开始还没那么痛，主要是他刚刚摔倒准备爬起来，就听到雪雪说要抓小偷，把他那个吓得瞬间就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可不能被雪雪看到他又来了第2次偷听啊！赌上作为老爸的荣誉，他绝不能输。Delta， 于是冷洁就是一顿光速逃逸，那速度比他当年中考的时候跑1000米还要快不少。冷洁当年中考1000米撑起3分30秒，是拿了满分的，他对此很骄傲。因为冷洁的光速逃跑，所以冷清雪冲出门都没看到走廊里有人影。不过冷洁因为用力过猛，导致现在坐在椅子上痛了一批。此时林雨3人端着菜上桌，瞬间整个餐厅都香气四溢。冷洁看着这些菜，口水直流，身上的痛也减轻了不少。老公，你不是在书房吗？怎么来餐厅了？我还准备喊你吃饭呢。周芳看着表情淡定的冷洁，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老婆，我这不是估摸着你们准备上菜了吗？所以提前来餐厅等着。冷洁丝毫不慌地回答道。开玩笑，你以为他这老总是白当的吗？突然冷清雪冷不丁地开口。老爸，你刚刚是不是又在厨房门口偷看了？冷洁顿时一惊。卧槽，小棉袄漏风了。林雨3人看着冷洁瞬间一惊的表情，心中已经有了判断，果然是又偷看了一次啊！哈哈，菜都齐了，怎么不吃啊？吃菜，吃菜。冷洁试图岔开话题，周芳白了他一眼，然后笑着看向林雨。开饭？要不是小雨做的菜太香了，她忍不住想吃了，不然好歹得把老公教训一顿。好爷！星号冷清雪一听老妈说开饭，直接拿起筷子就是一顿猛干。啊呜啊呜，好吃！冷洁不用说，她饿了一天了，在厨房门口铲了2次，逃跑还摔了一跤，可以说是精神和体力都饿了。她直接拿起盆就啃，一口鱼香肉丝入喉，瞬间好吃的她要泪目了。卧槽，好吃啊！虽然很不想承认林雨这小子的厨艺，但是林雨做的菜是真的好吃啊，好吃的她都爆粗口了。周芳也不甘示弱，一边自己猛夹菜，还一边给林雨夹菜。来来来，小雨，今天你是大功臣，必须多吃点。
林宇见到桌上的3人正在猛干饭，他脸上露出微笑，他并不动筷子，只看着雪雪和岳父岳母大人吃饭。原来这就是烹饪的真理吗？一瞬间，林宇悟了，他领悟了厨神的真谛。顿时，林宇觉得自己的厨艺又进步了，下次做饭能比现在更好吃10几倍。半小时后，一家人吃得肚皮鼓鼓的，靠在椅子上，餐桌上杯盘狼藉，餐盘子就没一颗剩菜，不知道还以为在光盘行动呢。冷清雪意犹未尽，她把林宇只吃了几口的那碗饭菜直接挪到自己面前。嗨啊，小雨儿的这碗饭除了我又有谁能吃呢？答案是没有谁能吃。冷清雪直接拿起林宇的碗就要动筷子，她是不会嫌弃小雨儿的。结果一只雪白的手伸了过来，把林宇的那碗饭挪到另一边。雪雪，吃太多不好，妈帮你分担一半。周芳说着，把林宇的那碗饭菜分了一半到自己碗里，然后表情淡定地吃了起来。冷清雪顿时小脸一鼓，老妈，我吃得下。冷洁看着母女2人，她也想瓜分林宇的那碗饭菜，但是她不敢。饭后，周芳拉着林宇和冷清雪在沙发上休息，冷洁则是跑到书房复盘今天的情况。她今天好像输了很多，还吃了人家的饭，好气啊！沙发上，周芳正握着林宇的手聊天。小雨啊，今天真是麻烦你了，你是客人，还麻烦你做饭给我们吃。真是的。林宇微笑，芳姨，不麻烦，我的厨艺在姨面前只是班门弄斧。周芳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半晌，林宇想到了什么，他直接把手往怀里一掏，取出一盒包装精致的面膜。芳姨，这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周芳看到精致漂亮的面膜包装，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谢谢小雨，姨很喜欢。这盒面膜看着就很漂亮，周芳是真的喜欢。冷清雪坐在林宇身边，她看到老妈手上的面膜，顿时双眼放光。理论上这盒面膜应该也是她的呀，得想个法子把老妈的面膜弄来几片用用。冷清雪看着老妈手里拿着的美容养颜面膜，心中已经有了想法。她准备到时候趁老妈不注意，把老妈的那盒面膜拿几片用用。她可太机智了，而且按理来说老妈的这盒面膜也应该是她的，只不过小雨儿没有给她2盒面膜。不过没有关系，她冷清雪靠自己自力更生也是可以的。冷清雪自己也有一盒美容养颜面膜，到现在才用了1片。不过现在老妈有面膜了，她当然用老妈的呀，难道用自己的吗？那不是小傻子。此时周芳还不知道自己的面膜已经被女儿盯上了，因为她正在开心地仔细观察着手里的面膜盒。这面膜盒包装特别精致漂亮，她很喜欢。小雨啊，这面膜得不少钱了吧？来，姨转账给你。周芳把林宇拉到身边，掏出手机就准备给他转账。她一眼就看出来这盒面膜应该挺贵的，就这包装盒比她用过的几万块的面膜还要精致好看，甚至面膜用完了，这盒子还可以摆起来收藏。这么贵重的面膜，那必须不能让女婿破费啊！林宇连忙拒绝，芳姨，谈钱就见外了不是？这盒小面膜没花多少钱，而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怎么可能收钱呢？可是周芳哪里不知道林宇是为了让她安心，故意说没多少钱的。就这包装，这品质，她都没见过有哪个面膜品牌可以做到这一步。她欲言又止，上次出车祸，小雨给她和雪雪贴了那个神奇的创可贴，伤口不到1天就好了。那创可贴价值很高，她转账给小雨20万，没想到小雨竟然没收。结果今天小雨又送这么贵重的面膜，真的是女婿还没进门，倒是让他破费了这么多。别可是了，芳姨，再谈钱我可要生气了。林宇装作一副表情严肃的样子。周芳见此哭笑不得，她伸手摸摸林宇的脑袋，好，小雨可是真是个好孩子，不像雪雪就知道气我。冷清雪可听不得这话，老妈竟然当着小雨儿的面诋毁她，她这可不能忍啊！叔叔能忍，婶婶都不能忍，婶婶能忍，她都不能忍。老妈，我生气了，我哪有气你？周芳白了他一眼，这小猪自己气没气人还不知道。冷清雪看了看周芳，又看了看她手上拿着的面膜，哼，老妈，原本我只准你拿你2片面膜用用，这话一出，我要拿你4片面膜，把你的面膜都拿光，让你说我坏话。一盒美容养颜面膜一共就5片，冷清雪准备一下子拿光4片，剩下的1片就留给老妈吧。她自己都被自己的孝顺感动了。别墅客厅内，周芳和林宇聊着天，眼睛却时不时看向手中面膜盒。这面膜盒太漂亮了，粉白的，周芳很喜欢，而且面膜盒上写着美容养颜这4个字。她很好奇，这个美容养颜牌的面膜，周芳是还是第一次见。这面膜真的能美容养颜吗？应该有一点点锁水的功效吧。至于美容养颜，她是不奢望的。周芳甚至想直接打开面膜盒，然后先用上1片，但是这是小雨送的，小雨人还在着呢，她就当着她的面打开礼物，是不是不太好？而此时林宇看到岳母大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也是笑着开口，芳姨，这面膜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你可以先敷上一片试试看呀。周芳闻言瞬间惊喜，她惊喜的不是面膜的功效，因为这个美容养颜可能是夸大其词了。她惊喜的是女婿给了她的台阶下，她本来就想先试用一下，结果小雨直接就开口了，正符合她的想法。小雨这孩子情商也太高了吧，雪雪这个小笨蛋是怎么找到这么聪明的对象的？小雨，你说美容养颜，那一可得试试。周芳直接顺着林雨给的台阶说话，然后她飞速的拆开面膜盒，那速度非常的娴熟。粉白色的面膜盒打开，里面露出5片包装精致的白色面膜，一片片面膜洁白无瑕，如玉一般。林雨和冷清雪全都探着脑袋看向盒子里，林雨还是第一次见这面膜盒内部具体长啥样。虽说这玩意儿是他弄开的，但是他都没用过。冷清雪则是看着盒子里的面膜，数着片数，然后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他在盘算着要怎样把老妈的面膜拿走4片。周芳看着这面膜的品质好像很好，她更加激动了。她连忙拿起一片面膜就去浴室洗脸敷面膜。半晌，周芳敷着面膜开心地走回客厅。她坐到林雨身边，小雨啊，这面膜感觉很好用啊，敷在脸上感觉水分很充足。林雨微笑道，你喜欢就好。冷清雪在一旁好笑，老妈真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就这面膜她早敷过了。此时冷洁从书房内走了出来，她刚刚经过一系列的复盘与反思，她发现林雨除了比自己帅一点，会做饭一点，其他的好像也没别的了。他还是有主场有势和岳父这个家庭地位的，他根本没在怕的。冷洁直接冲出书房，决定要给林雨一个下马威。冷洁走到客厅就往林雨那边看去，结果瞬间吓了一跳，卧槽，什么鬼，好吓人。他正好看到了脸上敷着白色面膜的周芳，就挺吓人的。周芳看到冷洁这一惊一乍的，小拳头都握住了。冷洁缓了过来，认出这是他老婆，于是吐槽道，老婆，你大白天的敷什么面膜啊，很吓人的好不好，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来。周芳闻言额角直凸，这个老公他这么好看，竟然说他吓人，这可是小雨送他的贵重面膜。冷洁此时完全没看到周芳的表情，他继续说着，老婆，听没听到我说的，很吓人的好不好。周芳脸上保持着笑容，语气却特别冰冷，是吗，冷洁，还有更吓人的事呢，从今天开始你睡1个月客厅。冷洁瞬间一惊，老色批什么？他掏了掏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这么美丽大方温柔贤惠的老婆，怎么会忍心让他睡1个月客厅呢？哈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自己产生幻听了。周芳见冷洁好像没听清楚，他表情淡淡的又说了一遍，我说从今天开始你睡1个月客厅。哼，竟然说我吓人，胆子不小啊。冷洁见周芳又说了一遍，而且还是和前面说的话一模一样，他瞬间愣住，卧槽，不，冷洁知道自己这不是幻听了，老婆是说真的，他是真的忍心让他睡客厅1个月啊，好狠的心啊。睡1个月客厅是什么概念？睡1个月客厅就意味着他冷洁1个月都不能抱着老婆睡觉，在寒冷的夜晚没有老婆抱着睡觉，他根本睡不着啊。冰冷的沙发和冰冷的人让整个夜晚更加冰冷了，这个惩罚太严酷了。此时林雨看到这个场面差点忍不住笑出声，太搞了，这个岳父竟然连岳母大人吓人这种话都说出口，这简直就是钢铁直男啊。真不知道岳父当年是怎么追到岳母大人的，凭他的钢铁直男吗？同时林雨也看到了岳母大人的家庭地位，这他可得抱好大腿啊。而冷清雪坐在林雨身旁绷不住笑了，小手不停地拍着林雨的大腿，他看到老爸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直接笑出声，哈哈哈哈，小雨儿，你看老爸，哈哈哈哈，他好怂哦，真是太好玩了。林雨被冷清雪小手拍着大腿，他也快忍不住笑了，但是他还是努力保持住表情。雪雪是岳父的女儿，他笑没关系，他林雨是女婿，还是不要笑得太猖狂了。冷洁正在一旁生无可恋，结果就听到女儿的吐槽声，仿佛一根箭一样直直地扎中了他的心窝。他刚刚才被老婆赶去客厅睡1个月，现在又被女儿小瞧了，整个人心态直接崩了。不，无形中一股 BGM 已经响起，冷洁直接跑回书房，扎铁了，老谢。林雨看着岳父跑回书房，心中为他默哀了3秒钟，岳母大人太狠了呀。林雨突然想到了什么，他伸出手悄悄地搂住冷清雪的水蛇腰，然后把嘴巴凑到她的小耳朵旁，小声道，雪雪，你以后不会也会这么对我吧？冷清雪感受到耳朵边痒痒的，她回头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这个嘛，看情况，小雨儿要是惹我生气，我就也把你赶到客厅去，不让你睡房间。说着她还挥舞着小拳头，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冷清雪觉得自己这是和老妈学到了，看来老妈还是有点东西的，以后直接用这个方法拿捏小雨儿。林雨一愣，好家伙，还看情况？那怎么行？不能看情况。他自从抱着雪雪睡觉后，现在已经离不开那种感觉了，
必须每天抱着雪雪才能睡着。他嘴角微微上扬。哦，这样啊，雪雪，既然你要看情况，那我这边冰淇淋也要看情况。这个冰淇淋啊，它有时候就有，有时候呢就没有。冷清雪一听这个，瞬间急了，不可以，小雨儿，冰淇淋不可以看情况。小雨儿太卑鄙了，竟然使出了冰淇淋杀手锏，他根本顶不住。林雨捏了捏冷清雪的小脸，那睡房间还要不要看情况了？不看了，不看了。小雨想睡就睡。星号，冷清雪晃着林雨手臂说道。林雨见此很是得意，雪雪还不是被他拿捏了，这个岳父就是训了。可惜岳父不在，不然肯定能从林雨这边学到一点东西。周芳在认真地敷着面膜，并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的小动作。1小时后，周芳怀着激动的心情取下了面膜。刚刚敷面膜的1小时内，她感觉到脸部正在变得水水嫩嫩的，她心中满是惊喜。小雨送的面膜比她平时用的高档面膜效果明显很多倍，光是贴在脸上就能感觉到。这面膜不会真的美容养颜吧？上次小雨送的创可贴就很神奇，这次送的面膜难道也是一样的？周芳取下面膜，看下林雨和冷清雪。小雨、雪雪，看他妈脸上的效果怎么样？林雨和冷清雪闻言都看向周芳。哇，芳姨，你好漂亮，年轻了10岁不止，仙女下凡都没你好看。就林雨叫的最大声最夸张，这是抱大腿的好时候，必须得抓住机会。冷清雪，好家伙，小雨儿这么会夸的吗？虽然老妈确实年轻了10岁差不多，周芳听到林雨的夸奖，这心里就跟吃了蜜一样甜。一个妇人被夸年轻了10岁，那心里能不甜吗？小雨就会说好的，年轻10岁怎么可能呢？她自己也知道年轻10岁是不可能的，不过心里还是止不住的高兴。周芳拿起茶几上的梳妆镜看了一眼，然后眼睛瞬间瞪大。啊，美女你谁？小雨，雪雪，妈真的年轻了10岁。周芳抱着镜子就是猛看，就跟老色痞看美女一样。林雨好笑，果然连凶悍岳母大人也逃不过变美的诱惑。此时冷洁又从书房里走回客厅，他刚刚心态的确崩了，但是他可是老总，这点小挫折怎么可能难倒他？他现在的目的是给林雨挑刺，不能就这么放弃。于是他走回客厅，结果就看到年轻了10岁的周芳，瞬间惊呆。卧槽，老色痞老婆，你好漂亮！周芳闻言淡淡抬头看了他一眼，刚刚说她吓人，现在又说她漂亮，哪有这美事儿？说好话没用，你继续睡1个月客厅。冷洁，不！冷洁听到老婆这话，瞬间傻了，怎么还是睡客厅1个月啊？他这次是真的没说什么啊？说自己老婆漂亮，怎么还不行了呢？说老婆漂亮，老婆直接就让他睡1个月客厅，这他找谁说理去啊？这次冷洁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夸自己老婆漂亮，没有半点虚假的成分，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老婆是真的变漂亮了，就好像年轻了10岁，回到10年前一样。他刚来到客厅，就老婆年轻了10岁，整个人都惊呆了，下意识就是说出来老婆好漂亮，甚至都没有思考，这是多么纯粹的赞美啊，不带有一丝的讨好之意。结果还是被老婆直接打入客厅睡1月沙发。本来冷洁夸完周芳真漂亮的时候，心里也反应了过来，自己这下意识的行为也太机智了，老婆被夸了肯定很开心，这样说不定会让她重回房间睡觉。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她太难了。老婆，能不能只睡半个月客厅啊？冷洁决定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把1个月时间减成半个月。周芳还在看着镜子里年轻10岁的自己，听到老公这话，微微抬头白了他一眼。老公，你当这是在菜市场买菜呢，还跟我讨价还价？不过你申请减半，那我决定什么？冷洁瞬间眼睛珠子瞪得跟牛眼一样，老婆这是同意减半了，果然老婆还是爱我的。我决定再给你加1个月，从今天开始你睡客厅2个月，不得有误。周芳淡淡的看了看自家老公，语气平淡，但是却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冷洁闻言瞬间石化在原地，老婆不但没有给他减半时间，还给他又加了1个月，2个月啊，足足2个月他都要睡客厅了。而且老婆现在又年轻了10岁，更漂亮了，而他却不能抱着更漂亮的老婆睡觉，只能睡冰冷的客厅。不，冷洁心态又崩了，他转身跑回书房。客厅是个令人悲伤的地方，他是1秒也不想待了。冷清雪看着老爸这样子，直接笑出声，太好玩了，小雨儿。冷清雪对老爸睡客厅的事并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又不是他睡客厅。林雨看到这一幕，心中则是想着，岳父今天这一天说了多少次不啊，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吧。圆滑的 BGM 响了又停，停了又响，可别把音响给搞坏了。客厅内，周芳心情愉悦，年轻了10岁，换谁不愉悦啊？冷清雪看到了老妈处理老爸的威武之后，直接伸手抱住老妈，靠在她怀里。老妈你好漂亮哦。周芳则是好笑的掐了掐冷清雪的小脸。
小丫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有什么事？老妈，夸你漂亮，你却说我非奸即盗，我生气了。冷清雪小脸鼓鼓地说道。其实她还真有事，那就是趁老妈不注意，拿走她的美容养颜面膜。当然，这事儿她是不可能说出来的。哦，没事那最好。周芳摸了摸冷清雪的小脑袋，然后转头看向林雨，他双目放光地盯着林雨，就好像在看什么宝物一般。林雨可是送了他一份大礼啊，这美容养颜面膜真的能让人年轻10岁，他如何能不激动呢？林雨被岳母大人的眼神盯得发毛。芳姨，有什么事吗？周芳看着林雨这样子，有点好笑。小雨啊，姨就是想问问你，美容养颜面膜还有吗？这可是好东西啊，姨想多要一点。钱不是问题，你跟姨说，姨给你双倍。这点钱她还是出得起的，双倍剩下的钱就都给小雨了。林雨听到这话，心中了然。嗨呀，原来是为了面膜的事啊，这么盯着她看，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姨，面膜我这边有，到时候我托人再弄一些，下次再带给你。林雨当然可以立马就拿出几十盒面膜出来给岳母大人，但是这显然不可能，直接当着雪雪和岳母的面从怀里掏出10几盒面膜，这种事也太诡异了吧，这不科学。系统，那我走。周芳一听林雨还能弄到这美容养颜面膜，瞬间抓住林雨的手。好孩子，姨就知道你还能弄到面膜。林雨看着岳母大人这么激动，心中也是好笑，看来他还是低估了美容养颜面膜的吸引力啊。一旁的冷清雪抱着老妈，漂亮的眼睛却盯着她手里的面膜。半晌，周芳嫌弃自己梳妆镜太小了，看不清楚自己美丽的容颜，于是她决定去浴室那边，于是那里有一面全身镜，可以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观察她的美。雪雪，小雨，妈去浴室一趟，你们玩。说完，周芳就放下面膜盒冲了出去。冷清雪一看老妈的面膜盒就这么放在一边，她瞬间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好机会，天助我也，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那怎么行？抱歉了老妈，你滴面膜是我的了。冷清雪直接伸出自己邪恶的小白手，抓向放在一旁的面膜盒。林雨坐在冷清雪身边，看到雪雪这个动作，微微一愣。好家伙，雪雪这是要偷拿岳母大人的面膜啊！冷清雪也察觉到林雨的眼神。小雨儿，你什么也没看到，知道了吗？不然不给你睡房间。林雨好笑地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好，我什么也没看到。冷清雪听到林雨的回答，心中很满意。哼，小雨儿，算你识相，这件事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冷清雪说着，还在林雨的脸上亲了一口，以表示奖励。林雨见此也是点点头。啊，是，雪雪说的对，他可能说什么雪雪是他老婆，自然顺着他了。冷清雪直接把面膜盒拿在手里，准备去拿面膜，同时心中得意。老妈，连小雨儿都是我的人，你拿什么跟我斗？此时周芳突然原路返回客厅，她想起了自己的宝贝美容养颜面膜还没收起来呢，就那么放在沙发上，要是掉了怎么办？不过也不可能掉了，有小雨和雪雪看着呢，怎么可能会掉呢？周芳走回客厅，笑着看向沙发的方向，结果就看到雪雪正伸出她邪恶的小手，拿出一片面膜准备塞兜里。冷清雪，我看你是皮痒了。周芳直接冲了过去，直接抓住她。冷清雪瞬间懵逼，老色皮老妈，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去浴室了吗？林雨也傻了，岳母大大回来的好快，雪雪直接被抓到证据了。周芳脸上带着笑容，哼哼，雪雪，还好妈想起来面膜没拿，这不回来看看吗？就看到我的宝贝女儿要拿妈的面膜。其实平时雪雪拿她面膜也没什么，她又不是买不起，但是这个面膜不一样啊，这是小雨送的美容养颜面膜，真的能美容养颜，一盒只有5片，很贵重的。而且周芳猜到雪雪应该也有这个面膜，小雨怎么可能没给雪雪面膜呢？他估计雪雪还是第一个得到这面膜的人。这个小猪自己有面膜，还想拿妈的？你，老妈，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面膜呢？我就是好奇面膜是啥样子，拿来看看。冷清雪漂亮的大眼睛眨呀眨的，可怜巴巴的看着周芳，试图博取同情。然而这招对他周芳来说根本没什么用。或许小雨顶不住雪雪这招，但是作为老妈的她完全顶得住。雪雪，你这套对我用，拿妈的面膜，你真是皮痒了。看今天妈不把你揍成小猪。原本小雨在，周芳还准备给雪雪一点面子，但是雪雪竟然拿了她可以年轻10岁的面膜，这个根本不能忍。说着，周芳直接把冷清雪抓在怀里，然后扬起手，对着雪雪的小翘臀就是一巴掌下去。啪！冷清雪瞬间感觉一阵麻痛。哦，这下肯定开花了。林雨此时也愣住了，岳母大人太狠了，这岳母能处，有事儿他是真揍啊，一巴掌肯定不够。周芳扬起手又准备再一巴掌下去。此时冷杰又从书房走到了客厅，他又振作了起来。他可是老总，
这种区心态崩了的小事，怎么可能奈何得了他？不就是睡客厅2个月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根本没在怕的。他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找查林雨，这回绝不能再被别的事搞忘了。于是冷杰重新恢复过来，来到客厅挑林雨的刺，结果就看到老婆暴打女儿的一幕。卧槽，怎么了？这是刚刚不还是母慈女孝的场面，怎么现在雪雪被揍了？他连忙冲了过去，他可是女儿奴，怎么可能看着雪雪被揍？怎么了？怎么了？老婆，你揍雪雪干什么？有话好好说啊！冷清雪被老妈抓在怀里，看到小雨和老爸都在场，直接大声呼救：小雨儿，老爸，快救我！周芳看着被自己抓在怀里的女儿，不但没有认错，还向小雨求救，有点好笑。我看今天谁能救你？冷杰一听女儿呼救，瞬间涌了起来，救！必须得救！老婆，都说了有话好好说，揍雪雪干什么呢？周芳闻言，眼神充满杀气的瞪了一眼冷杰。老公，你确定要掺和这事儿？我觉得客厅也挺寂寞的，他需要有人3个月的陪伴，你觉得呢？冷杰瞬间一惊，卧槽，这话他听不懂就别当老总了。老婆的意思是，如果他去救雪雪，睡客厅的时间再加1个月，也就意味着他要整整睡3个月客厅。不行，2个月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再多1个月没有老婆抱着睡觉，他根本顶不住。可是雪雪现在正在被老婆暴揍，他得去救啊！于是冷杰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上去掺和就得睡客厅3个月，可是不去，雪雪就要被暴揍。冷杰纠结了半天，然后后退一步，抱歉了雪雪，爸不能再睡客厅了，孩子被揍1-2下应该没事。冷清雪看到老爸竟然后退一步，瞬间傻了，老爸竟然不来帮他，你后退一步的动作是认真的吗？小雨儿，救我！冷清雪直接又喊了一声，他把希望放在林雨身上，小雨儿要是不救他，他今天真要被揍成小猪了。林雨此时脑袋也飞速思考，雪雪他肯定要救啊，这是自家老婆，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被揍成小猪吗？不过岳母大人这么狠，必须得想个好办法。而冷杰站在一旁摇了摇头，连他都救不了雪雪，更何况是林雨呢？林雨没可能救到雪雪的。此刻周芳见大家没有异议，扬起手准备再来一巴掌，结果林雨突然冲上去打破了这个僵局。等等，芳姨，雪雪她说不定真是好奇才拿面膜的，教训一下就行了。姨，我下次来给你多带2盒面膜好不好？听到林雨这话，周芳刚要拍下去的手瞬间停住，她顿时双眼放光地看向林雨，能多出2盒面膜，还有这种好事？真的吗？小雨，可说好了哦，下次来给我多带2盒面膜。林雨直点头，当然当然，姨，你还不信我吗？周芳露出温柔的笑容，那肯定，姨肯定相信你。说着，她直接放开抓在怀里的雪雪。雪雪，看看是小雨救了你，你可得好好对她。周芳放开冷清雪，但是手上的动作不停，她掐了掐冷清雪的小脸。雪雪，看看是小雨救了你，小丫头还想拿妈的面膜，妈要不是看在小雨的面子上，直接就把你揍成小猪，还不对小雨好好的。冷清雪被老妈放开，瞬间溜到林雨身后，然后抱住她，从她身后探出小脑袋。老妈，我都说了，我只是好奇，根本没有想拿你面膜。反正冷清雪是不可能承认她想拿面膜的，现在有小雨儿保护她，她根本没在怕的。周芳白了女儿一眼，你没这个想法最好。她现在也不在意女儿拿不拿她面膜了，因为现在小雨说要多给她带2盒美容养颜面膜，那赚大呀，用1片面膜换来2盒，太赚了。她现在越想越开心，还是小雨懂事啊，不像雪雪竟然对她的美容养颜面膜有想法，也就是小雨护着她，不然真给她揍成小猪。周芳转头看向林雨，脸上瞬间露出笑容。小雨，说好了哦，给姨多带2盒面膜，别忘了哦。林雨点头，一定一定，不会忘的。而一旁的冷杰看着局面瞬间被林雨稳定下来，他人直接懵了，卧槽，什么情况？说好的揍雪雪呢，怎么突然就没了？而且面膜是什么鬼？老婆竟然为了一个面膜被林雨说服了，太离谱了吧？1盒面膜而已，至于这样吗？他刚刚还认为林雨根本救不了雪雪，结果林雨一眨眼就把雪雪救下来了，并且把局势稳下来了，老婆也不生气了，这不是啪啪的打他脸吗？脸都给他打肿了都。冷杰突然一惊，他想到了什么，完了，他刚刚为了不再多睡1个月客厅，结果就没有救雪雪，反而让林雨救了雪雪，这样一来，他在雪雪心中的地位岂不是下降了？冷杰转头看向冷清雪的方向，果然冷清雪察觉到老爸的目光，瞬间把小嘴一撇，不看他。冷杰顿时傻了，完了，BBQ 了。客厅内，周芳正在开心地抱着林雨送她的美容养颜面膜，就跟抱着一块宝一样。冷杰刚刚心态又崩了，但是他又恢复过来了，他一个老总就是这么强大，心态好，没办法呀。
他这次没有回书房，而是坐在旁边暗中观察着周芳和林雨聊天，他也不说话，就这么观察着敌情。半晌，在听了一会儿聊天之后，冷杰搞清楚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原来老婆手上的面膜是林雨这小子送的，这个面膜真的有美容养颜面膜功能，所以让老婆爱不释手。冷杰本来是不信的，但是看到老婆真的好像年轻了10岁，更漂亮，他不相信也得相信，这是亲眼所见啊。而雪雪被老婆暴揍的原因就是在这，雪雪想偷拿老婆的面膜，被老婆带到，所以被暴揍了一顿。那一盒面膜一共只有5片，老婆用了1片，还剩4片，雪雪再一拿就没了，也怪不得雪雪会被揍。冷杰想到这里，他突然也想要用这个美容养颜面膜，像他这么帅的，用了后是不是会更帅？想想就有点小激动。找老婆要1片面膜用应该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的。他看了看周芳，然后坐到她身边。周芳看着老公鬼鬼祟祟地坐到自己身边，把怀里的面膜盒抱紧，然后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冷杰凑到他耳边，老婆，美容养颜面膜给我1片用用呗。周芳一听，顿时与冷杰拉开距离，坐到雪雪身旁。这个老公竟然想要她的美容养颜面膜，想得美，一共就4片了，再用就没了。而且他一个男的用什么面膜？其实男的可以用，但是他手中的面膜肯定是不能给的。老公，你一个男人用什么美容养颜面膜呀？多奇怪啊！周芳直接开口道。这话一出口，林雨和冷清雪也听到了。林雨挑眉，岳父也想美容养颜，有点意思。冷清雪则是直接笑出声，哈哈哈哈！老爸，你竟然想美容？冷杰瞬间尴尬的要死，老婆声音太大了，直接让全家人都知道了。嗨嗨，他清了清嗓子，表情淡定道：男人美容也有吧？你们看小雨，他长得这么帅。小雨，你是不是经常有美容养颜面膜呀？冷杰直接把话题转到林雨身上。冷清雪和周芳也是瞬间看向林雨，他们的目光很好奇，因为小雨真的很帅。难道他一直在用美容养颜面膜？林雨一愣，啊，这都看我干什么呢？他这么帅是天生的好吧？他初始颜值就高达96，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至于美容养颜面膜，他从来都没用过，而且真男人也不会用这个。林雨淡定的开口，伯父，我没用过美容养颜面膜，这面膜很珍贵，要留给雪雪和方姨的。冷清雪和周芳一听林雨这话，瞬间高兴，看看，还是小雨懂事啊，知道好东西留给他们用。冷杰听到这话，心中表示不信，他不信，不可能，林雨绝对用过这面膜，不然他怎么可能这么帅？对啊，肯定是这样的。林雨之所以这么帅，就是因为他天天用这个面膜。冷杰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一切，他已经得知林雨有特殊的搞面膜渠道。冷杰觉得，既然林雨这小子都能搞到面膜，那他也能搞到。等他回去问问那些商业朋友，看看在哪能搞到这种面膜。等到时候他搞一大车面膜来，让老婆看到，他直接回归家庭地位。冷杰脑海里已经想象到他搞到无数的美容养颜面膜，然后老婆直接把他的家庭地位提升到第1的画面，然后老婆亲自伺候他，把他伺候的服服帖帖的，太爽了。冷杰一边想着，一边就露出猥琐的笑容，嘿嘿嘿嘿嘿嘿。在一旁周芳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奇怪的笑声，他先是一愣，然后向四周看了看，结果就看到冷杰在那嘿嘿嘿的笑。周芳瞬间就露出嫌弃的表情，这笑的也太猥琐了吧，这是想到了什么事能笑成这样？这个老公多少是有点那个大病，不能要了，谁爱要谁要吧。此时林雨和冷清雪也被冷杰的笑声吸引了注意，两人齐齐地看向冷杰。林雨挑眉，岳父大人这是想到了什么色色的事情吗？不然不可能笑得这么猥琐，以他的经验，笑得这么猥琐的十有八九就是想到了那种事。而冷清雪也是嫌弃的看了看了老爸，刚刚在老妈暴揍他的时候没有救他，现在又笑得这么猥琐，这个老爸怕不是不能要了。冷杰还在傻笑着，幻想着老婆对他服服帖帖的，结果周芳冷不丁的开口，打破了他的幻想。冷杰，你笑什么呢？孩子们还在这呢，你笑得这么猥琐，把小雨带坏了怎么办？林雨听到这话，身体一顿，开玩笑，他怎么可能被带坏呢？他绝不可能笑得这么猥琐，哪怕他脑海里想色色的事，也不可能笑得这么猥琐，就是这么自信。冷杰听到周芳的话，瞬间回过神来，他挠了挠头，讪笑道，老婆，我想起了高兴的事情。哦，什么高兴的事能让你笑得这么猥琐？说出来让家也高兴高兴。周芳柳眉倒竖，但是表情却淡淡的盯着冷杰。冷杰一愣，什么高兴的事？当然是本皇帝把你拿捏了呀。当然这个想想就可以了，说是不可能说出来的，要不是怕不是再睡1个月客厅，可不敢乱说啊。他连忙岔开话题，看向林雨，小雨啊，你那还有没有面膜啊？也给输1盒呗，钱不是问题。
冷杰决定先不动声色地拉拢林雨，从他那里先搞到一盒面膜再说。以后他能不能从渠道那边搞到面膜还是两说，所以还是先从林雨这弄到一盒先用用。他也是想变帅的好吧？虽然他已经很帅了，但是谁又不想变得更帅呢？林雨闻言剑眉微挑，岳父想要面膜？讲真的，林雨认为真正的男人是不需要用这种美容养颜面膜的。不过既然岳父想要用，就给他一盒吧，毕竟这是他的岳父。虽然这个岳父貌似没有什么家庭地位，说话好像也没什么决定作用，然而林雨还没有开口，一旁的周芳就直接瞪了冷杰一眼。这个老公真是暴殄天物，那么好的面膜是你能用的吗？而且你用了也不一定有效果呀，当然是给我这个大美女用才是最有效果的。周芳转头看向林雨，小雨，你别听你伯父的，他一个大男人要什么美容养颜面膜，别给他带面膜，给一袋就行了，把他的那一份算到一这来就行。下次小雨你来宜家，给一多带3盒面膜就行。此话一出，全场瞬间变得寂静，林雨和冷清雪都愣愣地看着周芳。林雨嘴角一抽，好家伙，岳母大人是真狠啊，直接把岳父的那一份给抢了过去，眼睛都不眨眼一下。冷清雪则是小脸鼓鼓的，老妈真是的，也给我抢一份啊，我也要多一盒面膜。不过他转念一想，这有什么好争的，连小雨儿都是他的人，这面膜可以直接信手拈来啊。冷杰听到了老婆把他那份面膜抢了，更是一惊，老色痞卧槽，老婆也太狠了吧，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连他那一盒小小的面膜都要抢吗？气都冷，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只有这一盒小小的面膜才能温暖人心啊。冷杰这次决定抗争一波，为了他的帅气的容颜，他要站起来反抗老婆。他也是很勇的。老婆，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谁说男人就不能用面膜了？你这是歧视，男人也有追求美的权利。冷杰直接开口说道。周芳一听这话微微一愣，他一时间也说不出话。冷杰这话有点道理，确实没有哪条规定说男人不能敷面膜。他现在有点生气，这个老公竟然让他当面下不来台。冷杰看着周芳欲言又止的样子，心中得意，哈哈，无话可说了吧，猛了吧，是不是脑瓜子嗡嗡的？而林雨这边听到冷杰的话，他陷入了思考之中。系统，这个面膜有没有什么使用条件？是说了男女都可以用吗？林雨在心中默默地问着。回宿主，美容养颜面膜有使用限制条件，美容养颜面膜只能女性使用，男性不能使用。女性使用美容养颜面膜，皮肤会变得白嫩水润，重返年轻，男性使用则会变得很娘。系统飞速地把林雨的问题回答了出来。林雨听到系统的解答，差点没吓一跳。卧槽，男人使用会变娘？还好他从开始到现在根本没使用过这玩意儿，不然那还得了，变娘了怕不是雪雪都不要他了啊！这林雨想想都觉得可怕。他决定还是劝劝岳父吧。岳父要是铁了心的想要用美容养颜面膜，到时候变娘了咋办？那就很奇怪了。客厅内一片安静，周芳生气不说话，雪雪好奇地看着众人，冷杰则是心中得意，觉得自己运筹帷幄。嗨嗨，此时林雨突然开口，打破了僵局。伯父，我生产商的朋友说过了，美容养颜面膜只能女性用，男人是不能用的。冷杰听到林雨这话，微微愣在原地。什么？这美容养颜面膜只能女人用，男人不能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雨这绝对是骗他的，哪有什么面膜是只有女人能用，男人不能用的？这显然不可能啊！面膜还分男女，又不是衣服，咋的？难道女人用了美容养颜，男人用了就会变丑？冷杰现在认为林雨是为了讨好丈母娘才站出来的这么说的，为的就是打消他想要面膜的想法，然后把他的那份面膜给老婆。这小子，不过他讨好丈母娘行为确实没错，毕竟老婆在家里才是有话语权的那一位。冷清雪和周芳听到林雨的话，也是瞬间来了兴趣。他们倒不认为林雨在说瞎话，他们对林雨还是很信任的。尤其是周芳，她是最开心，小雨这句话无异于帮她解了围。她刚刚说男人不要用面膜，结果被老公噎得说不出话，然后小雨就跑出来说这面膜只能女人用，男人不能用，不仅给了她个台阶下，还打消了老公想要面膜的想法，简直是一举两得，这才是好女婿啊！周芳连忙开口，老公，你看到了，不是我不给你用面膜，小雨都说了，这面膜只能女人用，那可他生产商朋友说的，你能比生产商还专业吗？冷杰闻言嘴巴动了动，但是没说出话，这让他怎么说？林雨以生产商为理由说面膜只能女人用，他根本无法反驳，他不可能比生产商还要专业吧？除非以后他找到购买面膜的渠道，才能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反正他大体上是不信的，这回先忍了。冷杰表情恢复正常，那好吧，既然小雨都这么说了，那就算了。老婆，这个面膜还是你用好了。冷杰表面笑嘻嘻，
其实心里完全不信男人不能用这面膜，她决定先隐藏起来，好好盘算盘算，然后再来个暗度陈仓，拿个面膜试试。林雨要是知道岳父的想法，肯定哭笑不得。他真没骗岳父啊，他没事骗岳父干什么呢？有没有好处？一家人在客厅里其乐融融的聊天，冷杰坐在沙发边，他想起来了，他是来找茬林雨的，结果在找茬林雨的路上，接二连三都遭遇挫折，被老婆罚的睡了3个月客厅。冷杰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被老婆赶到客厅睡3个月，要是还没给林雨找茬，那就是亏大了呀。这回他必定要找茬成功，哪怕是一次。嗨，冷杰清了清嗓子，那个小雨啊，咱们俩聊聊。林雨、冷清雪和周芳3人瞬间看向冷杰，周芳眼神中流露出锐利的目光，盯着冷杰。这老公这个时候不会想整出什么幺蛾子吧？小雨可已经是他准女婿了，比亲儿子还亲的那种。你要是敢为难小雨，看我不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林雨则是露出优雅的笑容，他知道岳父大人要开始挑刺了。伯父有什么事吗？小雨啊，既然这样，伯父就开门见山了。虽然你帮了伯父一个大忙，但是雪雪毕竟是我的小棉袄，必须搞清楚才能把她交给你。冷杰语气认真的说道。周芳闻言目光一凝，这老公是真想搞事啊。林雨点头，伯父说的是。好，小雨，我问你，你家境如何？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伯父，我家境一般，父亲开了一家公司，母亲是公司经理。林雨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冷杰眉头一跳，好家伙，你家有公司，你跟我说家境一般，这小子坏得很。既然你家境不错，我就从长相下手，长相比他都帅。操，不提也罢。小雨，你抽烟喝酒吗？不抽烟，不喝酒。你有不良嗜好吗？没有，我作息规律，10点睡，7点起。奶奶爹，这小子怎么跟无懈可击一样，找不到一点突破口。你成绩好吗？在学校成绩如何？林雨，这也要问吗？冷杰见林雨愣住，瞬间得意，看来林雨的成绩一般啊。他就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人呢？结果冷清雪直接蹦出来，老爸，小雨儿成绩很好，她数学比我都厉害。冷杰，老色痞什么？你行了行了，老公差不多了呀。你也看到了，小雨很优秀，我现在单方面宣布，小雨现在就是我冷家的正式女婿。周芳看着冷杰还想刁难林雨，她直接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宣布了这句话。单方面宣布的意思就是他宣布就行了。冷杰瞬间一脸问号，我还没问完呢，我还没找到茬呢，怎么就单方面宣布了？不，他反对，他要反抗。林雨听到岳母大人的这句话也是松了口气，虽然他在见到岳母大人的那天起就知道自己这个女婿的身份是稳了，但是还是今天亲耳听到比较舒服。冷清雪也开心的举起小手比了个耶，老妈说出来，这下稳了呀。另一边，大学宿舍内，一个男人正拿着手机发着什么消息。林雨那小子呢？怎么没声了？他最近不是出尽风头吗？5不太清楚，好久没看到他冒头了，榜上名次也没变，还在12卡着呢。我反而更不安了，这小子不会在酝酿着什么吧？7你们想多了，最近我在观察他，这小子正和冷清雪谈恋爱呢，被恋爱的酸臭味给腐化了，估计对排名没有威胁了。3哦，如此甚好，玩物丧志的小子绝对不可能威胁到我的名次。别墅内，林雨坐在冷清雪身旁打了个喷嚏，是不是有哪个好蛋想我了？冷家别墅内，周芳又抓着林雨聊天，她是对林雨是越来越满意了，人长得帅不说，情商又高，知道送他礼物，还知道给他台阶下，说话又好听，她超喜欢的。现在又成了他的正式女婿，真是太好了。他又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这俩人在一起怎么看怎么配，真是太顺眼了。周芳摸了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妈现在巴不得把民政局直接搬来，让你和小雨直接当场领证。冷清雪一听老妈这话，瞬间一愣，对哦，按照这个情况来说，她应该和小雨去领证了。林雨也是恍然，对啊，怪不得她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没做，原来是忘了和雪雪去领证，这么大的事，她竟然搞忘了。周芳看着两个孩子一脸懵逼的表情，她好笑地看着他们，雪雪，你别跟我说这么大的事你都忘了。冷清雪则是鼓起小脸不服道，没有，老妈，我根本没忘，我和小雨儿已经约定好了，过几天就去领证。小雨儿，你说是不是？林雨也是心有灵犀道，是的是的，我和雪雪已经约定好了。冷清雪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忘了，不然岂不是显得她很呆。周芳哪里看不出女儿还在嘴硬，这是她生出来的女儿，她能看不出来吗？不过也不拆穿雪雪。好，记得你们都记得，那我也不说什么了。冷杰在一旁欲言又止，这么早领证是不是太快了啊？但是他没有说出口，他现在是啥也不敢说，啥也不敢问。周芳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他看向冷清雪，
雪雪，你还没有见过你的公公婆婆吧？领证的事先放一下，等你见过公公婆婆再去领。周方是认为雪雪得见过亲家才能去和小雨领证的，这是基本的礼貌。虽然亲家那边肯定会喜欢雪雪的，毕竟他家宝贝女儿这么漂亮，谁能不喜欢呢？但是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不能失了礼。林雨闻言笑着答道：方姨，雪雪已经见过我妈了，我妈很喜欢她。至于我爸，雪雪还没有见过。周方听到林雨的回答，淡淡点头，那感情好，既然见过了亲家母，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不过亲家公那边最好也带雪雪去看看。突然周方反应过来，他假装生气地看向林雨：小雨，刚刚叫我什么？现在是不是该改口了？不然妈可要生气了。小雨真是的，现在都是他亲自认证的女婿了，还叫他方姨。林雨一愣，好家伙，他一叫顺口了呀！这一时半会也没反应过来，就这么叫了。他连忙露出微笑：妈，我是叫顺口了，忘了改。周方被林雨叫了一声妈，瞬间心里舒服的不行。他摸摸林雨的脑袋：好孩子，妈这次原谅你了，下次可不许叫错了，不然妈真的生气了哦。冷清雪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小雨儿叫妈叫的挺顺口啊。冷洁在一旁木然地看着这一切。完了，BBQ了，连妈都叫上了，这下彻底完了。林雨这女婿是注定要进他家了，而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无力阻止。周方这边继续和林雨聊了一会儿，而后他看了看时间，发现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了，时候不早了呀。小雨和雪雪也该回去了，虽然他有点舍不得。周方甚至想让小雨和雪雪住下来，小雨做饭那么好吃，比5星级酒店的大厨做的还好吃。他要是住在家里，他岂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饭菜了？周方这个人对食物的味道是很挑剔的，他虽然做饭难吃，但是他也喜欢吃美味的饭菜。平时酒店大厨做的菜，他没吃不了几口，而小雨今晚做的饭菜把他肚皮都吃鼓了，甚至和雪雪抢菜吃。放在以前，周方甚至都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发生。但是大学那边不能夜不归宿，还得请假，就很麻烦。于是周方不舍得开口：雪雪，小雨，时候不早了，都9点了，妈送你们回去吧。林雨起身：妈，不麻烦你了，大晚上的多危险啊。像岳母大人这样的大美女，开着车子把他们送回去是可以，但是回来的路上怎么办？要是遇到危险来着？岳母大人好像会格斗散打来着，还是不行，会格斗是一回事，真要出问题了又是另一回事啊。他绝不允许着有一丁点的意外情况发生。周方听到这话，知道林雨是在关心他，他直接抓住冷清雪的小脸掐了掐：小雨，你不用担心妈，妈可是很厉害的。说着还举起了拳头：不行，妈，晚上真的很危险，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林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坚决，哪怕是在这么狠的岳母大人面前，他也毫不畏惧。周方也是愣住了，他看见女婿这么坚决，也就妥协了。好，小雨，妈不送你们了，让你爸送你们好不好？冷洁正在沙发上生无可恋，结果就听到老婆点他的名。什么？他才不要送这小子回去呢，他冷洁就是从2楼跳下去，死外面，也不会送这小子的。可是雪雪是跟这小子一起的，雪雪得送啊。林雨闻言眉毛挑了挑，岳父大人送他们好像也不是不行，但是送他们回去的路上必然会知道他和雪雪已经在别墅同居了，他怕岳父的小心脏受不了。而冷洁看着林雨挑眉犹豫的样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林雨是在怀疑他的车技，怀疑他的可靠。他冷洁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怀疑过车技，小子，必须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车神。他必须要把雪雪和这小子安全送回去。打你脸！冷洁直接站起身，大手一挥：我来。冷洁这一声咋咋呼呼的叫唤，直接把林雨3人惊了一下，3人都看向冷洁。周方更是瞪了他眼：你来什么呀？你来，整天咋咋呼呼的。冷洁讪笑着用手挠了挠头：老婆，你刚刚不是说让我送小雨和雪雪回去吗？所以我来送啊。周方白了冷洁一眼：别这么急，人家小雨还没同意让你送呢，小雨要是不同意，那就没你啥事儿了。周方还是尊重林雨的意见的，如果他并不想让岳父送，那就算了。以小雨和雪雪2个人的身手，他们俩自己回去应该没问题。冷洁听到这话人傻了：卧槽，什么意思啊？合着我送不送林雨还得看这小子同不同意，就好像他送礼给人家还得看人家同不同意一样，还有天理吗？这是人干的事吗？而林雨这边也是打量的看了看岳父：行吧，让岳父送也行，这样倒是方便不少，就是怕到时候岳父把他和雪雪送到别墅的时候小心脏受不了，毕竟他已经和雪雪同居了，岳父这女儿奴的性格怕不是要当场嗝屁算了。既然岳父执意要送，那就随他吧。而且岳父作为一个男人，就算晚上一个人回家也没什么问题。冷洁看着林雨打量自己的目光，瞬间就觉得他是在小瞧他，他不能忍啊！哇呀呀！结果林雨在众人的注视下点了点头：好吧，妈，就让爸送我们吧。
只要爸不嫌麻烦就好。好好，小雨你爸怎么可能嫌麻烦呢？谅他也不敢，有人送你们回去，妈就放心了。周芳开心地说道。老公，还不快去车库把车开出来。他给了冷洁一个眼神示意。好的，老婆。冷洁不是很情愿，但又飞快地跑去车库了。他既不想送林雨这小子，又想展现他车神一般的技术。半晌，林雨和冷清雪来到车库门口，周芳也在后面跟着送他们。突然，林雨脑海内响起一道电子提示，检测到宿主到达丈母娘家，是否签到林雨。好家伙，太离谱了吧！你信不信你再晚点，我就直接到家了，还签个屁到啊！然后林雨心中默念，签到，恭喜宿主获得1000系统积分，雄风不倒胶囊 X2， 神奇的口红 X1， 运动糖果 X2。 林雨看着这次签到的道具，心中很是满意。好多新玩意儿啊，真不错。只不过雄风不倒好像越给越多呀，系统什么意思？是不是看不起他？他林雨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不稀罕使用这玩意儿。林雨对自己的体质很有信心，以前原主20的体质他或许会有点慌，但是现在他100体质，把雪雪轻松拿捏不是问题，就是这么自信。此时冷洁已经把车子开出来了，他的座驾是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有那味儿了，一股商业人士的成功范儿，让冷洁觉得自己很帅。林雨则是表情淡淡，他觉得这车还差点意思，他未来的座驾一定比这个强。没办法，有系统就是这么自信。车门打开，林雨和冷清雪上了车。周芳走到车窗前，林雨打开车窗，妈，不用送了，回去吧。周芳点点头，冷洁发动车子，劳斯莱斯幻影缓缓向远处驶去。突然，周芳追了上去，小雨！林雨一愣，他连忙回头，怎么了？妈，下次来别忘了给妈带3盒面膜。林雨、冷清雪、冷洁，冷清雪直接笑出声，哈哈哈哈！老妈太搞笑了，还惦记着她那面膜呢。林雨更是哭笑不得，好家伙，岳母大人是真狠啊！追上车子就是为了提醒她带面膜，她怎么可能忘呢？这可是岳母大人交代的事，她可记着呢。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她就算真的忘了，她也能随时从怀里掏出100盒面膜。系统空间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1小时，劳斯莱斯幻影来到大学门口，一路上没有出现丝毫意外，冷洁车子开得很稳，他觉得自己牛逼坏了。林雨已经被他的车神技术给折服了吧？哈哈哈哈！爽，这一趟送人也不算白送。冷洁打开车门，小雨、雪雪到了，你们下车吧。冷清雪靠在林雨怀里，抬头看了眼车窗外，老爸还没到呢，你沿着这条路再往前开1公里就到了。冷洁听到这话，脑袋里瞬间冒出许多小问号，什么情况？沿着这条路再往前开1公里，那开到哪去了？雪雪要是说开进大学里1公里，她不愿意走了回宿舍，她理解，但是怎么往外开1公里？雪雪，咱们这是往哪开啊？老爸，你别问了，听我的往前开就行了，到了你就知道了。冷清雪靠在林雨怀里淡定地说道。冷洁没办法，宝贝女儿的话那不得听吗？他只好继续把车子往前开1公里。逐渐的，他开到一个别墅区，离他前方最近的是一个样式挺好看的小别墅。冷清雪看到到站了，就拉着林雨下车，走，小雨儿，咱们到了。冷洁更是一脸问号，这是到哪了？这别墅是谁家的啊？雪雪，你下车去哪呀？冷清雪牵着林雨的手，指了指小别墅，回家呀，老爸，我和小雨现在是在这里同居，你不知道吗？冷洁瞬间愣住，老色痞什么？冷洁人傻了，雪雪这说的，他能知道个啥？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冷洁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已经和林雨这小子开始同居了，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这才几天啊，他出个差回来，女儿就已经找到了个对象，而且短短几天就是陷入了同居的节奏。他看了看冷清雪，强行让自己恢复镇静。哈哈，雪雪，你一定是开玩笑的吧？同居怎么可能同居呢？冷清雪闻言，瞬间小脸一鼓一鼓的。老爸，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能同居了？我可没和你开玩笑，我和小雨儿已经住过2天了。冷洁得到女儿肯定回答，瞬间愣在原地。卧槽，不，他的宝贝女儿竟然都已经和林雨这小子同居了，还住了2天，那他们岂不是睡？冷洁已经不敢想了。按照这个速度，他怕不是要早早的抱上孙子了。虽然他还挺喜欢抱孙子的，但是对于林雨这小子拱了他的白菜，他就有一点不爽。主要还是他准备找林雨的茬，结果全部都失败了，一次没找到，就很气。林雨看着岳父一直在变换的脸色，微微摇头。哎呀，他都说了不要让岳父大人来送他们，这下好了，受刺激了吧？小心脏受不了吧？岳父非要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干什么呢？冷清雪则是看着老爸的样子，歪了歪小脑袋，他伸出小手戳了戳林雨的胸口。小雨儿，
老爸这是怎么了？怎么呆呆的？林雨摸了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爸他估计是小心脏受不了，让他自己静一静吧。冷清雪和林雨就在原地看着愣住的冷杰，半晌，冷清雪站的腿都酸了，他走上前，伸出小手，在冷杰面前挥了挥，老爸，你一个人发呆吧，我和小雨先回去睡觉了，时候不早了。说完，冷清雪就挽着林雨的手臂走回了别墅。啪的一下关了门，冷杰反应过来，他眼睛瞪得大大的，什么？回去睡觉？是哪个睡觉？女儿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和林雨回去睡觉，好气啊！冷杰连忙冲上劳斯莱斯幻影，然后启动车子飞速往回行驶。他要告状，他要立刻回去告诉老婆，家里就老婆最大，必须要告诉他，让他审批林雨。出大事了！雪雪已经和林雨同居了，这俩人都住上了，都住了2天了。老婆听了一定很生气，然后直接把林雨逮过来训一顿。别看老婆总是和雪雪对头，还揍她，其实老婆很宠雪雪的，冷杰能看出来。他真是太机智了。林雨和我女儿同居，这就是代价。冷杰一边开着车子，一边发出得意的笑声。小别墅内，林雨和冷清雪回到家里，他们洗了个澡，然后回到主卧。冷清雪直接一屁股坐到大床边，然后小腿直蹬。小雨儿，今天好累哦。林雨好笑地坐到她身旁，伸手搂住她的水蛇腰。雪雪，你哪里累了？去爸妈家你就带了个人过去，啥也不用干，就在沙发上坐着。我才累好吧？又是做饭，又是送面膜，还好我机智，得到了妈的认可。冷清雪闻言点点小脑袋，好像是这样的呀。小雨儿确实挺忙的。小雨，我问你，你那么好的厨艺在哪学来的？冷清雪想起今天林雨震惊全场做饭的操作，伸手掐着她的脸问道。她是真没想到小雨儿这么深藏不露，做饭比5星级大厨还好吃，像她口味这么挑的都能猛吃3大碗饭。当然是我自己自学的呀，我利用课余时间学习烹饪，我只是用别人玩的时间学习做饭而已。林雨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搞得跟真的一样。冷清雪有点怀疑，真的假的？课余时间能够吗？当然是真的。林雨说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支包装特别贵重精致的口红，放在冷清雪面前。当当当，雪雪，送给你，喜欢吗？冷清雪漂亮的大眼睛瞬间瞪大，脸上满是惊喜。好好看的口红，谢谢你。小雨，么啊！冷清雪直接抱着林雨的脸就是亲了一口。林雨好笑，送礼物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雪雪，赶紧打开，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色号。冷清雪小手直接开始拆包装。林雨已经了解了这神奇口红的功能了。这个口红第一个功能就是用不完，怎么用都用完，涂了一下就会恢复一下，和它滴快乐水差不多。第二个功能是该口红会自己察觉到使用者最喜欢的色号，然后变成那个色号。林雨搞不懂这个，这确实神奇，科学已经无法解释了。冷清雪打开贵重的包装，里面露出一支造型更加精致贵重的口红。啊，是我喜欢的色号。小雨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的？林雨表情淡定，我当然知道了，开玩笑，他根本不知道，他哪分得清什么口红色号，还得是这个口红自己争气，咔的一下就变成雪雪喜欢的了。另一边，冷杰直接驱车飞速赶回家，1小时的路程，他40分钟就开到家了。冷杰下车就立刻冲回别墅。不好了，出大事了，老婆！此时周芳正躺在沙发上，脸上敷着黄瓜片，他淡淡了白了冷杰一眼。什么事？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冷杰坐到老婆身边，老婆，出大事了！雪雪和林雨已经同居了，都住了2天了。周芳闻言先是微微一愣，然后笑着道，那感情好啊，这俩孩子还挺懂事，都不用我催。冷杰，老色痞卧槽！冷杰看到老婆这样淡定的态度，他人直接傻了，不对劲啊，老婆很不对劲。老婆要是知道雪雪已经和林雨同居了，而且都住在一起2天了，他不是应该瞬间就是一个生气，然后直接掏出手机电话给林雨和雪雪，把林雨和雪雪喊到家里来，再狠狠地教训一顿林雨，直接给林雨一顿啪啪打脸。但是现在老婆好像不仅没有生气，还很开心的样子，是什么情况？不对啊，这剧本不对啊，剧情发展不是这样的，老婆是不是拿错剧本了？此时周芳还在用手扶了扶自己脸上的黄瓜片，表情有点高兴的样子。冷杰看不下去了，他决定提醒老婆，老婆在他的提醒肯定能想起来暴揍林雨。嗨，他清了清嗓子，老婆，且听我娓娓道来。今天晚上你不是让我开车子送雪雪和林雨回去吗？我就一路开车送他们到大学。这到了大学，你猜怎么着？周芳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怎么着？到了大学门口，雪雪和林雨不下车，他们反而让我继续往前开1公里。我就纳闷了，怎么的还要往前开1公里？这1公里是往哪开啊？冷杰绘声绘色的说着。
雪雪见此，让我往前开，我就开了。开到一处地点，老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处小别墅，那别墅还挺好看。雪雪见到别墅就下了车，我当时就愣住了，寻思着雪雪这是要干嘛，就问她，她直接就跟我说，她和林雨已经同居了，都同居2天了。老婆，是雪雪和林雨同居啊？他们俩同居了啊？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冷杰直接夸大其词，想让周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周芳表情淡定，哦，哪里严重了？哪里严重？就是那什么，那啥。对，他俩同居在一起，难免会擦枪走火。要是走火了怎么办？冷杰急中生智，瞬间就想到了这个理由。他很得意，这个理由无懈可击。周芳白了冷杰一眼，走火了那不是更好？我巴不得雪雪和小雨早点走火，然后给我生个孙子孙女儿，让我带带。这样一来，我也是做外婆的人了。冷杰听到周芳的回答，瞬间傻眼了。老色痞卧槽，完了，老婆这是油盐不进啊，一点都不为所动啊。他低计划失败了，原本还想让老婆教训林雨的。不，周芳躺在沙发上，看着冷杰那呆愣的表情，有点好笑。这个老公一天天的就想着搞事。老公，我去厨房帮我再切点黄瓜片，快点。他现在虽然有小雨送的美容养颜面膜，但是一共只有5片，他今天还用掉1片，就4片了，可得省着点用。周芳决定1周用1片，剩下的时间就敷黄瓜。1月时间，不知道小雨能搞到多少盒美容养颜面膜呢？而冷杰听到老婆的话，也是不情愿的走去厨房，开始切黄瓜片。好气哦，老婆不帮他教训林雨，还让他做事，但是不做事，怕不是直接是睡客厅半年。小别墅内，冷清雪已经拆开了包装，并且把里面的口红拿了出来。小雨儿，这口红好好看，口红套管精致且高贵，白金色的管身上还镶嵌着几颗钻石，就连林雨这个根本不用这玩意儿的男人，也不得不承认这口红好看。雪雪，你涂涂看呗。林雨现在有点期待雪雪涂上这口红的样子，一定很美。好啊好啊。冷清雪直接起身坐到床边的梳妆台上，开始涂口红。林雨则是坐在一旁看着。他之所以敢让雪雪大晚上要睡觉了涂口红，是因为他刚刚已经查看了神奇口红的数据，口红里的一些化学制品对身体有一点危害，以前更严重，现在科技进步，口红材质升级会好一点，但是终究会有一点危害。然而林雨的这个系统出品的神奇口红采用了完全无害的材料制作，所以林雨才敢让雪雪大晚上的是口红。一般来说睡觉前都是要卸妆的，然而这个口红可以睡觉前用，就很强大。冷清雪涂完口红，然后蹦到林雨身边，小雨儿，你看我好看吗？林雨看向冷清雪的瞬间，呼吸一滞，雪雪那鲜艳的红唇此时娇艳欲滴，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林雨脑海内瞬间想到一句词，朱唇未动先绝口之香。林雨此时觉得自己有点燥热，他察觉到不对劲，系统什么情况？这口红是不是还有别的功能？宿主，神奇的口红还有个隐藏功能，它会增加情侣之间女性的魅力。林雨超奶奶爹，你不早说，这不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吗？雪雪本来就特别漂亮，这口红一涂，林雨有点顶不住了。狗系统坑我！宿主，你也没问啊。林雨，冷清雪看着林雨呆呆的愣在原地，瞬间小脸一鼓。小雨儿，你说话呀，我好不好看？林雨直接伸手搂住冷清雪的水蛇腰，然后凑到冷清雪唇边就一口亲了下去。雪雪，你说呢？冷清雪瞬间小脸通红，小脑袋萌萌的，漂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她已经知道答案了，小雨儿行为已经给出了她答案。良久，唇分。林雨意犹未尽的盯着雪雪的红唇，刚刚那口有点甜啊，不知道是口红甜还是人甜。冷清雪也回过神来，她小脸鼓鼓的。小雨儿，我是让你回答我好不好看，不是让你亲我。林雨好笑的抱住冷清雪，然后伸手捏了捏她的小脸。雪雪，就是因为你好看我才亲你啊，你不好看谁亲啊？说着他又在雪雪的小嘴上亲了一口。果然很甜，不得不说这个口红真的给雪雪增加了魅力，林雨都有点顶不住了。冷清雪一听这话，小眉毛一挑，什么？小雨儿，你说我不好看？说着他就伸出小手凶凶地掐了下林雨的腰部。林雨瞬间懵逼，卧槽，我没说雪雪不好看啊，雪雪，我可没说你不好看啊，小心我告你诽谤。冷清雪则是傲娇地抬起小脑袋，同时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我不管，反正我听到了，这次没有2盒冰淇淋是哄不好的。林雨一愣，好家伙，雪雪在这等他呢。好好吃冰淇淋，吃大个的。林雨笑着取出2盒美味的冰淇淋，然后递给冷清雪。冷清雪瞬间双眼放光，拆开包装就准备来一大口，结果动作突然顿住，她眨着大眼睛看着林雨。
小雨儿，我刚涂了口红，不能吃冰淇淋吧？不然岂不是把口红吃下去了？他这可是涂口红了，涂口红吃东西，岂不是把口红一起吃下去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还要把嘴巴张得老大，然后把食物送进嘴里，然后争取食物不碰到嘴唇，每吃一口都行，都麻烦得很。林雨则是一脸自信地摸了摸冷清雪的小脑袋，雪雪，放心吃，我这口红可是高科技产品，全部采用的无害材料，和别的庸脂俗粉可不一样。他送雪雪的口红可是系统出品的，是真的高科技。老色批真的吗？那我不客气了。他现在对林雨是绝对信任的。小雨儿说这口红无害，那就一定没问题。冷清雪直接拿起冰淇淋盒子就是一顿猛造。林雨看雪雪吃得欢快的样子，有点好笑。吃吧，雪雪，是时候给你安排上智能冰箱了。然后把冰淇淋放冰箱里，一天只能吃2盒，多了冰箱门就会锁住，任你怎样都打不开。他真是太机智了。冷清雪此时还不知道小雨儿已经准备把她的冰淇淋锁住了。他拿起一勺冰淇淋送到林雨嘴边，来，小雨儿，给你尝一口。林雨张开嘴咬掉那一勺冰淇淋，雪雪，就给我尝一口啊？哼，那怎么的，你还想尝2口啊？冷清雪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继续拿着冰淇淋猛吃。林雨忍俊不禁，看来孩子是皮了，多锁点冰淇淋就好了。于是主卧内，冷清雪靠在林雨身边吃着冰淇淋，林雨则是看着雪雪娇艳欲滴的红唇，有点燥热。神奇的口红本来就能增加雪雪的魅力，再加上冰淇淋的作用，林雨突然趁着冷清雪吃冰淇淋的时候又亲了她一口，更甜了，惹得冷清雪小脸一鼓。小雨儿，你是不是想偷吃我冰淇淋？老实交代。林雨点点头，这都被你发现了。雪雪你好聪明哦。冷清雪得意地昂起小脑袋，哼，那当然。是夜，冷清雪吃完冰淇淋洗了洗手，林雨则是关了灯，雪雪该睡觉了。来了。星号，冷清雪直接扑到林雨身边，两人相拥而眠，一同进入梦乡。魔都的一栋别墅内，冷杰洗完澡穿好睡衣，习惯地走进主卧，也就是他和老婆的房间。他走到床边，刚准备上去，就直接被周芳一脚踹飞了出去。哦，冷杰被踹飞出去，整个人都懵了。他是谁？他在哪？他要干什么来着？老婆突然踹他干嘛？老公，你往我房里跑干什么？周芳则是坐在床边，表情淡淡的看着冷杰。这个老公不会把睡客厅3个月的事情忘了吧？还是说他没忘，而是故意这样想蒙混过关？如果想蒙混过关，那抱歉，没门儿。他周芳说一不二，说让老公睡3个月客厅就睡3个月客厅，少1秒钟也不行。耶稣来了也拦不住他。他说的。冷杰挠了挠头，老婆，我来睡觉啊。我来卧室不就是睡觉吗？周芳闻言挑了挑眉头，要不你再想想，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走错地方了？冷杰有点疑惑，他怎么可能走错地方？这是他家，而且睡觉就是来主卧睡啊，哪里走错地方了？老婆故意找茬是不是？冷杰又想了一下，但是没想起来什么，他好像忘了什么，但是这不重要。他理直气壮地说道，老婆，我可没走错地方，这主卧不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周芳疑惑地看了看老公，她一时间也看不出老公这是装的还是真忘了。不是吧，这一天时间都没到，睡客厅的事都能忘？这是选择性忘了。既然如此，我提醒你一下吧，睡3个月客厅。冷杰一听这话，瞬间一惊，老色痞卧槽！他想起来了，他已经被老婆赶去睡客厅3个月了。不，由于习惯走进主卧，他都忘了这件事了。周芳这么一提醒，他才想起来。周芳看着冷杰惊呆的表情，知道他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吧，老公，去吧，去客厅睡觉吧。3个月哦。冷杰心态崩了呀，他生无可恋的抱着一床被子走回客厅，然后睡到慢悠悠的睡到沙发上。这寒冷的夜晚没有老婆抱着，他怎么睡得着呀？清晨，林雨率先睁开朦胧的睡眼。啊，今天又是被自己帅醒的一天。身旁的雪雪还在熟睡着。林雨见此，嘴角微微上扬，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平时都是雪雪醒得比他早，现在他先醒一步，那可要好好的抓住这次机会。雪雪每次先醒都会恶作剧，把他也给弄醒。现在该轮到他了，让你捏我鼻子。林雨想着，然后直接伸出大手捏住冷清雪精致的小鼻子。半晌，冷清雪闭着眼睛，黛眉微微皱了一下，她感觉好像有点鼻塞，然后缓缓睁开漂亮的大眼睛，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忍笑捏她鼻子的林雨。小雨儿，你竟然打扰我睡觉，你完了！说着，冷清雪直接起身，伸出小手给林雨的腰部就是一顿猛掐。林雨则是反手把冷清雪搂在怀里。雪雪，你不也打扰我睡觉了？你上次捏我鼻子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冷清雪身子一顿，靠在林雨怀里。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
那能一样吗？林雨有点想笑，雪雪也太好玩了。哦，那哪里不一样呢？冷清雪一时间说不出话，而后她直接理直气壮地说道：小雨儿，反正我打扰你睡觉可以，你打扰我睡觉不可以。林雨一愣，好家伙，这是什么神奇的道理？他是闻所未闻啊。林雨和冷清雪吃完早饭，两人一起走去上课。今天两人没有一起的课，林雨上的是经济系的专业课，冷清雪也是去上数学专业课。两人分开走向不同的教学楼。小雨儿，下课后等我哦。冷清雪喊了下林雨。林雨点点头，知道了。雪雪，都这关系了，肯定要等雪雪啊。不等雪雪还能等谁？王军吗？林雨慢慢悠悠地走进教室里。王军一看到林雨来了，兴奋地朝他招招手。雨子，这边。他们宿舍是占位置的传统的。林雨走了过去，坐到老色痞站好的位置上。怎么了，君子？这么兴奋？有美女和你搭讪了？王军则是露出神秘又猥琐的笑容。No oh no， 是比美女搭讪更好的事。一旁的赵天和钱飞也跟着点头。林雨疑惑，对于王军而言，比美女搭讪还要好的事，那是什么？他想不明白。王军看着林雨一脸疑惑的表情，他惊讶道：不是吧，雨子，你这都不知道？班级群里都通知了，马上就要开全校运动会了，整个大学所有的系都参加，到时候可以看到整个大学妹子了。王军说着说着，差点口水没流下来。林雨耸了耸肩，正经人谁看班级群啊？你看吗？反正我不看。他本来就很少看班级群，现在有了雪雪，就更不看班级群了。王军拍了拍林雨的肩膀，我们全宿舍都报名参加运动会了，就差你了。我报名了400米跑，赵天报名了跳高，钱飞报名了跳远。林雨挑眉，他仔细地看了看这群老色痞，平时干啥不行，吃饭第1名，怎么到了这个就这么积极参赛了？难道是想在妹子面前装一个？而且王军这一直400米跑能行吗？别给人跑没了。咋了？于子，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我们可是为了系里的荣誉，拼尽全力啊！林雨，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们。来啊来啊，于子，你也报名，这样咱们就可以一起争取荣誉了。王军继续拍着林雨的肩膀，林雨则是坐到座位上，淡淡的说道：我就不报名了，我在观众席给你们加油。开玩笑，参加比赛可是很耗费体力的。安静的坐在观众席，看着他们比赛，岂不美哉？而且林雨自己也不知道参加什么项目好，他有选择恐惧症。不过林雨觉得自己无论参加什么项目，第一都是手到擒来。王军一看林雨不参加，瞬间有点激动。林雨这么帅，要是参加了运动会，那还得了，岂不是把他们的风头都抢光了？他知道林雨的性格大概率是不会参加比赛的，所以他就劝林雨参加。没错，他这一招就是以退为进。于子，放心吧，我会带着你的那一份，成功拿到400米第1的。王军充满信心地想着。此时经济系系主任正在看着交上来的参赛人员名单。不错不错，我们系的孩子还是很有荣誉感的嘛，大家都积极。这次运动会也和往常一样，是几十个系在一起比赛，最终看哪个系的积分最高来分出冠亚军。系主任看到几个项目后面没有人，眉头微挑。这5000米的项目没人参加的吗？不是吧，跑个5000米这么怕的？他当年在校运动会可是直接参加了5000米的。他把这个消息反馈了下去，各个班级开始投票选出能力比较强的人来参加5000米，各个班级开始疯狂投票。经济系一班也在群里开始投票，只有林雨这个不看群的正在看着黑板听课。群里的女生直接想都不想把票投给林雨。林雨那么帅，参加比赛一定更帅。而大部分男生也是光速投票给林雨。那可是5000米啊，林雨那小子受得了吗？爽！一想到他要跑5000米，我就开心。别说5000米，我1000米都累够呛。投他，投他，让你装。下课铃响，林雨走到数学系教学楼，等着冷清雪。冷清雪下楼就冲过来抱住林雨。小雨儿，星浩，咱们大学要开运动会了，你知道吗？林雨点头，我知道啊。那你报名了吗？我报名了。没啊。小雨儿，你那么厉害，竟然没报名，是不是骗我？冷清雪疑惑地看着林雨。林雨好笑，雪雪，我骗你干嘛？给你看看我们的参赛人员。说着，他拿出手机，调出他们班级的参赛名单，就要给雪雪看。结果就看到名单里的一行字：男子5000米跑，林雨。林雨瞬间愣住，老色痞卧槽！林雨看着手里的参赛人员名单，瞬间愣在原地。卧槽，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他怎么就突然参加了男子5000米跑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参加了这玩意儿，难道他是在梦里报名的？不可能啊，他本来就没想过参加比赛，做梦也不会想着这茬啊。一旁站在林雨身边的冷清雪看到林雨突然愣住，他也好奇地凑过小脑袋，看了看他的手机，然后瞬间小脸鼓鼓的。小雨儿，好啊，
你明明报名参加比赛了，还是骗我说没有？太坏了！说吧，你是不是想像上次篮球赛一样，说自己只会打一点点篮球，结果直接拿了第一？这次是不是也一样？先不告诉我，然后再悄悄地惊艳所有人。说着，冷清雪还掐了掐林雨的腰部，林雨则是一脸懵逼。雪雪这是什么跟什么啊？这也太能脑补了吧！还悄悄地惊艳所有人，他根本没想过要去装。林雨哭笑不得地摸摸雪雪的小脑袋，雪雪想的太多了，我真没骗你，我本来就没想过参赛的。我坐在观众席看着他们比赛，岂不是美滋滋？林雨在知道大学开启运动会之后，就知道以雪雪这么活泼可爱的性格，她肯定会参加运动会的，无论是为了系里的荣誉，还是她本身好动的性格。所以林雨也就想着自己不参加比赛，然后当后勤照顾雪雪，这多是一件美事啊。运动会难免会有点小伤，林雨觉得自己必须做好雪雪的后勤，保护她不受伤。冷清雪听到林雨的回答，认真的看了看她的表情，发现她说的是认真的，于是疑惑的看向林雨：小雨儿，你既然没有参加比赛，那你们班的名单又是怎么回事呢？林雨闻言也是挠了挠头：雪雪，这我也不知道的。说着，林雨脑海内灵光一闪，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林雨打开班级群，开始往上翻聊天记录。冷清雪也靠在林雨怀里，凑着小脑袋一起看她的聊天记录。班长全体成员，同学们，还有一个男子5000米跑的项目没人参加，有谁愿意参加的吗？能者多劳，还有不要勉强啊，跑不了的不要勉强参加。然而群里并没有男生说话，5000米跑太折磨人了，躲都来不及，怎么可能面前自己参加呢？半晌，班长见没人说话，就开启了投票。众人一看，又有投票，他们可兴奋了。女生们直接投林雨，不为别的，就想看帅气的帅哥在比赛中挥散汗水。而男生也开始投林雨，一部分是想给林雨搞事，5000米跑废你丫的，大家给我投他。另一部人则是觉得林雨真的很强，因为那次的篮球赛他们都看了，林雨把篮球队长都碾压了，这运动能力杠杠的，很有机会为他们系拿到第一的积分，所以他们也投林雨。剩下一部分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他们就是谁票多就投谁，跟着投就完事儿了。于是林雨以46票的优势当选，直接参加5000米跑。剩下没投他的只有他自己，还有王军3个老色痞室友。看到林雨众望所归，班长也很欣慰。班长是个女孩子，她很有集体荣誉感。林雨这么厉害，参加比赛一定能拿第一。她直接在群里林雨2、3次。然而林雨并没有说话，因为林雨当时根本没有看班级群。林雨和冷清雪看完聊天记录，瞬间了解了全部。冷清雪更是直接笑出声：小雨儿，谁让你篮球赛的时候那么装？这下好了吧？林雨她也想低调啊，可是实力她不允许啊。冷清雪挽着林雨的胳膊，两人走向食堂吃饭。小雨儿，看来你在班级里很有威信啊，大家都看好你啊，把票都投给你。林雨好笑的摇摇头，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想搞我。系主任办公室内，中年男人看着手里的参赛人员名单，满意的点点头。孩子们很积极啊，他很欣慰。他看了看早上空白的男子5000米跑的那一栏，现在赫然多了一个林雨的名字，瞬间想到了那个帅小伙，那个表白被他带到的帅小伙。不错，小伙子很不错。这小伙打篮球很厉害啊，上次帮经济系拿了第一，他想运动能力应该很强。真不错，有他当年的风范了。他当年也是他们班唯一一个参加5000米跑的男人，而那个林雨和他一样帅，也一样的参加了5000米跑，这不是有他当年的风范是什么？下午，林雨和冷清雪吃完饭，分别回到自己的宿舍。下午有课，他们就不回别墅了，当然是先回宿舍歇歇脚了。林雨走在路上，他掏出手机看着班级群里的消息。奶奶爹，他今天早上吃了不看班级群的亏，这回肯定不会有第二次了。他要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同样的错误他不可能犯第二次。结果群里突然弹出消息：班长，同学们还有几个项目没人参加，有人要参加吗？群里鸦雀无声，并没有一个人说话。林雨看着群，他也不说话。这个时候保持沉默观望局势才最好的，他真是太机智了。班长看着没人回应，还是继续打字道：同学们，我先把项目说一下，大家先看看合不合适，再决定参不参加。剩下的项目还有铅球、标枪、4×400米接力。群里还是一片鸦雀无声，并没有说话。这些项目挺麻烦的，吃力还不讨好，要是弄得不好还会丢人，所以众人不是很想参加。林雨也不说话，保持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班长看着还是没人回应，叹了口气：那大家投票吧。众人一看要投票，瞬间激动起来。你说投票我可兴奋了，我最擅长的就是投票了。来吧来吧。林雨准备丢脸。林雨看着班长说又要投票，瞬间一惊：老色痞卧槽，又来！奶奶爹，那就来吧，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林雨直接打字：
群里弹出一条消息：林雨，我来。林雨此时直接群里打字冒泡，我来。然后群里瞬间寂静，鸦雀无声，只有林雨发的那一条消息静静地出现在屏幕中。众人都懵了，你来？你来干什么？就连班长刚刚准备发起投票的手指都愣住了。林雨则是一脸淡定地看着手机，等待着班群里的下文。哼，开玩笑，还想投票搞我？不可能，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林雨刚看到班长说要投票，他就预见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这帮鄙人肯定会直接疯狂投票给他，让他参加这些项目。与其让他们来投票让自己参加，还不如林雨直接站出来抢占先机，自己主动去参加比赛，让他们投不了票。你们不是喜欢投票吗？偏不让你投，气不气？这就是传说中的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此时班长已经从懵逼中回过神来，他好像明白了林雨的意思。林雨同学，你是要参加这些项目吗？林雨淡淡的回道，是的，班长，我铅球、标枪、4×400米接力我都要参加，帮我报上吧。顺便再帮我报上男子400米，谢谢。男子400米跑挺经典的，这个得参加一下。至于100米就不参加了，这玩意儿跑起来面目狰狞，跑起来的强风都能把他帅气的发型吹乱。他要保持帅气，还是不参加了。而且100米的爆发是真的很消耗力气。班长看到林雨的话，人都懵了。林雨要报这么多项目的吗？这么多项目吃得消吗？林雨本来还有一个5000米跑的项目啊。而且他作为班长，已经搞清楚了班里大部分人的性格了。林雨的性格他也大致了解，这个男人是一个很低调的帅哥。这个帅哥明明很强，却过分低调，结果这次直接一口气参加了这么多项目，有点惊到他了。群里的众人看到林雨一口气揽下了这么多项目，也是都懵逼了。卧槽，这小子这么狂，我参加一个项目都受不了，他一个人参加5个项目，特么的，让他装，别到时候哭出来，还以为自己是高中的体力巅峰啊！你看清楚你自己啊！你现在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参加这么多项目，把你累成狗在那喘气，等着丢脸吧你！就连一些看好林雨，认为林雨运动能力很强的人，此时也摇了摇头。林雨太狂了，这次出问题了。而女生们这边则是集体发出尖叫。啊！林雨男神太帅了吧！一口气参加5个项目，他好帅哦！班长反应过来，他把林雨的要求的项目全部给他登记好了，然后打字道：好了，这些项目被林雨同学包揽了，不用投票了，大家忙自己的事吧。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卧槽，投票啊！我还没投票啊！我操，不是投票让林雨参加比赛，而是他自己主动参加，根本没意思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气啊！林雨则是直接关掉班群界面，然后嘴角上扬，既然要参加比赛，那就贯彻到底咯。5个项目而已，轻轻松松。嗨呀，他就想低调一下，怎么就这么难呢？既然如此，他不装了，他摊牌了。林雨回到宿舍，王军看到林雨回来，瞬间冲到他旁边，表情震惊地说道：刚刚班群的消息他都看了，没想到林雨直接就包揽5个项目。雨子，你真的要参加5个项目啊？别为了漂亮妹妹把自己装没了。林雨嘴角一抽，他可没有什么漂亮妹妹啊，可别乱说话啊。他只有雪雪一个，要装也是装给雪雪看的。林雨拍了拍王军的肩膀，方向吧，我有把握，5个项目而已，简简单单，而且我是装给雪雪看的。王军、钱飞、赵天、超，他们就不该问，又塞狗粮。下午2节课后，林雨和冷清雪一起回到小别墅。冷清雪一回到家里就扑到大床边，然后抱住林雨的腰。小雨儿，星浩，我跟你说，我今天运动会报了4个项目呢，有女子400米跑、1500米跑、标枪，还有女子4×400米接力。快说，我厉不厉害？说着，冷清雪的小手已经掐住林雨的腰部了。林雨捏了捏雪雪的小鼻子，厉害厉害，我家雪雪真厉害。不过我参加了5个项目，比你还多一个，那我是不是更厉害？冷清雪听到这话，小脸一鼓。小雨儿，你不是就参加了一个男子5000米吗？哪来的5个项目？林雨把冷清的搂在怀里，慢慢的和他解释着。冷清雪听完，直接哈哈大笑。小雨儿，你太好玩了，竟然为了不让他们投票，自己主动参加。林雨则是表情淡定，走别人的路还是很爽的。冷清雪好像又想起什么，她得意的昂起小脑袋。小雨儿，我跟你说，我们一个宿舍的女孩子都报名参加了运动会呢，厉不厉害？林雨挑眉，我们宿舍也全都报名了啊，这很厉害吗？冷清雪瞬间就掐了一下林雨，还白了他一眼。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们班投票给你，你根本没参加比赛。林雨则是抱着冷清雪，掐了掐她的小脸。不参加不是更好？本来我还想当雪雪的后勤来着，等你跑累了就给你送冰淇淋吃。不过现在没法了，我也是运动员啊，没法送冰淇淋了。冷清雪一听这个，瞬间瞪大眼睛。这么说，她岂不是亏了很多冰淇淋？那可不行，
跑累了必须吃冰淇淋才行啊。他直接捏住林雨的帅脸，小雨儿，你就不能边当运动员边给我当后勤，这样你就有了2份快乐，多好。林雨一愣，好家伙，狗看了都落泪，你管这叫2份快乐？冷清说完就好奇地睁着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林雨，结果就看见林雨愣住，他的小脸瞬间鼓鼓的。听到了吗，小雨儿，你只要听了我的话，一边当运动员一边给我当后勤，就能同时得到2份快乐，这多少是一件美事啊。林雨她有点忍俊不禁，雪雪这小丫头真是的抓着她的冰淇淋不放啊，为了吃冰淇淋竟然让她这个老公同时打2份工。她好笑的摸摸雪雪的小脑袋，雪雪，你这话狗听了都摇头啊，你确定是2份快乐？当然是2份快乐啊。冷清雪靠在林雨怀里，然后小手抱住她的胳膊，似乎是有理有据地解释道，小雨儿，你当运动员赢得冠军，这是不是1份快乐？然后给我当后勤，喂我吃冰淇淋，我也得到快乐，这又是1份快乐，是不是？说着冷清雪又立起身子在林雨的脸上亲了一口。啊，怎么样，有没有考虑做姐姐的后勤？林雨看着可爱的雪雪哭笑不得，雪雪这是威逼利诱全都用上了呀，她这还能说什么呢？林雨掐了掐冷清雪的小脸，好好好，雪雪，我当你的后勤，专门给你送冰淇淋。好耶！星号冷清雪举起小手就是一个欢呼，她也会给小雨当后勤啊。等小雨跑完，她直接上前送水。林雨则是把雪雪搂在怀里，温柔地看着雪雪。其实就算雪雪不说，她还是会给雪雪当后勤的，哪怕她也是运动员，要参加比赛，后勤肯定得做好啊。要是雪雪受伤了怎么办？雪雪有一点点小的磕磕碰碰，林雨都是不能接受的。反正她和雪雪的比赛又不是同时进行的，根本没问题。等她比完赛就去看雪雪的比赛，雪雪估计也是一样的。林雨觉得运动会的时候，她会成为场上最忙的仔，这就是传说中的时间管理。好好看，好好学。另一边，一间女生宿舍内，一个女生一脸震惊地看着参赛名单，然后又看向一旁表情淡定的张婷婷。婷婷，你一个人竟然要参加4项比赛，你疯了！张婷婷听到这话，嘴角一抽，这说的什么话？什么叫她疯了？参加4项比赛怎么了？很了不吗？冷清雪不也参加了4项比赛？冷清雪都能参加4项比赛，她怎么能比她少？她不仅要参加4项比赛，而且还全都要赢下来了。此前，张婷婷靠着自己的人脉关系，托人找到了数学系一班运动会参赛人员的名单，也就是冷清雪所在班级的名单。她刚看到参赛人员名单，眼睛就瞬间瞪大，表情变得无比震惊，因为她第一眼就找了冷清雪的名字和她的参赛项目，整整4个：女子400米跑、女子1500米跑、标枪和女子4×400米接力。这4个项目直直地晃着张婷婷的眼睛。张婷婷有点不解，她怎么敢的呀？一下子就参加4个比赛项目，凭什么啊？凭她长得漂亮吗？张婷婷觉得冷清雪太自大了，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同时参加4个比赛项目。她看着数学一班的参赛人员名单，嘴角露出冷笑，哼，冷清雪，你就狂吧，你会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代价，我等着看你的笑话。然而张婷婷看着冷清雪的参赛项目，越看越气，她表情发狠，直接一咬牙一跺脚找到她班的班长，然后自己又加了3个项目。本来她只报了一个女子400米跑，对于她而言，参加运动会是为了出现在大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美，参加一个比赛项目意思一下就行了，真要跑也会弄得满身汗，女孩怎么能满身汗呢？张婷婷找到班长，给自己加了3个项目，这个3个项目和冷清雪参加的项目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她和冷清雪的4个项目全都一样，她要在这次比赛狠狠地打败冷清雪。张婷婷觉得这次运动会参加这么多项目也没白参加，她不仅能打败冷清雪狠狠地出口气，而且给系里赢得了多个奖项，或许还可以加学分，她对自己很有信心，就在运动会打败冷清雪。她一个艺术生，难道还跑不过学数学的冷清雪？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张婷婷淡淡的回复室友，放心吧，我有把握。那个女生看了看张婷婷，婷婷，你真的想好了？4个项目吃不消吧？张甜甜眼里燃烧着火焰，我想好了，我一定会赢。与此同时，校园论坛内也在如火如荼地讨论着关于运动会的话题，这可是1年1度的大学运动会，自然拥有着很高的热度，而且开运动会了都不用上课了，就很爽啊。大学不用上课，还没有作业是真滴爽，比初中好多了。至于高中高3大概没有运动会，校园论坛又开始热闹了起来。上次这么热闹，还是林雨被冷清雪喂食的照片拍下来上了论坛，这俩人是帅哥美女，当时也引起了不小轰动。不过现在林雨和冷清雪好像没了声响，一直没有动静。不过校园林论坛依旧还在聊着其他的小八卦。叶兰小姐抽我啊，爽啊！运动会开幕了，有许多漂亮的小姐姐看了。一只鱼，谁说不是呢？
运动会和漂亮小姐姐更配哦。雷神的狗，是啊是啊，有好多漂亮妹妹。我要看超短裙，我要看超短裤，我要看大长腿。灰色的天空，卧槽！楼上，你一说这个，我可就要开始奖励自己了。开始瑟瑟，一只小猫猫，你们好恶心啊！这就通知女生们穿长裙长裤。老八的小汉堡，你们这么一说，我也激动了。运动会咱们可是可以看全校的漂亮妹妹啊，哪个系的都有。我要看张校花。鸡汤来了，我要看冷校花。菜都齐了怎么不吃？楼上的，你还是算了吧，人家冷校花可是名花有主了。你想想能不能干过林宇再说吧。鸡汤来喽，切，林宇就是那个长得帅的小白脸，我只需一拳就能把他干飞。菜都齐了怎么不吃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没看过林宇打篮球吧？他直接就篮球队长给撞开了。鸡汤来了，卧槽，这小子这么猛。那什么，我还有事，我先溜了。全宇宙最帅，兄弟们，我一口气报了2个项目，我牛不牛逼？云主语，就这，我还以为多狠啊，我一口气报了3个项目。还有谁？闻鸡起舞，切，你们都是弟弟。小道消息，人家张校花一口气报了4个项目，你们好意思？一只猪，卧槽，真的假的？我要去看。李华，卧槽，真狠啊，我也要去看。战斗暴龙兽，献祭我舍友10年单身，希望明天是晴天，可千万别下雨。鸡汤来了，我跟上。老八的小汉堡，俺也一样。校园论坛内在热闹地讨论着运动会的事宜。小别墅内，冷清雪正哼着歌，心情很不错。有小雨儿后勤，她能不开心吗？她正站在衣橱前，小手一件一件地找明天运动会穿的衣服，还一件一件地在身上比。林雨就站在旁边看着。其实他并不是很想站在旁边看，但是雪雪要求他必须站在旁边看。雪雪的身材真不戳，前凸后翘刚刚好。小雨儿，你说我们明天穿什么好啊？冷清雪在衣橱里找着衣服。林雨挑眉，雪雪衣服那么多，她哪知道穿什么好？雪雪，随便你，你穿什么都好看。冷清雪一听这话，小脸瞬间一鼓。好啊，随便是吧？她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表情，然后从衣橱里取出一条洁白的超短裙，拿在手里，在林雨眼前晃了晃。小雨儿，那你看我明天穿这个件好不好？林雨看到这个，瞬间瞪直了眼睛。雪雪运动会竟然穿这个，那还得了？那跑起来都带风的，给那群老色痞看到了，林雨可是要吐血的。命，绝不允许！想看我家雪雪的大长腿？没门儿！他直接冲到冷清雪身边，然后举起大手，直接就给了雪雪的小翘臀一巴掌。啪！雪雪，运动会你穿超短裙，你怎么不穿个黑丝呢？冷清雪眨了眨大眼睛看着林雨。小雨儿，你这么一说，穿黑丝好像也不是不行啊。啪！又是一巴掌。哦，这回冷清雪有点痛痛的，她露出笑容。小雨儿，不是你说随便的吗？穿短裙凉快啊。林雨脸色一黑，我那是说错了，穿衣绝不能随便，绝不能马虎，知道吗？我宣布，雪雪你运动会只能穿长裤，短裤都不许穿。明，雪雪那大长腿又长又白，绝不能穿短裤。冷清雪好笑地看着林雨，不过她心里很开心。小雨儿这是在乎她的表现啊，她当然开心了。好好，那我就穿长裤了。冷清雪捏住林雨的帅脸，不过小雨你也要和我一样穿长裤，不许穿短裤。林雨瞬间一愣，啊，这他干嘛也要穿长裤啊？他又没人看。他搂住冷清雪，雪雪，我干嘛也要穿长裤啊？我又没人看，我那大粗腿还有腿毛，谁看啊？而且穿长裤还挺热的。冷清雪白了林雨一眼，然后伸手掐住林雨的腰部。小雨儿，我穿长裤就不热了是吧？而且谁说你没人看的？你那么帅，肯定有许多女生想看。我不管，反正你穿短裤我也穿短裤，你看着办吧。冷清雪傲娇地昂起小脑袋。林雨见此有点好笑，不过也不算作茧自缚，反正雪雪不能穿短裤。既然如此，奶奶爹，那就来吧，穿长裤而已，穿就穿。林雨准备在系统空间里买一套那种高科技的长裤，看着是长裤，其实穿着比短裤还凉快的那种，给自己和雪雪一人买一套。冷清雪看着林雨发愣，伸手揪她的耳朵。小雨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想好再说哦。林雨回过神来，她把冷清的抱在怀里，笑着说道：来吧，雪雪，咱俩一起穿长裤，一起热。冷清雪也点点小脑袋，那就来吧。是夜，冷清雪坐在床边，靠在林雨看着综艺节目，林雨则是在发呆。她表面上在发呆，其实是在系统商城里找那种穿着比短裤还凉快的长裤。找了半天，林雨找到一套款式很好看的休闲长裤，她刚准备买，脑海里又想了一下，既然裤子都买了，那就再买一套短袖 T 恤得了。于是林雨又找了半天，找到一款防晒凉爽的短袖 T 恤。短袖都露胳膊了，怎么防晒？
淋雨的这个短袖可以产生一种磁场，保护在人的周围，隔绝紫外线。淋雨看了这套短袖的效果，满意点点头。刚准备买下这2套，结果又想了一下，这些长裤短袖啥的都是给他和雪雪买的，那特么的还不如买一套情侣装啊。淋雨看向系统空间的长裤和短袖，陷入沉思。既然要买这些长裤和短袖，那还不如直接买一套情侣装啊。买东西就是这样，一来一个想法，买了这个又会想买新的东西。淋雨以前还不以为然，现在才发觉真的是这样的。于是淋雨在系统商场又搜索了一番，终于找到了和前面找的那2套 T 恤和长裤一样，是情侣款的衣服。淋雨直接选定系统买它，400积分，是否购买400积分2套的话，还行，不是很贵，买。淋雨的系统空间内一阵光芒闪过，出现2套情侣款的长裤和短袖，一套男士款的，一套女士款的。短袖 T 恤和长裤都是纯白色，胸口和裤腿上的显眼 logo 表示着这套衣服是情侣款。淋雨买完这一套装备，满意的点点头，然后靠在冷清雪的怀里，好好的休息一下。嗨呀，有点累，原来买衣服也是一件很消耗脑力的事情啊。冷清雪只看到淋雨一直在发呆，发呆完了突然靠在他怀里，然后说了句好累，他一脸问号。小雨儿这也太离谱了吧，发个呆都能累。他摸了摸淋雨的脑袋。夜晚2人进入梦乡，魔都的一栋别墅内，柳玉兰正靠在沙发上敷着宝贝儿子送她的美容养颜面膜，她脸上的这一片面膜是最后一片了。美容养颜面膜一共5片，她现在用的只剩最后1片了。柳玉兰开始慌了，宝贝儿子怎么还不回来看她？顺便送她几百盒美容养颜面膜。女人一旦有了这种等级的美容养颜神器，就很根本离不开了。其实她一开始是准备省着点用的，1个月用4片，1周1片刚刚好，剩下的时间用黄瓜片代替。但是她有点迫不及待，结果1周用2片，2周就用完了。有了这种好东西，谁还用黄瓜片啊？垃圾黄瓜片！柳玉兰也想着自家宝贝儿子可以弄到这个，那她根本不用省了。结果咔咔一顿用，现在最后1片也贴到脸上了。柳玉兰靠在沙发上，她心里想着，小雨怎么回事？都2周了，面膜都用完了，还不知道回来看看妈。希望你能懂事，别让妈打电话喊你回来。清晨，冷清雪睁开朦胧的睡眼，她看了看身旁还在熟睡的淋雨，脸上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捏住淋雨的鼻子。半晌，淋雨直接惊醒，一看果然是雪雪这个顽皮，她直接把冷清雪抓到怀里，也捏住她的小鼻子。雪雪，还不快点去洗漱吃早餐，今天运动会开始了。冷清雪直接光速洗漱完毕，然后坐到餐桌上开始吃早餐。早餐现在不是去早点铺吃了，而是由淋雨做好。淋雨现在就跟厨神一样，哪里还要出去买早点，做个豆浆油条小笼包，信手拈来。冷清雪看着桌上的包子油条，口水都流了一地。她拿起筷子就是一顿猛干，吃的小肚皮鼓鼓的。小雨儿，你做的早餐比外面卖的好吃许多呗。淋雨淡淡的点头，那可不咋的，凡人做的早餐怎么能和厨神比呢？冷清雪好笑的白了他一眼，看把你能的。2人吃完早餐，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去学校了。冷清雪拿起包包就要冲出去，结果淋雨直接一只手把她抓到怀里。雪雪，我特意准备了凉爽装备，快把它换上，穿上了贼凉快。说着，淋雨把手里的白色长裤和短袖都递给雪雪。冷清雪此时已经穿好了长裤和短袖，她好奇地看了看淋雨。小雨儿，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淋雨表情淡定，雪雪，这可是我昨晚连夜买的衣服，很辛苦的。她昨晚在系统空间买衣服，可不是连夜吗？冷清雪则是疑惑地看了看淋雨。小雨儿，你上哪连夜买的衣服？你昨晚一直靠在我怀里。下划线，淋雨直接一把抱起冷清雪，把她抱到主卧。雪雪，快点换上，运动会要迟到了。冷清雪一听，瞬间一惊，迟到可不行，她从小到大都没迟到过。她直接换上了淋雨的给的长裤和短袖，而后淋雨也换上了自己的那一套衣服。冷清雪漂亮的大眼睛眨了眨，她看了看淋雨。小雨儿，你买的还是情侣装，好细心哦。淋雨得意的点头，哼，那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2人准备好装备，出了门。今天的阳光很大，大早上的就有点热。走在路上，淋雨查看了一下系统空间里的运动糖果，这玩意儿估计很有用，可得好好的看看。他打开系统面板，查看了下运动糖果的作用。运动糖果可以增强人的运动能力，并且减少运动带来的巨大热量。本品不属于兴奋剂，可安全使用。淋雨看着这个效果，瞬间愣住。卧槽，好东西啊！运动员的神器，这玩意儿一吃，跑着跑着都不热，而且还不是兴奋剂。要是让运动员知道了这个东西的存在，怕不是抢破头。到时候这个给雪雪吃1颗，自己再吃1颗。而淋雨身旁的冷清雪也在蹦蹦跳跳的走路，因为小雨的给她的这套衣服穿着超级凉快，感觉有风往她身边吹一样，而且太阳也不晒了，好神奇啊！
小雨儿，你凉爽长裤好厉害，我现在好凉快。冷清雪抱着林雨的胳膊开心道，林雨则是摸摸她的小脑袋。那当然了，雪雪，我什么时候说过空话？不远处，林雨不知道是系主任正在朝着他们这边缓缓走来。不远处，一个中年男人正朝着林雨和冷清雪缓慢地走来。这个中年男人就是经济系的系主任，也是传说中抓住林雨表白的那个男人。此时，林雨正在和冷清雪有说有笑的聊天。他绝对自己买的系统长裤和短袖真不戳，是真低凉快。在炎炎烈日之下，林雨都感觉有一股风在不停地往自己身上吹，就好像在衣服里装了个空调一样。到时候运动会跑起来，估计就不会那么热了。林雨此刻全然不知道，那个男人已经朝着他这边走来。正当冷清雪挽着林雨的胳膊，两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的大手拍了拍林雨的肩膀。林雨同学，咱们又见面了。系主任拍着林雨的肩膀，面带笑容地说道。林雨和冷清雪瞬间一惊，卧槽，有人靠近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回头看向中年男人，脸上的表情更加震惊。老色痞竟然是系主任，还是上次抓住林雨表白的那个系主任？这都第几次遇到了？算是这次是遇到系主任3次了吧？这也太有缘了吧！系主任看着两人一副惊呆的模样，笑着说道，怎么不认识我了？林雨同学，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林雨和冷清雪回过神来，然后连忙异口同声地说道，系主任好，系主任好，你们好，你们好。林雨同学，我听说你这次运动会一口气参加了5个比赛项目，很厉害啊，真的英雄出少年，加油，争取为咱们经济系多拿点积分。林雨听到这话，表情认真地回应道，系主任，我会加油的，为了咱们经济系的集体荣誉。林雨这可是说的真话，这运动会既然他参加了，那就是奔着第一去的，不然岂不是白参加了？给自己拿到第一，装到的同时还没给系里增加积分，帮系里也拿到第一，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而且说不定拿到第一还有学分的奖励呢。冷清雪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好家伙，小雨儿好会说啊，这场面话十足的。系主任听到林雨的话，顿时哈哈哈大笑，然后又重重地拍了拍林雨的肩膀，拍得林雨肩膀都颤了一下。好，很有精神。另一边，中心广场处，张婷婷穿着牛仔短裤，露出修长的玉腿，身着一袭粉白色的短袖 T 恤，而她的脚上不像平常一样穿着高跟鞋，而是换上了一双平底鞋。她也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参加运动会还穿高跟鞋？穿高跟鞋还跑个啥？直接认输得了。更何况张婷婷的目标是战胜冷清雪，她早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不可能在这个环节上出岔子。她这边跟着一群宿舍的闺蜜，后面还跟着一群追求她的男生，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手上拿着水，一副要送水的模样。男生们跟着后面一个跃跃欲试。婷婷，你渴不渴？这天可真热呀，喝不喝水啊？我这有，我这有。一个男生说着就把手中的矿泉水拧开，正准备递过去，结果被另一个男生挤到一边去了。去，什么玩意儿？婷婷别喝他的破水，一点味儿都没有，要喝就喝我的果汁儿，多甜啊！来，我给你开开。男生说着就拧开了手中的果汁儿，结果拿矿泉水的男生又冲了过来，滚吧你，渴了还喝果汁儿，你是不是傻？越喝越渴，懂不懂啊？还得喝我这个矿泉水，必定解渴。结果又一个男生拿着一盒早餐就冲了进来，你们都是弟弟。婷婷一看就不是渴，而是饿，她肯定没吃早餐呢，我刚好买了。来，婷婷，吃我的这份，吃我的，吃我的，喝我的，喝我的，你叉叉，你某某。几个男生在这边争着，差点没吵起来。而另一部分男生则是手里男子张婷婷的加油牌子，上面写着婷婷婷之类的字。婷婷加油，你一定是女子组的第一。没错，你参加了4项比赛，一定能拿4个冠军。就是，加油，我们是你坚实的后盾，一直为你加油。张婷婷听着这些男生的话，淡淡的点了点头。她能拿4项冠军这句话还是很好听的。这群人看到张婷婷点头，就更加卖力了。而这群人恰好就看到了在不远处的林雨、冷清雪和系主任3人。他们看到中年男人正笑着拍着林雨的肩膀，一群人瞬间惊呆了。就连张婷婷也停下脚步，看向林雨的方向，表情有点复杂。林雨他们都认识，这小子最近在大学里出尽风头，他们想不认识都难。至于那个中年男人，他们不认识，但是那气度，一个看就是学校的大领导啊。一个男生震惊道：卧槽，林雨旁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不会是咱们大学的领导吧？林雨竟然和大领导有这层关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而另一个男生不屑：你们想多了，为什么那人就一定是领导呢？说不定是一个普通人呢。此时一个男生眼睛瞪得大大的：卧槽，我想起来了，那人是我们经济系的系主任，我见过。追求张婷婷的人遍布各个系，而这个人刚好是经济系的。卧槽，
经济系系主任，林宇好像就是经济系的，他这就和系主任搭上关系了。张婷婷此刻也是面色复杂的看着不远处的林宇，林宇的发展速度比他想象的还要快不少。不远处，一群人就这么站在原地，远远的看着林宇三人。其一是因为领头人张婷婷就站在原地，他们也不太好动，就这么冷冷的站着。其二就是那边可是系主任啊，谁敢过去啊？没人敢过去。虽然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经济系的，是别的系的，但是面对系主任还是有点害怕的。而林宇这边，中年男人笑着拍了拍林宇的肩膀，加油，年轻人，我还有事，先走了。他还有会要开，大学运动会可是大事，还有具体事宜需要开会解决。系主任再见。林宇和冷清雪小鸡啄米般的点头，眼见系主任走远，冷清雪才轻吐了一口气，好吓人哦，小雨儿。系主任走路都没有声音，他抱着林宇的胳膊说道。林宇也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是啊，雪雪，系主任有点厉害啊。林宇知道自己的体质可是有足足的100的，他体质好，听力和视力自然很强，他这么强的听力和察觉力都没有听到系主任靠近的声音，就离谱。这个系主任恐怖如斯啊，难道大人物都是这样的，走路都没声的？林宇摇摇头，没再想这个，他挽住冷清雪的手走向操场。另一边，张婷婷一行人就这么看着系主任走远，然后他们也看向张婷婷。张婷婷的闺蜜看着她面色复杂的看着林宇，一时间也不敢说话。张婷婷回过神来，我们走吧，说着就跟着林宇的方向走去。不是她要跟着林宇，只是因为操场的方向在那里，她只能这么走。一群人也跟着张婷婷走了过去。林宇和冷清雪走向操场，两人分开走向自己的班级。这个时候他俩不可能还走在一起，是要去自己班级的方队会合的。当然林宇要是混进雪雪的班级，应该没人会发现吧。林宇是这么想的，但最好还是不要了，老老实实站完方队，搞定流程，等到自由活动再去找雪雪玩。于是林宇找了半天，终于找到经济系所在的位置。他快速的跑到自己班级的方队里，王军一眼就看到一个帅小伙儿跑到他们这边。于子，快来发号码牌了，你小子自从和冷校花同居，一天比一天来得晚。林宇嘴角一抽，他白了一眼王军，这人怎么好意思说的呀？他林宇哪怕是在别墅住，也是每天7点按时起床的，他来的晚上因为要吃早餐洗漱啥的耽误了时间，然后还有一段路要走。而王军肯定是7点50起床，仗着自己住校的优势，很快就到了操场，有什么好说的？班长看到林宇来了，瞬间松了一口气。林宇可是他们班的大头，一次性参加了5个项目，要是他不来了，那可是少了5个大积分。他连忙冲到林宇面前，然后把林宇的号码牌递给他。林宇，你的号码牌。林宇接过号码牌，谢谢班长。他把号码牌拿在手里一看，5200。林宇看到这个眉头一挑，这号码牌好像有什么含义来着。此时王军拿出自己的号码牌，鱼子你看多牛批的号码。林宇看着王军手里的号码牌9527，然后赵天和钱飞也得意的拿出自己的号码牌9528、9529。林宇，你们这号码牌还挺奇特呀。随后偌大的操场上，几十个大型方队正在有条不紊地移动着。随着广播的播报，运动会即将进入开启阶段。一道清脆的女声从广播里传来，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计算机系一班的方队，他们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林宇跟着自己班级的方队走着，听到这话也点点头，中规中矩的口号。接着清脆的女声继续播报着，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经济系一班方队，他们的口号是一班最强，除暴安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林宇听到这口号，差点没一个趔趄摔倒。这什么鬼啊？这特么谁起的口号？太丢脸了！只见整个操场上的方队都笑出了声，尤其是冷清雪，因为那是小雨儿的班级，她笑得肚子都痛了。就连刚刚播音员小姐姐都差点笑出声。而经济系一班的有些人则是低头掩面，一副我不是这班的人的样子，而还有一部分人则是昂首挺胸，一副我很骄傲的样子。王军得意地拍了拍林宇的肩膀，于子，这口号霸气吧？我想的，在我的大力推荐下，班长采用了。林宇嘴角一抽，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奶奶爹，你自己丢脸还带着我。接着广播里的女声继续播报着，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数学系一班方队，他们的口号是发型到位，气质高贵，我们呐喊一班万岁。林宇听到这句话瞬间笑出声。看到雪雪班的口号也这么离谱，我就放心了。冷清雪这边也是扑哧一声，还好没喝水，太离谱了。这口号是谁想的？操场上的众多方队又是一阵大笑，这回丢脸的换成雪雪班了。林宇和冷清雪在方队里看到对方，林宇笑得牙都出来了，冷清雪则是瞪着他，小脸鼓鼓的，给他一个只有2人才懂的眼神。不许笑，
小雨儿。林雨则是表情淡定。雪雪，你刚刚也笑了，当我没看到啊？冷清雪顿时一惊，原来她刚刚笑的时候被小雨儿看到了。半小时后，所有方队走完跑道，老校长走到台前，面带笑容。随着老校长的一声宣布，整个操场上的气氛变得热烈，到处都传来学生们的欢呼声。随后，操场上的众多方队迅速散开，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离开。有的人跑到观众席等待着比赛的开始，有的人则是运动员，他们跑到运动员的候场区准备参加比赛。有的人直接溜出操场，去超市买好吃的零食带回来，准备边看边吃，买几十袋薯片，再买一瓶肥仔快乐水，不用参加比赛就是这么爽。一边看比赛一边吃零食，这多是一件美事啊。还有的人之间掏出手机开始打游戏或者刷剧。操场上迅速空了下来，而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学生搬来运动器材，整个运动会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些老师坐在吃零食的学生周围，吃零食可以，垃圾记得收拾干净啊。吃零食猛点头，好的，老师。林雨这边一解散就朝着雪雪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找雪雪玩了。而王军、赵天和钱飞也跟在他后面，他们以为林雨是去运动员候场区，他们看了半天都没看到运动员候场区在哪，于是就跟着林雨来了。另一边，冷清雪也朝着林雨班级的方向走去，他要去找小雨儿。而许晴和刘倩、吕杰三人全都抱住冷清雪的手臂，跟着他一起走。他们都是运动员，而且还是一个宿舍的姐妹，自然要走在一起了。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待在雪雪身边有点凉快。在这个大热天里，雪雪就跟人形空调一样，怎么可能不抱着她啊？许晴决定收回她今早嘲笑雪雪的话。今天早上，冷清雪来到班级里，许晴一眼就看到了雪雪，她直接走了过去，一脸震惊地看着冷清雪。雪雪，大热天的，你还是运动员？你怎么穿个长裤就来了？许晴和宿舍的姐妹们都穿着短裤，不然跑起来太热了。结果就冷清雪大热天的穿个大长裤，虽然长裤是白的，但还是热啊。而且她还要参加比赛的，那就更离谱了。而冷清雪则是得意地昂起小脑袋，一副很骄傲的样子。她表情淡定地解释道：晴晴，你个小笨蛋，啥也不懂，我这长裤可是我家小雨儿专门为我买的凉快长裤，穿起来巨凉快。许晴闻言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冷清雪。雪雪，你怕不是傻了吧？穿长裤还能凉快？这么离谱的事，你以为我会信？怕不是你家林雨不想别的男生看到你的腿，才故意让你穿这个的吧？是啊，冷清雪直接就承认了。小雨儿不让别人看她的腿，又不是不能说。小雨是不想别的男生看我的腿，但是这凉快的长裤也是真的。我家小雨可是很细心的。刘倩怀疑的看了看冷清雪，雪雪，这的假的？真有这种长裤？冷清雪直接把刘倩拉到自己身边，倩倩，你自己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很凉快。刘倩将信将疑的靠近冷清雪身边，瞬间她就感受到一股特别凉快的气息在她周围散开。刘倩瞬间震惊，是真的，好凉快啊！许晴他们见状也来到冷清雪身边，好凉快啊！三个人对雪雪的这件长裤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于是冷清雪现在就被三个姐妹们给抱住了。此时林雨看到雪雪也朝着她这边走来，她直接小跑过去。王军三人看着林雨跑了起来，连忙追了上去。雪雪，怎么样，热不热？林雨走到冷清雪面前，伸手摸摸她的小脑袋。冷清雪开心的摇头，小雨儿，我不热，还很凉快。王军三人跑过来，瞬间懵逼，卧槽，特么的！他们还以为林雨是去运动员候场区，结果是来这找冷清雪。我好不容易跑步一次，你居然让我输得这么彻底，操！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没资格等等。冷校花身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姐姐，口水。然而林雨又看到三个妹子抱着冷清雪的手臂跟挂件一样。这许晴见此露出笑容，你好啊，小帅哥。他又看了看林雨和冷清雪穿的衣服，哟，你们这是情侣装啊？雪雪可说了，你送她的长裤很凉快，你身上穿的也是一样的吧？林雨淡淡一笑，是的。王军在一旁挠头，啥玩意儿？穿长裤凉快？许晴则是看向林雨，小胖子，你在林雨身边站着，看看是不是很凉快？王军顿时不服气，超，我不是小胖子。不过他还是站到林雨身边，结果瞬间就感到一股凉快的感觉。卧槽，真的好凉快！钱飞和赵天顿时也站到林雨身边。卧槽，人形空调！王军看着许晴他们抱着冷清雪，他看了看林雨，双眼放光。与此同时，钱飞和赵天也看着林雨，双眼放光。林雨被三人盯得发毛，他一瞬间就明白了三人的想法。什么意思？你们也想抱我？没门儿！女孩子抱在一起没什么，但是四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就一言难尽了呀。林雨直接把冷清雪拉过来，一把将她抱起来，然后带着她一起逃跑了。抱歉，我们去比赛了。许晴看到自家人形空调被林雨抱走了，
顿时急了：“林雨，把雪雪还给我们！”三个姐妹直接追了上去。王军一看林雨这个空调人跑了，那必须得追啊！兄弟们，为了空调，给我上！赵天、钱飞，为了空调，上！三人也跟在林雨后面追了过去。林雨抱着冷清雪在田径场上跑着，他心中得意：小样儿，还想把我和雪雪当空调？没门儿！先跑过我再说吧。他这身衣服是他买来自己凉快的，不是给他们当空调的。而且雪雪的小姐妹们还想霸占雪雪，一直抱着她。他们抱着雪雪，那他林雨抱什么？难不成抱着王军啊？依林雨摇摇头，这画面光是想想他就害怕。林雨还想趁着1年1度好不容易开启的运动会，和雪雪姐一起过2人世界呢，可不想被这群电灯泡小姐妹们打扰。而且还有王军他们，一点避数都没有，还想抱她。4个大男人抱在一起，这画面太美，他不敢看了。林雨抱着冷清雪光速逃跑，冷清雪被林雨公主抱在怀里，小手搂着她的脖子，太好玩了吧？她从小到大还没有被人这样抱着跑呢。只见林雨身后，许晴他们正在穷追不舍。林雨，你把雪雪还给我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把雪雪和我们一起分享！为了雪雪空调，他们拼了！王军3人也在后面狂追，同时还露出猥琐猖狂的笑容。雨子，束手就擒吧，让我康康！结！冷清雪听到后面的动静，回头看去，然后瞬间咯咯直笑。小雨儿，跑快点，他们追过来了！林雨听到这话，瞬间一惊，他边跑边回头看去。卧槽，老色痞这年轻人！一群人看来是真把他们当免费空调了，看这样子是不吹到空调不罢休啊！尤其是王军那猥琐猖狂的笑容，林雨已经想到王军抱住他的画面。卧槽，太可怕了！雪雪，坐稳了，我要加速了！说着，林雨搂住冷清雪水蛇腰上的手，微微握紧。冷清雪也紧了紧搂住林雨脖子的小手。加速吧，小雨儿！冲！林雨直接加速，那双大长腿噔噔噔跑得飞快。许晴看着林雨加速，瞬间傻眼了。这林雨这么狠，抱着雪雪还能跑那么快？雪雪是那种丰满型的女生，体重不轻的，有110斤呢。林雨抱得这么轻松吗？不是说当代大学生连1袋米扛几楼都吃力吗？不过他们还是咬咬牙继续追了过去。王军3人也就紧随其后，为了林雨空调冲啊！结果林雨加速没半天就慢慢的减速下来，跟熄火一样。冷清雪好奇的抱着林雨的脑袋，小雨儿，怎么了？你怎么减速了？林雨轻微的喘了口气，他捏了捏冷清雪的小腰。雪雪，你还好意思说？我抱着你跑，你这么重，我能不减速吗？冷清雪可听不得这话，小雨竟然说她重，她很轻的好不好？她瞬间鼓起小脸，然后伸出小手掐住林雨的帅脸。小雨儿，你说什么？你说谁重？我不过才100对斤好吧？林雨好笑，雪雪，你这话说的，谁还不是100多斤了？我也是100多斤好吧？林雨是160斤，说是100多斤也很合理吧？冷清雪闻言愣了一会儿，然后直接伸手在林雨头上乱摸，把他帅气的发型弄成鸡窝头。小雨儿，我一眼就看出来王军肯定不是100多斤。林雨挑眉，那确实王军都200多斤了，看把人孩子饿的都瘦成200斤了。林雨抱着冷清雪眼看着许晴王军他们还在追，他目光一凝，雪雪坐稳了，我要开2档了。说着林雨以更快的速度逃了出去，这回他是认真了，全程保持着2段加速，完全没有减速。而许晴王军这边逐渐的已经跑不动了，烈日当空，天气本来就热，他们这么跑一下就累了，而且越跑越热。反观林雨有空调衣，就跟在秋风里跑步一样，凉快的一批。而且林雨的体质高达100，王军他们平均体质才70，人与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林雨在烈日的情况下直接抱着冷清雪就是跑了个1000米。此时田径场上的一部分人也看到了林雨抱着冷清雪逃跑的画面，瞬间震惊。卧槽，这小子谁啊？抱着美女跑什么快？这大热天的穿这么多还跑这么快，这小子疯了！我操，我认出来了，那个被抱着的美女是冷清雪。冷笑话，冷清雪，那抱着她的人就是林雨了。操，这林雨确实长得帅啊，不服不行啊。切，长得帅有什么用？抱着美女这样跑，以为自己很帅？看他背后的号码牌，他还是运动员吧？这样跑看他待会比赛怎么办？拍下来，发校园论坛。林雨这边跑到运动后场区，然后直接带着雪雪藏了起来。在他们比赛之前是不会露头了。后场区的运动员很多，看到林雨和冷清雪走进来，都瞪大眼睛看着他们。一来是因为这样的帅哥美女不看白不看，而是因为林雨和冷清雪穿的衣服贼多，好像根本不怕热一样。林雨和冷清雪并不在意这群人的目光，他们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然后坐下来休息。嗨呀，雪雪可把我累坏了，
快给朕捏捏肩。冷清雪白了林雨一眼，然后真的坐到林雨这边，开始给他捏肩。其实林雨根本不累，他甚至一点汗都没流。空调衣加上他100的体质，就是在抱着雪雪跑几千米都没问题。他就是想让雪雪给他捏肩。冷清雪给林雨捏着肩，周围关注他们的人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还有人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卧槽！冷校花给林雨捏肩，这是什么待遇啊？我好酸啊！林雨竟然舍得让这么漂亮的冷校花给他捏肩。不，发论坛！我要发论坛！冷清雪淡淡的看了这群人一眼，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她给自己老公捏肩有什么问题吗？休息区内，林雨看着给她捏肩的冷清雪，掐了掐她的小脸。雪雪你真好。冷清雪得意的昂起小脑袋。哼，我不好，还有谁好？冷清雪又把林雨背后的号码牌扶了扶。林雨突然想到什么，她把冷清雪搂到怀里。雪雪，你的号码牌是多少来着？冷清雪转了个身，把背后的号码牌给林雨看。1314。林雨看到这个，瞬间恍然大悟。老色痞他也转过身来，雪雪，你看我的是520，你的是1314。冷清雪也反应过来，她漂亮的大眼睛睁大。是哦，咱们太有缘了，小雨儿。林雨抱着冷清雪，心里也很开心。他没想到他和雪雪的号码牌都这么有缘。另一边，许晴和王军他们仅仅是休息了一会儿，就发现跟丢了林雨。林雨已经抱着冷清雪跑没影了。偌大的运动场上到处都是人，阳光也那么刺眼，他们已经在人海中找不到林雨了。6个人累得浑身是汗，许晴累得坐在原地。林雨体质这么强的吗？抱着雪雪都能跑这么快，难怪雪雪会喜欢他。王军也点点头，这小子看着白白净净的，其实深藏不露。半晌，坐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的6个人起身，许晴直接大喊一句：给我搜！他看向王军，小胖子，你们去那边搜，我们去这边搜。雪雪和林雨2人形影不离，只要找到其中一人就可以找到他们2个。王军点点头，然后他一愣，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小胖子。于是王军3人和许晴3人分别向着反方向跑去。王军的队伍中，只见赵天悄咪咪四处张望，然后离开队伍，一个人溜了。他要去找他对象了。开玩笑，在林雨身边固然凉快，但是哪有和对象在一起香啊？拜拜了，单身狗们。此时林雨正和冷清雪坐在休息区玩着，突然广播里传来一道女声：请5200号运动员林雨来男子400米赛道准备，请5200号运动员林雨来男子400米赛道准备。这一声广播声不大，但是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卧槽，林雨终于要比赛了，我就等着看他丢脸了。林雨，就刚刚抱着冷清雪跑的那个。哈哈，那他完了，这么快就是400米，他根本跑不动。卧槽，林雨的丢脸时刻，快准备手机拍下来。女生这边也很兴奋，快，林雨要比赛了，他跑步一定很帅，大家快看啊！就连在观众席的张婷婷也抬头看向男子400米的跑道。王军、许晴他们一听林雨要比赛了，瞬间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林雨，你再怎么躲也得要参加比赛啊，这回跑不掉了吧？他们5个人准备直接跑去跑道那边蹲点，等林雨跑完就给他逮住。请9527号运动员王军来男子400米跑道准备。王军听到这话瞬间一愣，卧槽，忘了他自己还有比赛来着，这下完了，跑完了根本没力气逮雨子了。接着许晴他们也被通知准备比赛。偌大的田径场，不同的比赛可以同时进行的，这下他们逮不到林雨了。而冷清雪这边也瞬间一惊，小雨儿，到你比赛了。林雨淡定地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走吧，雪雪，咱们去赛道。他拉着冷清雪一边走一边从怀里掏出运动糖果，然后直接塞进嘴里。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吃。冷清雪听到林雨嘴巴的动静，她直接抱着林雨扒她的嘴。小雨儿，有好东西不给我吃，自己偷吃。林雨好笑，这个小馋猫耳朵还挺灵，他怎么可能没有准备雪雪的那一份呢？这运动糖果一定是要给雪雪吃的，加上空调衣2重保险，雪雪必不可能中暑。他又取出一颗运动糖果来，雪雪张嘴。冷清雪张开小嘴儿，林雨把运动糖果喂给他。糖果入口，冷清雪眼睛一亮，小雨儿，这糖果好好吃哦。林雨得意，那当然，林雨出品必属精品。林雨和冷清雪来到赛道预备区，冷清雪就在赛道外面站着，她要给小雨加油。林雨则是登记好，然后走进赛道，站好自己的位置。其他运动员也陆续来到赛道，一个个伸胳膊蹬腿，一副热身的样子。此时在场的观众全部都看向400米赛场，因为除了林雨这个充满话题的男人，这个赛道上还有田径队副队长刘平。刘平身材高大，一双腿上充满肌肉，虽然长得不如林雨帅，刘平因为运动能力很强，排入校园男神榜21。他相信这次跑赢林雨，他的排名可以再上升一点。刘平看了看身旁的林雨，兄弟，
你就是林宇吧？长得确实帅。林宇淡定的点头，你也不赖。其实刘平颜值差林宇多了，林宇这么说也是给他面子，但是刘平却会错了意，以为林宇在挑衅他。小子，给我等着，你能跟得上我的 speed 吗？跟在我后面吃灰吧。此时观众也看着林宇这边，卧槽，林宇傻了吧？就他一个人穿着大裤子，我看好刘平。林宇遇到他可是要丢脸了。田径队副队长可不是浪得虚名，快看快看，比赛要开始了。此时发令员拿着发令枪敲了敲平行板，各就位，预备。众人全部做好准备，刘平直接半蹲在地上，昂起脑袋，一副很骚包但专业的起跑姿势。林宇则是站在原地，眼神变得锐利，同时他的双腿绷紧，充满爆发力的结实肌肉被包在大裤子里。砰！发令员一声枪响，众人瞬间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冷清雪瞬间大喊一声：“小雨儿，加油！”那声音大的把周围给刘平加油的女生全部盖过去了。还有一个运动员看到是冷清雪给林宇加油，瞬间愣住，然后脚一歪摔在原地，起跑失败。林宇看到这一幕，给冷清雪眨了眨眼睛，干得漂亮，雪雪。林宇反应迅速，他比刘平率先一步冲了出去。刘平见此瞬间急了，他直接加速，直接超过林宇。400米开始就加速，可不是什么好事。哈哈，林宇，你跟得上我的 speed 吗？在我后面吃灰吧。刘平露出得意的笑容。然而林宇淡淡一笑，他开始逐渐加速，而且速度越来越快，瞬间就超过了刘平，跑在他前面。林宇身边的一道道强风吹得呼呼作响。我跟上了你的 speed 又怎么样呢？刘平见此咬着牙也开始加速。这俩人一直在加速，跟冲刺一样。400米不像100米，不会全程冲刺，一般都是到最后100米开始冲刺。跑道上，林宇和刘平在队伍最前面，并且全都保持着高速，但是刘平始终和林宇差了5-6个身位。刘平咬着牙，脸都涨红了，使劲提速，但就是超不过林宇。而反观脸部红气不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他这才意识到林宇比他想象的强得多，这样的人竟然不参加田径队，恐怖如斯，太能藏了。此时观众席上的人们都震惊了，林宇竟然跑在刘平前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些看刘平希望林宇丢脸的人脸色有点难看，不可能，刘平怎么会跑不过林宇这个小白脸？加油啊，刘平，超过他，狠狠地打败他。而看好林宇的少部分人看见林宇这么强，也是直接给林宇加起了油。加油，林宇！班长直接带着经济一班的女生给林宇加油。冷清雪也在那挥舞着小拳头给林宇加油，全场就他喊得最大声。刘平被众人加油，跟打了鸡血一样，他还在加速，想超过林宇。林宇则是也跟着加速，他始终保持着比刘平快一点，但又不快很多速度，反正就是在刘平前面。如果加油有用的话，那还要实力干什么？林宇好笑的摇摇头。400米已经跑到一半，刘平因为一直冲刺的缘故，逐渐体力不支，速度慢了下来。而林宇依旧保持着原速度，表情淡定地冲过终点线。此时，大学运动会第一个比赛项目的第一已经诞生，5200号林宇同学，他破了我们校园的男子400米记录。上一个记录的保持者还是田径队的队长吕方。广播里清脆悦耳的女声正在播报着消息。卧槽，破纪录了！林宇，林宇，林宇！观众席上不管认不认识林宇的，全都在那喊他的名字。而一些想看林宇丢脸的人，看到林宇拿了第一不说，还直接破了纪录，他们人都傻了，又让他装起来了。不，观众席上，张婷婷准备动身去比赛区了，结果就听到林宇破纪录的消息。他面色复杂，他原本以为林宇跑不过刘平，但是应该能拿个第2，没想到林宇直接就拿了第1，还破了纪录。台上，经济系主任和一众主任校长都在看着第一场田径比赛。副校长看着经济系主任，吴主任，这孩子是你们系的？吴主任点点头，得意道：自然是我们系的，这小子可是有我当年的风采。众人瞬间哈哈大笑。吴主任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赛道不远处，一个男人正看着林宇，表情淡定。林宇，有点意思，破了我的记录，倒有点本事。此时，刘平垂头丧气地走到男人身边，队长，替我报仇。不过，林宇那小子有点东西，你要注意点。吕方淡定地拍了拍刘平的肩膀，放心吧，我会带着你的那份夺冠的。此时，林宇冲过终点线，一众女生就冲了上去，把他围了起来，一个个都要给他送水。林宇人都傻了。冷清雪看到这场面，瞬间小脸一鼓，直接冲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老公！冷清雪直接把围住林宇的女生一边一只手全部扒开，然后拉着林宇抱住他的手臂，宣示着主权。众多女生一看是冷清雪，瞬间就溜了。冷清雪见此，得意地昂起小脑袋，哼，小样儿，跟我斗！林宇好笑地摸摸她的小脑袋。冷清雪则是抱住林宇，小雨儿，
你得第一了，太强了。林雨挑眉，雪雪，你高兴得太早了，这才是预选赛，还有决赛呢。预算赛有10几组，每组的第一、第二名参加决赛。冷清雪瞬间一愣，老色批这么麻烦吗？林雨捏了捏他的小脸，那不然呢？与此同时，王军和许晴那边刚参加完比赛，累得不行，连找林雨的力气都没有了。半小时后，林雨和冷清雪正在休息区，突然响起一道广播声，请1314号运动员冷清雪来女子400米跑道准备，请1314号运动员冷清雪来女子400米跑道准备。卧槽，冷校花也参加比赛了，我都不知道，我要看校花比赛。冷校花，那我必须放下正在打的游戏。靠在林雨怀里的冷清雪瞬间一惊，小雨儿，我有点紧张。林雨摸摸冷清雪的小脑袋，然后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下。还紧张吗，雪雪？冷清雪顿时真的感觉不紧张了。林雨带着冷清的来到跑道区，准备登记。此时广播又传来一声，请1359号运动员张婷婷来女子400米跑道准备。这一句清脆悦耳的女声通知瞬间传遍整个运动场。与此同时，运动场内的学生们听到这声通知，顿时表情变得震惊，然后又逐渐兴奋起来。卧槽，是张婷婷，张校花，她也参加运动会了。废话，张校花早就参加运动会了，而且我还听说她参加了4项啊！我操，这我必须要看张校花怎样拿第一的啊！于是他们有的放下手里正在吃的薯片，有的放下手上刚开的一瓶肥仔快乐水，连忙打开肥仔快乐水，猛喝一大口，再盖上盖子。还有的人直接放下正在打游戏的手机，并且在队伍聊天里说了一句：抱歉兄弟们，我老婆生了，我先去看看。然后就看到这个人退出游戏的提示，只留下一脸懵逼的队友。什么情况？老婆要生了还打游戏？你永远也不知道和你打游戏的队友是人还是狗。观众席上的众人纷纷抬头看向女子400米的赛道，他们的目光都在等待张婷婷的来临。而之前关于冷清雪也要上场的通知，只有一部分人对此期待。原因其一就是因为张婷婷经常在各种场合露面，导致她的在整个大学的知名度都很高，而冷清雪则是比较好冷低调的，知道她的人不多。其二则是也有部分人知道冷清了有对象了，已经名花有主了，对象还是林雨，而张婷婷到目前为止还是处于单身的状态。这时男生自然觉得单身的女生更加好追求，单身的张婷婷给了他们希望，所以这群人对张婷婷的表现更加期待。不过冷清雪并不在意这种事情，她对名气还是其他的什么都不是很在意，她只在意林雨。此时林雨正带着冷清雪来到赛道处登记，就听到了张婷婷也要准备跑400米的通知。她微微挑眉，这个张婷婷也参加的运动会，而且貌似还和雪雪是同一组。女子400米跑道处已经来了不少小姐姐，她们登记完毕后都在原地下腰压腿热身。不远处张婷婷也是缓缓走来，她身后还跟着一群男生女生，搞得阵仗很大，跟粉丝团一样。几个男生手里还拿着水，给张婷婷加油。婷婷加油，你一定能拿第一的。一个男生站了出来，要不要再喝点水？喝我的，喝我的。另一个男生之间推开他的矿泉水，然后掏出一瓶包装极其昂贵，瓶盖像一颗钻石一样的矿泉水。你们都是弟弟，婷婷喝我的，我这是100块的一瓶的矿泉水。林雨这位更是重量级，舔一人是狗，舔万人为狼，我林雨愿称你为最强。此刻张婷婷也走上赛道，她微不可察地看了林雨一眼，然后开始热身。其实她来这边的时候一眼就看出了林雨和冷清雪，只不过不想显得自己很关注他们一样。跑道上一排排小姐姐在热身，一双双大长腿看得观众席上的男生们眼花缭乱，就连林雨也被晃到眼睛了。他点点头，确实白。突然一只白嫩的小手揪住他的耳朵，然后轻轻往上拧了一圈。小雨儿，你看什么呢？大长腿好看吗？林雨瞬间一惊，他回头看了看小脸已经鼓鼓的冷清雪，他连忙抱住他，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这群人哪有我家雪雪好看啊，对不对？冷清雪听到这话，嘴角微微上扬。林雨的夸奖对他来说还是很受用的，不过他还是装作生气的样子。哼，算你识相，从现在开始只准看我，明白了吗？明白了。然后林雨直接瞪大眼睛，扒着冷清雪的小脸就是一顿猛看，两人大眼瞪大眼就这么看着，把冷清雪逗得咯咯直笑。而观众席那边有男生抹了抹口水，吸溜，卧槽，我爱死运动会了，这是俺最期待的环节了，全是别的系的漂亮小姐姐啊。兄弟们快看那边，张婷婷校花，经济系系花，计算机系系花，历史系系花，这腿。冷校花，冷清雪怎么穿的大长裤啊？卧槽，什么情况？这是大热天啊，烈日当空，能不能尊敬下太阳？为什么不穿短裤？为什么不穿短裤？我从知道开运动会的消息就开始期待着看到冷校花的长腿了。
怎么冷清雪穿着这大长裤啊？把腿全遮住了。我知道了，肯定是林雨搞的。为了不让我们看他家冷清雪的腿，直接雪雪大热天的穿这么个大长裤，太没人性了，太小气了。而站在跑道边抱着冷清雪的林雨，因为他100的超强体质，听到了不远处观众席的议论，他嘴角微勾。没错，正是在下。他就知道这群人憋着坏呢，想趁着运动会看腿。还好他机智，提前买了凉快的大长裤给雪雪穿，不然雪雪的白腿岂不是给他们看到了？雪雪只有他林雨能看。你们一群老色痞还想看我家雪雪的腿？可能吗？做梦吧你们！说他小气，真是给林雨整笑了。他就小气怎么了？至于雪雪的凉快问题，林雨早就解决了，就不用这群人操心了。此时发令员拿着发令枪走来，林雨连忙捏了捏冷清雪的小脸。雪雪，去跑道吧。星号冷清雪走向跑道。张婷婷看着冷清雪走过来，挑了挑眉。这冷清雪为了和林雨腻在一起，现在才上跑道，也不热身，而且还穿这种大长裤，真是自大。你会为你的自大付出代价的。这场的第一我拿下了。跑道上，张婷婷就站在冷清雪前面一个身位。跑道因为半径不同的原因，自然不可能所有人都站在一条平行线上，而是根据半径的大小调整相应位置的距离。趁发令员还在准备，张婷婷回头看向冷清雪。雪雪，这大热天的，你穿这么多不热吗？冷清雪正在集中精神准备跑步，就听到张婷婷的话，她黛眉微挑。婷婷，我这衣服可是小雨专门为我准备的空调衣，穿在身上一点都热，而且还很凉快。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张婷婷都这么问了，冷清雪自然不会不回答她。虽然他俩平时根本不说话，以冷清雪高冷的性格也不可能开口，不过人家问了当然要回答，不然不是显得他冷清雪不礼貌。张婷婷听到冷清雪的回答，瞬间愣住了。空调衣？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存在啊？这种衣服若说是概念，还真有这个设计，但是并没有实物。估计以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100-200年过后，或许真有空调衣吧。但是空调衣估计也是那种在衣服里装个小叶片的那种，散热能力且不说，光说这重量，估计应该就几斤。大热天穿个几斤的衣服，那不是找罪受吗？张婷婷仔细地看了看冷清雪腿上的长裤，这款长裤整体呈白色，看起来很轻便的样子，就跟防晒衣差不多的材质吧。这也找不到空调叶片啊。林雨此时要是知道张婷婷的想法，肯定会淡定地说道：这是系统科技，凡人是不懂的。反正张婷婷是不信冷清雪穿的这是空调衣，而且就算真有空调衣的存在，以林雨的资源能搞得到？没有几十万拿不下来吧？张婷婷看着冷清雪，好笑地摇摇头，这也太自欺欺人了。冷清雪看着张婷婷好像不是很相信的表情，她也没解释什么，不信不就算了呗，只要她知道小雨儿的厉害就行了。此刻发令枪拿起发令枪，敲了敲平行板，各就位，预备。听到这一声，在场的所有小姐姐瞬间精神紧绷，做出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冷清雪的眼神也变得认真起来，林雨则是在跑道边看着她，认真的雪雪真漂亮啊。砰，发令枪瞬间响起，冒出一道白烟。冷清雪和张婷婷二人同时跑了出去，后面的小姐姐们也跟了上来。此时跟随张婷婷的那群男生瞬间发出猪叫：婷婷加油，加油啊，冠军在向你招手。10几个男生在此刻给张婷婷加油，造成的声势还挺浩大。被张婷婷后援团声势所吸引，观众席上的大部分也开始给张婷婷加油。加油，张校花！少部分想给冷清雪加油的观众被这个气势震到，都没了声。张婷婷被这么多人加油，她感受到了力量，直接加速超过冷清雪，成为领跑人。此刻林雨气沉丹田，中气十足的大喊一声：雪雪加油！她的声音瞬间盖过了那一群给张婷婷加油的后援团。旁边的后援团人都懵了，这小子那么大声干什么？你找物管啊！他们瞬间不服，然后加大音量给张婷婷加油。林雨也继续加大音量，声势始终盖过这群后援团。他林雨一人成军，可抵万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属于是。观众席上面的一小部分想给冷清雪加油的人，听到林雨以一人之力盖住众人的后援团，瞬间激动起来。卧槽，这林雨还挺猛啊！冷校花和他在一起也不是不行，兄弟们，一起给冷校花加油！于是这些人被林雨鼓舞起了士气，直接给冷清加油。他们的声势和打不过给张婷婷加油的人势均力敌。冷清雪在远处就听到林雨的加油声，小雨儿真厉害！她瞬间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直接加速超过了张婷婷。女子400米跑道上，冷清雪以领先张婷婷5个身位的优势跑在前面。此时的她感觉自己比平时跑步轻松了很多，呼吸均匀，一点也不累，腿也比平时有劲儿。什么情况？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难道是小雨的加油给了她力量？冷清雪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她平时跑什么快已经开始喘气了，
就像他身后的张婷婷一样。张婷婷此时正在喘气，脸色有点发红，额头流了不少汗。反观冷清雪，她甚至没流汗。张婷婷此时人傻了，她已经学艺术的跑不过学数学的冷清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雨站在终点处等待迎接冷清雪，他超强的视力看到雪雪的表情很轻松，他知道是运动糖果生效了。其实即便不给雪雪运动糖果，雪雪也是赢定了，因为那天林雨用眼睛看到雪雪的体质有80，而张婷婷的体质是70，一看就知道雪雪这次会赢，而且雪雪还比张婷婷大，他林雨就喜欢大的。张婷婷说的挺彻底啊，不过大了会有阻力，这一点上雪雪比较吃亏啊。1分钟后，冷清雪甩开众人一段距离，然后冲过终点线，扑到林雨怀里。小雨儿，我是第一，厉不厉害？林雨好笑的捏捏她的小脸，是，我家雪雪最厉害了。而张婷婷则是第2个冲线，观众席里响起一阵欢呼，冷清雪，冷清雪。而看好张婷婷的观众看到张婷婷只拿了个第2，也是脸色变得僵硬。张婷婷的一众后援团直接围了上来，婷婷，不要气馁，你也进了决赛，决赛发挥好可以拿冠军。张婷婷微微点头，她知道还有决赛，这次是她轻敌了。她带领众多后援团从冷清雪身边走过，突然她感觉到身边有一股特别凉爽的气息在周围散发开来，她身体一颤，然后难以置信地看向林雨。空调1是真的。跑道上，张婷婷经过冷清雪的身边，然后瞬间愣住，因为她感觉到冷清雪和林雨身边散发出来的凉爽气息，这股气息就和夏天的时候待着空调边伸出小手的那股凉意差不多。她直直地站在原地，身体一颤，然后难以置信地看向林雨。冷清雪说的空调1是真的，林雨真的弄到了这种传说中的衣服，他弄到了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只存在于设计概念中的空调1，这其中得要花多少资金和人脉关系才能弄到这种衣服，张婷婷难以想象。原本张婷婷对林雨让冷清雪穿着大长裤子遮住腿的做法是嗤之以鼻的，她也知道林雨这是不想让别的男人看到冷清雪的腿，但是如果换做她是不会同意这种做法的。大长裤子是遮住腿了，不让别的男人看到，但是大热天的这样子很热啊，而且还要跑步，那就更热了，总不能因为你是男朋友就可以让他穿又热的大长裤吧。而且张婷婷认为露个腿给男生看也没什么，何必在意呢？换做她是绝对不会答应这样穿的。起初她觉得冷清雪太傻了，为了林雨就穿了个这样的大长裤子，现在她才知道林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穿着这样的长裤，冷清雪不但不热还很凉快。张婷婷又看了看林雨身上的衣服，突然她瞳孔一缩，林雨身上穿的衣服明显和冷清雪穿的是情侣装，曾经她也是有机会和林雨站在一起穿着情侣装的吧，但是她好像错过了跟在张婷婷后面的一众后援团，看见张婷婷愣在原地，他们也只会在原地等着。这天挺热的，站在原地不动还不如立马走到凉快的地方。此时林雨被张婷婷这样盯着看也感觉怪怪的，而她腰部的肉肉已经被雪雪掐的扭转了720度了，冷清雪的小脸也肉眼可见的鼓鼓的了。这张婷婷干什么这么看着我家小雨？林雨现在很急，她要是再怎么不为所动也要为她健康的腰子考虑啊，有什么事吗？她表情淡定地看着张婷婷开口道。张婷婷正在发呆，被林雨这一句话回过神来。哦，没什么。她表情复杂，还带着点不太自然。说完她就转身离开，走向休息区。她身后的众多后援团终于松了口气，再站下去要烤熟了都也跟着张婷婷离开了。一群男生临走前还看了几眼林雨，不过林雨对此并不在意，这群人有点莫名其妙的。他搂住冷清雪，雪雪我们走。然而冷清雪直接把他抱住，小脸鼓鼓的。小雨儿，你说张婷婷刚刚为什么呢？盯着你看。林雨瞬间一愣，他哪知道张婷婷为什么盯着他看？长得帅被人盯着看不是很正常吗？他试探地看了看雪雪，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帅？啪！冷清雪小手拍了拍林雨脑袋，回答错误。林雨把冷清雪抱在怀里，雪雪，那你说他为什么盯着我看？冷清雪闻言白了他一眼，他哪里不知道原因呢？小雨儿表现出来的东西太多了，张婷婷后悔了呗，不过后悔已经太迟了，小雨儿已经是他的人了。冷清雪笑着摸摸林雨的脑袋，因为你今天跑步的时候风把你的发型吹成了中分。林雨一惊，他那么帅气的发型竟然被吹成了中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对于男人来说，帅气的发型是重要的，男生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乱。他连忙把手伸进怀里，然后从系统空间里取出一面小镜子，拿在面前一照，帅气的脑袋上发型被从中间分成2坨。卧槽，真特么成中分了。雪雪快帮我弄好。冷清雪闻言也开心地伸出小手，慢慢把林雨的发型理齐。林雨抱着冷清雪
冷清雪就这样帮他理着发型。两人慢悠悠地走回休息区，头顶的烈日形同虚设。林雨和冷清雪这边已经回到了休息区。今天早上他们俩已经没有项目了，就一个400米的预选赛，跑完就没了。他们大学运动会的举办时间一共是2个星期，前几天的项目全部都是预选赛，到后面才是决赛。林雨和冷清雪这边比完了很轻松，两个人坐在角落里吃着冰淇淋。注意是冷清雪在吃冰淇淋，林雨对这个兴趣不大。冷清雪手中的美味冰淇淋散发出来的香甜气息，直接引得休息区的小姐姐口水直流。他们也想吃。冷清雪看着这群人猛盯她的冰淇淋，直接护食的缩在林雨怀里。想吃我的冰淇淋？没门儿！于是他们差遣男伴，或者自己直接去超市买冰淇淋吃。可惜感觉味道每天冷清雪手中的那个1%，因为从香味上就可见一斑。冷清雪的冰淇淋是那种香飘10里跟牛一样的感觉，他们买的普通冰淇淋只有拿在手边才能闻到香味。王军和许晴5人此刻已经累趴下了。他们刚刚参加完项目，王军毫无悬念的被预选赛淘汰了，许晴3个女生还好都入了决赛，但是他们找不到休息区在哪里啊？魔都的一栋别墅外，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驶进车库，从车内走出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的面容仔细一看，竟然和林雨有6分相似。他走下车，站在地上，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家里的空气，让脸上露出猖狂的笑容。1905号别墅，你们的皇帝回来了！林文张开双手，直接大喊一声：“你们的皇帝回来了！”可见他的心情有多么的开心。哎呀，10个多年，他终于回家了。其实没有多年，他也就在外出差几个月而已。但是他听到了自己的儿子林雨拱到了人家的小白菜，内心还是很喜悦的。他养儿子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终有一天自己的儿子把人家白菜拱了？只能说一个字：爽。养儿子就是这样，巴不得儿子赶紧找到对象拱人家把菜，养女儿则是天天护着自家小白菜不被人拱到。现在林文事情办完了，儿子又找到对象了，他自然开开心心雪就回来了。林文站在别墅内门外，就这么站着，也不按密码不开门，静静飞等待着老婆出门欢迎他。他相信以他的家庭地位，老婆肯定立马就跑出来给他开门欢迎他这个皇帝。开玩笑，他在家里的地位可不是盖的，仅次于小雨好不好？刚刚开车回车库，弄得那么大动静，老婆肯定能听到，必须立马出来欢迎他。所以林文甚至自信的没有按门铃，就这么站在门口等着柳玉兰开门。然而半小时后，林文还是就这么站在门口，门也并没有什么动静，还是静静的关着，也并没有人出来迎接他。林文表情淡定，哈哈哈，老婆肯定没听到车的动静，都怪他车技太好，开车太稳了。车技太好有时候也挺麻烦啊。他清了清嗓子，嗨嗨，然后又重重的跺了几下脚。这回老婆应该能听到他回家的动静，出来接他了吧？他这个地位啊，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处安放。结果半小时后，还是没人出来迎接他，别说是人了，鬼都没一个。林文还是表情淡定，但是脸部已经有点僵硬了。哈哈，老婆一定是睡着了，没听到声音，不然他肯定光速出来迎接他。还是我自己来吧。林雨为自己找到一个满意的借口后，走到门前，按下密码，自己进了别墅。而别墅的客厅内，柳玉兰正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脸上敷着黄瓜片。她自然是听到了门外的动静。刚开始车进车库的时候，她还以为听错了，以为是别家的车进车库。结果直到半小时后那道咳嗽跺脚声，她就知道是林文回来了。这个老公回来了不说话，自己不知道开门，就在那里咳嗽跺脚。怎么的，还想让我给你开门？美的你哦。她脸上还贴着黄瓜片呢，黄瓜片刚敷上没半小时呢，要是起来去开门，黄瓜片掉下来，岂不是白敷了？能让她敷着黄瓜片去开门的，也只有宝贝儿子小雨回来这件事了。至于老公还不够格儿。当然，小雨是他的宝贝儿子，不会像他爸一样咋咋呼呼的，宁愿跺脚在外面等半小时，也不愿自己开门。要是小雨来了，肯定就直接开门喊妈了。此时，林文缓缓走过走廊，走进客厅。平时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会喊一句我回来了。不过老婆现在在睡觉，那他就喊了。林雨走进客厅，突然发现沙发上还躺着一个女人。他看了过去，然后瞬间露出震惊的表情。老色痞卧槽！柳玉兰看到林文回来，并没有觉得什么惊奇的，她也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两人四目相对，并没有说一句话。林文此时已经傻了，他没有认出自家老婆，因为眼前的女人明显是30岁的人，而他都40岁了。林雨现在脑袋里都是问号，这女人谁？她怎么出现在我家的？难不成是老婆的闺蜜？那也不对啊，老婆的闺蜜不也40岁了吗？也没见她也30岁的闺蜜啊。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倒是像老婆年轻了10岁一样。老婆年轻了10岁，他明白了，这个女人是老婆的妹妹。可是林文和柳玉兰结婚这么多年，也没听老婆说过她有妹妹啊。不过老婆倒是一个姐姐，大她5岁。他挠了挠头，看着柳玉兰，然后开口道：“你是谁？”柳玉兰听到这话，
瞬间漂亮的大眼睛瞪大，脸上的黄瓜片都掉了一片。她仔细地看了看林文，这老公出趟差人傻了，连他都不认识了。正当柳玉兰要开口给林文凶一顿的时候，林文直接露出睿智的笑容。我知道了，你是玉兰的妹妹吧？我说你俩怎么那么像呢？跟玉兰年轻了10岁一样。柳玉兰闻言，刚准备说出的话瞬间顿住。好家伙，这个老公真够离谱的，把她认成她妹妹。她根本没有妹妹啊，姐姐倒是有一个。不过柳玉兰已经知道林文认错她的原因了，是宝贝小雨的面膜起了效果呀。因为她是真的看着年轻了10岁啊，老公不敢相信罢了。突然，柳玉兰漂亮的眼睛一转，她好像想到了什么，随后露出狡猾的笑容。她决定将计就计。你说的没错，我是柳玉兰的妹妹，我叫柳玉莲。林文听到这话，瞬间觉得自己太机智了，这都能猜对。哈哈，果然是玉兰的妹妹，我猜对了。我一看你们就像。柳玉兰差点没笑出声。对，你真是太机智了。林文看了看柳玉兰，玉莲妹子，怎么一直没听我老婆说起过你呢？她好像没有妹妹啊。柳玉兰瞬间一愣，看来老公也不是很笨啊。她直接急中生智。那什么，我姐姐估计是太忙了，就忘记说了。哦，这样啊。林文点点头，还觉得有道理。你姐姐人呢？她出去了。柳玉兰淡定地回答道，同时心中有点想笑，快憋不住了。哈哈哈哈！太笨了这个人。林文听到柳玉兰的回答，瞬间恍然大悟。卧槽，原来老婆是出去了，家里就剩玉莲妹子了。怪不得她在外面弄了半天动静，老婆没出来迎接她，这样就解释得通了。老婆出去了，怎么来迎接她呢？哎呀，这给她弄的。有那么一瞬间，她还以为自己的家庭地位不在了。现在想想，是她想多了。不过玉莲妹子的声音和老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这一点林文有点搞不懂。不过他不想了，女人声音差不多，也确实是一个样，不仔细听也听不出来。此时柳玉兰看着林文这个样子，有点想笑又不敢笑，笑出来那不就暴露了。林文看了看年轻了10岁的柳玉兰，他神神秘秘地看了周围，然后说道，玉莲妹子，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千万别和你姐姐说。柳玉兰瞬间来了兴趣。好啊，林文这家伙看来还背着他有什么秘密啊。还好他现在是柳玉莲。他表情淡定的点点头。好啊，老哥，我一定不会和我姐姐说，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吧，我替你保守秘密。林文淡淡一笑，也不是什么秘密。玉莲妹子，我跟你说，你姐姐有时候超凶的，根本没把我这个一家之主放在眼里啊。虽然她做饭好吃，但我好歹也是一家之主是吧？归来是不是得迎接一下？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得给我宽衣沐浴？你好好的跟你姐姐说一下，暗示她要尊重我这个一家之主。巴拉巴拉，此处省略1万字。柳玉兰听到这话，小拳头已经暗暗的握紧了，她的额角直突突。这个老公真是皮痒了，竟然当着她的面说她很凶，胆子是真滴大。她哪里凶了？不就是平时揪揪耳朵，掐掐腰，然后把你赶出去房间跪键盘吗？小雨都说她很温柔的好吧，而且这个老公还一点避数都没有，竟然当着她的面称自己是一家之主，真是一点都看清自己的家庭地位。更过分的是，还想让她柳玉兰给她沐浴宽衣，简直岂有此理。此时林文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没有看到玉莲妹子脸上的表情，他越说越欢快，直接把心里话直接一股脑的说了出来。还有啊，玉莲妹子，我跟你说，你多跟你姐姐说说，做妻子要温柔，要尊重老公，要会伺候老公，平时给老公捏捏肩，按摩按摩，帮他沐浴宽衣，亲手喂饭什么的。还有，别老是跪那个破键盘，跪得我腿都酸了。玉莲妹子，你评评理，你姐姐让我跪键盘，首先键盘连接电脑，电脑屏幕再连接投影仪，然后打开电脑文档。跪键盘的时候，电脑文档的字符不能超过10个，时间是半个小时，如果2个小时内文档上的字符超过10个，就要再来一次。你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吗？柳玉兰一听这话，脸色都已经黑了，她面带笑容，声音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冰冷。是吗，林文？你觉得这不是人干的事？你再看看我是谁？林文瞬间一惊，老色痞卧槽，这语气怎么这么像老婆生气的时候？林文探出脑袋，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柳玉兰。卧槽，老婆，你怎么看的跟年轻了10岁一样？林文这时才反应过来，他刚刚把心中吐槽的事情全部当着老婆的面说出来，还当面说他凶来着。完了，BBQ 了，老婆这也太坏了吧，装成他妹妹骗他。而柳玉兰则是脸上带着笑容，然后伸手揪住林文的耳朵，说我凶是吧？伺候老公是吧？沐浴更衣是吧？亲手喂饭是吧？跪键盘是吧？还好我看着年轻了10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在你心中很凶呢。林文小声嘀咕着，还不是你故意骗我？你说什么？我说我错了。老婆，柳玉兰冷笑一声，错了呀。那好，跪键盘1小时，出5个字符重新来。林文，老色痞卧槽，
刚回家就要跪键盘。不，1小时后，林文在柳玉兰的监督下跪完键盘。这次他使出全力，差点腿都断了，指出了4个字符，简直无敌。柳玉兰坐在沙发上，她脸上的黄瓜片已经取下来了。林文看着年轻10岁的老婆，心头一动，他跑到柳玉兰身边，老婆，你是怎么年轻了10岁啊？也教教我呗。柳玉兰白了他一眼，然后缓缓说出了林宇带给她的美容养颜面膜。林文一听，瞬间吹胡子瞪眼，这臭小子，有这种好东西也不给爸用用，看爸不揍他。啪！柳玉兰反手拍了林文脑袋一下，说什么呢？小雨可是我的宝贝，你还想揍他？我看我先揍你比较好。哈哈哈，老婆，我开玩笑的。林文欲哭无泪，他真是开玩笑的。从小到大，他都没揍过林宇。林宇小时候皮，他有几次想揍，都被柳玉兰护住了，反而自己被柳玉兰揍了。不过林文还是对面膜垂涎欲滴，看来想弄到面膜，得把小雨喊回来，悄悄找他要才行。林文突然开口，老婆，你想不想小雨啊？我把他喊回来怎么样？就说我回来了，要见见媳妇儿。柳玉兰看着面前的林文，眼睛一亮，她自然是想儿子的，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喊他回来。但是老公这个理由很不错，这个老公还是有点用的嘛。